我倾家荡产，只为了能够救活病重的父亲，让他多活几天。结果父亲在临终时却将所有的家产都留给了堂哥。原来堂哥是父亲的私生子，难怪父亲从小就偏袒他。想到自己这一辈子的付出，如今换来的却是一无所有，我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直接晕倒在地。严13，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来，快起来上路了！忽然被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惊醒，然而眼前却是熟悉的再熟悉不过的环境，老式的木质床、土垒的墙，还有伟大领袖的图像。什么情况？我这是重生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就你这懒散样能有什么出息？你这是要我去哪？哼，昨天不是说好让你去砖窑上班吗？怎么睡一觉就全给忘了？去砖窑上班？我操，这不是堂哥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吗？上一世为了供堂哥读大学，家里欠下一屁股债，结果他们却让我去砖窑打工还债。当时怎么也没想到，看似正直的父亲竟然会偏袒自己的一个堂哥。我不去。你说什么？我说我不去砖窑搬砖了。你简直是说话当放屁！昨天是怎么答应我的？你以为这是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的吗？你就当是放屁吧，反正说什么我也不去。以前我对这个父亲还颇为尊重，原以为他稳重有担当，对这个家任劳任怨。可清楚了他的秘密后，父亲的光辉形象在心中轰然倒塌。你这个逆子！这大清早的儿子都要走了，你还骂他干什么？就在父亲拿着鞋底打算教训我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进来，来人正是我的母亲王金秀。哼，这混账东西出尔反尔！去砖窑上班哪里不好了？多少人打破头都想进去，我好不容易托关系才给他弄了个名额，这兔崽子竟然说不去就不去了。父亲被气得破口大骂，声音响彻整个大院。听到吵闹声的众人也都走了进来。严13，你又在犯什么浑？都快18岁了，不去上班像什么话？你看看村里像你这么大的年轻人，谁不在干活？这去砖窑上班是大家求都求不着的好机会，你居然还不去？这班我就不上了，我睡了一觉想通了。去砖窑搬砖哪有当大学生好？我要像大明哥那样去读书，去当大学生。混账东西，你以为这大学生是你想当就能当的？当年考上高中的可是我，要不是当年我爸自作主张把我的名额让给他，今天这上大学的就是我。严13，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这是看我考上大学眼红了？眼红你？我是眼红你个四眼狗，还是眼红你小鸡仔似的身材？听到这里，父亲终于忍不住了，脱下鞋子就给我扔了过来。我顺势一脚将鞋子踢飞出去。烦了，这个小兔崽子真的烦了。此时严东升被气得火冒三丈，随即又抄起个小板凳向我砸来。王金秀见状赶忙上前拉住。别打，既然13不愿意去，那就算了吧。一家人有话好好说不行吗？干嘛非得动手？哼，这混账东西3天不打就要上房揭瓦，整天正事不干就知道顶嘴。你看看你生了个什么东西！母亲王金秀见此情形，也不敢再跟严东升多说什么，而是走过来劝我：13，别顶撞你爸了，你就服个软去砖窑上班去吧。你爸也是为你好。为我好？我看是为了严大明好吧。这个砖窑我是不会去的，谁欠的债谁自己去还。此时一旁的一个妇人突然哭哭唧唧起来，说来说去还是怨我家大民啊。大民，我看这大学你就别去读了，免得别人整天就盯着我们不放，处处都要跟你计较。此人正是严大明的母亲李凤如。李凤如是60年代下乡来的知青，在当时的农村来说还算眉清目秀，有点姿色。哼，不知道当初是老爸真的喝醉酒认错了人，酿下大错，还是这周凤如故意为之，才生下的严大明这个孽种。不行，大明这个学是必须要上的，好不容易供出一个大学生，不去读书成什么话？严13，你这个小兔崽子，赶紧滚去砖窑上班，今年不寄个300块钱回来，你就别想再进这个屋。那好啊，我看也不用等1年了，我现在就不想待在这个家，既然大家都在，那就把这个家分了吧。我现在只想尽早分家，绝不会再让严大明一家子吸血扒皮。至于严大明是严东升私生子这件丑事，现在还不急着说破，毕竟家丑不可外扬，老子出丑，当儿子的一样在村里抬不起头。再说无凭无据也没人会相信。你个忤逆东西，居然还想分家！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这个家就不可能分。奶奶此时气得直跺脚，毕竟她一个寡妇能撑起这个家这么多年，把2个儿子养育成人，村里谁不夸她治家有方，她可不能让自己的美名被毁。奶奶，树大分叉儿大分家，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现在连我们这些孙辈都长大了，你还不让分家？一大家子人住一起，这像话吗？不分，我说不分就不分。没错，我们也不想分家。小兔崽子，你也听见了，大家都不想分家，就你一个人在那下气啥劲呢？毛都没长齐，还想学人分家过日子？老子要是现在赶你出去，你只怕是2天就得饿死。行，既然你们不同意，那我就叫队长来把这事办了。如果你们还是执意不分，那我以后自己一个人过。滚！趁早给老子滚！老子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也从来就没把我当儿子。
我突如其来的愤怒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明明昨天还答应的好好的，没想到一觉醒来就变卦了。上一世父亲就处处偏袒维护严大明，就连临死时好不容易得了一笔拆迁款都要留给他。不管是死是活，他心中盘算的全是严大明的利益。这样的父亲不要也罢。二哥，不要离开我。小月，如果分家了，你跟不跟我？二哥，我跟你一起。我拉着颜月走出了房间，随后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母亲王金秀。金秀，是不是你在背后编排了些什么？这小子昨天还好好的。那我没有。没有，你没有，他怎么会一大早突然就这么变了？你自己造的孽，你自己解决。反正这个家不许分，一分就散了。那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劝他。奶奶眼看拿我没办法，就把矛头指向了母亲王金秀，想让母亲来劝我去搬砖供堂哥读大学。而另一边，大队队长王正才听说我要分家，也是大吃一惊。对，我已经想清楚了，不管他们同不同意，哪怕什么都不要，我都要分家。好吧，那我就跟你走一趟。如果你奶奶寻死觅活的不肯分，我也没办法。奶奶和父亲逼我去搬砖供堂哥读大学，然而重生归来的我二话不说就要分家。不分，只要我一天不闭眼，这个家就不许分。想当初我一把屎一把尿，好不容易才将他们两兄弟拉扯大，我容易吗？奶奶，眼光要往前看，以前大家还是吃集体食堂呢，现在还不是包产到户了。这么多苦日子都挨过来了，靠的不就是我们严家人团结，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吗？这要是分了家，这个家可就散了，到时候谁都可以欺负上门来了。13，我不知道你今天是怎么了，非要分家。听哥一句劝，奶奶年纪大了，你就顺着她一点，别到时候把她气得三长两短的。好啊，既然你说话这么好听，那就再多说点，劝奶奶把这个家分了吧，否则气晕了进医院又得花钱。这个家已经欠了这么多的债，可不能再欠了。你个混账东西，你这是在咒你奶奶死！你马上给我滚！对，让他赶紧滚。他要离开可以，想要东西没门。这个家全是我挣的，他一根烧火柴也别想拿走。奶奶眼看拿我没办法，终于还是松口了。虽然分不到一点财产，不过总算是能摆脱这一家子人了。二哥，我要跟你走。小月，你当然是跟着我。王队长，请你给我们作证，从今天开始，我们两兄妹就不再属于这个家庭了。好，既然你们双方都同意，那就这么定下来了。颜月虽小，但是也有她自己选择的权利，她愿意跟着哥哥，你们也不能干涉。这个逆子既然死活要分家，你以后可不许接济他。等他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候，他才知道锅是铁铸的。父亲眼看分家已成定局，便开始给母亲立规矩，可母亲却怯怯地垂着头，毕竟一边是自己的儿女，一边是严家一大家子人，还包括自己的男人。东升，我也跟着我儿子过。你说什么？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当初我好心把你收养，你就这样来报答我？你是存心想气死我吗？妈，我知道我不对，可13和小月是我的孩子，我不能不管他们，你就当我对不起你好了。王金秀，确定要跟着他们闹？你是不想跟我过日子了吗？对不起，我已经做好决定了，他们都还小，我要是不管他们，我还算是做母亲的吗？随后我们母子三人住进了王正才给我们安排的临时住所，这里以前是保管各种工具农具的生产队保管室，而现在正好暂时空了出来。二哥，以后我们就住这里了吗？暂时住几天，相信二哥，以后一定让你住大房子，要啥有啥。好，我相信你。看着颜月天真无邪的可爱模样，我知道接下来养活一家三口的重任已经落到了我的肩膀上。在打扫卫生之际，我便开始思考接下来该如何挣钱养家。而这个季节正好是黄鳝和甲鱼最肥美的时节。随即我和小月便开始下田抓起鱼货来。经过一下午的操劳，收获了一些草鱼、鲤鱼和2只甲鱼。小月，这几条鱼你先拿回家，我去一趟城里，把这2只甲鱼换点钱回来。二哥早去早回。80年代的长寿县城还算是比较富裕的地方，原因是这里有着大大小小几十个厂。凭借前世的记忆，我来到当时最大人最多的一个厂区医院。慢着，你干什么的？大叔，我家亲戚住院了，让我帮忙从乡下带2只甲鱼过来补补身子。你亲戚叫什么名字？他叫赵元朝。由于赵氏大姓，元朝又有着时代的意义，我相信这几千个工人的厂区，乱蒙也能蒙对几个。你进去吧。走进医院后，我来到了住院部，开始寻找目标，尤其是刚生完孩子和做了手术的人才会有用甲鱼补身子这种需求。大哥，你要甲鱼吗？你这甲鱼是要卖的？我本来是给亲戚送来的，结果他出院了用不上，这么热的天我也不想再提回去了。那你打算多少钱卖？10块一只。算了，太贵了，10块钱我买几只鸡翅不好吗？看到他的态度，我也没多劝，而是继续寻找下一个客户。然而此时不远处的一对老夫妇正盯着我手上的甲鱼，两眼放光。小伙子，我看你在这里转了好几趟了，你是在找人吗？是啊，我是来找亲戚的，看样子他不在这儿。哎，可惜了这2只甲鱼，我费了好几天才捉到的。那要不你转让给我吧，你看多少钱？看样子他旁边的老婆婆像是动了手术，还在恢复期，也正好是需要甲鱼这样的东西来补补身子。2只20块。
这么贵啊？算了，我们不要了。老太婆一听连连摇头，毕竟80年代一个月的工资也才30-40块，2只甲鱼就要20，非大富大贵的家庭恐怕是很难吃上。贵是贵了点，不过这东西营养价值高，吃了对你的身体恢复有好处。再好也不行，又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这开刀住院这么久，已经花了不少钱了。这医药费单位不是要给报销的吗？再说这身体比什么都重要，花点钱也是值得的。报销也不行啊，这么贵的东西不是我们能吃得起的。看到老婆婆执意不买，我也没再多说什么，而是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时正好走过来一个衣衫革履的中年人，看样子还像是个领导一类的。大哥你好，您见多识广，帮我看看这甲鱼怎么样？看起来不错，还挺大个的。小伙子，你从哪儿搞来的？给我亲戚准备的，没想到他已经出院很久了，看来也用不上了。那要不你卖给我吧，我也正好需要。你说个数？10块钱一只。10块有点贵呀，2只就得20了。这是我从老家池塘里抓的，营养价值可高了，比吃鸡肉之类的强得多。那行吧，10块就10块，2只我都要了。看来此人还是有点来头，20块2只的甲鱼说买就买了，也或许是他真的需要。卖完甲鱼往外走时，又碰到了刚刚那老头。小伙子，你的甲鱼呢？刚刚一个大哥买走了。我还说悄悄来买1只呢，竟然这么快就没了。大爷，我也想卖给你，可刚才问你们不要啊。我老伴一辈子节约惯了，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我还想逼着他悄悄买下来再煮给他吃，结果耽误这么一会儿就没有了。大爷，要不我这2天再去田里看看，看能不能给你搞1只。好啊，那你想办法帮我再弄1只吧。老了就是一身病，现在连走路都没力气了。老奶奶是病后体虚，脚软无力吗？没错，但是我也没办法，只能尽量炖点营养的东西给他吃。我们乡下倒是有个偏方，不知道你们试过没有？什么偏方？说来听听。老头一听有偏方，顿时来了兴趣。这个年代的医疗水平还不是很发达，偏方就成了很多人治病的唯一途径，而且偏方也要不了几个钱。再说这老太婆医了这么久都不见好转，再试试其他方法也不是不行。我听家里的老人说，用黄鳝晒干磨成粉，每天兑水服1次。真有效果吗？这个我们还真没试过。可以试试，我爷爷在世时教给我的，我奶奶现在还经常吃，腿脚非常硬朗，感觉还是挺管用的。好，那我到时候去买点回来试试。不对呀，小伙子，你跟我说这个偏方是不是想趁机卖黄鳝给我？大爷您说笑了，我刚刚真心只是想告诉你个偏方而已。不过你现在倒是提醒了我，你不是还要甲鱼吗？我捉甲鱼的时候也顺带给你弄些黄鳝过来吧，黄鳝就不要钱了。行，那真是太感谢你了。要是真有用，我给厂里其他人也介绍介绍。那我到时候怎么找你？你就打听赵元超就好了。听到这个名字我愣住了，刚才进厂医院门的时候就是随便蒙了一个名字，没想到还真给对上了。这是我儿子的名字，他是厂广播站的，到时候你一问大家都知道。奶奶和父亲逼我去搬砖供堂哥读大学，然而重生归来的我二话不说就要分家。离开严家后，我到厂医院卖甲鱼赚了20块钱，随后来到农贸市场准备给母亲和小月买点吃的回去，不料竟在这里碰到了考上大学的堂哥严大明。呀，严大明，你身后那位不是徐亚吗？你们这是来看电影啊？不是13，我也是才碰到徐亚的，刚好就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所以就跟他交流了一下。潜意识这徐亚本是我的定亲对象，原以为是因为我踩缝纫机一事她才嫁给了严大明，没想到这俩人原来是早有猫腻。那要不一起吧？我还从来没看过电影呢，今天正好沾沾你们的光。不，我已经看过了。我只是凑巧路过。那个，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没想到两人各自有着小算盘，互相推脱。不过看到严大明满脸的尴尬，我却来了兴致。徐亚，你回去记得叫你父母来把我们的亲事给退了。你说什么？没什么，只是让他把婚事退了。严13，你这人太甚。13，你这就太过分了，好端端的你要退什么亲？没事，徐亚已经考上了大学，而我连高中都没上过，感觉我跟他之间以后的差距会很大。为了不耽误他，我认为这一桩婚事还是趁早退了好。严13，你别后悔。说完，徐亚便红着脸跑开了。因为这个年代被退亲是很丢脸的一件事。而此时严大明下意识想要去追，却又瞬间反应过来，发现自己立场不对。严13，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大庭广众的喊着要退亲，你这不是故意羞辱人吗？你还好意思说我呢？徐亚跟我定过亲的事，你难道不知道吗？谁知道你们俩有没有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你瞎说什么呢？我跟他只是看了个电影而已。
看来你还是承认了，家里供你读书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了，全家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你居然还有脸跑这儿来看电影，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今天我就替奶奶教训教训你！说着，我便上前一拳打到严大明脸上，而严大明文质彬彬的体型瞬间便被击倒在地。你个不孝子孙，读书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拿着全家的血汗钱跑外面来潇洒，你回去好好反省吧，别再当吸血虫扒着全家吸血了。教训完堂哥严大明后，我便带着几斤肉粮，还有一些锅碗瓢盆，回到了我们的临时住所。妈，你快看，这不你二哥吗？13，你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早上抓的那2只甲鱼换来的。就2只甲鱼能换这么多的东西？你是不是去搞什么投机倒把的事情了？没有的事，妈，你跟小月去弄菜，晚上我们好好吃一顿。随后我们母子3人吃了顿美滋滋的晚餐，而另一边严家老太太正在指责儿媳李凤如的不是。李凤如，这都什么时候了，饭还没做好，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那就快好了，刚才大明头痛，我急着给他找药去了，也就忘了煮饭这事。一听严大明头痛，严老太太也顾不得发脾气了，开始关切起来。然而严大明却并没有告诉他们自己头痛的原因。大明这孩子是不是摔诊了？现在还痛不痛啊？奶奶，刚刚妈给我按了一阵，现在好些了。那就好，这读书就是费脑子的事。既然已经考上大学了，就好好在家歇着吧，可不能累着了。不一会儿，一家子人便开始吃了起来。然而下一秒却来了一个全家都不待见的人。严老太怎么才吃饭呢？来人正是徐亚的哥哥徐磊，此人从小就瞧不起严家一家子人，更是一直反对妹妹和我定亲一事。原来是小徐啊，你吃了没？我当然吃过了，不然跟你们一起吃包谷糊糊嘛。这玩意儿在我们家可是用来喂猪的。徐磊，你别太过分了。还有更过分的呢，严13在城里又是买肉又是买酒的，结果你们在家里就喝点这个。你说什么？我说严13在外面吃香喝辣的，结果你们在家吃猪食，这下你听清了吗？你再嚷嚷，我撕烂你的嘴！我吃干吃清关你屁事！我就是可怜你养出个大学生的孙子，结果还在喝包谷糊糊。严老太被这些话气得火冒三丈，原以为我们母子3人离开时什么也没分到，过2天苦日子后就会灰溜溜的跑回来求他们收留，怎料我们离开这个家后竟然还能吃香喝辣。我就说他们怎么铁着心非要分家自己过，原来是早有预谋，不知道藏了多少私房钱。分家的时候不是什么也没给他们带走吗？严13这小子哪来的这些钱？东升，是不是你平时私自攒了钱给他们的？好啊，严东升，你当老大的居然阳奉阴违，早就存了要分家的心是不是？这是存心想要气死你老娘吗？妈，我没有。那我也相信大哥不是这样的人。没有，那这么说是我冤枉你了。父亲铁青着脸没有回答奶奶的话，而是转身头也不回的往外走。而另一边，由于上次答应赵元朝的父亲要帮他抓1只甲鱼和一些黄鳝，结果忙活1下午才抓到，可刚回到保管室却发现外面围满了人。我真的没有存什么私房钱，这些年你根本就没有给过钱，我哪有钱来存呀？不是你存的私房钱，那这些肉和粮食是哪来的？爸爸，这些东西真的是哥哥拿回来的，妈妈没有骗你。不说实话是吧？看样子不打你不会老实交代了。给我住手！你个小兔崽子，你敢给我动手？你个混账东西，这是要打你老子，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这是生我养我的妈，我妈挨打做儿子的不替她出头撑腰，才是该天打雷劈。好啊，既然你有本事替你妈撑腰，那我就看看你有多大能耐。此时的严东升青筋暴起，愤怒到了极点，抬起手准备打到母亲身上，而我却抢先一步挡到母亲前面。如果你还要点脸面的话，就趁早给我住手！你个混账东西，老子的脸早就被你丢光了。是吗？那看来你是不在意再丢一次脸了。如果我告诉大家严大明才是你的儿子，你说大家会怎么看你？奶奶和父亲将我赶出家门，却又听到我在外面吃香喝辣，随即便带着众人上门来盘问。不是你存的私房钱，那这些肉和粮食是哪来的？给我住手！如果你还要点脸面的话，就趁早给我离开。你个混账东西，老子的脸早就被你丢光了。是吗？那看来你是不介意再丢一次脸了。如果我告诉大家严大明才是你的儿子，你说大家会怎么看你？你说什么？他可是全村第1个大学生，如果让人知道他的亲生父亲另有其人，你说以后他怎么在村子里抬头？如果这是传到他学校里去了，他以后是不是得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严13，你别胡说八道。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原本我也没想说这些事，可你要是非要逼我，那大家就一拍两散吧。我也没有其他要求，只想带着我妈和妹妹分家出来单过，只要你们别来找我麻烦，我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好，你最好守口如瓶，别把这件事到处宣扬，否则我绝不饶你。说完，父亲便想要离开，然而不明所以的奶奶此时却不肯善罢甘休。东升，我不管他跟你说了些什么，今天不可能就这么放过他们。妈，我们回去吧，别在这儿闹事。不行，必须让他们把私藏的钱拿出来。妈，别闹了，跟他们没关系。那个，大家都是一家人，一点误会而已，你们慢慢聊吧，我先走了。
以李凤如对父亲的了解，显然他已经猜到我跟父亲的谈话内容，为了不尴尬，想要尽早开溜。慢着，就这么走了？那你还想怎么样？道歉，给我妈道歉！你们无凭无据就来欺负我妈，现在却想拍拍屁股走人。今天我就把话放这里，只要我严13还有一口气在，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我妈。此时的严东升感到奇耻大辱，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竟然会被自己的儿子抓住把柄。不过为了自己的秘密不被人知道，他还是选择了忍气吞声。今天这件事是我的错，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再有下次我绝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们。奶奶还没来得及开口，便被父亲拉着往外走，而此时又从门外挤进来一个人。13，你刚才真是太男人了，竟然敢跟你爸对抗。我只是在跟他们讲道理而已。对了，玉红，我现在要赶着去一趟城里，晚上你叫上罗亮和张小刚一起来我家，咱兄弟几个喝一顿。好，估计他们这会儿还在河里洗澡呢。既然甲鱼和黄鳝有市场，那就应该多囤点货。反正这仨小子整天无所事事的，正好让他们过来帮我。就在我离开后不久，村里的狗开始不停地狂叫起来，原来是村里来了个外乡人。有人吗？我们需要点帮助。请问你们是干嘛的？我是外地过路的司机，我们的车出了一点问题，现在就停在前面路边。我见这边有人，就想着过来，有没有会修车的？修车啊，这个估计很难找。当然不会让你们白修，修好了我们给20块钱。王正才一听瞬间就心动了，以前公社有拖拉机的培训学习，正好他也掌握了一些拖拉机的修理方式。走吧，我去看看怎么个事儿。卧槽，怎么来了这么多人？该不会是碰上贼窝了吧？红吧，我带他们来看看能不能把车修好。熊伟这家伙也太不靠谱了，带这么多人过来，万一对方来意不善就麻烦了。可当张洪波看到人群中还夹杂着孩童时，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没有车匪路霸会带着老人和小孩子出来作恶的。王队长打开引擎盖一看，当场傻眼了。我去，这货车和拖拉机怎么完全不一样啊？这问题有点严重啊！我看还得拉到县城里找大厂修。是啊，我也看不出是哪里出了问题，可县城离这里也太远了。熊伟作为一个司机，其实也懂一些基本的维修，可这一次他真的搞不定，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大伙听着，你们谁要是能看出这车哪里有问题，就奖励20块钱。谁要是能把它修好，给50也行。村民一听顿时眼红起来，毕竟当时的50块都快顶2个月的工资了。大明哥可以，大明哥可是大学生，我现在就去叫他过来。那是当然，我家大明可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就没有他不懂的。可这个不一样吧？这修车跟读大学是两回事啊。你这是瞧不起谁呢？那你有本事考上大学吗？就敢说我家大明不行？这要是给你修好了怎么说？那就让他来试试吧，只要能修好，50块一分不少。不一会儿，严大明便穿过人群来到奶奶跟前。奶奶，什么事呀？大明，你来帮这位同志把车修一修。严大明一听心中一愣，他没想到叫他过来是要让他修车，可他根本就不懂修车。奶奶，我不会修车啊。大明，你怎么可能不会呢？你这么聪明，读书都这么厉害了，修个车而已，肯定也是一看就会。你帮他修，修好了有50块钱呢。严大明，你就帮这位同志修修吧。对呀，你就帮帮忙吧。村民们的一阵吆喝，顿时让严大明下不来台。眼看这个村好不容易才出了个大学生，他不能让大家失望，也不能在大家面前丢脸，如今只能想办法搪塞过去。修这个车是需要换零件的，没有零件修不好。换零件？洪波，你去把工具箱拿过来，是哪儿出问题了？需要换哪个零件？这是我们备的一些零件，你看是哪一个？哈哈哈哈，没事没事，我刚刚只是打了个嗝而已，你继续，不用在意我。你笑得那么得意，难道你会修吗？不会就别在这儿捣蛋。我不会，你继续研究。我这兄弟会修车，不如让他来试试吧。严大明眼看演不下去了，便想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这样一来丢人的就不只是他一个人了。别给他脸了，他会什么会？修粪桶还差不多。兄弟，如果你能帮我这个大忙，我熊伟肯定会记得你这份人情。不是我看不起他，他要是会修，我手掌心煎鸡蛋给他吃。行，那我就来看看吧，不过煎鸡蛋就不用了。严13什么时候会修车了？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啊，听着有50块钱就想上去碰碰运气。你们说他会不会越修越坏，最后还到赔钱给别人？为了50块钱，老太婆竟要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给人修车，结果严大明面对眼前的货车却束手无策。就在所有人都在质疑时，我却把车修好了。这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修好了？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本来就是个小问题而已。同志，依我看你还得多检查一下。对，你得试试，我不信连大学生都搞不定的事情，一个毛头小子能做到。村民们的质疑也不无道理，在大家眼里我是处处都不如严大明，何况严大明还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随即熊伟便爬上货车开始试了，没问题后才熄火跳下车来。果真修好了，兄弟，我说话算话，这50块你拿着。那我就不客气了。客气啥？这是你应得的。不过你这手艺是真不错，是在哪家修车厂上班？以后车出问题了我还来找你修。
兄弟，你说笑了，我哪会修车呀？以前见人修拖拉机的时候，我就是在旁边看了几眼。村民们一听，这才恍然大悟。然而王正才却暗自惭愧，明明自己还是专门培训过的，却白白让这50块钱给别人赚了去。不过我这只是暂时帮你解决了问题，临时应急，后面你还是得到修车厂好好检查一下。看不出来这小子还是有点能耐啊。你们说他会不会是瞎蒙的呢？对，我看他就是走了狗屎运而已，有什么了不起？我家大明只是不想出手而已。妈，今天哥好厉害啊！你哥做啥了？又跟人打架了吗？妈，瞧你这说的，在你心中你儿子就这么不让人省心啊？你打的架还少吗？整个公社有几个没跟你打过架的？以往你把人打得鼻青脸肿的，哪一次不是我替你给人家赔礼道歉？妈，你就放心吧，保证以后不会了。你知道长大了就好，再动不动就打架，我看以后谁还敢嫁给你？哥不是已经跟徐亚姐定了亲吗？可人家已经考上大学了，我担心他以后嫌弃你哥。哼，考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刚刚大明哥还不是搞不定，还是我哥上去把车修好的。什么？你哥帮人把车修好了？是啊，对方还给了50块呢。母亲张金秀听完一脸不可置信，她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什么时候学会了修车。此时玉红带着张小刚和罗亮也赶了过来。13还没开饭呢，这不是还在等你们吗？感觉你小子分家出来自在多了，天天吃香喝辣的。可你没看到的是，我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我现在要承担起养活一家人的重任。那以后要是有什么我们帮得上忙的，尽管开口。咱几个从小玩到大的，你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你还别说，确实有件事需要你们帮忙。是这样的，我上次去城里送甲鱼的时候，一个老人家给我介绍了个生意，每天需要给他们供应50斤黄鳝。这种活我在行啊，别说50斤了，我们3个一天搞个180斤都应该没问题。有你们帮忙我就放心了，当然也不会让你们白忙活。你们抓来的黄鳝我会按1毛钱1斤给你们。可是我听说现场的市场收购价也是1毛1斤，这样你岂不是没钱赚？确实赚不了多少，不过这个客户对我很重要，我还想通过他寻找更大的商机，进军其他行业。放心吧，13，这是包在我哥仨身上。不过以后你要是发了财，可要记着我们。13哥，听说先前你把一个过路的货车给修好了，是不是真的啊？不是吧，你小子还会修车啊？什么时候学的？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那辆车本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快吃吧，吃完咱们就下田去。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我提着50斤黄鳝来到长伙食团长家，找到了王柏林。13过来了。是啊，王哥，今天除了这些黄鳝，我还给你带了只甲鱼，给家里老人补补身子。老弟，你真是太客气了，不过这可是好东西啊，抓这玩意儿费了不少功夫吧？我们乡下这种东西还真不少，况且我就是一个闲人，又没正式工作，整天除了抓这些也没别的事情了，闲得慌。要不王哥再给我指条明路？老弟，我看大家都是自己人，我也不藏着掖着，这样你去搞条烟来，我看能不能帮你搭条线。王柏林作为国营大厂的伙食团团长，平时除了管理工作，还要亲自负责菜品采购，认识的人自然不少。如果他能牵线搭桥，再找一条稳当的供应门道，这可是天大的好事。那就多谢王哥了，我这就去准备。从工厂出来后，我来到市场找人换了一些票证。这个年代拿着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东西。这时旁边一个摊贩开始打量我起来。兄弟，要买烟吗？正好要买一点，魁门有吗？当然有，你要多少？2条。2条，兄弟，你不买就算了，何必跟我闹着玩呢？你看我像是跟你开玩笑的吗？到底有没有？没有我找别人去了。没有2条，别说我这儿没有，旁边这些商店都没有。如果你不急的话，就在这等等，我有渠道能给你弄来。那我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吧。这东西你要的多，没那么好弄，不信你四处去打听打听，我相信除了我也没人敢一次卖这么多给你。行，那你赶紧去弄吧。不过这东西我是要送人的，你可不能拿些散货给我凑成1条。那是当然，能卖整条的谁还拆散啊？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大约半小时后，商贩果然回来了。兄弟，小心点，别让人看见了，下次有需要再来找我。拿着烟，我便又来到了王柏林家。王哥，这2条烟1条是给你的，多谢你帮忙搭线。你这人也太客气了，这个我不能收，毕竟事情都还没办，而且具体成不成都还是另一说。你就收下吧，王哥，我明白你有这一份心，我已经很感激了，成不成的再另说。行，那就暂时放我这里，这事要是办不成的话，你可得拿回去，毕竟无功不受禄啊。王哥，你还在跟我客气？长伙食团的黄鳝供应不也是你答应的吗？说什么你都得收下。好，我犟不过你，不过我跟你搭的这条线可是个有实力的人物，要是他能接受你的供应，你可得抓紧加派人手了。没问题，王哥，我这就回去准备，你这边有消息了通知我。回家的路上正好路过我放甲鱼笼子的那条小河沟，而此时几个年轻男女正在河边戏水。小姑娘，河水很深，你可要小心啊！彤彤，你快上来吧，那里太危险啦！这里才刺激呢，你们也快过来吧。不料下一秒，石头上的女子被塔滑掉入河中，岸上几人慌了，原来几人没有一个会游泳。
我见状也顾不得甲鱼，纵身一跃跳入河中，将女子救起。你个流氓，还不放手！哦，不好意思啊。彤彤，你怎么还骂人呢？刚刚真是吓死我们了，还好这位帅哥出手相救。你不知道他刚才摸我哪里了，反正就是流氓。我们叫你出来，你要是出了事，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啊？算了，我们回去吧，太吓人了。几个年轻人正在河边戏水，不料下一秒就有人踩滑掉入河中。然而就在我飞身跳入河里将人救起来时，却遭到了几人的白眼。很快这个消息便传到李国华的耳朵里，看到怒气冲冲的父亲向自己走来，吓得李一桐大气都不敢出。你昨天是不是跟朋友去乡下玩了？你怎么知道的？我还知道你掉进河里差点就没上来，你这个不争气的家伙，真是气死我了。爸，我知道错了，以后不会再去了。既然女儿已经知错，你就别生气了。年轻人吃一堑长一智，不经受点挫折怎么成长？他这个教训可是险些送了命啊！你知道那儿多危险吗？年年都有人掉下去。还好咱们彤彤福大命大，正好旁边有个小伙子把他救起来了。救你的人是谁？感谢人家没有。我没有。彤彤，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别人好歹救了你一命，无论如何都得感谢人家。你还要我怎么说你？连做人最基本的礼貌都不懂。救你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带你过去找他。听说就是那条小河旁边那个村子里的，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走吧，先去打听打听。村子也就那么大，诚心想找人哪会找不着。随后李一桐一行人便出城来到小河边，并且这里也是进村的必经之地。爸，他昨天就是在这拿笼子的时候救的我，要不我们在这等会儿吧，说不定他今天还会来。你懂什么？他放的那种笼子几天才会来收一次？去问问那边的老人家吧。大爷，跟您打听个事，请问你认识在河边放甲鱼笼子那个小伙子吗？他不就是昨天出事那姑娘吗？昨天幸亏那小伙子在这里啊，我们几个都不会游泳，要不然可要出大事。是啊，年轻人不懂事，人家舍命相救，他连感谢的话都没说一句。那他现在在哪里？您知道吗？我只知道他姓严，就前面这个村子的人，具体家在哪儿我也不清楚。随后三人开车进村，开始四处打听姓严的人。而另一边，由于王柏林的牵线搭桥，很快我便结识到水产公司的话事人冯主任。听说这位兄弟想做水产生意，不知道你打算做的是哪一类？冯主任抬举了，我想做鱼虾和黄鳝这一类，毕竟我们那边这种资源比较丰富。那正好，我们公司这边的黄鳝供应还有欠缺，这东西养殖成本太高，周期太长，出产又不成正比。如果你那边能保证长期大量供应的话，我们就可以合作。产量您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解决，不过我需要得到冯主任的肯定答复才能开始实施。好，我们可以给你比市场高的价格，但是要求就是不能缺斤少两，还有那种太小的和死的也不能送来。这个冯主任放心，绝对不会让你为难。酒足饭饱后，这个生意便算是谈成了。不过每周供应1000斤的黄鳝也确实有些难度，必须想办法把村里的闲人全部动员起来。而另一边，由于对村子不熟，李国华一家人在村里转了半天，才在路边见到一些路人。同志，打听一下，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严的小伙子，18、19岁的样子？你说的是严大明吧？再往前面几百米就能看到他家了。那除了这个严大明，你们村还有其他姓严的吗？没有了，我们这儿就他们一家姓严的。由于严大明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他的名气自然响彻整个村庄，所以一提到姓严的，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严大明。老人家，请问这里是严大明家吗？对，你们找他有事吗？严老太眼看对方穿着不凡，而且手上还提着一些吃的东西，便开始热情起来。你们快进来坐吧，我是严大明的奶奶，他现在没在家。小飞，快去找你哥回来。没关系，我们就在这里等他吧。说着，李国华便上前把礼物交到严老太手上。严老太震惊之余，却又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之情。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难道是这姑娘看上我家宝贝孙子了？想到这里，严老太便开始上下打量李一桐，眼光也开始不由得挑剔起来。然而李一桐却被看得心里发毛。这个老太婆这是什么眼神啊？一副要吃了我的样子。你们太客气了，来就是了，还带什么礼物啊？是这样的，昨天小严同志在河边救了我家姑娘，所以我们特意上门来表示感谢。什么？你说我家大明救了你家姑娘？这孩子在外面做了什么事也不回来说一声，我们都不知道他救了人。是啊，小严同志做好事不留名，这是新时代的活雷锋啊，值得我们学习。那是当然，我家大明一贯就是个好孩子，聪明又孝顺，还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呢。严老太随即开启夸夸模式，不停地夸赞着自己的宝贝孙子。而此时听到消息的严东升也回来了。妈，他们几位是？这几位是城里来的贵客，说是昨天大明在河边救了他家闺女，特意上门来感谢的。这位就是大明的父亲吧？不是，他是大明的大伯，只是我们家的几个孩子长相都差不多。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这没什么，大明这孩子从小乖巧听话，我们都挺喜欢他的，也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看来你们家的家风还挺好，一团和气。
那当然，我一直教育他们一家人要相亲相爱，不分彼此。小严同志品格如此高尚，看来自小就是您这当奶奶的教得好啊。没错，大明可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什么？那他不是一身屎一身尿吗？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我家这孩子从小被我们惯坏了，不会说话，让您见笑了。年轻人嘛，很正常。不过不知道你家姑娘多大了？看样子跟我孙子差不多吧。这个年纪在我们乡下也该谈对象了。啥？这是让我跟严大明处对象吗？我才不嫁给他！李银童气冲冲地跑开了，结果刚出来就遇到一条大黄狗冲他狂叫。大黄，别叫了。是你别痴心妄想了，我才看不上你呢。就算是你救了我也没用。你在说什么东西啊？我也没说救了你就怎么样啊。那以后就别提这事了，就当不认识吧。你跟我说没用，你要跟你奶奶说去。跟我奶奶说？对，她刚才还想让我跟你处对象。这就是个误会，我去跟他们解释。随后我便来到严老太家，准备把事情说清楚。奶奶，我听说你来干什么？我家今天有贵客，你别来这里惹事。姑娘，别跟他站一起，这个混账东西，我们已经把他赶出严家了。这是什么情况？刚才不是还把他孙子夸得天上有地下无吗？彤彤，是这个人救了你吗？对，就是他。小伙子，我看你挺眼熟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严13，上次化工厂医院你买过我的甲鱼。太好了，我们这一路问着过来，终于是找到你了。严老太此时也看出了不对劲，对方明明是来找自己孙子的，如今却在跟一个外人谈天说地。你们在说什么？严13，你快给我滚！有你在就没有什么好事。不好意思啊，奶奶，他们是来找我的。昨天救了这位姑娘的人是我。搞清楚状况的严老太顿时气得火冒三丈，恼羞成怒地把众人赶了出去。刚刚那是你奶奶吧？怎么对你是这样的态度啊？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提也罢。小伙子，昨天多谢你救了我女儿。这个事情不值一提，当时那种情况，我相信别人见了也一样会出手相救。如果没别的事，我先走了，我还有事要忙。看到我这么匆忙的离开，李一桐气得直跺脚。而这时罗春梅才想起带来的礼物还搁在严家。对了，老李，我们带来的东西还在老太婆那儿，要不我去提回来？算了，我们回家吧，那些东西就不要了，我可不想再跟这种人打交道。被我退婚的定亲对象要去外地上大学，他的父亲竟跑到我家里来要路费和生活费。我今天来主要是这么一个事，徐亚马上就要开学了，这路费和生活费你们家怎么说也应该表示表示。你在说什么？什么这样费那样费的？当然是让你给徐亚凑路费，我家徐亚可是大学生，没嫌弃你个穷小子，你还不知足。亲家，瞧你这说的，徐亚能考上大学，我们当然也是脸上有光。说徐亚回来没跟你们说吗？说什么都没用，你也不想想，你以后的媳妇是个大学生，这说出去多有面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还要我上门来催呢？这徐亚都跟严大明搞到一起了，还要我给他凑学费路费，简直是异想天开。我说的是和他解除婚约的事，你们不知道吗？什么？啥时候的事？就前阵子我在县城遇到他的时候，他考上大学了，以后我跟他也没什么共同语言，不如趁早作罢，以后桥归桥，路归路。你小子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当初你爷爷还在的时候就定下的事，怎么能说算了就算了？说这事你也做不了主，跟我在这儿扯也没用，你不如回去问问徐亚到底怎么回事。哼，严13，你可不要后悔，到时候就算你跪着求我把女儿嫁给你，我也不会答应。这个你放心，不会有那么一天的。13，你是怎么想的？怎么突然就要解除婚事呢？是不是徐亚跟你说了什么？难道他考上大学就瞧不起人了？差不多吧，妈，你别多想了，我跟他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这亲还是早点退了好。你放心，我肯定会找个更好的姑娘。很快，徐国富便气冲冲地回到家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的女儿明明如此的乖巧听话，为何还吵着要退婚。徐亚，你什么时候跟严13说要退亲的？面对父亲突如其来的质问，徐亚低着头不知道怎么开口，毕竟他跟严大明的事还不能公之于众。你要退亲也要先跟我说一声啊，怎么也得让他把你上学的费用凑齐了，后面再来说退亲的事。爸，不是这样的。那是怎样的？我看你这书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这去外地读书不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问他们家要些钱吗？爸，你先听我说完，退亲这事不是我提出来的。什么？不是你提的退婚？搞半天这事是严13自己提的，难怪他对我的态度那么不恭敬。他是怎么想的？我家徐亚可是大学生，难道还配不上他？你们别说了，这婚事退就退了吧。不行，我得找他去。我家闺女是他说退就能退的吗？就算要退，也要他们给赔偿，绝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对，这退婚对女方的影响得多大？我们家徐亚可是大学生，不明不白的退了婚，搞不好人家还以为是我家徐亚有问题呢。很快，徐国富两口子叫上生产队长王正才来到了严老太家。毕竟当初这门亲事还是严老头在世时就定下的，如今只能来找当家人严老太。那个忤逆东西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他的事我也不想管，省得被他气死。
这个混账东西已经和我们分家了，他的事我们管不着。那不行，他毕竟也是你们严家的人。再说当初订婚的时候你们都在场，怎么可能现在说不管就不管了？我看你们还是去一趟吧，有什么事大家都在场才好解决。奶奶，你们就去吧。徐亚也考上大学了，既然13不想耽误人家，就应该趁早把这事给解决了。严大明见此也开始附和，毕竟他也希望徐亚早些解除婚约，不过却又不想跟自己沾上关系。随后一行人便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大队保管室，将门口围得水泄不通。严13，你这个始乱终弃的家伙，今天大家都在，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们家徐亚到底哪一点配不上你了？叔，你要搞清楚始乱终弃是个什么词，可不能乱用。要是不明白，可以问问你旁边的严大明，他可是大学生，懂这是什么意思啊？被突然点名的严大明下意识地后退几步，毕竟他只是来看热闹的，他可不希望这件事扯到他身上。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总之你严13就不是个好东西。亲家，有什么话好好说，毕竟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人，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别叫我们亲家，我们徐家跟你们严家从此一刀两断。你们这是挣了几分钱就忘恩负义，居然要跟我家徐亚退亲，这话你可不能乱说。什么叫徐家跟严家？他严13早就不是我们严家人了。怎么就跟你们没关系了？这门亲事当初就是在你们严家定的。当初定亲的见证人是我父亲，有本事你去坟墓里找他出来，跟你说清楚。别扯那些没用的，大家都来评评理。我家徐亚跟严13早就订了婚，结果他现在无缘无故就要跟我家徐亚退婚。你先前不是回家去了吗？难道你没找徐亚问个明白？问什么？你不就是欺负她是个姑娘，脸皮薄不好意思说？叔，本来我跟徐亚退婚只是一件小事，我们双方把婚事退了就算了，结果你却要带这么多人来我这大吵大闹，你这是想把我的名声给闹臭了吗？不闹也行，你提出退婚，这是对我家姑娘名声影响极大，你得赔偿我们的名誉损失费。对，我家徐亚好好的一个姑娘，又考上了大学，这10里8乡都求着娶的对象，结果被你这么一退，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闺女的问题，你坏了她的名声，赔点钱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严13，既然是你提出了要退亲，于情于理也该给别人一点补偿，反正这阵子你挣了不少钱，你就多少给点意思意思吧。王队长，有些情况你还不是太了解，徐叔，我还是劝你就这么算了，闹得太僵，大家脸上都不好看。什么好看不好看的？你既然敢退婚，就应该先掂量掂量，这是对我家姑娘的影响和损失难道就不大？你问问大伙该不该赔，别在这儿顾左右而言他。严大明，你觉得呢？我该不该赔偿他们所谓的名誉损失费？现在再说你的事，你扯到我家大明身上干什么？我就想听他亲口说一声，他要是说该给我就给，他要说不该那我就不给了。严大明，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不珍惜，那就别怪我无情了。好，大明，你也是读书人，你说他严13喊着要退婚，败坏我家徐亚的名声，他是不是应该赔偿一些损失给我们？对，严大明是我们公社第一个大学生，读书多，懂的道理也多。你给大伙说说，这名誉损失费到底是该给还是不该给？此时的严大明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本想置身事外，却又成为了大众的焦点。说该赔的话，怕我把他们的丑事给抖出来；说不该赔，又得不到大家的认可。大明，你倒是说呀，他严13该不该赔钱？那个徐叔，他该赔。呵呵，行，严大明，既然你要选择撕破脸，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小月，你去把我枕头下的那个小布包拿过来。我的定亲对象要去上大学，他爸竟然来找我要路费和生活费。就在我提出要退婚时，他们却要我赔偿名誉损失费。大明，你倒是说呀，他严13该不该赔钱？那个该赔。呵呵，行，小月，你去把我枕头下的那个小布包拿过来。此时的严大明满脸不可思议，他不敢相信我这么爽快的就要给钱。而一旁的徐国富也洋洋得意的开始期盼数钱的场景。很快严月便把布袋取了过来。王队长，请你给我们做个见证。王队长随即靠了过来，然而我打开布包拿出来的却不是钱，而是一沓信件。严13，你什么意思？不是让你赔钱吗？你拿这么一叠信纸出来干什么？你们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提退亲吗？看了这些信你们就明白了。这时一旁的严大明突然认出了这些信，正是他和徐亚的情书。严大明像疯了一样一下就扑了过来，结果却被我一脚踹开。严大明，刚才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显然你并没有珍惜。王队长，你是识字的人，你告诉他们这钱我该不该给？王正才看过信后也是一脸不可置信，在他的印象中，严大明从小就乖巧听话，绝不会做出让家人丢脸的事情。没想到啊，这徐亚居然跟严大明暗地里搞在一起，竟然还写了这么肉麻的情书，难怪严13要退婚。什么？徐亚跟严大明搞在一起，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原来这徐亚跟严大明早就有说不清的关系，他父母哪来的脸要让人家赔损失费？这是欺负别人老实呗。严13也是苦啊，人家本想息事宁人，可是这徐国富非得逼着把这事给闹开。
此时一旁的严老太一口气没上来，差点当场气晕，而严东升内心也是深深的后怕。这家伙是越来越让我看不透了，上一次就捏着我的把柄，幸好当时服了软，可今天大明是彻底没了脸面。叔，这儿还有几封是你家徐亚写给严大明的，要不要也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别念，宋母求你了。是，我也想答应你，可刚才你们咄咄逼人，一口一句名声，现在事实揭开了，是你家徐亚不守妇道，水性杨花，这才是真正的令我的名声受到了损失，所以现在你们得赔我的损失费。什么？可我们现在没钱，家里也没钱。没钱是吧？不赔我名誉损失费是吧？那好，我把这些信全部提到公社去，让全公社的人都看看你们家徐亚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要把这些信寄到他们俩的学校去，让他们的光辉事迹家喻户晓。真要这样，你儿以后还怎么见人啊？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要是被这样的事情影响，那他以后还怎么做人了？行，你说你要多少钱，我们赔还不行吗？王队长，这件事就交给你们处理吧。我受到这样的羞辱，我怕我到时候想不开做出什么过激的事。好，这事我们替你处理。此时的王正才看向我的目光满是同情，随后他们便商量出了赔偿结果。这100块的名誉损失费我认，但是现在我没这么多钱。那就写个欠条吧，到时候我好凭着欠条来找你收钱。我不会写字，写不来欠条，我来写。此时徐国富的心仿佛在滴血，如果世上有后悔药，他今天绝不会这么头铁。出来后的严大明一个人心灰意冷，在山坡上待了很久，他不想回家，也不想面对任何人。而这时严东升找过来，大明，走吧，跟我回家，你奶奶还在担心你呢。大伯，奶奶还在生我的气吗？你们是不是认为我给严家人丢脸了，居然跟自己堂弟的对象交往？大明，这事没人怪你，跟我回去吧，省得你妈和奶奶担心你。看到回家的严大明，严老太激动地从床上跳了下来。大明，你好糊涂啊！跟奶奶说，是不是那个徐亚先勾引你的？我们明天带你去他家讨个说法。奶奶，我和他是真心在一起的。严老太眼看宝贝孙子还在执迷不悟，上去就给了严大明一巴掌。大明，你该不会真的被那个狐狸精给迷住了吧？你个不争气的东西！我们全家勒紧裤腰带供你读书考大学，你居然被个破鞋给迷得晕头转向，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全家人吗？大明，快跟你奶奶道歉认错，答应我们以后不再跟徐亚往来。眼看全家人都在好言相劝，严大明动摇了。他很清楚自己能有今天，靠的就是全家人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才换来的。如果他们断了我的经济来源，那最终我也会像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那时候就不仅是跟徐亚断了往来，而是徐亚根本就看不上我。呵，我答应你们。呵，你保证以后不再跟他往来就行。那不如这阵子我带着大明回我娘家去住几天，省得在村里听着别人的风言风语。这样也行，今天当着全村人的面丢了脸，指不定村里人背后怎么议论呢。出去避避风头也好，你们收拾收拾，明天天没亮就去，别碰上村里人。看着严大明脸上清晰的巴掌印，严老太这时也心疼不已。大明，你别怪奶奶刚才动手打你，我也是恨铁不成钢。我们都希望你能上进，不要辜负了全家对你的期望。奶奶，我明白，我不怪你。你明白就好，看来还是我家大明懂事。这些水果罐头和麦乳精你也带上，到时候冲水喝了对身体好。那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你问这个干什么？这些东西是给大明的，你可别乱动。李凤如默默收拾着行李，心中却无比怨恨。这些东西明明是别人送的，这死老太婆竟然还把东西给藏起来了。李凤如想着这些有的没的，心中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萌生。既然人家能送这么多东西给大明，说不定还能去要点路费呢。随后李凤如来到县城化工厂，四处打听后找到前些天上门送礼的李厂长家里。你好，我是齐安公社严大明的妈妈。严大明，上次不是找错了人吗？跟着严大明也没关系呀，还来找我们干什么？进来坐吧。既然猜不到对方的来意，出于个人的素质，刘春梅也不好意思赶他走，就把李凤如迎了进去。这个地方可真不好找啊！是这样的，我家大明要去读大学了，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家里穷，这上学的钱也还差一点。还以为他是来干嘛的，原来是打秋风来了。刘春梅一言不发，一脸严肃的样子让李凤如心里没底。其实这事也不是我想来，是我婆婆让我来的。你说的是严大明的奶奶？对，她说上次你们送去的礼物他们非常感谢，所以这次让我来问问能不能再帮我们一把。不提严老太还好，这一提又让刘春梅想起上次被严老太赶出门的场景。不过怒火中烧的她还是打算先试探一番，然后再好好整治一下这个女人。你这突然开口，我也准备不足。这样吧，我这2天找人凑凑，看能不能凑个50块，你后天过来拿。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从化工厂出来后，李凤如在车站找到了严大明，然而严大明的表情里却显现出一丝怨气。妈，怎么去了这么久？我们不是还要赶着去外婆家吗？
大明，我刚才去化工厂找到了当初来家里送礼的人了，不愧是当厂长的人。我跟他们说了没钱的事，人家就大方的承诺要给我凑50块，让我后天去拿。严大明惊了，由于上次找错人的事，严老太并没有告诉他们母子，为的就是能把那些礼物给藏起来。不会吧，天下居然有这种好事，找上门说一下，要求人家就同意了。大明，你说他们跟严家究竟是什么关系，能对咱们有求必应？我也不知道，难不成是跟我们严家有什么重要的瓜葛？只能怪奶奶什么也不可说。散了，不想那些了，我们找个地方先住下来，等后天把钱拿了再去你外婆。被奶奶和父亲赶出家门后，我带着母亲和妹妹在外面相依为命。就在我们的生活开始慢慢变好时，妹妹却又不得不和我们分开了。随后我便来到城关中学门口，这里是县城最好的初中，不过现在还是放假期间，学校里只有个守门的老头。大爷，打听的是，我有个妹妹到上初中的年纪了，想问一下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开始招生？我们这学校是不对外招生的。那我要是缴那点赞助费啥的呢？能不能搞个名额？不行不行，我们学校全市教育局拨款，怎么能搞这一套呢？这不是乱来吗？我妹妹很喜欢读书，以前家里穷没办法供她，现在好不容易有点条件了，却没机会。哎，我对不起我妹妹啊。看到我的无奈，这时门卫大爷心软了。我们这些学校肯定是不能随便收学生，不过看你心诚，我给你指一条路。咱们县里不是有很多大厂吗？那些厂里都有他们的子弟校，你可以去那些地方找找关系，看能不能进去。借着送黄鳝之际，我向王柏林打听起了化工厂子弟校的情况。王哥，实不相瞒，我想把我妹妹送到你们厂子弟校来读书，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门道？老弟，关系倒是有，不过招生时间已经过了，不是还有10来天就要开学了吗？我知道，昨天去城关中学就碰了壁，所以才来找你看还能不能想想办法。那这样吧，刚好学校的负责人是这个厂区的2把手，我跟他也挺熟，就带你去碰碰运气吧。随后王柏林便带我找到了李国华。哟，王哥，今天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李厂长，我今天来找你，主要是想帮这个小伙子搭个话，他有点事想找你帮帮忙。李国华看到我也是一惊，毕竟上次救了他女儿的事还让他印象深刻。原来是严13啊！来，快进来坐吧。什么情况？你们认识？说来惭愧呀，上次我闺女到乡下玩，不小心掉进河里，还是这位小哥给救起来的。原来还是你家的恩人啊！行，那你们谈，我家里还有点事，我就先走了。李厂长，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帮个忙，我想让我妹妹来你们子弟校读书。就这点小事？我听说他们的招生时间已经过了，也怪我这段时间忙其他的就把这事给忘了。确实是过了几天了，不过这事你放心，包在我身上。再过10天，你把你妹妹直接送到学校办入学手续就行。那就谢谢李厂长了。跟我客气啥？上次你救了我家闺女，还没有好好感谢你呢。就在我们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刘春梅和李英彤也走了过来。小伙子，是你呀，彤彤，快过来，你看看是谁来了。李英彤偷瞄着我，却并没有说话，别别扭扭的红着小脸跑开了。小严啊，真是谢谢你当初救了我家彤彤，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上次去你们村还找错了人，带的一点礼物也搁到你奶奶那儿了，后来被赶出来也不敢再回去拿。那次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你们真的不用放在心上。上一次你有急事匆匆忙忙赶着走，很多事我们也没有问清楚，你们家究竟是怎么一个情况？这事说来话长，我和他们已经分家了，我带着我妈还有我妹妹出来单过，以后就各管各的了。难怪我看你奶奶对你那么不待见，我也不是存心想打听你们家的私事，不过昨天一个叫李凤如的人居然找上门来了。那是严大明的妈妈，她来找你们干什么？她说她家大明要上大学，这一路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看能不能借点给他。原来如此，这李凤如母子俩还真是处处机关算尽啊，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居然还厚着脸皮来借钱。我跟他们早就没关系了，你们那天也看见了我奶奶对我的态度，也就几乎是他们全家人对我的态度。那他还这么不要脸，居然敢找上门来借钱。还好我当时留了个心眼没有给他，没搞清楚情况我也不好意思得罪他，所以我跟他说了明天来这儿去。明天？那我倒是要会一会他，看看他们到底能厚颜无耻到什么程度。对了13，说起来我们还没正式感谢你呢，明天我在家里办一桌，你务必要来。明天估计要公开处刑严大明母子俩喽，那必须要来啊。好，我明天一定来，不过我妹妹上学的事情就麻烦你了。这有什么麻烦的？子弟校也是我分管的一个部门，你妹妹来入学也就是我一句话的事。二哥，我真的能去县城上学了吗？当然，我已经到化工厂子弟校给你找好关系了，你好好把初中上完，考上高中大学，我就不用再担心你了。可是我不想离开你们，我要一直待在你们身边。小月，我们也舍不得你，但是咱们农村人只有读书这条路可以放心的走，你可不能像哥这样。像你这样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看他们那些考上大学的，在咱们村里多风光。现在这个时代没有文化，以后会吃很多苦。听哥的话，我们会经常来看你的。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李凤如早早的带着严大明找到了李国华家里。大明，快跟叔叔阿姨打招呼，我这次带孩子过来就是想让他认认门，以后有什么事也好走动。严大明毕恭毕敬地向他们问好，然而李国华夫妇却是满脸严肃，一言不发。这是什么情况？气氛好像不对呀，还是抓紧拿钱走人的。上次你跟我说的是，不知道你这2天凑好了没有？这就快要开学了，我家大明要急着去学校报到。上次的事，上次什么事呀？当然是钱的事啊！上次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要出远门还差点钱，所以想找你们借一点周转一下。当时你同意借我50块的。哼，简直是痴人说梦！我们无亲无故，凭什么要借钱给你？你们跟我们严家不是有什么关系吗？我听说上次你们还带着礼物去家里拜访过我们。没错，不过上次是有人给我们指错了路，结果找错了人，我都没跟你们计较礼物的事情，你还赶上门来要钱。然而李凤如却并不知道这些，她只听村里人说过有人来他们家送礼的事。这时我也正好来到李国华家里赴约，李凤如看到我一脸惊讶，严13，你怎么也在这儿？他怎么不该在这里？我们当初要找的人是他，要送礼感谢的人也是他，结果却是你们这些莫名其妙的人跑上门来要东西，你们这纯粹就是骗子行为。没有，我没有骗你们。你自己找上门来装可怜，然后还问我要钱，这不是招摇撞骗是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李凤如有些不知所措，不过随即好像又想到了什么，突然愤怒地瞪着我。好啊，严13，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吧？你就是处处跟我们大明过不去是吧？你自己贪得无厌还怪别人，当初我们那么大的一包礼物白给你们就算了，结果你还要得寸进尺，跑到我家来坑蒙拐骗。别跟他们废话，彤彤，去叫保卫科来。别抓我，是我们搞错了，我们走还不行吗？就这么走了？你想的可真简单，走了好让你们出去继续再骗人吗？不是，这就是一个误会，我们还以为跟你们有什么亲戚关系，都怪我奶奶，她总是藏着掖着什么都不告诉我们。此时的严大明又急又气，看向自己母亲的眼神也变得有些怨恨。都怪你见钱眼开，自作主张的把我拉来这里要钱，我早就跟你说了，奶奶瞒着我们是有原因的。大明，我没有啊，这件事我不是跟你说过的吗？看着母子俩开始狗咬狗，一旁的几人冷笑不已。不是母子情深吗？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走吧，你们有什么话去保卫科说。妈，难道你就真想我被抓到保卫科去吗？这以后我还怎么读大学啊？这件事不会给我的人生带来污点吗？哎，亏得这个严大明还是大学生，这招摇撞骗露了馅，居然想要推自己的母亲出来顶罪。看着红了眼眶的严大明，李凤如叹气的摇了摇头。这些事全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大明没关系，你们要抓就抓我好了，我儿子还要上大学的，求求你们放过他。哼，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样的人怎么配当大学生？我原本也想放过你们，可你事到临头，居然还想推你的母亲出来顶罪，把他们带走吧。李凤如这时慌了，不过她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严大明。她明白这件事对严大明的影响有多大。严13，你帮我们求求情好不好？我求你了。迟了，二娘，刚才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是你们自己没有珍惜，而且还想迁怒到我的身上。现在知道求情太晚了，你如果愿意为了你儿子的前程而承担所有罪名，那你就好好的去承担吧。男人只是去上了个厕所，却再也没有从里面出来。全家人连饭都顾不上吃，便开始寻找。然而把整个院子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看到杨三的踪影。这家伙到底跑哪儿去了？吃饭了还不见人？这瓜娃子这是被鬼抓走了吗？去哪儿了也不说一声。刚刚他不是说去一趟茅房吗？就算他掉茅坑里了，这么久也该爬起来了呀。这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突然就消失了呢？该不会是跟严13有关吧？跟严13有什么关系？这杨三是在我们家失踪的，人家严13今天也没来我们这儿啊。杨四并没有过多解释，而杨老汉却似乎发现了杨四话中有话，说：“你们是不是去找严13的麻烦了？跟我没关系，是杨三眼红严13卖黄鳝赚了钱，昨天就带着我们去跟踪他，结果在县城还跟他们发生了点冲突。我就说你没事提什么严13，你们真是气死我了。”杨四的母亲被气得不轻，随后匆匆忙忙来到保管室，打算把事情问个明白。严13在不在？在里面吃饭，你们吃了没有？要不将就吃一点。不用了，我来就是想问问你们看见我家杨三没有？我刚才不是看你们在村里找半天了吗？就是没找着，所以才想着来问问你们家13看见没？没看见。严13，你敢说这件事跟你没关系？杨丽华，注意你说话的态度，这件事为什么要跟二龟有关系？怎么跟他没关系？昨天我们去跟踪他，结果我三哥就不见了。你个混账东西，好端端的你去跟踪人家干什么？妈，你骂我干嘛？好让人家看笑话吗？这件事又不是我们的错，昨天是他们先骂人的。你还知道笑话？昨天我就提醒过你们别乱来，到时候被人当枪使了都不知道。当枪使？你这倒是提醒了我。不行，我得找李凤如去。杨母这时也明白了过来，她认为这事跟李凤如脱不了干系，随后便来到了严家大院。
李凤如，你给我出来！别以为躲在屋里就当没事了。外面谁在叫你？出去看看吧。先别管他，这2天在保卫科可给我饿坏了。再说雷公都不打吃饭人，等我把这碗稀饭吃完再说。就知道吃，咱们严家还差你这一口吃的吗？你在这里大喊大叫什么？我干什么？李凤如那个没好心的死女人，你叫她出来，她害得我儿子不见了。你儿子不见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当我们家是菜市场呢？是你想来闹就能闹的吗？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要不是你昨天跑我家来煽风点火，我家杨三会去找严13的麻烦吗？你自己的儿子被送进保卫科，你没本事对付严13就来我家挑拨我的儿子，我现在不找你找谁？反正不关我的事，我也没说让你儿子去招惹严13啊。你没来我家前，我几个儿子还好好的，结果你一来，我儿子就不见了，这都是你害的。养母气不过，准备上前动手，却被严东升抢先挡在前面。严东升，你想干什么？咱们老娘们吵架，你个大男人瞎掺和啥？够了，你有时间在这闹，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去找找你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人家自己的男人都没说一句话，你来出什么风头？你该不会是跟你弟媳妇有一腿吧？听到这话，严东升显得有些不自在，毕竟他真做过这样的亏心事。你胡说八道什么？这里不欢迎你，赶紧离开我家！是不是说到你的秘密了？你严家人喜欢乱搞这事，可真是传承的好啊！严大明那些丑事，难不成就是你教的？这严东升不会真的跟他兄弟媳妇有一腿吧？难说，关上门来就是一家子，在家里干过什么谁知道呢？你还别说，这严东升对严大明明显就要比严13好，哪有对侄子比自己亲儿子还好的？这不很明显吗？人家严春生都没说啥，他严东升倒是急着跳出来替李凤如说话。放你二舅的狗屁！我们家是什么家风，全村人都有目共睹，别在这里给我们乱扣帽子。你家家风好，那严大明跟徐亚算怎么一回事？那可是有真凭实据的，两人私底下勾搭成奸的书信都还在呢。严老太被对得哑口无言，毕竟上一次的事大家都还历历在目，现在又被众人怀疑自己的儿子与弟媳有染。走，跟我回屋。严春生此时也听出了不对劲，愤怒地拉着李凤如往屋里去，而一旁的母亲也着急地上前询问：东升，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严东升被这突然一问吓愣住了，表情也开始变得有些不自然。他没想到自己隐藏多年的秘密有一天会被公之于众，于是便开始想办法辩解。别人胡说八道就算了，你这个时候还跳出来问这些，你是嫌他们泼的脏水还不够多吗？你们看他对别人的婆娘处处维护，对自己的老婆却又冷言冷语，都这样了还说两人没关系，老子把脑袋砍下来给你当球踢！看来他们说的是真的，跟了你几10年了，你有没有在说谎我还不知道吗？严东升，我要跟你离婚。妈，我支持你离婚，我们有手有脚能养活自己，再说都已经分嫁出来了，何必还要跟这个背叛过你的男人有瓜葛呢？此时的严东升眼看事情败露，脸上写满了愤怒，看向我的眼神恨不得要把我撕碎。你别这么看着我，你的丑事又不是我捅出来的。13，你的意思是你早就知道这些了吗？妈，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既然都已经分家了，就应该早点断绝关系。好，你要离婚是吧？离了你可别后悔。王队长，既然他们双方都同意，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了。你们真的考虑清楚了吗？整个公社可从来没有人离过婚。俗话说宁毁一座庙，都不拆一门亲。这要是给你们办了，我还真担心被人说闲话。王队长，刚才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办了这事，不但不会有人指责你，反而大家还会夸你断得好呢。严东升尴尬的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今天不但被爆出来跟弟媳妇有染这种丑事，现在妻子还要跟自己离婚，这种双重打击会让他一辈子在村里抬不起头。如果这个逆子不闹着分家，不闹着搬出去住，王金秀这辈子都不可能说出离婚这种话。我真后悔生了你这么一个孽障，今天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不，你应该后悔的是生了严大明这个孽障。如果没有他的存在，估计我们还会把你当做一个好父亲看待。够了，以后老子就当没有你们这些人。回到家后，母亲王金秀却没忍住眼泪流了出来。她的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严家，那种骨子里的羁绊是根深蒂固的。妈，长痛不如短痛，从今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你放心，我们以后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我知道，13，我就是一时忍不住，毕竟也跟了他几10年了。那种人不值得你为他流泪。我已经想好了，等妹妹开学，我们就搬到县城去住。这在乡下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到县城去住啊？再说住县城要花不少钱吧？妈，这一来小月在县城读书也需要人照顾，二来我也想往县城发展，而且以后就再也不用看严家人的脸色了。可是去县城人生地不熟的，不是很容易被人欺负吗？不会的，我们又不惹是生非。再说我找的那个地方是个招待所，里面基本上都是些南来北往的外地人，到时候谁欺负谁也不一定呢。男人和自己的弟媳有染，结果被村里人爆了出来，妻子一怒之下便要和他离婚。回到家后，王金秀却还是气不过，
没想到他竟然是那种人。要不是今天被他们说出来，我可能这一辈子都还蒙在鼓里。妈，这种人不值得你为他流泪。我们搬到县城去住吧。一来小月在县城读书也需要人照顾，二来我也想往县城发展，而且以后也不用再看严家人的脸色了。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也是妹妹严月要去学校报到的日子。收拾好东西后，我们母子三人便踏上了去往县城的路。然而就在离县城还有不到5公里的地方，妹妹却发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躺着路边。二哥，你快看，那有一个人在路边睡觉。走近后才发现老人双目紧闭，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旁边还倒着一辆自行车。13，这个人不会是死了吧？你们别怕，我去看看。人还活着，但是呼吸微弱，情况有些危险。那我们该咋办？妈，你把我们那块白布拿出来挡在他的头上，免得被太阳晒脱水了。母亲赶忙翻找行李，正要将白布递给我时，却看到我在翻老人的衣兜。13，你干嘛呢？虽然人家昏迷了，但是咱们可不能做没良心的事啊。妈，你想啥呢？你儿子我是那样的人吗？他这副模样明显是犯病了，要是常见的老年病的话，那他应该自己带着药。但是我找了半天，他身上并没有发现药，只有一些糖块。那没有药可咋办呢？他要是死在这里，会不会赖上我们呢？妈，我们带了红糖是吧？你帮我去那边田里打点水来。母亲虽然不知道我要干嘛，但还是照着去打来了水。我用冲好的红糖水慢慢的往老人嘴里喂。10几分钟后，老人的心跳明显稳定了许多，头上的冷汗也减少了。这老伯的病情暂时是稳定了下来，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得把他送到医院去。对，总不能把人扔这荒郊野外吧？那咱们赶紧点，别耽误了小月去学校报到的时间。病人的情况还算稳定，只是还需要留院观察一阵子。你们哪位是病人的家属？这里没有他家属，我们也不认识他，只是在路上看到他晕倒在路边，就把他送过来了。那你们需要留在这里，等我们联系到病人家属后才能离开，这也是为了不牵连你们。妈，要不你在这里等会儿，我先送小月去学校，一会儿医院这边处理完了，你就按我给你的地址先回去。很快我便和妹妹来到化工厂子弟校门口，看着眼前陌生的环境，小月还显得有些怯懦。小月，你是不喜欢这个地方吗？不是，二哥你放心，我会在这儿好好读下去的。哥相信你，快进去吧，一会儿你……严13，怎么是你？找我有事吗？这个严13，难道自己不去找他，他就不能来找我吗？这就是你妹妹吧？我有些话想单独跟你说。小月，你先进去吧，领完书本出来就在这儿等我。随后我便跟着李英彤来到河边，然而却始终跟他保持着10几米远的距离。你为什么不跟上来？是怕我吃了你吗？我这不是跟着你的吗？你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这段时间你都在忙什么啊？在卖黄鳝呀。你也看见了，我妈妈和妹妹都得靠我养。我觉得你干那些挺丢人的，要不让我爸给你安排个厂里的正式工作吧，一样可以养家糊口。工字不出头，这是我上一世的经验和教训。就算化工厂效益再好，也不还是那么一点死工资。我不喜欢当工人。你就那么喜欢当小贩，喜欢去搞投机倒把？没错，至少做这些我能得到很多自由，而且还会有很多时间来照顾我的家人。这个严13都这样了，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思吗？你知道吗？你干这些我是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我的朋友都会笑话我。我们俩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在一起不是很正常吗？不，我就想跟你在一起。李英彤此时不顾一切扑了过来，试图扑进我的怀里，而我却下意识的连连后退，不料后退过程中却踩到了后面的人。对不起，我刚刚只是不小心。是你。察觉到不对劲的李英彤这时也故意挽住了我的胳膊。13，你认识他？哎，这叫我怎么介绍？难道要告诉他这是我的前对象吗？不认识，我们走吧。我随即便拉着李英彤想要离开，而徐国富却冲过来挡在我们前面。严13，你给我站住！我就说你怎么要跟我们作对，搞半天原来是你在外面也有人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乱说了吗？你看他还挽着你的手呢，你还敢说你跟他没关系？我跟他真没关系。说着我便要把李英彤的手给扒拉下去，哪料李英彤反而把我的手拽得更紧了。没错，我就是跟他有关系。呸！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要脸。我怎么不要脸了？我喜欢他，愿意跟他在一起，这有问题吗？一旁的徐亚金的脸色苍白，他以为退了婚我就不会再找到像她这么优秀的姑娘。而此时李英彤也用鄙夷的目光开始上下打量起徐亚来。13，这是你们村里的人吗？算是吧。难怪穿得这么穷酸，身上还一股小家子气。这番话气得徐亚几乎要吐血，可是看着精致的李英彤却也无法反驳。爸，我们走吧。此时的徐亚感觉无地自容，只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而徐国富却还想找回点面子。你别瞧不起我们乡下人，我家闺女可是大学生，知道大学生吗？可不是你们这些人能比的。真厉害，原来还是个大学生啊！不过大学生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今年我们厂分了10几个大学生来，不一样在我爸手底下干活，乖乖听我爸的吩咐。没想到这看似乖巧的李英彤对起人来也是有一套。
你别……你什么你？我说错了吗？我爸是厂长，那些大学生分过来，难道不应该在他手底下听吩咐吗？徐亚闻言拉着徐国富急匆匆的离开了。砰！一看这女人就不是什么好货色。13，你该不会是看上她了吧？你想什么呢？怎么可能？那就好，你要是连这种货色都能看上的话，我才瞧不起你。那你是不是也看不上我呢？没有，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哪里不合适了？我感觉挺好的呀。以后你在化工厂上班，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就多了吗？到时候可以慢慢培养感情。看着眼前热情冲动的李英红，我没有一丝动摇。毕竟上一世陪伴了我大半辈子的温叶才是值得我等待的人。我说我们不合适是有原因的，我已经有心上人了。什么？不会就是刚才那个人吧？我感觉我也不比他差呀。怎么可能是他？我的心上人对我情深意重，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甚至被所有人都瞧不起的时候，只有他一直默默地支持我，还不止一次将我从泥潭中拉了出来。他对我有知遇之恩，而他却从来不求任何回报。你该不会是为了拒绝我而故意说的这些吧？当然不是。你说一个对我如此之好的人，我要是抛弃了他，我不就是一个连猪狗都不如的人吗？如果我真是这样无情无义的男人，你还会喜欢吗？你就不怕我对你也这般始乱终弃吗？好吧，听你这么说，我好像也真的没理由要破坏你们。你明白就好，我得去接我妹妹了，你也赶紧回去吧。回到学校门口，发现小月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过看到她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我也终于放心了。而另一边，县医院醒来的王国光看到房间的众人，显得有些不悦。你来这干啥？吓唬这些平头百姓吗？爸，看您这话说的，我是那样的人吗？这有区别吗？你这一来，看把朱院长给折腾的。朱院长，我今天不是来视察工作的，只是来接我父亲出院，你们还是散了吧。一旁的院长当即松了口气，随即便想离开。等一下，老爷子，您还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你们知道今天送我来的那个年轻人叫啥名吗？老爷子，我听刘主任说，那人好像叫严13，是齐安公社的人。医院来了一位大人物，让原本平静的医院瞬间炸开了锅。就连平日里沉稳冷静、处事不惊的院长和主任们，此刻都纷纷来到了这间不起眼的病房里。朱院长，我只是来接我父亲出院的，你们散了吧。等一下，你们知道送我来的那位年轻人叫什么名字吗？老爷子，我听刘主任说，那人好像叫严13，是齐安公社的人。老大，记住了吗？这可是你爹我的救命恩人。记住了，一会儿我就亲自去拜访一下他。把老爷子送回家后，王安民回到了单位，想到自家老爹可是个有恩必报的人，随即便叫来了秘书。小刘，你马上帮我查一下齐安公社一个叫严13的人。由于身份的原因，王安民不准备大张旗鼓的去，所以也就没有将实情告诉秘书。而另一边，和水产公司交接完最后一次货物后，我带着于红等人准备到附近的餐馆大吃一顿。就这家饭店吧，我之前跟冯主任他们来吃过一次，味道还不错。13，这黄鳝生意结束了，接下来你准备做什么？不着急，我这也才刚搬来县城没几天，等我先考察一下市场再说，说不定还是得到乡下去寻找商机。严13，可算是找到你了。王队长，你们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吗？13，你老实跟我说，你到底犯啥事了？张队长，你说啥呢？我怎么可能犯事儿？你要是真犯事儿了，叔带你去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可不能藏着掖着，一旦被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啊！是啊，13，可不能和政府作对啊！两位队长，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了？怎么你们一来就说我犯事儿了？你小子要是没犯事儿，公社的那些干部们怎么会专门调查你的情况呢？而且还要求我们把你带回去。张叔，听你这话的意思是公社的人要查我？没错，刚刚公社那边还专门为你开了一场大会。你要不是犯了事儿，那些领导又怎么会这么大动干戈呢？先不要着急，应该是你们想差了。公社找我大概率不是因为我犯事儿了。你这话什么意思？王队长，你想啊，要是我真的犯了什么严重错误的话，公安早来抓人了，哪还轮得到公社的干部来找我呀？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可是这年头捕风捉影的一些小事情都有可能被抓起来啊。上面要是真有你严13的罪证，哪会给你手下留情？那公社那边为什么要调查你呢？而且还是县府直接下达的调查命令。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既然他们要找我，那我就跟你们走一趟吧。随后我便跟着王队长两人来到齐安公社，而里面早早的就坐着几个表情严肃的公社干部。你就是严13？是我。你们找我什么事儿？态度老实点，知道自己犯啥事儿了吗？不知道。不过你们要是觉得我有什么问题的话，就直接拿出证据来，不然就别整这些有的没的。这时主位上的中年人瞬间气不打一处来，毕竟自己是公社干部，在这1亩3分地上还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严13，你这是什么态度？我的态度没问题，反而有问题的是你们。那你倒是说说看，我们有啥问题？你们的问题可就大了。首先，你们作为基层干部，既然在没摸清楚状况的情况下，就对一个小老百姓言语恐吓以及精神施压，这是你们的态度问题。
其次，上面领导让你们调查我的情况，那么你们应该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不是自己胡乱猜测，这是你们的能力问题。而且要是我真的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县里面怎么可能这样不痛不痒的让你们来摸查情况？恐怕是早就来抓人了。听到这话的几人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他们没想到一个毛头小子竟能说出这番话。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后生！你要是没犯事儿，县府秘书为什么会特意打电话来调查你的情况？人家是吃饱了撑的吗？你们想知道是怎么回事，那还不简单吗？你们这里有电话吧？当然有，你想干啥？既然有电话，那还等啥？直接给县府那边打个电话问问不就行了？你简直是说话当放屁！县府的电话是说打就能打的吗？县府那边不是要你们调查我吗？你们就说已经摸查好了，现在要向领导汇报情况。反应过来的几人随即开始交头接耳的讨论起来。这时，边上的副主任站起身向外走去，而中间的黄跃进却一脸严肃地看着我。毕竟在他眼前的只是一个18、19岁的毛头小子。然而进门还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能化被动为主动，不但数落了他们的能力，还指挥他们的行动。年轻人，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处境啊！我有什么好担心的？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是据我们调查的结果，你的身子可不太正啊。是吗？那您倒是说说看，我也想知道自己哪里歪了。别的不说，单单是你闹着分家的事情，你怎么解释？这个王队长就很清楚，你可以问问他。但据我们的了解，是因为你好吃懒做，不愿意去砖窑上班，才搞的这一出。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我不需要向你解释太多。就在会议室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尴尬时，刚刚出去打电话的中年人回来了。只见他快步走到黄跃进跟前，说起了悄悄话。什么？杨秘书真的这么说？千真万确，现在恐怕都已经在路上了。听到这话的众人脸上写满了疑问，不过看到黄主任的反应，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希望你小子真的像你自己说的那样，身正不怕影子斜。呵呵，放心吧，歪不了。而此时的我也开始回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可实在想不出自己干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来。行了，大家伙都准备一下吧。刚刚接到通知，县里的王书记现在已经在来咱们齐安公社的路上了。此话一出，所有人全都瞪大眼睛看向了黄跃进，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毕竟县府领导可不是轻易能够下乡来。很快车子就开到了齐安公社门前，而黄跃进等人也早早地站在门口准备迎接。老同学，你们公社真是人才辈出啊！不知道哪位是严13同志？你好，我就是严13。王安民对我上下打量一番后，径直走了过来，而一旁的众人此时却大气都不敢出。好一个风神如玉的少年郎，非常感谢你的仗义出手。上次你在城外救的那个老人，正是我的父亲。反应过来的公社干部们全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们没想到眼前的少年竟然会是王书记父亲的救命恩人。举手之劳而已，我想只要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看到那种情况都不会袖手旁观的。话虽如此，但能在那样的情况下果断出手施救，且成功保住我那老父亲的性命，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王书记过奖了，我只是用了一些小常识而已。严13同志，为了表彰你的高尚行为，我代表县府授予你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并奖励现金200元。另外，我本人也给你带了一些生活用品，以表达我本人对你的感谢。王书记，这荣誉证书和奖金是县府给的吗？没错，这是你应得的。好，那这个证书和奖金我收下，但是您私人送的东西我就不要了。我救人只是出于自己的良心，而不是为了你的礼物。能让县府书记欠人情的机会可不多，哪能这么容易就让你给还了？既然严13同志坚持，那我也就不强求了。以后要是有什么难处，可以直接到家里找我。我在路边救了一位老人，然而公社干部却要调查我。就在我被带到公社进行审问时，县府领导却带着荣誉证书来感谢我。王书记，这个证书和奖金我收下，但您私人送的东西我就不要了。我救人只是出于自己的良心，而不是为了得到您的礼物。能让县府书记欠人情的机会可不多，哪能这么容易就让你给还了？既然严13同志坚持，那我也就不强求了。不过以后要是有什么难处，可以直接到家里找我。那就多谢王书记了。应该说谢谢的是我才对，要不是你，我和我家老二就真的成孤儿了。看着王安民和我有说有笑，周围的人惊讶的同时，也都在庆幸刚才没有对我严刑逼供。而此时随行的秘书却突然急匆匆的来到王安民耳边，说起了悄悄话。随后王安民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严13同志，不好意思，我有点急事得先走了。没关系的，王书记，您办事要紧。回到车上的王安民一脸严肃。小杨，公安局那边怎么说？领导，据鲁局长汇报称，他们的人在排查的过程中发现了可疑目标，经过进一步的比对之后，确认就是嫌犯周宝海。那他们县局准备怎么处置？鲁局长已经命令刑警队开始收网，准备立即对其展开抓捕。考虑到嫌犯有逃脱的可能，鲁局长又命令附近几个公社的民兵以及武警部队在外围布防，组成第2道封锁线，确保抓捕行动万无一失。整体布置没毛病，但是一定要他们在抓捕的过程中注意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好的，书记。
开快点，不用回县委了，直接去县局。这么大的事儿，我必须要在现场坐镇指挥。回到县城后，我又找到了玉红三兄弟。13，刚刚公社那帮人要调查你，到底是咋回事啊？也没啥，就是给我颁发了一个奖状，另外又给了200块钱。啥意思？他们不是说你犯啥事儿了吗？是这样的，我们搬来县城那天，在路上救了个老伯，结果那人是县府王书记的父亲。王书记得知后就打算来感谢我们，没想到秘书却传错了话，让公社那些人给误会了。总而言之，这就是个大乌龙。原来是这样啊！我就说嘛，你小子虽然不学好，但也没胆子去犯法啊。以前的事就别提了，我现在可是要撑起一个家的男人，我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妈和我妹妹怎么办？所以现在每一步都要谨慎行事。吃完饭后，我们几兄弟准备分道扬镳，不料这时却被一个人从后面把我撞了个人仰马翻。对不起，我实在是有急事儿。我没事，同志，你要是有急事就先忙你的去吧。你没事就好，那我先走了。就在对方准备离开时，我忽然从上一世的记忆中想起了这个人，原来此人叫王安国，县局刑警队的队长。警察同志，等一下。同志，你还有什么事吗？我盯着此人看了一会儿后，确认了他就是王安国。随后我掏出一枚硬币递给他，这个你拿着，很快你就能用上。同志，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再说，刚刚是我撞倒的你，这个钱不是给你用的，而是用来救你命的。救我命？听到这话的王安国瞬间愣住了，随后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我看你印堂发黑，近期恐怕会有血光之灾。这个硬币你就装在胸前的衣兜里，不要拿出来，关键时候能救你命。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我。然而从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我仿佛就是一个神经病。不管你信不信，这个硬币你先拿着，你要是侥幸活了下来，回头再给我也不迟。说完，我便带着玉红等人离开了。而愣在原地的王安国也从目瞪口呆中清醒过来，随后急匆匆地往县局走去。嫌疑人的身份比对的怎么样了？报告队长，已经比对完毕，100%确认是周宝海。好，抓捕人员都到位了吗？已经全部部署到位了。那就好，再让武警那边调一批好手过来，以防万一。对了，县委那边有消息了吗？王书记正在赶来的路上。等不及了，咱们到现场指挥，让黄副局长他们在这里等着就行了。说完，王安国当即带着几个属下直奔现场。与此同时，逃犯周宝海也发现自己被公安盯上了，于是灵机一动，来到人多的地方，扯着嗓子开始喊：公安来了，公安来了，大家快跑啊！听到这话的小摊小贩们顿时慌了，纷纷四散奔逃。周宝海借此机会混进人群中，成功逃走。这时，王安国等人也赶到了现场。怎么回事？不是让你们不要在人多的地方进行抓捕吗？队长，此人的反侦查能力极强，他刚刚已经从这边趁乱出逃，现在肯定会向人多的地方逃窜，这样才能避开我们的耳目。立即启动2号方案，封锁全城，绝不能让嫌犯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逃了。命令下达后不久，就有人在供销社附近发现了周宝海。王安国当即带人冲了上去，然而就在快要接近时，周宝海突然拿出一把手枪，随即向着空中扣动了扳机。此时周围的群众也更加混乱，必须拦住他，这里是县城，可不能任由他开枪。然而周宝海有了人群作为掩护，很快就逃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这时王安国也正好追了上来。别动，周宝海，你已经被包围了。听到这话的周宝海非但没有害怕，反而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脸，随即转身猛然扣动扳机，正中王安国的胸膛。这时赶来的警员趁机上前将周宝海控制住，而倒地后的王安国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原来是这一枪刚好打在了胸前的硬币上。同志，终于等到你了。原来是你呀，看到你还活着，想必是那枚硬币起作用了。听到这话的王安国一脸震惊。当天抓捕结束后，所有人都感慨是他运气好，而他自己却清楚的知道这不是运气，而是有人救了他的命。同志，你真的会看枪？其实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不是吗？同志，你还真是个神人。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我叫严13。我知道你还有很多疑问，但是我们这一行有自己的规矩，恕我不能和你解释太多。识趣的王安国也没有再多问，毕竟他也听说过一些神秘的东西，要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可能他这辈子都不会相信这些。那我就不问了。不过严13同志，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王安国，今年28岁，早年当兵受过致命伤，现在是县里的刑警队长。听到这话的王安国深深吸了一口气，随后一脸惊讶地看着我。没有调查你，也没有那个能力，这些都是我算出来的。当然，你也可以不信。不，我信。就凭你给我的这枚硬币，我就没有理由不相信你。王队长，我只是一个小老百姓，救你不过是不想你这样一个为国家受伤流过血的汉子就那样死在一个人渣手里，所以你也不用放在心上。严13同志，不，严兄弟，救命之恩没齿难忘。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儿，我王安国定当肝脑涂地。看到王安国一脸认真的样子，我忍不住点了点头。就在此时，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上一世发生的事，而王安国看到我表情严肃，也忍不住询问：严兄弟怎么了？是有什么为难的事吗？我没事，但是你有事。啥意思？我这不是很好吗？
不出预料的话，县里很快就有大事发生，一个处理不好，你的前程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什么大事这么严重？男人被警察包围，却没有一丝害怕，反而露出了一个邪恶的微笑，随即转身猛然扣动扳机，正中王安国的胸膛。而倒地后的王安国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兄弟，多亏了你这枚硬币，要不然我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是你命不该绝，不过如果不出预料的话，县里很快还会有大事发生。什么大事？再等等吧，要是你们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再来找我。我现在要赶着去一趟齐安公社。来到公社，远远就看到一辆货车停在村口，走近后才发现原来是熊伟两兄弟。兄弟，你们这是车又坏了吗？哪有，我们车好了呢。那你们就是专程在这儿等我的。不过有什么事先说清楚，违法犯纪这些麻烦事可别找我。兄弟，你想哪儿去了？我熊伟做事光明正大，来，你在这边看看。随后熊伟打开了货车后厢车门，只见里面满满一车的新款书包。可以啊，兄弟，又是满满的一车，这一趟得赚不少吧？别说了，这一趟算我倒霉。原本说好了的价格，结果货送到了，对方却说没钱。这东西我拿来又不能吃，也没有好的销路，这次可算是砸手上了。意思是这些书包是让你拉走抵账的？没错，但是我已经提前在这边县城联系了一个反空车的业务，明天一早就要拉一箱货走。这些书包现在反而成了累赘。熊伟看着眼前的一车书包，连连叹气，却又时不时的看向我，似乎是在等我的反应。你看我干什么？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就是想能不能把这些书包暂时存放在你这儿，等我什么时候有空了再来拉走。也不是不可以，可我现在已经搬到县城去了。不过现在大队保管室估计还空着，应该可以借用几天。兄弟，那这件事就多谢你了。放心，存放期间我会给你们租金的。租金倒是小事，那你后面打算怎么处理这批书包呢？暂时还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要不我想想办法给你处理了，你看怎么样？如果真能处理，那当然是最好了。那就试试看吧。不过我也没有太多的把握，毕竟现在已经开学了，我们可以拿到县城学校去碰碰运气。那行，你看着办吧，能处理多少算多少。但是先说好，如果我能全部处理掉，就给你1000块；如果处理不完，那卖掉的就按1块钱一个的成本给你。没问题，你去处理也要费时间费功夫，我只要能收回点运费就行。随后我便带着玉红三兄弟到县城学校门口摆起地摊来。一次买3个的话，能不能便宜点？我是一名老师，我们班还有3个同学没有书包。不行，我们也是赚点分钱，给你少1块，我们还得倒贴。可我只有5块钱。一旁的于红眼看拿不定主意，转头看向了我。13，价格能少吗？我转过头，却被眼前一幕吓愣住。来人正是我上一世最好的朋友温叶。不要钱，这3个书包送给他。13，你在说什么胡话呢？你没有听错，这些书包送给你了。温叶面对眼前的情况有些不知所措，随即吓得后退几步。你别怕，我就是听你要给学生买书包，有些同情又很敬佩，所以就想送你几个。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能白要你的东西。对不起，刚刚是我冒失了，那就给你3个5块钱吧。温叶拿着书包转身向远处走去，而反应过来的我也跟着追了上去。等一下，温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姓温？听到这话我愣住了，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漏了嘴。我刚刚听到有人这么叫你。那你有事吗？我刚才已经给过钱了的。不是钱的事，我就是想问问你是在哪个学校教书。是这样的，我这边还有很多书包，如果你那边还需要的话，我可以便宜点给你送过来。真的可以吗？那我回去统计一下再来找你吧。我明天说不定就不在这里摆摊了，你跟我说你的地址，我来找你更合适。温叶说完地址便转身离开了。与此同时，县局王安国一脸严肃地看着眼前的下属。短短3天时间内，县城及周边的乡镇公社共已经有9起孩子失踪事件。现在案件经过发酵之后，已经引起了周边群众的大范围恐慌。很多老百姓去地里的时候都不敢将孩子留在家里，甚至于都不敢留给老人看管，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老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了。所以县里面要求我们限期破案，不然的话，所有人都得挨绊子。同志们，现在不仅仅是县里，这起案子也引起了市里的高度重视。如果我们不能给老百姓一个交代的话，后果很严重。队长，我们经过梳理发现，现在接到的9起报案都集中在最近几天，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地作案的，显然不是一个人所为，所以我们判断是团伙作案。而且这几天我们为了抓捕周宝海，对过往行人都会进行严格的盘查，尤其是对于那些外地人查得更严，所以人贩子大概率不会在这个时候冒险离开，因此我们推断那些孩子还在咱们县里没有被送出去。老耿不愧是老刑警了，分析的很有道理，你接着说。队长，现在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那帮拐子到底有多少人，他们藏在什么地方，同时还要搞清楚全县到底失踪了多少人。你是怀疑丢了孩子的不止这9家？队长，你也知道，有些地方因为交通不便，或者是父母还在寻找孩子等等原因，现在还并没有报警。分析得很好，马上以县局的名义通知下面的各个派出所，让他们一个村一个村的核实，看看到底有多少户人家丢了孩子，要他们在明天下午前将准确的数据报上来。
孩子丢失对于一个家庭的影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即便是历经千难万险，也必须将孩子找回来。立即以刑警队的名义向上级申请，就说周宝山还有同伙没有落网，请求延长封锁盘查的时间。另外再派出精干力量，在警犬的配合下，把县城以及周边公社容易藏人的地方进行搜查，务必要将这帮胆大妄为的拐子一网打尽，还老百姓一个朗朗乾坤。散会后的王安国依然眉头紧锁，想到我跟他的谈话内容，更是有些后怕，随后摇了摇头。哎，这个乌鸦嘴。队长，什么乌鸦嘴？反应过来的王安国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言了。也没啥，就是昨天有个有趣的家伙和我说了一些特别的话，没想到还真应验了。什么有趣的家伙，什么特别的话能让你在这里摇头叹气？跟你说了也无妨。那个家伙和我说，县里很快就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没想到仅仅才过去1天的时间就应验了。可能就是凑巧吧，难不成那人还能加会算不成？你还别不信，那家伙或许真有这本事。说着，王安国掏出一枚变形严重的硬币。你们只知道是这枚硬币救了我的命，却不知道这枚硬币就是他亲自塞到我左边这个口袋里的。听到这话的李副队长沉思了片刻，随后表情严肃地看向王安国。你说那个人会不会？不会，他之前并不认识我，而且事后也没有来找我，是我亲自去找的他。那你查过对方的底细吗？还没来得及调查，不过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他对我应该没有图谋。我还是不太相信，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我刚开始和你的想法一样，但是经历了生死之后，我信了。老李，你知道吗？当看到周宝海触动扳机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绝望的。毕竟是一个当过兵的悍匪，射击水平在他们师大是1等1的，这么近的距离，基本上没有打不准的可能。而他在那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手下留情。所以枪响的那一刻，我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但是谁也没想到，子弹却正好打在了这枚硬币上，左右稍微偏离1公分，我都得死。此时的李副队长再次陷入了沉思，尽管他的内心依旧不相信真有人能算出一个人的生死，但是却无法反驳好兄弟的话。我有预感，这次孩子失踪的案子应该不会很顺利。啥意思？他还跟你说了什么？我凭借前世的记忆帮助刑警队长死里逃生，然而就在他们还在庆幸抓到逃犯周宝海时，县里却又突发大案，引起了全县群众的恐慌。我有预感，这次孩子失踪的案子应该不会很顺利。啥意思？他还跟你说了啥？他说这个案子处理不好会影响我的仕途，说明他预测的这起案件不会那么容易破获。你这是不相信兄弟们的能力吗？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县局，几十号经验丰富的刑警，难道还斗不过一群鬼子？不是不相信，只是预感这东西很难说。眼看对方还有些怀疑，随后王安国话音一转，不过对方也说了，如果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可以去找他。哼，我还就不信了，我们县局这么多人，还用得着他来破案？我也希望用不到他，不然的话。不然怎么了？不然这人情可就欠大了，而且不仅仅是我，还包括我们整个县局。说到这里，王安国不免开始担忧起来，而一旁的李刚则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另一边，由于摆摊卖书包生意太火爆，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到了严家大院里。也不知道大明在学校过得好不好，要不是上次被严13那小子破坏了我的好事，也不至于没钱给大明，还害得我被关了2天。大明上学需要很多钱，这次我们真得勒紧裤腰带了。我听说严13在弄黄鳝卖还挣了不少钱，要不你去打听打听看他是在哪儿卖的。我听村里几个小伙子说，他现在没收黄鳝了，好像在县城卖书包。这个混账东西，要不是他非要闹着分家，大明上学也不用我们到处借钱了。不行，我要去公安局检举他，告他投机倒把，抓他去坐牢。你就别去惹他了，你还嫌上次的事情不够丢脸吗？反正这个仇我必须要报，之前我被关了2天就是他害的。说着，李凤如便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前往县城收集我投机倒把的证据。与此同时，刑警队会议室里的气氛也变得越发紧张起来。还是没有消息，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王队，别生气，兄弟们都尽力了。一句尽力就行了吗？老百姓以及上面的那些领导们现在都等着我们破案呢，大家想要的是结果，你们明白吗？我们3000多人已经将县城翻了个底朝天，但就是找不到那些人贩子的藏身之地，也没有发现孩子们的踪迹，我们也没办法。是不是我们的思路出错了？什么意思啊？王队，咱们这几天寻找的重点一直都在县城，你说人贩子会不会压根儿就不在县城？有这个可能，但要是将搜索的范围拓展到城外，甚至于下面的乡镇公社的话，单靠我们这点人手是不行的。我们现在已经将各个公社的民兵都已经发动了，确实是没有多余的人手了。王安国沉思了片刻，随后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们没有人，那就从其他县局调人，总之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不然我们县局的名誉将彻底扫地。王队，向其他地方借调人手的话，需要向上面申请。报告我来打，你们现在立即对照地图，重新划定重点搜索区域，我这就去给县里以及市局打电话。随着王安民的电话，很快相邻的几个县都派出了大量的人手进入长寿县，同时也在本县区布置了检查点，尽最大可能切断人贩子流窜到其他县的可能。
而另一边，来到县城的李凤如终于找到了我的书包摊点，看到摊上买书包的人络绎不绝，李凤如瞬间气不打一处来。小伙子，打听个事，你们这些书包是帮严13卖的吗？13送货去了，估计还有一会儿才能回来。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我是他一个亲戚，我看你们这生意还挺好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经过上面的允许。听到这话的于红感觉有些不对劲，随后话音一转，如果你是担心书包质量的话，你可以随便看，你能找出一个不合格的，我送给你。不是那意思，我就是想问问你们这些天总共卖了多少，赚了多少钱？你问这个干啥？你要是不买书包的话，就别挡着我们做生意。李凤如眼看对方并不想透露更多信息，随后转身离开了。而另一边，县局会议室里再次聚满了人，但是气氛依旧凝重。安国同志，说说你们刑警队的进展吧。报告局长，这几天我们刑警队连同各个乡镇派出所的同志们，对全县所有乡镇公社的每一个村庄都进行了核实统计，最终确定此次失踪的孩子达到了19人。通过对案情的梳理，基本上可以确认这是一次团伙作案，犯罪嫌疑人的数量可能在10人左右，他们应该有完善的拐卖渠道，而且团伙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的外地人，另外在本地应该有接应的人，或者是这起案子也有本地人参与。这些全都是你们的推断，怎么破案子我不想听，我就想知道你们忙活了这么久，现在有线索了吗？没有。同志们，县市2级要我们1周内破案，但是我们现在连一点线索都没有，你们知道后果吗？听到这话的众人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大家都知道这一次的案件非同寻常，然而所有人面对上面给的压力却都束手无策。市局的周局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如果我们明天天黑之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的话，他会亲自带队到我们长寿县督站，届时该免的免，该查的查。此外，我们身上的这身衣服肩负着保护老百姓的职责，如果不能破案，我们不仅仅愧对国家对我们的培养，更愧对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啊！张局，我王安国一定要抓住那些人贩子，如果这个案子破不了，我尹就辞职。好，有骨气。那么对此你们刑警队有什么建议吗？现在我们军警民兵将所有能藏人的地方都搜查了，但是依旧一无所获。显然对方藏人的地方实在是太隐秘了，与其这样大海捞针一样找下去，何不发动老百姓帮我们一起找？张道明沉思了片刻，随后一脸严肃地看向王安国。如果发动老百姓一起找的话，等于是告诉老百姓我们公安已经没办法了，这必然会引起更大范围的恐慌。可这已经是唯一的办法了，只有发动老百姓，我们才可能找到更多有用的线索。行了，这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吧。回到办公室的王安国依然眉头紧锁。听说你在会上表态了，破不了这个案子就引咎辞职，你是认真的吗？军令状都立了，难道还能有假？你是怎么想的？这案子本身就难度不小，短短几天内哪能破得了？你是真想脱下这身衣服了吗？也未必破不了。什么意思？难道你有线索了？暂时还没有，不过我打算明天去见见那个人。你不会真的认为那个神棍能帮你破案吧？那可未必，他连我的生死都能断得出来，未必不能帮我破案。而且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他就提醒过我了，去见见也没有坏处。那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我倒要看看那小子有何能耐。就在此时，一名年轻警员匆匆走了进来。队长，外面有人报案说让我们立即出警处理，我跟他说了现在人手不够，可他非要死缠烂打。李刚，那你带人跟他走一趟吧，这里还有我呢。随后李刚带人来到城关中学门口，而李凤如则是躲在一旁看戏。大家都散了吧，以后不要再随便和私人做买卖，小心把你们都抓起来。这里谁是负责人？是我。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干啥不行，非要投机倒把，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吗？知道，但是缺钱。缺钱也不是犯法的理由啊。照你这么说，大家都缺钱，是不是都去犯法去？那当然是不行了。不过做买卖没事儿，毕竟上面已经说了要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你小子倒是知道的不少，但是眼下政策还没有落实到县里面，你的这种行为就是违法。那像我这样的你们一般怎么处理？那得看你一共挣了多少钱，合下来也就几10块钱吧。那还好，通常只是没收违法所得以及作案工具，再拘留半个月左右。钱可以没收，但人能不能不要拘留？我不想让我的家人担心。本来你这事儿我们是不想管的，毕竟现在正缺人手，但是一直有人不断的举报我，还专门到局里死缠烂打，所以我们不得不拘留你。赶紧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听到这话，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不过始终想不明白这是被谁给举报。来到县局后，却恰巧碰到正要出门的王安国。严兄弟，你这是什么情况？看到王安国后，我也有些尴尬，随后冷冷一笑：投机倒把。你怎么就投机倒把了？王队，刚刚不是有人报案要求我们立即出警吗？就是为了这事儿。王安国顿时松了口气，毕竟投机倒把也不是什么大事。严兄弟，我还说明天特意去找你呢，没想到今天你就来了。王队长，我可不是自己想来的。放心，你的事情我会给你处理，不过我现在正需要你的帮助。我知道你想问什么，那你就赶紧给我指点一下迷津吧。为了这事，我已经很多天没睡好觉。我在县城摆摊卖书包，不料却被人恶意举报。就在我被带到警局调查时，刑警队长却又将我当场释放。
严兄弟，我还说明天特意去找你呢，没想到你今天就来了。王队长，我可不是自己要来的。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王队，刚才那人举报投机倒把的人就是他。李刚，这哪是投机倒把呀？人家这分明就是做点小买卖，挣钱养家。快把人请到里面去。既然我的罪名不成立，那我就不进去了。我知道你想问什么，那你就赶紧给我指条明路吧。为了这事，我已经很多天没睡好觉了。王队长，你力在东南，往这个方向深挖，肯定有你要找的东西。看着我离去的背影，李刚还有些不知所措，随后转头看向了王安国。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我看也没有多神奇啊。他所谓的东南方向，除了那片矿区外，连根毛都没有，更何况我们……等等，你刚刚说的哪里？东南方向的矿区啊。对，矿区就是矿区。我这几天也在想，我要是人贩子的话，该把那些孩子藏在什么地方，才能避开公安武警的搜查？思来想去，任何一个露天的场所都有可能暴露，唯有地下才不容易让人发现。但那么多的孩子，普通地窖肯定是不行的，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因为缺氧而窒息。现在看来，要是把人藏在矿洞里，最合适不过了。照你这么说，深山里的山洞也行啊。山洞暴露的机会可比矿洞大多了，毕竟山洞一般都是在一些荒无人烟的地方，吃喝也不方便。但是矿洞就不一样了，依托着矿场，他们有充足的理由出来采购物资。也不对呀，这些贩子要是藏在矿洞里的话，那矿上的工人们难道就发现不了问题吗？那如果那些孩子就是矿上的人抓走的呢？听到这话的李刚如梦初醒，随后一脸坚定地看向王安国。我明白了，看来的确是我小看他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行动吧。对，立即召集人手，对东南方向的那几个矿场进行一次地毯式搜查。被我一句话点醒的两人随即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搜查行动。而另一边，由于摆摊被举报，我和于红几人只能把剩下的书包运回保管室。就在这时，村外却响起了汽车轰鸣声。还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走，出去看看。来到村外，却正好碰到刚把车停好的熊伟两兄弟。兄弟，书包处理的怎么样了？哎，别提了，还剩300多个，估计是卖不成了。没关系，正好我也找到一个经销商可以接手剩下的书包，虽然他们给的价格低了点，不过却可以一次性脱手。那就好，也不是我不想卖了，而是有人举报我投机倒把，还差点被抓进去了。怎么回事？谁干的？还不清楚，不过我这段时间得罪的人的确不少。那你是怎么出来的？我听说投机倒把抓到是要被关起来的。这事儿说来话长，虽然这一次是脱身了，但下次可能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结算完收益后，熊伟把剩下的300多个书包全部装车拉走了。与此同时，王安国带着属下在大红山公社矿区搜查了近2个小时后，却是一无所获。失去耐心的李刚此时垂头丧气地看着王安国，那家伙会不会是算错了？搜查了这么久，还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先别着急，我相信严兄弟的能力。对了，我们还有几家矿场没有搜查，就剩2家没查了，一家是红星铁矿，另一家则是名叫康安的煤矿。红星铁矿我知道，不过那个康安煤矿是咋回事？情况你了解吗？我也不是很了解。那个煤矿原来是康安村的集体企业，结果这几年因为经营不善，已经快要倒闭了。那矿上还有人吗？好像是有7、8个，不过前2天我们派人去那里调查过，结果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走，就去那个康安煤矿看看。随后，王安国一行人来到康安煤矿，正巧赶上工人们正在吃饭。而此时，王安国却发现了这些工人的不对劲。这些人的眼神里除了害怕，还显现出浓烈的警惕。这显然不是平常百姓见到我们的正常反应。而且这里明明是煤矿，可这些工人的身上怎么会如此干净？想到这里，王安国当即警惕起来，随后找到负责人开始了解煤矿的具体情况。安矿长，你们矿上现在一共多少人？如你所见，目前就只有这7、8个了。怎么这么少？按道理说，一个煤矿少则几十人，多则大几百人。你们这点人手够用吗？不瞒公安同志，这也是没有办法。我们这里挖出来的煤质量差，而且储量也不大，所以开采出来的煤只能卖给附近的老百姓，并且由于效益不行，所以很多设备也买不起。因此每次进矿，大家伙都是提心吊胆的，所以村子里的人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来这里上工。这么说来，这些工人都是你们村里的人？没错，主要是挣不了几个钱，外地的都不愿意来我们这儿。那好，我们今天过来也就是来正常检查一下，不仅仅是你们这里，附近所有的矿我们都查了，还请你们配合。行，我们全力配合。说着，安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这一细微动作却刚好被王安国看到，随后冷冷地看向了安奎。安矿长，今天天气也不热啊，你怎么还出汗了？那个刚刚有个菜辣椒放多了点，我这人平时也不怎么吃辣，一吃就冒汗。经验老道的王安国显然已经发现了安奎的紧张与不安。就在这时，不远处的一个洞口又引起了王安国的注意。安矿长，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怎么把洞口给封起来了？那是之前我们废弃的一个矿洞，现在没用了就给封起来，生怕有人跑进去出来时就麻烦了。走，李刚，咱们过去看看。
公安同志，那个矿洞已经荒废很久了，而且洞口已经被很多塌方的乱石挡住了，没什么好看的。没事，我们就是例行搜一下，免得有什么遗漏。随后，王安国带人来到矿洞门口，然而在进行一番搜查后，却并没有发现异常。王队，看来这里没有我们要找的东西，要不我们去下一个矿场吧。而王安国则是不慌不忙地向洞口走去，站在洞口观察一番后，随即便发现了矿洞门口的新鲜脚印，以及看上去没有陈旧痕迹的乱石。随即一脸严肃地转过头看向了安奎。李刚，让他们把这个洞口挖开。听到这话的安奎脸色瞬间阴沉的可怕。同志，这个井很大也很深，挖开了你们可得给我们重新填上，不然单靠我们几个人可填不住。王安国没有搭理安奎，而是转头看向正在挖洞口的下属。赶快挖，给我深挖。这时听到深挖2个字的李刚也突然茅塞顿开。那家伙说往这个方向深挖就会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难道就是这意思？很快扮演的洞口只剩下最后一块石头，就在挖开的一瞬间，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而王安国回过头却发现安奎早已不见了踪影。快抓住他们，不能让他们跑了。女人走进一家商店买东西，不料却被女店员冷眼相对。就在她想要摸被单布料时，却被店员抢先挡在前面。大娘，这张布面可不是你能消费得起的，我看你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吧。你们凭什么看不起人？不买就不能看了吗？就不能问价格了吗？妈，怎么回事啊？13，他欺负人。我和小月看上了那张被面，想买回去给你做一床被子，但他却一脸的不耐烦，还拿话挤兑我们。听到这话的周凤梅当即变了脸色，随后趾高气昂地走到我们跟前。我怎么欺负你了？不就是让你们买不起就不要摸吗？你要是给我弄脏了这么贵的东西，我卖给谁去？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买不起了？你知道那个被套多少钱吗？18块，所以别在这儿没事找事儿。说完价格的周凤梅一脸得意地看向我们，仿佛是在等我们知难而退。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穿的比较朴素，打扮的不如你这么花枝招展，就觉得我们不配接受你的服务？不是，我只是觉得……不要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我告诉你，你这种行为就是在搞阶级歧视，就是看不起人民群众。都说工农一体，我看你已经忘了自己的根本。别管我们穿的好与不好，至少我们活得堂堂正正，没吃你家1粒米，没穿你家1寸布。再说了，你们这些人之所以能站在这里趾高气昂的摆臭架子，并不是你们有多优秀，而是有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在乡下辛辛苦苦耕种供养着你们。听到这话的周凤梅直接就愣住了。就在这时，一个秃顶中年人从里面走了过来。都吵吵啥呢？不知道这里是供销社吗？看到顾同福的出现，周凤梅此时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随即往男人身旁靠了过去。哭啥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谁欺负你了？就是他欺负我。顾同福随即转过头，用鄙夷的目光打量起我们几人来，随后一脸严肃地看向我。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欺负他？不知道这里是供销社吗？你不说，我还以为这里是什么黑心商店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在抹黑我们供销社。就你们这种工作态度，还用得着我抹黑吗？看看大伙儿的眼神，你就应该知道大家对你们的评价了。顾同福扫了一眼周围的群众后，当即意识到不对劲，随后又看向了身旁的周凤梅。周凤梅同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主任，他们明明没有钱买东西，却还一直问这问那的，而且还要上手摸我们很贵的那床被罩。我就是提醒了他们2句，没想到这位同志上来就对我大吼大叫。我说这位同志，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那我倒是想听听，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这里买东西，到底有什么不对的？你完全可以畅所欲言。今天这事儿咱们杠上了。听到这话的顾同福瞬间就愣住了，片刻后又强装镇定地看向了我。这件事本来就是你们不对，买东西要量力而行，买不起就不要耽误我们工作人员的时间，我们还要服务其他顾客。另外，很多贵重的商品我们都要给领导们准备的，要是被你们摸脏了摸坏了，我们怎么卖给其他人？就在顾同福还在滔滔不绝的狡辩时，突然走进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够了，这就是你们作为公职人员的态度吗？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个声音吸引了过去。老同志，这事儿和你没关系，希望你不要没事找事儿。怎么就和我没关系了？看到你们头上的标语了吗？为人民服务，你们就是拿这种态度来服务人民的吗？大爷，这是我跟这位兄弟之间的事，我劝你别在这里胡搅蛮缠。我看你是心虚了吧？什么叫买不起就不要耽误你们的工作人员？不问价格，我们又怎么知道买得起还是买不起呢？什么都不能问的话，那还要你们这些人来干什么？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全都一脸震惊之色，顾同福也被王国光强大的气场给镇住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非要来趟这趟浑水？我就是一个看不惯你们这副嘴脸的普通老百姓而已。别以为能在这里工作就高人一等，没有这些人民百姓的供养，你们什么都不是。老爷子，你也别和这种人一般见识了。我看这事儿还是报公安和纪委吧。反应过来的顾同福此时才意识到眼前的老头并不简单，随即便换了一副嘴脸。咱们有话好说，我觉得这事也犯不着麻烦公安和纪委。
怎么就犯不着了？我们来这里买东西，却被你们的工作人员拒绝服务，还进行言语侮辱，这事儿难道不归公安管吗？那有关纪委啥事儿啊？我对你们的工作态度以及工作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混进供销社的，所以我想请纪委的同志查一查有问题吗？另外，我看你和这位女同志之间这情况也不大对劲儿，哪有女同志受了委屈就哭哭啼啼的往领导身上扑的？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你们搞不正当男女关系。我想这些也同样需要纪委同志来查一查。听到这话的顾同福脸色瞬间阴沉的可怕，随即狠狠地推开了身旁的周凤梅。你这是诽谤，我可是有权告你的。不用你告，我已经叫人去找公安和纪委的同志过来了。顾同福眼看事情就要失去控制，沉思片刻后，又一脸嫌弃地看了看身旁的周凤梅。这位同志，我承认这事儿是周凤梅同志的工作态度有问题，我让他给你道歉，这事儿就这么算了，行吗？我不道歉，我没有错。闭嘴，这事儿可由不得你，赶紧道歉，不然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好你个顾同福，我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的黄花闺女都让你霍霍了，你还要开除我？我要去县里面告你去。此话一出，现场瞬间一片哗然。原本大家还以为我的话只是猜测，可没想到现在却被气急败坏的周凤梅给证实了。而此时的顾同福也被气得面无血色，随后一个大嘴巴子抽到周凤梅脸上。对不起啊，各位，我们这位女同志今天脑子好像不太清醒，在这儿胡说八道，大家不要往心里去。她有没有胡说，你跟我们说也没用，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和纪委同志交代吧。听到这话的顾同福脸色瞬间阴沉下来，随即恶狠狠地看着我。这位同志为何要一直不依不饶？你到底要怎样才肯善罢甘休？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把你怎么了似的。公道自在人心，你做过什么事情需要你自己买单？就在这时，李刚带着2名警员也赶到了现场。公安同志，是我报的案。看到是我后，李刚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这位同志，你要报什么案？我要告他们搞阶级歧视，看不起普通百姓，而且还仗势欺人。另外，我还要举报这2位供销社的员工乱搞男女关系，这一点在场所有人都可以为我作证。此时一旁的顾同福已经吓得冷汗直冒。公安同志，误会，这都是误会啊！你先把嘴巴闭上，还没问你话呢。这位同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情况吗？随后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李刚说了一遍，而一旁的王国光也向李刚点点头表示认同。把他带回队里，另外再给他们的直属上司打电话通报这事。人群散去后，王国光一脸慈祥地走到李刚跟前。不错啊，有几分人民公安的样子了，看来部队那几年没白混。王叔过奖了，我听说您前几天不是住院了吗？现在咋样了？已经好了，没什么大碍。那就好，我爹前几天还说想去看您呢，结果刚说完就被派往省城出差了。你让他不要记挂这些小事儿了，工作要紧。对了，要是没事儿的话就忙你的去吧，我有事儿找这位小兄弟聊聊。今天这事儿毕竟是这位同志报的案，按照程序他得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看到李刚脸上的为难之色，我赶忙上前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笔录的话，我下午忙完去你们局里做吧，你看行不行？行，那我就在局里等你。李刚的眼神中显露出他还有别的事找我，但是却架不住老爷子的驱逐。这时王国光才笑呵呵地向我走来。你小子让我真是一通好找啊！这不是那天看到您老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我就没再来打扰您。再后来知道您老的身份了，我就更不敢去了。你是老头子我的救命恩人，有啥不敢去的？您这里倒没什么，我是担心别人说我挟恩图报，毕竟不知道有多少人想通过您巴结上您儿子呢。你小子倒是个人精，但是年轻人还是锋芒毕露点好，想那么多干啥？像个老头子一样。是我想多了，还是您老看得开？等有时间我去拜访您。那我可当真了。时间很快来到下午，我按约来到警局做笔录。严兄弟，我们都等你1个多小时了。刚刚和你家老爷子聊得投机，所以就耽误了点时间。这个案子真的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的话，不仅仅是我，县局所有人都会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连。这事儿和我可没啥关系，我也就是给你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而已，一切都是你们的功劳。李队长，咱们去做笔录吧。这事儿先放一边，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找你。怎么了？是又有什么难办的案子吗？是我个人的事。以前听老王说你人家会算，我还一直不信。但是经过昨天你帮助我们成功抓捕人贩子后，我对你简直是刮目相看，所以就想找你也给我看看香。原来是这事儿啊！看倒是可以看，不过有些话说了你可不要不高兴。上一秒还在仗势欺人的狗男女，下一秒直接当众下跪求饶。误会，这都是误会啊！我们这位女同志今天好像是吃错了药，在这儿胡说八道呢，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她是不是胡说？你跟我们说也没用，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和纪委同志交代吧。把他带回队里，另外再给他们的直属上司打电话通报这事儿。李队，今天这事谢谢你了。谢什么啊？你这也算是为民除害，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没错，该说谢谢的是我们才对，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恐怕那些人贩子早已经逍遥法外了。这事儿和我可没啥关系，我也就是给你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而已，一切都是你们的功劳。对了，严兄弟，我有个事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说。
是这样的，之前听老王说你能掐会算，我还一直不信。但是经过昨天你帮助我们成功抓捕人贩子后，我对你简直是刮目相看，所以就想找你也给我看看香。原来是这事儿啊，看倒是可以看，不过有些话说了你可不要不高兴。不会的，你尽管说。你五行缺水犯火，田中塌陷，眼神游离，印堂眉心相连，七散不聚，四醉四醒不坚定，外加3白4白喘气如猪，一看就是短命之相。随着我的话音落下，刚刚还一脸期待的李刚直接就愣住了。严兄弟，既然你能帮我逢凶化吉，那有没有办法也帮他化解一下呢？我只能告诉你以后尽量离火远一点，实在没办法那也要量力而行，不要逞能。真的能改吗？那当然，看看你们王队长，他也是早夭之相，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那我以后肯定远离各种火，就算是大年30夜里的旺火也躲得远远的。李刚此刻的眼神无比坚定，毕竟已经连续2次成功验证了我的预测。从警局出来后，我迫不及待地来到齐安公社。兄弟们，我已经找到了赚钱的法子了，需要你们帮忙，不过不会让你们白帮，会给你们酬劳的。13，你这是什么话？帮你做事儿我们还不放心吗？你就说吧，兄弟们都能做些啥？你们应该知道后山那里的蘑菇吧？知道，后山那玩意儿老多了。我想让你们做的事儿就是采蘑菇。采蘑菇？对，松树菌和喇叭菌都要。二哥，后山之所以遍地都是蘑菇，就是因为那东西没人要。再说现在又不是荒年，我们采那玩意儿干啥？上次我们在县城吃饭的那家餐厅，你们还记得吗？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让咱们先送100-200斤过去试试。13，那你啥时候要？越快越好。行，正好我们几个现在也没事干，我看到天黑还有几个小时，整个180斤不成问题。那这个事就交给你们了，不过可不能让严家人知道了，我怕他们到时候又从中使坏。明白。说着，三兄弟便开始准备起来。而另一边，得到我指点后的李刚走在路上，心里却始终有些不安。然而，就在经过一处院子时，突然看到里面浓烟滚滚，且不断有哭喊声传来。出于公安战士的正义感，李刚当即冲了进去。就在这时，角落里传来一个老者的声音：“先救里面的人。”面对眼前的熊熊大火，李刚顿时想起了我跟他说的话，犹豫片刻后，最终还是做出了选择。而另一边，于红几人正准备上山采蘑菇，却在半路碰到了杨3、杨4两兄弟。哟，你们这是又去给严13跑腿去呀？跑腿怎么了？有些人想给二哥跑腿都没机会呢。你高兴个啥？严13挣了这么多钱，又分给你们多少？我看你们就是被人卖了，还在替人数钱。杨3，我劝你别没事找事。还记得上次你是怎么失踪的吗？听到这话的杨3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不过看了看对方的人数后，又强忍下了心中的怒火。张小刚，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咱们走着瞧，这个仇我杨立明早晚会报的。为什么一定要早晚呢？难道中午不行吗？择日不如撞日，我看现在就很合适。杨立明再一次被气得怒火中烧，不过却又不敢动手，随后冷冷一笑。上一个话题还没说完呢，严13挣了这么多钱，到底给了你们多少？对，我也想知道严13到底是给了你们什么好处，才能让你们这么卖命。其实我们一直打算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可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怀疑。不装了，我们每次帮忙，二哥都会按10块钱一天给我们。没错，而且跟着他办事的时候，吃喝全都是二哥请我们，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听到这话的杨立明差点没喷出一口老血，沉默片刻后又开始继续嘲讽。区10块钱一天你们就满足了？知道严13一天挣多少钱吗？结果才给你们这么点，难道你们就甘心了？对，怎么说你们3兄弟也得分一半吧。一旁的于红此时听出了杨3、杨4挑拨离间的意味，随即上前解释：13要找门道，要找销路，还要贴本钱，我们能得到这些已经很知足了。我看你们就是眼红我们挣了钱吧。杨3，你存心找事儿是吧？小刚，别冲动，咱们还有任务在身呢。不行，我要弄死这个阴阳怪气的小人。当初我们在县城卖黄鳝就是他们捣乱，现在又想来生事。说着，张小刚便想动手，却被于红拉着走开了。而杨立明两兄弟却又没安好心的跟在了他们后面。与此同时，从火灾现场逃过一劫的李刚灰头土脸的回到了警局。然而看着眼前狼狈的李刚，王安国一脸震惊。更让人难以直视的是，他的头发已经被烧焦了半边。你小子不是回去给你娘过生日去了吗？咋整成这熊样了？王哥，真是谢谢你。谢我干啥？你小子这是整的哪儿一出啊？谢谢你让我认识了严兄弟呀，兄弟我刚才死里逃生，所以才是这副模样。到底怎么回事？随后李刚便把刚刚火场救人的事详细说了一遍，而王安国却是一脸淡定，仿佛早已知道这样的结局。不瞒你说，我的一条腿已经迈进去了，要不是想到严兄弟的话迟疑了半秒钟，正好就被倒塌的门楼砸个正着。即便是侥幸没有被砸死，也会被烈火烧死。总而言之，是找不到完整尸体的那种死法，绝对没有侥幸活命的可能。之前我跟你说起硬币的事，你还不信，这下你总相信了吧？是了，原来这世界上还真有这种铁口直断的神算子。以前是我太孤陋寡闻了，要不是他，明天你都能给我开追悼会了。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我和于红几人将160斤蘑菇送到了县城的中意饭店。刘哥，你不会是在这里等我吧？那可不，我都等了你1个多小时了。那怎么好意思啊？让你一个大老板在这儿等我。不瞒严兄弟你，这2天市里的一位大领导在咱长寿县视察，每天吃饭都在我们饭店。吃了一次山里的蘑菇后，那位领导很满意，希望咱们能定时给市里的国营饭店供应一批蘑菇。您的意思是想让我多送点蘑菇过来？是这个意思，不知道严兄弟能不能做到这么大的产量？刘哥，你也知道蘑菇这玩意儿属于野生菌类，产量不固定，我确实做不到定时定量的供应。听到这话，刘景山眼里闪过一丝失望。沉思片刻后，我又话音一转。刘哥，虽然野生蘑菇的量保证不了，但是我们可以优先供应市里面，咱自己使用一些替代产品，不知道可以吗？这话怎么说？刘哥，山里面除了野生的松树菌和喇叭菌，还有村蘑菇、茶树菇、白玉菇、猴头菇等等。此外还有野生的木耳、白银耳等其他山货，这些也都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会村里多采点这种山货。以后松树菌和喇叭菌，刘哥你优先送往市里，咱县里就用其他菌类，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这也确实是个办法，但是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担心。刘哥没啥好担心的，回头我给你研究几个新菜品，保证你这饭店的业绩杠杠的。那好，就按照你这个办法做，以后你也将其他山货送一些过来。没问题，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这批货你先看看品质如何。说完，刘景山打开包装仔细翻看了起来，而于红3人则是惊得说不出话来。于红，你发什么愣呢？13，他们需求量这么大，我们几人恐怕是做不到啊。放心，人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我和于红3人开始规划接下来的工作安排。然而刘景山在检查一番后，脸色慢慢凝重起来。刘哥，怎么了？是这些蘑菇不够新鲜吗？严兄弟，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这样害我？我给城里的饭店送山货，不料却被老板当场拒收。就在我怀疑蘑菇的品质时，刘金山的表情却渐渐凝重起来。怎么了，刘哥？是这些蘑菇不够新鲜吗？严兄弟，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刘哥，你这是什么话？我怎么可能害你呢？你来看看这些是什么？我随即走近一看，原来这些蘑菇下面还掺杂了一些别的品种。于红，这些蘑菇是你们亲自采的吗？那当然，有什么问题吗？你猜我在里面看到了什么？不会还有没清干净的牛粪吧？里面有秋生灵耳。什么？你说的是那种毒蘑菇？没错，而且每一桶都有。这不可能吧？这种毒蘑菇很好辨认的啊。再说我们几个从小就在后山玩到大，怎么可能分不清毒蘑菇呢？我相信你们不会猜错，所以才问你有没有其他人参与。没有，从始至终后山就只有我们3人。不过在我们刚出村的时候，倒是在路上碰到2个熟人。哪2个？杨3和杨4，而且还在村口跟我们发生了点口角。好，我明白了，刘哥，这一车货我得拉到公安局去，我让于红他们把昨天的存货给你送过来应应急。刘哥，你放心，接下来的货我们会挨个检查清楚。行，不过严兄弟，我虽然相信你的为人，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关乎到很多人的生死，所以你可要查个水落石出啊。13，你是要拉到公安局报案吗？对，这件事实在是太恶劣了，已经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必须要报警处理。很快，我便把几桶蘑菇送到了公安局。这么说，你也不清楚这些毒蘑菇是什么时候被放进去的？没错，采蘑菇的时候我没在现场，而存放蘑菇的地方是大队保管室，那地方是个人都能翻进去。那么，想必你心里应该有怀疑的人选了吧？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我们村里的人，而其中最值得怀疑的便是杨立民2兄弟。他们和你有矛盾？那家伙被我揍过，而且之前我在县城卖黄鳝的时候也得罪过他，所以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搞我。那你打算怎么办？就走正常程序呗，该咋办就咋办。就在这时，一名年轻警员慌忙走了进来。王队，我们已经全部分类检查清楚了，除了秋生灵耳外，每个桶里都有不一样的毒蘑菇。听到这话的王安国瞬间不淡定了，随即站起身来。太无法无天了，小李，立即按照正常程序立案，让李刚成立专案小组调查此事。依我看，要不你们直接到村里抓人吧。以杨立明的德行，只要稍微给点颜色，他就会把事情全部抖出来。严兄弟，这事儿就按我的方法来办。这样，你们回去后一切照旧，尽量不要表现出异样。你的意思是要抓他个人赃并获？没错，他们既然已经出手了，如果没有达到目的，那么肯定还会再次出手的。冯支书，事情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此次秘密前来，目的就是为了不打草惊蛇，还希望你能暂时保密。这个自然没问题，不过13，你也真打算要查到底吗？没错，毕竟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查清楚，说不定还会发生第2次。可这事儿不管到底是谁做的，这要是被捅出去了，最后损害的可都是咱们大队的名誉啊。冯支书，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现在就算是严兄弟不追究，我们这边也已经不能撤案了。为什么？一般的治安案件，当事人如果不愿意追究的话，我们是可以撤销案件的，但刑事案件却不同，更不用说这还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而是恶性投毒。
我看那些年轻人不过就是眼红严13赚了钱，所以就想吓唬吓唬他，没必要上升到这个程度吧。冯叔，我知道你是不想让这件事情败坏我们大队的名誉，但是错了就是错了，做错了事情就得承担责任，这是小孩子都懂的道理。更何况，我不认为这次不追究他们，咱们大队的名誉就能保得住。你这话啥意思？冯叔，你知道他们这次在我们的蘑菇里面放了什么吗？剧毒的秋生灵耳，这种毒蘑菇的毒性有多强，您老应该清楚。我们应该庆幸的是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不然等这些蘑菇被人吃了之后，那可是要出人命的。而一旦纵容了他们这一次，说不定下次他们还会犯下更为严重的错误，到时候可不是咱们大队的名誉受损这么简单了。冯叔，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听到这话的冯凯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沉思片刻后又抬头看向了我。你说的对，那这事儿我就不掺和了，你们看着办吧。说完，冯凯低沉着脸离开了大队会议室。你们这位冯支书对那些小子还挺关心的，出了事儿，他这个支书可是要负责任的，能不关心吗？事情的经过我们已经初步了解过了，和你之前的判断差不多。我们也觉得杨3、杨4作案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所以打算以此为突破口进行调查。那你们打算怎么查？据我们分析，他们为了保证成功率，通常会进行连续作案，所以今天下午我会安排人到大队保管室外进行监视，等待凶手的再次出现。行，那我们全力配合。时间很快来到下午，我和于红几人按李刚的要求把蘑菇放到保管室，李刚则是带着几名警员蹲守在保管室外等待凶手再次作案，而我却瞒着李刚另有打算。与此同时，王正才家门口已经被村民围得水泄不通。王队长，既然那些工具已经没用了，不如就分给大家吧。对呀，我听说其他大队都已经分了，为什么我们这边却迟迟没有消息呢？不是我不想分，而是公社领导们没有下达这样的通知，总不能在没有得到上面允许的情况下就把它分了吧？那些工具放在那里早晚会生锈烂掉，到时候就是一堆破铜烂铁，还不如早点把它们利用起来。大家伙放心，我会跟上面提这个事儿的，争取早日跟上其他大队的脚步，把农用工具分给大家。王队长，我听说工具保管室一直是严13在用，凭什么他就能享受公共资源，而我们却连个工具都不能用？没错，我看里面的工具还在不在都是另一说呢，迟迟不分给大家，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猫腻。老李，你这话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严13自从搬到保管室后挣了不少钱，谁知道他是不是把里面的工具给卖了呢？这话可不能乱说，那些工具全都还在，而且严13在保管室租住期间是给了租金的，这个冯支书他们都知道。我们又没看呢，工具还在不在也就是你们的一句话而已。是啊，王队长，要不你带我们过去看看吧？不是不放心你们，而是看到东西我们心里才踏实。保管室的钥匙在严13那儿，这会儿也不知道他人在不在。开个门还不简单吗？大不了我们赔他一把锁就行了。面对村民们的质疑，王正才陷入了两难，沉思片刻后还是决定打消大家的疑虑。那我可先说好，里面的任何东西只能看不能拿。随后，王正才带着几个村民来到了大队保管室，而躲在暗处的警员见状也纷纷警惕起来。怎么来了这么多人？该不会是团伙作案吧？再等等，目前还没有发现他们的作案动机，等他们一进去就听我命令一起上。各位，我再重申一遍，咱们进去看一眼就出来，而且里面的东西一件也不能动。放心吧，王队长，我们只是想确认一下里面的东西还在不在而已。说完，几人便全部走向了保管室门口。然而，就在众人把门锁撬开准备进入时，躲在一旁蹲守的几名警员立即上前将几人包围了起来。所有人都别动，终于是等到你们了。王队长，这是什么情况？该不会是你故意给我们下的套吧？你胡说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劝你们还是别装了，老实交代或许还能少判2年。公安同志，我是这里的大队队长，我们几个就是想进去看看里面的集体工具而已，并没有其他意图。还想狡辩？你们衣兜里的毒蘑菇难道还不能证明你们的犯罪事实吗？什么毒蘑菇？李队长，他们不是凶手。严兄弟，你来了。可是刚才我明明看到他们撬开门想要进去。他们没有撒谎，凶手确实另有其人。于红，把他们带过来吧。我把新鲜蘑菇放进保管室，不料却被村民合伙撬开了门。就在李刚带人将他们包围时，我却带着真正的凶手赶到现场。李队长，他们不是凶手。严兄弟，可是刚才我明明看到他们撬开门想要进去。他们没有撒谎，凶手确实另有其人。于红，把他们带过来吧。李队长，这2位才是真正的投毒凶手。这到底怎么回事？一开始我也不确定他们是在哪里投的毒，后来你们决定在这边蹲守，所以我就想着去山上设伏，没想到他们真的是在我们采蘑菇的时候偷偷把毒蘑菇放进去的。严兄弟，你怎么没告诉我你这个计划呢？我也好派人帮助你抓捕呀。我要是告诉了你，你还会让我暴揍这2个畜生吗？李队长，我也只是为了不打草惊蛇而已。再说就他们就2人，我们几个完全搞得定。小刘，把他们带走吧。严兄弟，他们这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警察同志，他们在逃跑的过程中自己摔伤的，要不然怎么可能被我们逮到呢？
同志，不是这样的。先把嘴巴闭上，有什么话等到了警局再说。对了，严兄弟，这几位刚刚把保管室的门给撬开了，不知道这件事需不需要我们来处理？不用了，李队长，我认识他们。众人离去后，我假装若无其事地走到王正才面前，然而村民们此时脸上却纷纷露出尴尬的神情。13三，你别误会，他们就是想进去看看里面的农用工具而已。王队长，我们可是经过你同意的，不然也不会把门撬开。想看可以，不过只能王队长一个人进去。严13，你这话什么意思？这里是大队保管室，可不是你的私人场所。我知道这是大队的公共财产，不过现在是我的租用期间，管理权归我所有。严13，我们不过就是想看看那些工具，没有别的意思。大家放心，工具全都还在。既然工具还在，那你怎么就不让我们进去呢？我看这其中是有什么猫腻吧。如果你们执意要进去也不是不行，不过你们可要考虑清楚，看完工具后我那几桶蘑菇有没有变成毒蘑菇可就说不清了。刚刚那2个人你们也看到了，就是在我的蘑菇里投毒才被抓的。听到这话的众人全都瞪大了眼睛看向我，片刻后都纷纷逃离了现场。王队长，你还要进去看吗？不用了，我相信你，带他们过来也就是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而已。如果我告诉你这些人只是借着来看一看的名义，目的是想哄抢里面的工具，你会信吗？你一个人又拦得住他们吗？不会吧，他们只是怀疑那些工具被你偷卖了。我要想偷卖的话，还会让你们再见到我吗？再说那些工具本就不值几个钱，我又何必为了那仨瓜俩枣跟全村人作对呢？也对，可我还是觉得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胆子。王队长，你想啊，他们明明可以自己撬开门进去拿的，可为什么非要你带着他们过来呢？这样做就是为了在以后被追究责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说是经过你同意的。毕竟他们人多，你可犟不过他们。反应过来的王正才一脸后怕地看着我，而群众哄抢保管室工具这件事也确实在上一世发生过。原来如此，这些人真是太恶毒了。这一次倒是被我给劝退了，可下一次就不知道他们还会想出什么阴招来。我看你还是尽快向上面申请将工具分给大家吧，毕竟这也快到农耕季节了。多谢你的提醒，我这就去找冯支书。13，你是咋想的？他们都这么不要脸了，你还要带大家伙一起采山货卖？妈，他们之所以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就是因为村里闲着的人太多了，不如帮他们找点事情做。可是，一家饭店的体量根本吃不下那么多的山货呀。现在不只是县城那家饭店，连市里的国营饭店都需要咱们供货了。而且蘑菇和木耳也不是只有新鲜的才能卖，干货也是很值钱的。你的意思是说，新鲜蘑菇卖不了的话，就晒干卖干货？那玩意儿有人买吗？当然有，现在正处于蘑菇和木耳的快速生长季节，所以山里不缺这些东西，自然就没人买干货。但是到了冬天，这些东西没了，到时候就得靠干货来维持了。所以妈，你不要担心没有销路。这样倒是也行，我还以为你真的是被村里人逼得呛不住了。村里人确实算是一个因素，但并不是最重要的。眼下分产到户后，大家的思想都有了变化，大家伙不怕穷，就怕别人比他有钱。这便是不换皮而换不安，不换寡而换不均的意思。我们家这段时间有点太高调了，所以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这杨3杨4还只是一个开始，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害我们的就不只是那几个混账了。你不是担心村里人都去采山货耽误了种地吗？那这事儿怎么解决呀？好解决，我打算每家每户一天给20斤配额，多了不要。配额是啥意思？就是一户人家，我们每天只收他们20斤，按照每斤2毛钱的价格跟村里人收，而且只收新鲜蘑菇。那要是采的多了咋办？多的只能让他们自己拿回去吃了，或者是扔了，反正咱们是坚决不多收。这倒也是个办法，不管你家里有多少口人，最多就收你20斤。而且这20斤也刚好是一个人的采摘量，其余的人就算是去采了也换不成钱，他们就不会多费一个人工去采山货了。那你可要管理好，可不能再让人放毒蘑菇了。妈，你就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对了，你买这些东西是干嘛的？我记得你前几天才给小月买了鸡蛋糕的呀。我打算去看看大姐，顺便告诉她我们分家出来单过的事儿，免得到时候她回娘家走错了地方。是该去通知一声，眼看我们搬出来都好几个月了。很快我便来到九江公社大姐家门口。上一世大姐严婷因为杨家人的不待见而引起了小产离世，这一世我绝不能再让她重蹈前世的覆辙。13，你怎么来了？姐，太久没见到你了，我就是来看看你。看到我眼睛里的泪花，严婷顿时被吓了一跳。13，你这是怎么了？见我没说话，严婷慌忙放下手中的活向我走来。到底出啥事了？你和姐说，有姐在不怕。姐，我真没事儿，就是有点想你了。吓我一跳，都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矫情，小心以后娶不到媳妇。对了，他们老杨家的人都去哪儿了？怎么还让你这个孕妇来干这种活？难道不怕把你累坏了吗？不妨事的，不就是洗点衣服吗？在家里的时候不也经常洗吗？那能一样吗？在家里你是个黄花大闺女，但现在你可是个孕妇啊。谁家媳妇嫁过来能不受点搓磨？姐没事儿，而且你姐夫待我也不错。对了，13，家里都还好吧？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几个月前我就带着妈和小月出来单过了。
啥意思？是不是奶奶他们把你们赶出来了？算是吧，反正以后就跟他们没关系了。你也是太冲动了，小玉还小，这出来怎么生活啊？这个你就别担心了。对了，我这次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要和你说。啥事儿？是不是缺钱了？不是钱的事儿，是这样的，我给你和大姐夫一人弄了一个进厂子上班的机会，在咱们县化工厂。你小子说什么胡话呢？化工厂哪有那么容易进的呢？我说的是真的。前段时间我在村外那条小河里救了化工厂厂长的女儿，人家为了感谢我，特意给了咱家2个进厂子的名额。那也把名额给我们了，你怎么办？姐，我现在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用不着进厂。啥事情能有上班重要？这可是进工厂上班的好机会啊！你个傻小子就这么送人了？啥叫送人了？大姐，你又不是外人。就在我和严婷还在争论去工厂上班的名额时，去村里吃完席的杨家人回来了。看到我们桌上的鸡蛋糕，杨老太顿时气得火冒三丈。老大媳妇儿，谁允许你拿家里的鸡蛋糕给外人吃的？你个黑心的东西，竟然胳膊肘往外拐！妈，我没有，这些鸡蛋糕是……你咋这么不要脸？东西就在这里放着，你还狡辩！还没等杨忠说完，我便上前一巴掌狠狠地抽在了他脸上。而一旁的杨老太见状也被吓得慌了神。打人了，打人了，快来人了！惊慌失措的老两口边喊边往外跑，而被眼前一幕惊得愣在一旁的严婷此时才反应过来。13，你冷静点，怎么能打人呢？这里是杨家，我看你还是赶紧跑吧，一会儿他们得叫人来了。我要是跑了你怎么办？你不知道上一世他们是怎么欺负你的，我一看见他们我就……什么上一世？反正这事儿你别管，今天我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教训。我去看望远嫁的大姐，不料却被杨家人诬陷。就在他们对我言语攻击时，我却一个大臂都甩到他们脸上。杨老太，你这是咋了？是我家大媳妇的那个弟弟，趁我们去吃席了不在家，竟然来我家拿东西来了。没错，偷吃我们家的鸡蛋糕不说，被我们撞见后还动手打人，简直太无法无天了！这外乡小子偷东西还敢打人，真当我们九江村没人了吗？今天老子非打断他的腿不可！你要打断谁的腿？听到这话的众人瞬间就愣住了，他们没想到出现在眼前竟是一个18、19岁的毛头小子。刚才是谁说要打断我腿的？我把腿给你送过来了。小伙子，你就是老杨家大儿媳妇的弟弟吧？走亲戚就走亲戚，偷东西就不对了，更何况还动手打人。面对村民的污言秽语，我沉思了片刻，随后冷冷一笑。杨老太，刚才是你说我偷东西的吧？那你倒是告诉这些人我偷你家什么东西了？数量是多少？价值又是多少？杨老太被我突如其来的质问吓懵了，眼看杨老太无言以对，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中年人。偷东西的事儿先放一边，你打人的事儿总是真的吧？为什么要等会儿再说呢？平白无故被人说成贼，搁你身上你愿意吗？年轻人，你太过分了，真当我们九江村没人了吗？呵呵，你们九江村有没有人我不知道，但不是人的东西倒是不少。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全都一脸震惊之色。然而就在这时，杨家二儿子穿过人群，迅速向我扑来，不料却被我一脚踹飞出去。顿时现场一片死寂，所有人看向我的眼神都变成了恐惧。严家娃子，你这是做什么？你们好歹也是亲戚啊！亲戚？我拿他们当亲戚，他们有拿我当亲戚吗？我来看望我姐，却被他们污蔑偷东西，天底下有这样的亲戚吗？可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啊！大家有话好好说不行吗？行，既然今天九江的老少爷们儿都来了，那咱们就好好说道说道，看看他们是怎么拿我当亲戚的，又是怎样对待我姐的。听到这话的众人脸上顿时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这时走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这位小兄弟，我叫杨全，是九江的村支书。杨家有啥对不住你们严家的，或者是对不住你姐的，你说出来，我给你做主。但你今天要是说不出个1、2、3来，那就别怪我们把你扭送公安了。我知道你是他们家堂兄，不过没关系，今天我严13既然敢站在这里，那就不怕跟你们讲道理，因为公道自在人心。抛开之前的不说，单单就说今天这事儿，我大老远的带着东西来探望我怀了孕的姐姐，这有错吗？这没错。但你们知道我来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的是我姐一个人坐在那里洗衣服，而他们老杨家的人却一起吃席去了。我姐就像个佣人一样在这里干粗活，况且她已经怀孕几个月了，你说他们这是人干的事吗？她是我们杨家娶回来的儿媳妇，洗个衣服怎么了？娶个儿媳妇回来自己就当起地主老爷了，你们咋不上天啊？这事儿杨忠他们家做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也不能动手打人了，这是犯法的，你不知道吗？我本来也没打算和这帮人渣计较，毕竟我姐还得和杨文光过日子呢。但是就在我和我姐拉家常的时候，这两个蠢货一进门就开骂，污蔑我偷吃他们家的鸡蛋糕，甚至还当着我的面骂我姐不要脸。换作是你，你能忍吗？随着我的话音落下，刚刚还在帮杨家人说话的村民顿时就愣在了原地，沉默片刻后都纷纷开始议论了起来。老杨家这就做的不地道了，人家是来走亲戚的，哪有这样待客的？平时我就听说他们天天搓磨杨文广媳妇儿，这次人家娘家人来了，我看是碰到硬茬子了。我可是听说这个小舅子可是个改嫁很手的二流子，今天老杨家这事儿恐怕不好收场了。就在围观群众还在落井下石时，杨老太突然从恍惚中恢复了过来。
他就是偷吃我们家的鸡蛋糕了，我亲眼看到的。你确定那鸡蛋糕是你们家的吗？妈，你可不能胡说啊！咱们家啥时候买过鸡蛋糕了？明明就是13带过来的。怎么没有？我每个星期都要去供销社买1斤。你们老杨家也真是能耐啊！我姐也算是和你们一个屋檐下生活着，你们每个星期都去买鸡蛋糕吃，而她却连这事儿都不知道，真好奇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家买的鸡蛋糕主要是给儿媳妇补身体的。你可真敢说呀！我姐怀着孕，身体还这么单薄，她不需要补身体吗？说这话你不觉得心虚吗？再说我姐嫁到你们杨家已经2年了，这2年来当牛做马不说，连一次娘家都没有回去过，原因是啥也不用我多说了吧？此话一出，众人震惊的同时，都纷纷向杨家人投去了异样的目光。那你们严家可好了，收了我们100块钱的彩礼，却连1毛钱的嫁妆都没有准备，难道你们就有理了？谁说收了彩礼就一定要还嫁妆的？但是你们见过有谁家这么搓磨儿媳妇的吗？而且你们杨家啥时候男人不做主，轮到一个老太婆来做主了？严家娃子，这事儿说起来也是误会。再说这不还嫁妆的事儿也是你们不对在先，我看要不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吧。这事绝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你们不是一直对那100块的彩礼钱耿耿于怀吗？那好，今天我代表我姐将当初那100的彩礼钱还给你们杨家。现在我姐我领走了，记得告诉杨文广，让他回来办离婚手续。严家娃子，你可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害你姐呀，她还怀着老杨家的骨血呀。我要是再让我姐在这样的狼窝里待着呢，才叫害了她。你放心，这个孩子我们会生下来的，但是她以后不信杨，而是信严。你不能走，这是我们杨家的儿媳妇，她和你们严家已经没有关系了。姐，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今天有些过分了？其实你姐夫对我挺好的。他是对你不错，但同时他对你的处境却视而不见，任由那帮人渣欺负你。不是的，只是他不知道而已。不知道那就是他的失职。一个丈夫竟然不知道妻子在家里被人欺负，他这样的丈夫是不合格的。我这次不仅仅要打杨家那帮混蛋的脸，同时也要治一治杨文广。如果他真的喜欢姐，那就乖乖的跟着你去化工厂安安心心上班。这事儿真跟你姐夫没关系，他真的不知道。姐，这件事儿你得听我的，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你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孩子？对，你现在已经5个多月的身孕了，他们还这样使唤你，万一你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呢？不会的。怎么就不会了？咱们村周老三的老婆怎么没的，你应该知道吧？不就是带着肚子提了一桶水，结果孩子没了，不说人也没了。13，姐知道你是为我好，看见我被他们欺负，所以才会这么生气。但是姐不想和你姐夫离婚。好，离不离婚暂且不说，但是他们杨家必须要给大姐你一个交代，我不能将你和肚子里的孩子置身于危险之中，即便那些人是孩子的爷爷奶奶都不行。可现在已经跟他们闹翻了，我担心他们要是真的撺掇着你姐夫和我离婚咋办？那不是更好吗？你也别担心离婚后没人照顾你和孩子，咱们家现在已经不一样了。13，杨文广来了。来得正好。我给远嫁的大姐送鸡蛋糕，不料却被杨家人诬陷偷东西。就在全村都在对我恶语相加时，我却抬起脚教他们做人。今天我严13既然敢站在这里，就不怕你们的污言秽语。现在我姐我领走了，记得告诉杨文广，让他回来办离婚手续。13，姐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姐不想和你姐夫离婚。其实他对我挺好的，但他却对你的处境视而不见，任由那帮人渣欺负你。他只是不知道这些而已。不知道那就是他的失职，他这样的丈夫是不合格的。就在我还在跟大姐争论离婚的事情时，母亲却慌张跑进屋来。13，你姐夫来了。来得正好。13，我是来接你姐回家的。你凭什么接我姐回家？接回去好继续给你们当牛做马吗？听到这话的杨文广瞬间就愣住了。由于常年在外工作，他并不知道严婷在家里的遭遇。13，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算是要杀要剐，你总得让我知道错在哪里了吧？你连错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还有脸来这里接人呢？13，好好跟你姐夫说话。妈，你进屋去吧，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眼看母亲被我支走，杨文广随即又把目光看向了大姐严婷。婷婷，这到底咋回事？是不是我娘欺负你了？听到欺负2个字的严婷瞬间就忍不住了，眼泪直接掉了下来。如果是我娘又说那些不中听的话，我代她向你道歉。然而杨文广话音未落，就被我踹出去50-60米。知道为什么打你吗？站起身的杨文广摇了摇头，片刻后似乎又想到了什么，随后一脸无辜地看向我。我刚才不该先说接你姐回家？错，打你是因为你连什么事情都没搞清楚就说那些混账话。你那话乍一听好像是安慰我姐，但实际上却是在道德绑架，让她明明受了欺负却不好意思发作，同时也是在纵容你家那帮人渣继续欺负人，让他们肆无忌惮的想怎么作践我姐就怎么作践。就在这时，酒家之叔杨全突然出现在杨文广身旁。文广媳妇的事儿，我老头子多少也知道一些。这年头哪有婆婆不搓磨儿媳妇的？别人家我管不着，但是我姐这里就是不行。杨文广，看你的样子似乎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刚回家看了一眼就赶了过来，确实不知道发生了啥事儿。那我告诉你，我姐在你家都快被人欺负死了。你爹娘和你弟弟弟媳妇去吃席的时候，我姐却挺着个大肚子在家里洗衣服，就连他们的内衣裤都对我接洗，平时还要忍受他们各种难听的话。更让人无语的是，你娘每个星期都要给你的弟媳妇买各种好吃的，我姐却连个味儿都闻不到。他们这保密工作倒是做得好啊。他们就算是再怎么看不起我姐，总得想着她肚子里还怀着你们老杨家的骨血吧。他们竟然这都能下得去手。听到这话的杨文广瞬间脸色苍白，随即看向了一旁的严婷。婷婷，13说的是真的吗？没错，他说的还只是他看到的。听完杨文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而严婷见状却赶忙上前阻拦。文广，你这是做啥呢？赶紧起来！然而就在此时，听到动静的母亲也终于忍不住走了出来。先起来说话，你这样一个大男人跪着成何体统啊？妈，就让他跪着吧。作为一个丈夫，竟然不知道自己媳妇儿在家里的悲惨遭遇，他不配在我们面前站着。13，他也是不知道这些情况而已。再说这要是让外人看见了，得说我们家搓磨女婿呢。那你起来吧，外面的风也挺大的，还是来屋里跪着吧。婷婷，你和我说说，我不在家里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对你的？听到这话的严婷瞬间犹豫了起来，她知道这些事告诉杨文广会让他们的家庭关系变得更加僵硬。姐，你要是还想和他一起过，那就不要藏着掖着。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夫妻之间理应坦诚相待。或许你觉得不让他知道是在为他好，但实际上这样更加会害了彼此。婷婷，之前是我忽略了你，但有些事情我有知情权。想到大姐上一世的悲剧，杨家人确实有不可饶恕的罪过。不过杨文广对大姐倒还算是有情有义。沉思片刻后，我决定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姐，要不你带他出去走走吧？杨文广，我希望你能珍惜这次机会。杨文广随即一脸感激地看向我，毕竟家丑不可外扬，有些话也只能他们自家人知道。13，你真要你姐跟他离婚吗？离不离婚，那就看杨文广自己怎么选择了。可是你姐已经怀孕了呀，这要是离了，那孩子不是从小就没有父亲了？妈，我这不是正在给杨文广机会吗？只要他们分家出来，我就不会再提离婚这事。很快两人便从外面走了回来。13，事情你姐已经和我全说了，这事儿你做的对，对不对？我心里有数，你就说你打算怎么解决吧。听婷婷说你想让我分家，是这样吗？没错，你也知道我姐的性子软，况且你爹娘从一开始就看不上我姐，住在一起只有被他们欺负的份儿。都这样了，你觉得不分家能行吗？还是说你想和我姐离婚？没有，其实分家也确实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办法，那就分吧。好，只要你愿意和老翟那边分家，这事儿咱们就此结果。而且我之前答应给你们俩安排工作的事情也还算数。安排什么工作？杨文广一脸疑惑地看向我，显然大姐还没将这件事告诉他。我忘了跟他说这事儿了。我弄了2个计划工厂上班的名额，打算交给你和我姐，你们分家后就赶紧去报道吧。听到这话的杨文广瞬间愣住了，毕竟这个年代能够进厂上班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而另一边，站在台上的冯支书不停地看着手表，而下面则是站满了大队的村民。随后又转过头看向一旁的于红3人。于红，你确定严13说的是下午5点吗？冯支书，你放心吧，13亲口告诉我的。可马上就5点了，怎么还不见他人呢？眼看村民们都来的差不多了，可不能让大家对他失望啊！就在这时，我骑着自行车慌忙赶到现场，而冯凯看到我的到来，也终于松了口气。冯叔，让你们久等了。冯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随后转头看向了台下的群众。各位社员同志们，严13同志已经过来了，咱们听他来说说怎么带大家伙儿挣钱吧。各位叔叔大爷大娘大婶们，我答应过带大家一起挣钱，今天我是来履行诺言的。但是有些话我得和大家提前说好，顺便也让冯叔做个见证。13，有什么话你直说吧。我之前说过，不带大家一起采蘑菇，是因为国营饭店的消耗量有限，同时我也是担心大家都去忙着采蘑菇了，而咱们队里的地没人去种。13考虑的有道理，影响了生产确实不好交代。而现在我可以带着大家一起挣钱，但需要大家与我约法3章。哪3章？第一，不能影响生产。从明天开始，我们家开始收大家伙采摘的蘑菇和山货，价格按照每斤2毛钱算，但是每家每户每天最多20斤。20斤也太少了吧？我上山一小会儿就能采20斤。就是，你就不能多收一点吗？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咱们大队一共80几户人家，每家20斤，那我一天就要收1600多斤。而那2个饭店一天最多消耗300-400斤，剩下的我只能将它们晒成干蘑菇，然后等到了冬天再想办法卖出去。先不说这个风险有多大，单资金压力就让人受不了。说的对，20斤已经不少了，一天可以卖20斤，那就是纯收入4块钱，1个月下来就是120块钱。而且从现在到10月底还有3个半月的时间，要是每个月都能赚120块钱的话，至少400块钱的收入，大家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听到这话，众人都沉默了，随即个个脸上都露出了激动的表情。13，那你说的第2章是什么？我对大家的第2个要求就是不能影响家里的娃娃上学。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全都愣住了。
他们不明白这个要求有何意义。我知道有些人家里有娃娃，便想着就让孩子们去采蘑菇，自己正好省事儿，但这是不行的。各位叔叔大爷在村里待了一辈子，村里的生活怎么样，你们自己心里清楚。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你们没有选择，也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孩子们有，现在国家已经恢复了高考，只要让村子里的孩子们都去上学，几年后就会有孩子走进县城读书，10几年后就会有孩子走到省城，甚至于京城读大学。他们的人生有无限可能，不应该也不允许让他们一辈子窝在这个小山村。随着我的话音落下，台下不少年轻人被说得心潮澎湃。教育的重要性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是有时候现实太过于无奈。严13，如果你真能带着我们家挣了钱，我家的3个娃我一个不拉的全都送到学校里去。算我一个，我家大丫二丫早就想念书了，可惜家里没钱啊。对，有钱了谁不想让自家娃念书识字？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快给大家说说这第3章是啥呀？我骑车去村里开会，不料却是最后一个到场。就在众人对我满怀期待时，我却又提出要与他们约法3章。这前面2条我相信大家都能做到。13，快给大家说说这第3章是啥呀？这约法3章的第3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我希望大家能本着良心做事儿，采蘑菇山货的时候一定要看仔细了，这要是把毒蘑菇混进去了，那可是要人命的。就是，这要是混进去了毒蘑菇，这山货生意可就做不成了，谁也不能这么缺德。另外，这些山货采回来之后还要清理干净，到时候我会对大家伙交上来的蘑菇进行检查，谁家要是连续3次不合格，那以后我就不收这家的了。你放心吧，谁要是敢一次充好糊弄人，全村人都戳他的脊梁骨。大家此时对采蘑菇挣钱这是正热情高涨，都明白不能让一颗耗子使坏了一锅汤。与此同时，县局会议室内的周正华正眉头紧锁地听着下属的汇报，随后一脸严肃地抬头看向众人。同志们，此次812失窃案的价值是建国以来我县境内丢失金额最大的一起盗窃案，县里的王书记和黄县长等人都在高度重视，要求我们县局限期破案。说说你们的破案思路吧。周局，我们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往了案发现场，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内部人员所为。确定吗？确定。我们到了812厂实地了解之后发现，该厂作为我省的重点冶炼单位，对外保密等级非常高，他们对每一种重要金属都会进行特殊编号，外部人员根本不知道这些编号所代表哪一种。此外，812厂出于安全考量，在厂外设立了众多安全设施，不但改造工厂高墙，还派专人在厂区内巡逻，出入都需要核实身份登记，外人根本就不可能混进去实施盗窃。相比而言，厂区内部的管理却非常松懈，几乎形同虚设，只能靠大家的自觉性来防止盗窃发生。单凭这些还不足以证明盗贼是内部人员，但也可以作为一个破案思路。周局，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此次被盗的黄金是失窃的前一天下午才完成冶炼的，原计划会在第2天上午送往省城。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并不多，所以盗窃黄金的肯定是内部人员。那你们现在有怀疑对象了没有？有，目前来看，包装组和看守仓库的职工最为可疑，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机会接触到这批黄金。那就先从这些职工入手调查，我希望1周之内能将失窃的黄金找回来。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村民们已陆陆续续将采好的蘑菇送到保管室交货。亮叔，你这桶共24斤，去掉桶的话还有22斤，一共4块4。王婶儿，你采的有些多了，都够30斤了。按规矩我只能收您20斤，多的你拿走吧。我拿回去也没用，你就和你亮说的一样，给我算上22斤就可以了。那不行，这样不就成了我们占你便宜了吗？于红，就按王婶说的办吧。听到这话的于红瞬间就愣住了，他没想到我立好的规矩说变就变了，随后一脸疑惑地向我走来。13，你不是说每家只收20斤吗？可现在你却在破坏自己立的规矩啊！我这样做也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什么考虑？首先，我立这个规矩不是因为我们吃不下那么多蘑菇。说实话，我们现在收的越多，以后挣的就越多。之所以有重量限制，只是担心大家伙都去采蘑菇了，从而影响地里的生产。其次，大家伙儿都是拿个背篓或者箩筐就上山了，至于采摘的蘑菇到底有多重，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只要抄的不是太多，那就直接全收了吧。所以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乡里乡亲的，咱们尽量人性化一点。你这完全是2套标准，对你有利的怎么都可以，对你有害的又必须严格执行。看来你还真是个天生做买卖的料，这么快就掌握了经商的真谛了。于红被我夸得有些不好意思，然而就在此时，杨3、杨4的父母竟然也来到了保管室。你们走吧，我不收你们家的蘑菇。严13，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求你帮帮我家儿子。他们这是罪有应得，我帮不了你们。说完我便走进了保管室，而杨父杨母却脸色难堪地看向了一旁的冯凯。冯支书，我们也知道犯错就得挨罚，可他们本性不坏，只是受到了别的人蒙蔽和蛊惑。这件事本就不是我家儿子的主意，他们哪有这么大的胆子做这种事啊？可这李凤如毕竟跟严13也算是一家人，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们。你们先在这里等等，我进屋去跟他说说。
说着，冯凯便跨进了保管室大门，而看到我面色淡然一时，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冯叔，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犯了错就要自己承担责任。你是真打算把他们送到监狱里去吗？现在已经不是我能决定的了，判罚结果是他们局里说了算。再说他们下毒害人的时候就应该有这个觉悟。可是我听说他们是被人怂恿才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情来的。冯叔，他们都是成年人了，竟然连别人的话是真是假都分辨不出来，也活该他们有这样的劫难。他们固然有错，但罪魁祸首却另有其人啊！是谁？李凤如。听到李凤如3个字，我瞬间明白了过来。没想到严家人到现在还对我耿耿于怀。冯叔，你确定吗？杨三父母亲口跟我说的。李凤如听说你卖蘑菇挣了钱，也知道他们两兄弟跟你有过节，所以就去他们家里煽风点火。那他们怎么没把李凤如供出来呢？我也纳闷，按理说供出同伙还能从轻发布，而且杨三杨四又不是主谋，包庇李凤如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可杨三杨四这都被抓走好几天了，李刚他们不可能还没审出结果来啊！我看你还是去一趟县局吧，如果不将这背后玩阴谋的人绳之以法，说不定他还会继续想其他法子来害你。此时我也终于看清了李凤如的嘴脸，对此感到深深的后怕。随后我便跟于红等人交接好工作，准备赶往县城。而另一边，李刚在对812厂进行一番调查后，却是一无所获。王队已经对嫌疑较大的职工全都做了详细的盘问，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怎么回事？是不肯配合我们的调查吗？倒也不是不配合，只是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且都有人可以出面作证。那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团体作案呢？暂时还没有发现能证明这一点的证据。不过此案看似简单，细查却扑朔迷离。短短1个星期想要破案的话，难度非常大。但事已至此，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加大调查范围，以缩短破案时间。就在2人对此案正焦头烂额时，我也正好来到了王安国的办公室。严兄弟，这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没有风我就不能来看你们了吗？这是哪里话？我刑警队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你这说的好像我随时有可能犯罪似的。我来就是想问问前几天抓到的那2个投毒犯，你们审的怎么样了？已经进入了公诉阶段，不出预料的话，下个月就能开庭了。那能不能发回来重新审理一遍？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为什么还要重审呢？我现在又有了新发现，他们2个只是实施犯罪的人，却并不是主谋。这不可能啊！当时审理时他们并没有交代还有其他同伙。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并且这个消息的真实性非常高，我担心此事背后的人还会对我进行报复，所以才想让你们重审。重审也不是不行，但现在存在2个问题。首先是重审必须要有新的证据，或者是有遗漏的情况。现在不就是有出现遗漏了吗？可是现在就算是有新发现，我们县局也没有精力重新审理这起案子啊。啥意思啊？你刚才进来的时候应该也看到了，我们手上目前有一个很棘手的案子，整个刑警队现在都快要忙疯了。没错，而且这起新案子县里要我们1个星期内破案，这都过去3天的时间了，而我们却一点头绪都没有。投毒案的事儿只能先放一放了。是什么案子能让你们这么纠结？王安国随即陷入了沉思，毕竟新案还在保密阶段，不可能让一个不相关的人知道此事。片刻后又一脸严肃地看向我。本来事关一些国家机密，按照保密制度是不能对你说的，但你现在也算是我们刑警队的线人，告诉你也无妨。前几天县里的812厂发生了一起特大的盗窃案，价值数万元的黄金竟然在安保人员的眼皮子底下离奇的丢失了。这事儿不但惊动了县里，就连市里也对此案高度重视。现在县里要求我们必须尽快破案。随着王安国的话音落下，我也突然想起了前一世的一篇报道。当时这件案子让长寿县多名领导受到处分，直到10年后真相才渐渐浮出水面。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也是分身乏力啊。是不是只要这个黄金失窃案破了，你们就有时间处理投毒案了？那自然是没问题，只是别只是了，这个案子其实很好破。我抓住了2个投毒凶手，不料他们还有幕后主谋。就在我去警局要求重审时，王安国却又开始找理由推脱。所以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也是分身乏力啊。是不是只要这个黄金失窃案破了，你们就有时间重审投毒案了？那自然是没问题，只是别只是了，其实这个案子很好破。此话一出，刚刚还在焦头烂额的2人纷纷向我投来了期待的目光。你们别管我是算到的还是猜到的，总而言之，这起案子是那个厂子的内部人员所为。我们一开始的办案思路也是这样的，但是将全厂所有的职工干部都排查了一遍之后，发现只有几个人没有在场的证据，而通过对那几个人的审讯，不用审了，和你们抓的人没有关系，案犯并没有被你们甄别出来，案子是内部人士干的。另外，这个人是领导干部，不是一般的职工。可是我们已经对所有的干部都进行了排查，所有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据啊。所以你们的调查方向不对，从一开始你们就把真正的罪犯排除在了怀疑的范围内。你的意思是，案犯所谓的不在场证据是假的，是经不起推敲的？没错，破案的事儿我就不掺和了，那是你们公安的事儿。记得破案后赶紧帮我处理投毒的案子，
说完，我便大步离开了办公室，而李刚此时却还在云里雾里。严兄弟，你倒是说明白啊！行了，李刚，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可我怎么还是一头雾水？因为你笨啊！立即安排下去，重新对812厂的那些人进行甄别，尤其是领导干部。离开警局后，我来到农贸市场，准备买些东西回去，然而却在一条小巷碰到了同村的刘宇。二哥，你这是又来换票了？准备买些密封袋子，家里的蘑菇快要装不下了。对了，你脸上咋回事？没什么，刚刚和几个小逼崽子抢生意发生了脸冲突。看到刘宇脸上的伤，我并没有多惊讶，毕竟这个年代的人能动手，绝不会多动嘴，尤其是刘宇这种干灰色生意的更是如此。你们经常这样吗？干我们这一行的经常会遇到撬架抢客，闹到最后就是看谁的拳头更硬了，所以打架也就成了常事儿了。那对方是什么来头？也没啥来头，都是街面上混的。不过这次他们伤得更重，估计没有半把个月是别想出来走动了。那你就不怕人家到公安那里告你？到时候说不定你得坐牢。不会的，干我们这一行的打架再正常不过了。再说大家干的也都不怎么合法，闹到公安那里，说不定他自己就得先进去蹲一段时间。可你就这样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这次你倒是占了便宜，但是以后呢？不干这个也不行啊！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爹年轻的时候干活伤到了腰，根本不能干太重的体力活，只能给人看大门。我娘虽然被安排到了粉条厂，但却也只是个临时工，一个月只有18块钱的工资，勉强够一家人吃喝。男子汉大丈夫的，你怎么老是想着靠家里人呢？我倒是想靠自己，但是我一没有文凭，二没能力，也进不了厂子，就连种地都不会啊。那也不能天天在街面上混了，这玩意儿虽说来钱快，但是风险也大。但凡有个正当营生，我也不想干这个，可总不能窝在家里混吃等死吧。面对眼前的发小，如今却在街头干一些不法勾当，随后我便想邀请他来帮我收魔。要不以后你跟着我干吧，我现在正缺人手。行啊，不过得再等2天，我这边还有一笔大生意做完就回村里找你。什么大生意？前几天有个人找我，说是手上有一些值钱的东西想要出手，还说事成之后给我500块。还有这种好事，转个手就能挣500？没错，那个人已经来找过我2次了。行，那你办完这事儿就来大队保管室找我。就在我转身想要离开时，突然想到了什么，随即又走了回来。刘宇，刚刚你说的那个人有没有告诉你他想出手的东西是什么？这倒没有，不过他说东西挺贵重的，没有带身上。那他是什么时候来找的你？得有3、4天了，估计这2天他还会来找我。你记住那个人长啥样了吗？再次见到他你能认得出来吗？当然能，这么重要的大买卖我哪能轻易忘记啊。那行，你跟我走一趟，这次要是整好了以后，你在长寿县的界面上你就是扛把子。二哥，我怎么没听懂你这是搞的哪一出啊？先别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说完，我便带着刘宇往县局方向走去。与此同时，市局会议室内几位高层正在商量警局的人事调动。黄局，这刑警队长都已经换了2个了，我看要不就再给刘队长一个机会，要是能破案的话，就让他将功补过。他的机会已经被他自己放弃了，继续让他带领市局刑警队就是在浪费破案时间。眼下必须找出一位得力干将来担此重任。可现阶段各区县都正缺人手，这个人恐怕是不好找啊。我就不信我是几千警力中找不出一个这样的人来。黄局，我倒是知道一个人或许能够胜任。是谁？长寿县的刑警队长王安国。此人虽年纪轻轻，却屡破奇案，是近年来咱们警务部门不可多得的人才。你说的是前阵子抓到逃犯周宝海以及捣毁人贩子窝点的那个王安国吗？没错，就是他。不过眼下他手上还有一个比较棘手的案子还没破，不知道现在调他过来会不会影响破案。那就等他破了再说，正好也可以看看此人的实力到底如何。其他人还有没有要推荐的？几人随即开始向黄建国推荐能够担任市局刑警队长的合适人选。而另一边，我带着刘宇很快便来到了县局王安国的办公室。严兄弟，你怎么又回来了？是还有什么情况没告诉我们吗？王队长，我给你带了条新线索来了。你是说黄金失窃案有新的线索了？没错，这位是我同村的一个小伙伴刘宇，他平时是在街面上混的，干的都是些倒买倒卖上不得台面的事。听到这话的刘宇直接就愣住了，他以为我带他到警局就是为了揭穿他的不法行为。刚刚我听他说前几天有人找上了他，想让他帮忙脱手一些贵重的东西，酬金500。听到酬金500时，王安国忍不住眼前一亮，随后一脸期待地看向刘宇，而此时的刘宇却被王安国的眼神吓得浑身都在发抖。这位同志，能和我们详细的说说那个人的情况吗？面对王安国的询问，刘宇却再次愣在原地不敢开口。见此情景，我才反应过来刘宇可能是误会了。刘宇，我带你过来不是要调查你，而是需要你帮忙破案，因为前几天找你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王队长要找的嫌疑犯。听到这话，刘宇才放松下来，随后把事情经过向王安国详细的说了一遍。然而王安国却还是半信半疑。可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找上你？按道理这种事情不应该找一个更有实力的人吗？
刘宇这小子虽然是个混街头的小混混，但是在道上倒是出了名的讲义气，人品方面没得说。而且他干的就是这种倒买倒卖的营生，还是个年轻的新人，对方找上他也可以更好的隐藏自己的身份。原来如此，那他有没有告诉你具体的交易时间呢？不用等交易了，他还记得那个人的长相。你们把812厂的那些领导职工的照片拿过来，让他辨认不就行了？要真的是厂子里的人，他应该一眼就能认出来。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小张，赶紧把812厂的所有资料拿过来。随后，王安国便安排手下拿来资料，让刘宇一一辨认。然而，在看过812厂所有人的资料后，刘宇却并没有找到要跟他交易的那个人。王队长，这里面没有那个人。严兄弟，看来此人并不是此案的凶手。就在两人还在对此感到失望而垂头丧气时，我却又开始回忆起上一世的那篇报道。虽然名字和具体职位记不清了，但当时的报道确实是内部领导所为。现在我们手上的资料没有这个人，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王队长，请你立即带人到812厂去一趟。我给盗窃案带去一个重要人证，然而查证后却发现嫌犯另有其人。就在两人正为此而感到失望时，我却突然想到了这是他们的障眼法。王队长，请你立即带人到812厂去一趟。严兄弟，可这位同志并没有从这些资料里找到那个人啊。没错，既然我们手上的资料没有这个人，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谁能操纵这些职工资料，那么谁就是盗贼。听到这话的王安国瞬间恍然大悟，随即便带着刘宇赶往812厂抓人。而另一边，妹妹颜月放学回家，脸上却是一副委屈的模样。母亲见状，赶忙上前询问：“小月，你这是怎么了？”“妈，我没事。二哥回来了吗？”“你二哥去警局了，告诉妈是不是谁欺负你了？”颜月低着头没有说话，而母亲此时也不知如何是好。没一会我便从警局赶了回来，颜月随即一头扎进了我的怀里。妈，发生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不肯告诉我。小月，告诉二哥，是不是在学校受委屈了？今天在学校厕所里，于丽丽明明是自己摔了，她非要怪在我头上，说是我在后面推的她。那你没有告诉老师吗？有几个同学跟她作证，所以老师也相信是我干的。老师不仅让我写检讨，还要我跟于丽丽道歉，并让我带钱去赔医药费。二哥，我真的没有推她，我真的没有。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二哥相信你，明天二哥跟你去学校，一定要给你讨个清白。看到我坚定的眼神，妹妹瞬间停止了哭泣。毕竟分家出来后，我就成了她在外面唯一的靠山。与此同时，段红梅的宿舍外来了一位带着孩子的家长。段老师还没吃饭呢。是于妈妈呀，快请进。从开学起我就说来跟段老师多交流交流，可是一直没闲下来。于妈妈客气了，应该是我来家访你们才对，结果一直没来。段雪晴在跟段红梅客套几句后，随即脸色突变，转头看向一旁的于丽丽。段老师，说起来我们都是一个姓，我就不拐弯抹角的了。我家丽丽一向乖巧听话，从不惹是生非，可没想到居然在学校被人给推倒在厕所里。于妈妈，你先别激动，今天这件事我能不激动吗？你看看我家丽丽这摔得有多重，本来细皮嫩肉的，结果现在嘴唇都破了，鼻梁也受伤了，据说当时还流了很多血。段雪晴越说越激动，表情狰狞到俨然一副要吃人的模样，而对面的段红梅也被吓得不知所措。丽丽发生这样的意外，我也很难过。今天我已经教育了那个同学，勒令他当众给丽丽道歉，并且还让他写了检讨书。我家丽丽是个女孩子，以后要靠脸吃饭的，这要是破了相以后可怎么办啊？我已经让对方赔偿20块钱的医药费了，明天就会带过来。你看这样处理行吗？这还差不多，我家丽丽本来就医了不少钱，还遭受了这样的痛苦。钱？那你明天也来一趟学校吧，正好对方的家长也要来，就让他当面再给你们赔个不是。还要让他周一升旗仪式的时候，当着全校同学的面检讨自己的行为。我觉得不用上升到这种程度吧。必须要这样整治他一回，不然他不会长记性的。他们乡下的孩子就是这种德行，不见棺材不掉泪。面对正在气头上的段雪晴，段红梅也只能默默点头。毕竟于丽丽的父亲是化工厂的车间主任，在化工厂子弟校也算是说得上话的人物。而另一边，王安国在我的指点下，终于将黄金失窃案的犯人捉拿归案。面对刘宇的指证，办公室主任郝冠昌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我在这个厂待了10年有多了，本来工资待遇也不错，可每天都要接触到大量的黄金，久而久之就动了歪念头。那你是怎样将这么多黄金拿出厂的？据我们了解，这个厂在安全方面可是做得很严格的。每天下班我都是最后一个离场，起初也只是带一些边角料藏在内裤里，可是越来越得不到满足，犹豫踌躇许久后就打算干一票大的。那你又是怎么做到不在场证明的呢？后来我去洗澡间跟熟人打招呼，伪造出自己在洗澡间内洗澡的假象，趁众人不备的时候悄悄溜出洗澡间。我拿到金条的那晚恰好外面在下雨，就顺理成章地穿上雨衣离开了812厂。郝冠昌把犯罪经过交代完后，王安国也终于松了口气。然而就在此时，市局的周局长听到破案的消息后，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长寿县局。
此次调任只是鉴于王安国近期的表现做出的决策，具体还需要得到王安国本人的同意。他现在人在哪里？王安国正在审讯刚刚抓到的那2个犯人，不过我觉得他应该没问题，毕竟到市局做刑警队长也算是官升一级，而且发展机会比县局大得多，他没有理由拒绝。但是到市局工作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工作强度也会上升一个台阶，这些务必要提前向他说明。周局放心，一定传达到位。县局的张局长此时也为王安国的调任感到高兴，毕竟自己手下的人得到市局领导的肯定，他自己也是脸上有光。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我带着妹妹来到化工厂子弟校，而段红梅也早早的在办公室等待我们的到来。你就是颜月的家长吧？没错，我是他的哥哥。事情的经过颜月应该也跟你讲了，现在你只需要赔给对方20块，再当面给他们道个歉就行了。段老师，我想你误会了，我今天不是来赔钱的，也不是来道歉的。听到这话的段红梅瞬间就愣住，随后一脸不屑的看向我。那你是干嘛来了？你家颜月把人推倒受伤了，难道不应该赔礼道歉吗？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凭什么要赔礼道歉？我们总有权利来了解一下真相吧。颜月推倒于丽丽，大家都是亲眼看见的，这难道还不够清楚吗？不勇于承担责任，还推脱辩解，果真是有什么样的家长，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什么叫推脱辩解？难道你说我们杀了人，我也要捏着鼻子承认吗？这位家长，请注意你说话的态度。你都没态度，我又能有什么态度？我们只是来求个真相，结果却被你乱扣帽子。段红梅顿时被气得咬牙切齿。然而此时一位中年人走了过来，段红梅随即委屈地向他靠了过去。石校长，你来的正好，这位家长一大早就跑来闹事。我没有闹事，只是来求个公道而已。你刚刚跟我说话的态度像是来求公道的吗？你们是来吵架的，还差不多。事情的真相如何，我们都还在求证。然而段老师就急着妄下结论，我难道还不能反驳了吗？都别吵了，到底怎么回事？石校长，事情是这样的。段红梅随即向石伟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而一旁的颜月此时也终于忍不住大声反驳：我没有，好端端的我去推他干嘛？他们诬陷我。我相信我妹妹没有撒谎，她从小就乖巧听话，就算别人冒犯到她，也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当时有好几个同学都看见了，并且他们都站出来做了证，这还能有假吗？我就是让他跟于丽丽道个歉，再赔点医药费给对方，这有什么问题吗？结果这位同学不但不知错，居然还带着他的家长来闹事。单凭你一个人的说辞，显然难以服众。既然你说有几个同学看见了，那何不叫他们过来当面对质？段老师，你就去把那几个同学叫过来，把事实摆在他眼前不就得了？这位家长，你也先别这么激动，事情的真相我们肯定会调查清楚，但事实要是真如段老师所说，那可别怪我报公安了。石校长，这是不能怪我们不冷静，这年头哪怕是公安抓人也得有证据吧，就算是要定罪也得给别人一个解释的机会吧。不一会儿，段红梅便带着几个学生走了过来，除了于丽丽，还有2个目击同学。石校长，她就是于丽丽，昨天就是她被颜月推倒在地的。于丽丽，你能把昨天的事再重复一遍吗？跟大家说说到底是谁推倒的你？面对眼前威严的校长，于丽丽显得有些怯懦，不过看到有班主任在一旁撑腰，随即又信心倍增。昨天我从厕所出来的时候，感觉有人在后面推了我一把，我回头就看见后面站着的是颜月。所以你并没有亲眼看见是他推你，对吧？可我后面除了他没有别人。这位家长，请你不要用这样的语气跟我的学生说话。那你们2个都看见了是吧？说说当时的情况吧。我们从厕所出来就看见颜月伸手把于丽丽推倒了。你们都听见了吧？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没错，既然有这么多人作证，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并且段老师的处理方式也没问题。我现在不仅仅要颜月给于丽丽道歉，还要你们给我道歉，并且我还要把颜月开除班级。我不允许这样一个不负责任还爱撒谎的孩子出现在我的课堂上。面对2人的咄咄逼人，我沉思了片刻，随后冷冷一笑。我觉得现在就下定论还为时尚早，不如让我来问他们几个问题，真相马上就会水落石出。你随便问，省得到时候又说我们没给你机会。妹妹在学校被人诬告，然而对方家长却不依不挠。就在我带着妹妹去学校讨公道时，却又遭到班主任和校长的嘲笑。不勇于承担责任，还推脱辩解，果真是有什么样的家长，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什么叫推脱辩解？难道你说我们杀了人，我也要捏着鼻子承认吗？这位家长，请注意你说话的态度。你妹妹在厕所推倒于丽丽，大家都是亲眼看见的。我现在不仅仅要颜月给于丽丽道歉，还要你们给我道歉，并且我还要把颜月开除班级。面对2人的咄咄逼人，我沉思了片刻，随后冷冷一笑。我觉得现在就下定论还为时尚早，不如让我来问他们几个问题，真相马上就会水落石出。你随便问，省得到时候又说没给你机会。你们当时是几个人一起去的厕所？2个、3个。你们回答的时候可要考虑清楚，如果撒了谎就是诬告。说到底是几个人一起去的厕所？ 3个、2个。
为什么刚刚说2个的现在变成了3个，而先前说3个的同学现在又说2个？石校长，这样的人能出来作证吗？他们做的证可信吗？我怀疑你们2个在撒谎，我要报公安，相信在公安同志的审问下，你们才能把事实说出来。随着我的话音落下，刚刚还在为于丽丽作证的2个女同学瞬间被吓得满脸通红。不要报公安，不要抓我们。没办法，既然你们不肯跟我说实话，那我只能让公安来审问你们了。我们没有看见颜月推于丽丽。没错，于丽丽是自己摔倒的，她怕回家会被责罚，而颜月又恰好在她身后，所以就把责任推到颜月身上。听到这话的段红梅脸色瞬间阴沉的可怕，随后又恶狠狠地看向我。你这是恐吓，你拿公安来恐吓我的学生，他们是因为害怕所以才这么说的。段老师，请注意你的言辞，公安是我们人民百姓的保护神。你说我拿公安来恐吓你的学生，难道你给学生灌输的思想是公安是坏人？再说，只有做了坏事心底发虚的人才会惧怕公安。他们俩有没有说谎，现在不是已经一目了然了吗？此话一出，刚刚还在咄咄逼人的段红梅和石伟瞬间就愣在了原地。他们没想到看上去彬彬有礼的2位女同学，竟然会为了于丽丽而撒谎诬告人。段老师，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段红梅双目无神地摇了摇头，随后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石校长，现在可以证明我妹妹的清白了吧？说说你要怎么处理这件事吧。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的教育工作做得不仔细，没落实到位。这样吧，我会全校通报批评段老师，再让这几位同学当面向颜月道歉，你看如何？我没有着急回答，而是转头看向了一旁的妹妹。妹妹会意的点了点头，毕竟她只是想给自己讨个公道，现在已经证明了她的无辜，也没有必要咄咄逼人。我还要求给我妹妹换一个班级，换一个班主任。我不希望我的妹妹在这样一个蛮横不讲理的人手上学习。这个自然没问题，你们几个赶紧跟颜月同学道歉吧。对不起，颜月，是我们冤枉你了，以后我们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希望你能原谅我们。然而还没等颜月表态，办公室就冲进来了2个人，正是于丽丽的父母段雪晴和于海。我家孩子被叫到这儿来问话，这种事怎么能不通知我们当家长的呢？看到是自己的父母，于丽丽仿佛看见了主心骨，一头扎进了段雪晴的怀里。别怕，妈妈在这儿，你谁也不用怕。刚刚这2个同学都已经把事实说清楚了，他们并没有看见颜月推于丽丽，而且也真心实意的道歉了。他们没看见不代表就没有，既然这件事大家都有过错，那我们也不找他要什么医药费了。瞧他们那个穷酸样，也赔不起这20块钱。就在段红梅还在喋喋不休时，李国华走了进来。这是在吵什么呢？好好的一个学校办公室，搞得比菜市场还要热闹，我还以为我是走错了地方。段红梅夫妇看到来人是化工厂厂长李国华后，瞬间就没了刚才的嚣张气焰。李厂长，我们没有吵，就是我家孩子受了点委屈，我们在这儿替孩子讨个公道罢了。不过我们一切听学校处理。老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石伟随即把刚才发生的事向李国华说了一遍。然而就在说完后，石伟才反应过来，原来当初颜月能进子弟校读书，就是李国华来打的招呼。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当然是勒令于丽丽同学跟颜月同学道歉，周一当着全校师生检讨，颜月以后就转入一班，由学校最好的老师带。说完，石伟一脸讨好的看向我。这位家长，这样处理没问题吧？暂时没问题，你继续。至于段红梅老师，她还是年轻的一点，教学经验不足，继续当班主任也不合适，就暂时调去搞后勤，等以后资历够了再重新考虑。听到这话的段红梅瞬间傻眼了，她明白调去后勤就意味着一时半会儿转不了正，而她之所以要帮于丽丽狡辩，就是因为想以此来巴结于丽丽的父亲于海。想到这里，段红梅扑通一声跪到石伟面前：“石校长，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段老师，你求我也没用，我也只是公事公办而已，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段红梅此时似乎发现我跟李国华的关系，随即转过身看向了我身后的颜月。颜月同学，看在我们师生一场的情面上，你就原谅老师这一次，帮老师求求情好不好？我还年轻，我还有家庭要照顾。虽然我们也觉得你很可怜，不过可不能让你再继续祸害其他学生了。说得好，是我们教育不到位。经过此次事件后，我一定好好整顿这股歪风邪气，让大家把心思努力弄到教学上来。石校长，段老师这事儿你处理得很好，继续吧。继什么续？石伟有些不知所措地看向我，他以为我说的是继续处理段红梅，而我却是冷冷一笑。段老师已经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那接下来就说说该怎么处理你自己吧。听到这话的石伟差点没喷出一口老血，他以为只要处理了段红梅，自己就能相安无事，然而却忽略了刚刚他也在排挤我们的行列。这位家长，我好像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呀。石校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作为一校之长，竟然在没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给我们乱扣帽子，还要我们赔礼道歉，你的行为和段老师不能说毫不相干，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石伟，我看这个校长之位也该换人了，你先回家休息2个月，就让温主任来试试吧。此话一出，石伟瞬间就愣在了原地。他很后悔刚才跟段红梅串通一气，毕竟他这个校长当初也是李国华给提拔起来的，现在却又被李国华亲自给踢了出去。与此同时，王安国在破了黄金盗窃案后，立马带人来到严家大院，而严老太见状，却误以为是在外地上大学的严大明有出息，就连公安都亲自上门来嘉奖。公安同志，你们怎么没带东西来呢？礼品或者锦旗什么的都没看见呀。下次吧，我们这次过来只带了手铐和这张逮捕令，请李凤如跟我们走一趟吧。一旁的李凤如早已被吓得浑身发抖，而严东升见状却上前挡在了李凤如前面。李凤如犯啥事儿了？我们收到消息，怀疑他跟上次的蘑菇投毒案有关，现在要带他回去调查。投毒案的凶手不是已经抓住了吗？怎么可能跟我弟媳妇有关？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就是上次举报严兄弟投机倒把的那个人吧？我劝你们不要做无谓的抵抗，跟他有没有关也不是你们说了算。到了警局，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李刚说完便要上前抓人，而严东升却把李凤如死死地护在身后。你们怎么可以乱抓人呢？我们家的人不可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来，除了那个被我赶出家门的逆子。你们这是想妨碍我们公安办案吗？信不信我连你们几个也一起抓走？此话一出，刚刚还在强词夺理的严老太和严东升两人这才缓缓让出身来，而李凤如却没有显现出一丝挣扎。她在听说杨三杨四被抓后，就知道自己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一次的正义会来得这么准时。很快，李凤如便被带到了县局审讯室。在面对杨三杨四的指证下，李凤如对教唆他人投毒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与此同时，坐在县局张局长对面的王安国却是一脸愁容，因为此时的他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我带着妹妹去学校讨公道，不料却被校长和班主任嘲笑。就在石伟煽动众人一起针对我时，却又被赶来的李国华当场撤职。石伟，我看这个校长之位也该换人了，你先回家休息2个月，就让温主任来试试吧。此话一出，石伟瞬间就愣住了。他很后悔刚才跟段红梅串通一气，毕竟他这个校长当初也是李国华给提拔起来的，现在却又被李国华亲自给踢了出去。严兄弟，你妹妹这事儿其实我也有责任，是我没安排好啊。李厂长，这是哪里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管在哪里读书，总会经历些挫折。再说当初要不是你帮忙，我妹妹可能现在还没找到地方读书呢。我当初把人交给石伟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手底下竟然会有这样的老师。对了，这位就是新上任的校长温强，现在由他来给你妹妹重新安排班级。温强，说说你的安排吧。我打算把他安排到一班，毕竟一班班主任也是自己人，以后就由我妹妹温叶亲自带他。等等，你刚刚说一班的班主任叫啥？温叶，怎么了？好，就一班，必须去一班，那就麻烦你了，温校长。两人看到我激动的神情，有些不知所措，纷纷向我投来诧异的目光，而我却还乐在其中。那这个温老师住哪里啊？我想带颜月去拜访一下他，也好让他们先熟悉一下彼此。拜访就不必了，你想先认识的话，我现在就去叫他过来。说完，温强便起身离开了校长办公室，而一旁的李国华似乎发现了我的不对劲。严兄弟怎么突然这么高兴？哈哈哈，我手机发货了。哟，你这是抢到苹果15了？没抢，左下角领的。这你说的左下角靠谱吗？别被人给骗了。下载注册就有这样的领取界面，我今早才领的。左下角跟官方报告过资质保证完成任务，手机轻松拿。听着倒简单。你放心，这次全新新建契约活动放开了领取限制，苹果15、华为 Mate 60都不限量，还有平板配套送，领不到大不了卸载呗。我去试试，不行我可就卸载了。认准我左下角链接，下载了抢先玩内测鬼父版本，一人独享全服资源，光速500级手机轻松拿。很快，温强便带着温叶来到了办公室，而温叶在看到我的那一刻瞬间就愣住了，毕竟上次送他书包的事情还让他历历在目。怎么是你？你们认识？算是认识吧。上次他在学校门口卖书包的时候送了我几个书包，不过后来他就再也没来过了。卖书包那事儿是被人举报了，不过还真是有缘啊，竟然还能在这里相遇。温老师，我妹妹颜月以后就麻烦你了。温叶一脸疑惑地看向我，心中也不免产生了一些猜忌。他想不明白我跟李厂长以及他哥哥温强到底是什么关系。与此同时，王安国在收到调令后却没有第一时间答应下来，毕竟去市局做刑警队长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市里的黄局点名要你去，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虽然看似是一个机会，可万一操作不好，便会葬送了我的前程。张局，就让我再考虑一下吧。不过你可要尽快给我答复，他们那边已经换了2个刑警队长了，现在这个位置正急需要人去上任。王安国在面对眼前的升职机会还是有些许心动，可在听到换了2个队长时，心里也不免一颤。而另一边，从学校出来后，我来到大队保管室，准备给县城的饭店送货，而于红却在此时一脸愁容地向我走来。13，这半个月以来，我们一共给那2家饭店送了2879斤山货，其中蘑菇1782斤，剩下的全都是木耳，合共挣了2187块。那收山货的开销呢？
我们一共收了10800多斤蘑菇和木耳，前后合计支出也有2000多了。不过我们将所有的木耳都挑了出来送到城里，这样能多收拢点资金回来。毕竟木耳的价格要比蘑菇稍贵一点。看不出来啊，你小子是越来越会做生意了。那现在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还有不到2000块，再这样下去怕是快要支撑不住了。不行的话，咱们就少收点，资金压力太大了。是啊，咱们现在每天支出的比赚的还多，不能少。如果可以的话，还得再多收点。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全都一脸震惊之色。他们不明白我要多收山货的目的，也不明白我为何要存这么多的干货。现在已经快9月了，咱们这边10月中旬天气就会变凉，到时候蘑菇的产量将会锐减，到11月中旬基本上就不可能再产蘑菇了。也就是说，咱们满打满算也就只能再收2个半月就没得收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的收，就尽量多收点。可到时候也没那么多本钱来收呀，钱的是我来想办法，赶紧收拾去县城送货吧。很快，我们几人便推着几百斤山货来到刘金山的饭店。然而，正要交货时，王安国却突然出现在了饭店门口。严兄弟，李凤如已经承认了，他就是投毒案的幕后主谋。真是没想到，他竟然能说服杨三、杨四两兄弟帮他隐瞒这个事实。我也没想到严家人为何一直跟我过不去。我这都分家出来几个月了，他们却总是想方设法来害我。没错，你猜上次举报你投机倒把的人是谁？正是李凤如。你们家的情况真是太复杂了。不过经过这件事后，他们应该会消停一阵子。毕竟李凤如的罪行也足够他在里面待个10年8年的了，同时也能震慑到其他想继续给你找麻烦的人。那就麻烦王队长加大宣传力度了。这有什么麻烦的？我还得感谢你帮助我们破了这么多案子呢。不过严兄弟，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你，不知道现在方不方便？今天怎么跟我客气起来了？有啥你就尽管问吧。是这样的，市局准备调我去担任刑警队长，你说我到底该不该去？县局刑警队长一下子变成了市局的刑警队长，这可是好事啊！你还有啥顾虑的？话虽如此，但我知道市局现在的形势可不太好。有啥不好的？据我所知，现在市里积压了不少大案要案，眼下已经有2个副局长外加2个刑警队长因为破案不力被拿掉了。我去了之后还指不定能待几天。听到这里，我也顿时想了起来。前世的这段时间，市里确实发生了不少恶性案件，有好几起甚至于20年后才被破获。显然这个时候调你过去是要把你当成救火队长呀？那你自己又是怎么想的？我倒是想去试试，但我哥和我爹都觉得太冒险了。这对你绝对是一个好机会，你不想错过也正常。但你哥和王老爷子毕竟也是过来人，他们很清楚这个机遇里面蕴含着多少危机，所以才不想你去冒险。但外人终究是外人，不管是谁的意见，你也只能是参考一下，最终拿主意的还是你自己。可我现在真的很迷茫，而且那边也急着等我答复，这就更加让我踟蹰不决了。我的意思是不用征求别人的意见，顺从你的本心，万事随缘。听到这话的王安国陷入了沉思。如今摆在他面前的2条路都很艰难，继续留在长寿县局上升机会渺茫，而选择去市里又凶多吉少。片刻后，王安国还是做出了选择，随即一脸坚定地看向我。严兄弟，我想清楚了，留在长寿县，我或许只能像张局那样，用20年的时间才能从刑警队长爬到副局长以及局长，最后安安稳稳的退休。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要去闯一闯那龙潭虎穴。其实你去市里也是好事儿，只不过你这次去可能会不太顺利。此话一出，王安国顿时一脸震惊之色，自己刚刚才信心满满的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却立即就被我浇了一盆冷水。严兄弟，你是不是又看出来什么了？别的我不敢说，你这次去市里上任将会遇到2起命案，一起是陈年旧案，而另一起则是新发之案，不过全都是震惊全国的那种大案。这2起案子处理好了，你在市里就算是站稳脚跟了，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对你的仕途有很大的影响。严兄弟，既然你看出来了，那能不能指点一下王哥，省得他到时候2眼一抹黑？我既然说出来了，自然会帮他，不过却不是现在。而且那起陈年旧案线索不少，仔细寻找还是很容易破案的，就让他自己先去历练吧。也好像上面交出他的第1份考卷。严兄弟说的对，我们是公安，哪能一直指望严兄弟帮我？此时刘金山也称好重走了出来，而看到他慌张的样子，我却以为又是蘑菇出了问题。刘哥，你这是怎么了？慌里慌张的。说来还得感谢严兄弟你啊，自从上次用你教给我的那2种美食招待完大领导之后，咱们饭店可是在这一片出了名。这次市里要接待一名极为重要的外商，所以要调我们去市里负责接待时的餐饮。那到底是什么外商能用得着刘哥你亲自带队接待？严兄弟你就别损我了，不过听说这位大人物是港岛来的资产上亿的大老板。听到这里，我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而这个男人也即将成为王安国上任后的第2个离奇案的主角。我给城里的饭店送山货，不料却在饭店门口碰到了王安国。就在王安国向我诉说他要被调走时，称好重量的刘金山却慌张地看向了我。刘哥，你这是怎么了？慌里慌张的，是蘑菇又出什么问题了吗？不是蘑菇的事，这次市里要接待一名极为重要的外商，要调我们去市里负责接待时的餐饮。到底是什么外商能用得着刘哥你亲自带队接待啊？
严兄弟，你就别挖苦我了。不过听说这位大人物是港岛来的资产上亿的大老板。听到这里，我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而这个男人也即将成为王安国上任后的第2个离奇案的主人公。于红，本钱的事不用担心了，我有办法了。13，你又想到了什么挣钱的法子了？这个你不用管，你们回去尽管多收点就是了。我打算去一趟市里，可能会耽搁好几天，收蘑菇的事就全交给你们了。于红此时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崇拜，即便他不知道我有何办法搞钱，但却从不怀疑我的能力。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王安国到市局刑警队上任后，便接到了第1个案子。王队，现场的秩序已经控制住了。桥墩下面有一具近乎白骨化的尸骸和少量的衣物，现场并没有其他东西。是谁报的警？工头呢？赶紧过来一趟。很快，一个中年男人便慌忙走了过来。公安同志，我们是市政路桥队的，奉命对这座桥进行改造。在拆除这座桥的桥墩的时候，从下面突然挖到了一个铁皮油桶，然后发现里面有一具尸体，所以就报警了。对了，王队，死者穿的好像是纺织厂的制服，能确定吗？确定。现在是纺织厂的职工穿的还是这种工服，很好辨认。立即将这个汽油桶连同尸骸带回市局，让法医确定死者的死亡时间，同时派人前往纺织厂了解一下近几年来他们厂有没有失踪的工人，再通知队里所有的同志回来开会。我们要立即成立专案组，尽快破案。随着王安国的一声令下，所有警员都开始行动起来。从现场回到市局办公室后，王安国闭目思考了很久，随后拿起电话拨了出去。而另一边，接替长寿县刑警队长位置的李刚听到铃声后，随即拿起了电话。李刚，我是王安国。王哥，你不是刚到市局吗？怎么这么快就打电话回来了？是想兄弟们了吗？别嘻嘻哈哈的，有正事儿。李刚，你还记得严兄弟昨天和我们说的那些话吗？当然记得，他说你去市里上任将会不太顺利，还说很快就会发生2起命案。王哥，不会这么准吧？没错，我刚到市局就接到了群众报案，市郊发现了一具尸骸，目测死者死亡时间至少10年，是一起陈年旧案。听到这话的李刚倒吸了一口凉气，随后又仔细回想我昨天说的2起命案，一起新案和一起旧案。那现在有线索了吗？有一点，但是不多，还在进行多方面调查。那用不用我去找严兄弟？他那里或许有更确切的消息。暂时还不用，正好我也想看看市局这些同志们的办案能力怎么样，就拿这起案子当个磨刀石吧。那也行，但是王哥你可别玩脱了，你知道的，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你，也不知道又有多少人等着你倒霉呢。我知道，我不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要实在不行的话，我会请严兄弟帮忙的。只是我走了之后，严兄弟那里你帮忙看着点。王安国面对眼前的局势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深知这个案子对他来说就是一张能不能留在市局的考卷。准备好资料后，王安国随即起身前往会议室。而另一边，进入市里后，我来到了国营宾馆。根据前世的记忆，刘金山说的那位大人物很快便会被安排住在这里，而他也将成为我资金缺口的救命稻草。同志，我们这里是士宾馆，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招待所。士宾馆怎么了？难道不是给人住的吗？同志，你这是咋说话的呢？我们士宾馆可不是什么人都接待的。再说了，我们这里住一晚的价格可不便宜。啥年代了还信狗眼看人低这一套？你怎么就知道我住不起呢？你咋骂人呢？你哪只耳朵听到我骂人了？我看你是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忘到后脑勺了。前台工作人员被我说得哑口无言。然而就在此时，身后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严兄弟，还真是你啊！你怎么来了？刘哥，我来市里办点事，这不还没办完吗？所以就打算在这里住几天，没想到还被人刁难了。听到这话的刘金山皱了皱眉，随后一脸严肃地看向了前台。他们是怎么刁难你的？看来我得找他们高主任去。此话一出，刚刚还气势汹汹的前台工作人员顿时被吓得脸色苍白。他们虽然不认识我，可也是认识刘金山。两位误会，真的是误会呀！我们没有刁难这位同志的意思，只是……废话少说，赶紧给我办理入住吧。同志，我们这里房间的价格不一样，有2块钱1晚的普通房间，还有5块钱1天的。2楼215号房间。听到这话的工作人员和刘金山顿时都愣住了，毕竟2楼全都是价格不菲的贵宾房。同志，2楼可都是贵宾房，1晚上的价格就得15块，你确定要住吗？对呀，严兄弟，3楼还有性价比高一点的房间。业务所需没办法，就给我开2楼的。此时的刘金山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毕竟他也知道我这些天从他们饭店赚了不少钱。与此同时，新官上任的王安国并没有表现出一丝胆怯和畏惧，反而拿出了在县局办案的气势。人都到齐了吧？先说说局里领导们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限期破案。由于案发时间较长，所以上面给了我们1个月的期限。可这是10几年前的案子，1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是，这可不是当下发生的案子，1个月哪能破得了啊？上面的领导是咋想的？1个月的时间能把被害人的身份确定就不错了。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命令就是命令，上面限定我们1个月破案，我们就必须1个月内把案子破了。至于怎么破，那就看我们这些人的能力了。而且我本人觉得1个月的时间足够了。
此话一出，台下的众人全都一脸震惊之色，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这个新上任的队长是在说大话。王队，那你打算怎么破案啊？思路我已经有了，被害人的身份基本上也已经确定了，他就是原是纺织厂会计谭远桥。就在王安国说出谭远桥这个名字时，几名上了年纪的老刑警瞬间就愣住了，因为谭远桥案正是当初他们经手的一个至今未破的悬案。王队，这是真的吗？真的是谭会计？不会吧？不是说谭会计是携款私逃的吗？怎么会死在这里？我就说嘛，当年怎么一点踪迹都找不到？原来是被人害了。根据死者身上所穿的衣服，当时在现场就有警队的同志指出，这是纺织厂职工的制式工装。随后我便让人调查了一下，发现最近10几年内是纺织厂只有原会计谭远桥失踪，且他失踪的时间为11年前，而从尸骸白骨化的程度来看，差不多也得10多年的时间，时间上基本上符合。此外，下午的时候，我们从死者的衣服兜里找到一枚奖章，是由市里颁发给市劳动模范的，而当年谭远桥便是受此嘉奖的人之一。我还让人调取了当年谭元桥失踪案的卷宗，在看完这起案子的基本情况后，我觉得可以将这2起案子并案调查。并案处理也行，但是首先要确定死者就是谭远桥，不然的话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现在法医正在对死者的死亡时间进行检验，同时我们也对汽油桶里面的其他物品进行提取，相信很快就会有证实死者身份的实质性证据。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不能干等着，在合理的推断下，可以进行相关情况的调查。我觉得王队说的有道理，我们破案不就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吗？既然已经大致可以确认死者身份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一边等待新的证据，一边进行调查。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10年前的谭元桥失踪案吧。这起案子是我亲自经手的，我比较了解内情。那就麻烦李元庆同志为我们说说这起案子的详细过程。这起案子的案发时间是11年前的夏天，当时接到的报案称失踪的不仅仅是谭远桥，同时还有3万多元的工人工资。而作为纺织厂的会计，当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谭远桥是携款潜逃，由于一直找不到人，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破案。如果说这次发现的尸骸是谭远桥的话，那就说明当年侦查的方向完全是错误的。先不管当年的侦查方向，现在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尽快对纺织厂的老职工进行摸查走访。此外，最重要的还是对现场的物品进行调查，尤其是死者身上的东西。记住，死人虽然不会说话，但同时也不会说谎，他们身上的证据往往是最真实的。男人上任第1天就接到报案，然而深入调查后却发现破案困难。就在所有人都对此感到束手无策时，却又发现此案跟10年前的一起案件有关。王队，从这具骸骨的完整程度来看，他生前肢体上并未遭到太大的损伤，只有头部遭到过钝器重击，这种程度的伤害足以致命。就是说，受害者有可能是被人用钝器击打头部身亡的？没错，遭到打击的部位是后脑勺的位置，说明他可能是在毫无防备或者是毫无反抗的情况下被人杀死的。这么看来，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我们对谭远桥的家人进行了详细的盘问和调查，他们的家里人都没有作案时间。那他的朋友们呢？这个当时也就是随意询问了一番，因为深入调查，这应该是一条有用的线索，说不定还是破案的关键。就在此时，王安国的视线突然定格到装尸骸的油桶上。查这个油桶，10几年前这样的大油桶也是个稀罕物，有能力搞来这玩意儿装尸体的也不是什么普通人。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王安国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研究案情。然而就在此时，李元庆却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办公室。王队，已经确认了，死者就是谭远桥。找到证据了吗？我昨天下班后专门去了一趟谭家，见了谭元桥的妻子，和他说了发现尸骸的事情。他向我透露了一个细节，他说谭元桥失踪之前穿的那身衣服的扣子和纺织厂职工们的扣子是不一样的，原因是谭元桥失踪前几天喝醉了酒，摔了一跤，扣子掉了好几枚，而当时他翻遍了家里，还是缺一枚同型号的，只能随便找了一枚缝上去，因此谭远桥的衣服上有一枚扣子和其他扣子不一样。刚才来之前，我又去了一趟法医室，仔细检查了尸骸上的那件衣服，果然发现衣服最下面的那枚扣子和上面的不一样。这么说来，死者真的就是谭远桥了。而且我还调查了当年市里发的劳模奖章是有编号的，而谭元桥获得的那枚奖章编号为665，完全与我们从尸骸口袋里发现的那枚编号相符。既然确定了死者的身份，那么接下来就应该好好调查一下谭远桥生前的人际关系，尤其是那些生活变化较大的熟人。而我们并没有从谭远桥的遗骸身上发现失踪的那笔钱，所以有理由相信对方杀人的动机就是谋财。没错，而且一个人突然间得到那么多的钱，他可以克制1年2年，但不可能伪装10多年而不花钱。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说得对，元庆同志，你去通知一下，20分钟后队里的骨干立即到会议室开会，我们重新整理一下证据，分头调查。说说吧，大家都有什么收获？王队，我们今天上午对被害人原单位的同事进行了走访，发现大部分的职工对于谭远桥携款私逃本身是不太相信的。
并且谭远桥失踪的那个月是本年度工资最少的一个月，往前推几个月的，他们厂一个月曾发过5万多元的工资。如果他真有这个邪念的话，不可能瞅着钱少的这个月。那这就更能说明谭远桥是被人谋财害命了。看来当年案件的侦查方向的确有问题。王队，我们这里紧急对谭远桥的妻子以及其他的亲戚进行了走访，得到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其中一条线索特别的关键。哦，什么线索？经谭远桥的妻子回忆，丈夫谭远桥出事前有不少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喝酒聚会，其中和谭远桥关系最好的那个人名叫周国勇，现任是第3邮储站站长。据谭远桥的妻子说，周国勇这些年一直都在帮衬着他们，两家关系非常的好，甚至于准备结成儿女亲家。听到这话的王安国顿时眼前一亮。周国勇这个人你们调查过了吗？这10年来他们家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调查过了，变化很大。说具体点。周国勇10多年前只是邮储站的普通职工，为人口碑一般，还经常赌钱，但是后来突然改邪归正，然后便安心上班。经过10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是邮储站的站长了。而在这10多年间，周国勇家里不但盖起了砖瓦房，就连吃穿用度也不太一样了。总而言之，生活变化挺大的。那么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谭远桥是在去银行取钱的当天失踪被害的，对方大概率是谋财害命，而能准确的知道谭远桥什么时候取钱的必然是熟人。其次，从被害人的遗骸来看，他是被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从后面袭击身亡的，熟人作案的几率更大。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谭远桥死后被人装入油桶，然后弄到郊外掩埋，油桶以及运输方式值得推敲，一个人肯定是扛不动的，最好是有车子，而周国勇却因为工作的关系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周国勇这个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那我们立即对周国勇进行抓捕吧。不行，一来我们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无法直接抓人，二来此人现在是邮储站的站长，也不是随便能抓的。那该怎么办呢？现在立即传唤周国勇，让他配合调查，然后密切监视他。汪队，真的不采取强制措施吗？传唤调查的话，不也会打草惊蛇吗？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们必须让他自乱阵脚，这样他才会露出马脚。除了将周国勇列为重点嫌疑人进行调查外，我们还要对周国勇身边的人进行调查，以防漏掉重要线索。这么严密的案子，绝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散会后，王安国继续回到办公室，对案件进行重新梳理。然而不久后，李元庆却带回来一个错愕的消息：王队，周国勇自杀了。什么？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刚刚去他单位找到了周国勇，也向他表明了需要带他回来协助调查的事，但他却说还有一些公务没处理完，就让我们在办公室外等。可等了半个小时后还不见人出来，随即我便让人破门而入，结果就看到他用一根腰带将自己挂在了房梁上。我们把人放下来的时候，发现他早已经凉了。这么看来，他已经知道了油桶藏尸案的事儿，而且他很有可能是为了不牵连跟他一起作案的同伙，才选择畏罪自杀的。没错，案发时现场围满了工人以及群众，我们确实没办法做到封锁消息。那么现在立即封锁周国勇自杀的消息，并带人控制他的妻子以及父母兄弟，同时对这些人进行单独审讯。随后，李元庆便带人将周国勇的妻子带到了刑警队审讯室。由于她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自杀，所以当被告知周国勇已经交代了残害谭远桥的事实后，周国勇的妻子最终还是败下阵来。谭远桥生前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在一次聚会上，谭远桥喝多了，向我们透露出他每个月15号都要去银行为工人们取工资，而当时我丈夫正被赌债缠身，所以就谋划了劫钱这件事。周国勇的妻子对杀害谭远桥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谭远桥和全厂工人工资神秘失踪一事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随后局长李康亲自主持了一场高级别的会议。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上面要求我们在黄先生一行人抵达之后，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安国同志，你们刑警队在这次油桶葬尸案中的表现非常不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短短3天内就将案子破了，很好。所以局里决定将这次安保任务就交由你们刑警队负责，油桶葬尸案的后续交由刑侦1组扫尾，你带着刑侦2组以及特别行动组今晚就进驻士宾馆，务必要保证贵宾们的安全。李局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李康此时对这个新上任的刑警队长很是满意，随后又一脸严肃地看向了治安大队长黄贵。黄贵同志，市里这段时间的治安有些混乱，尤其是汽车站和火车站，无业游民以及盲流之类的与日俱增，不少人已经在反映这个问题了。从明天开始，你们治安大队在本地联防人员的配合下，对这些地方进行重点治理。另外，市里还有多处黑市愈演愈烈，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市的经济平稳运行，你们可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还有就是要加强市区的巡防力度，务必要确保贵宾在我市视察期间的市容市貌。显然，李康对此次黄立行的到来非常重视，即便是京城的高级干部下来视察，都未必能有这样的高规格接待。随后，王安国便带着2组的骨干以及特别行动组的精英接管了士宾馆的安保工作。黄先生，您和夫人的房间在2楼，是我们市最好的套房。哈哈哈，那就谢谢你们了。
随后宾馆主任便带着黄立行等人来到房间门口。然而就在此时，我却若无其事地从人群中穿过。由于太过于突然，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反应过来的宾馆主任皱了皱眉头，随后一脸严肃地看向了一旁的工作人员。这个人是什么情况？怎么会安排到黄先生的隔壁？工作人员此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愣住。查一查他是什么来历，实在不行的话就给他换个房间，免得冲撞了黄先生。一旁的王安国也觉得此事有些蹊跷，特别是刚才我看黄立行的眼神更是让人感到后怕。随后王安国走到了高主任身旁。高主任，这事儿就交给我吧。说完，王安国当即向着我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男人第一次入住宾馆，却被刑警队长亲自护送。就在众人将他送到房间外时，我却又突然从他们中间穿过。这个人是什么情况？怎么能安排到黄先生的隔壁呢？查一查他是什么来历，实在不行的话就给他换个房间，免得冲撞了黄先生。高主任，这事儿交给我吧。说完，王安国当即向着我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严兄弟，等一下。王哥，你不陪着人家大人物，怎么下来找我来了？陪大人物的人多了去了，多我一个也不多。看样子你这第一个案子已经破了吧？那就恭喜王哥了，这次可算是一鸣惊人了呀。听到这话的王安国瞬间就愣住了，毕竟案子是今天才破的，他不明白我的消息为何如此灵通。严兄弟，这也是托你的福啊。王哥，这话我可不敢当，案子是你破的，人也是你抓住的，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算了，不提这个了。你怎么会在这里？来这边办点事，听说咱们市宾馆还不错，就来住2天。办啥事啊？需要我帮忙吗？暂时不用，一点小事而已。对了，你刚才看向那位黄先生的表情怎么那么奇怪？他们现在要给你换房间，怕你冲撞了贵宾。赶紧换，换得越远越好。他那样的倒霉蛋，我可不想挨着他住。倒霉蛋？啥意思啊？看在咱们兄弟一场，我提醒你一下，刚才那个穿西装的胖子，不出预料的话，最近将会有生死大劫。你要是不想受到牵连的话，就尽早离他远一点。严兄弟，这到底怎么回事？是因为一个女人。说到女人，当哥的我真是惭愧啊，都快30的人了，至今还没遇到一个合适的。不妨试试爱聊啊，1.5亿用户大平台，靠谱的很。你看看这几个怎么样？都很不错。严兄弟说的这个爱聊怎么玩？直接点左下角上线，根据你的喜好给匹配6个单身美女，真人头像，真实资料，不用加好友，直接就能聊。女生都很热情主动，没有太多套路，就适合你这种圈子小又老实的男生，3观性格都能聊出来。那我回头给你左下角看看去。不过话说回来，那位黄先生的劫难有解决的办法吗？有倒是有，但其中牵扯的人太多了。这话怎么说？所谓生死之劫，就是上天赐予的劫数，生死各有天命，外人不能干预，干预了就要承受因此带来的因果。就拿你来说吧，你本应该在几个月前就死了，但是因为我的干预，你不但成功躲过一劫，而且还因公升到了市刑警队长的位置上。因为我的干预已经让一个人失去了晋升的机会，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因果。再说回刚才那个人，他身上的业力太重，救他的话因果干系就更大了，至少涉及到10条以上的性命。此话一出，王安国瞬间就沉默了下来。即使他想要救下黄立行再次立功，却也不敢拿更多人的性命来谋自己的私利。而另一边，房间里的黄立行此时也有些心神不宁，辗转反侧很久后，还是让自己的贴身保镖叫来了安保负责人王安国。同志，我想向你打听一件事，不知道方不方便？王先生有啥事尽管问。住我隔壁那个年轻人是啥来头？他给我的感觉很神秘，特别是刚刚在外面他看我的眼神更是奇怪。听到这话的王安国顿时皱起了眉头，想到刚刚我跟他说的话，王安国正准备随便找个理由糊弄过去，不料却被黄立行一眼看出了他的想法。同志，我想听实话，如果不是实话，你就不用说了。王安国顿时被黄立行敏锐的洞察力吓了一跳，不过想想眼前这位可是港岛有名的亿万富豪，要是没点本事的话，怎么可能天下偌大的产业？沉思片刻后，王安国抬头看向了黄立行。实不相瞒，刚刚那个人是我的一个朋友。你那位朋友看我的眼神似乎不大对劲，他认识我吗？他刚才和我说你有血光之灾，事关生死那种的。此话一出，黄立行蹭的一下竟然从沙发上坐了起来，随后兴奋地走到王安国跟前。王队长，麻烦你帮我引荐一下你的那位朋友，我想和他聊聊，不知道可以吗？不瞒黄先生，我那位朋友说此事事关重大，他并不想趟这趟浑水。我可以出钱的，见面礼1万块行不行？不是钱的事，如果黄先生执意要见，那我就去帮你问问吧。不过我不敢保证他能见你。说完，王安国便起身离开了黄立行的房间。严兄弟，实在是对不起，让你陷入了被动。你如果真的没法帮他的话，那我立即回绝他，并保证他不会再打扰到你。看得出来，你似乎挺想我帮他的，是因为任务的原因吗？也不全是，任务只是一方面。你知道我是一个公安，我的职责就是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打击犯罪。我虽然不知道这位黄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在我眼里，现在的他就是个普通人。明知道他有危险，而我却无动于衷，眼睁睁地看着他遭遇不测，我的心里很是煎熬。既然如此，那我就去见见他吧。不过我也就只是去和他聊聊，至于最后要不要帮他，等谈完之后再说吧。
见我愿意出面，王安国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随即便把我带到了黄立行的房间。而黄立行看到我时，也激动地站起身来表示欢迎。黄先生，咱们单独谈谈吧。听到这话的黄立行随即向自己的保镖使了个眼色，而王安国也识趣地跟着走了出去。严先生，听王队长说你觉得我要倒霉了，那黄先生你相信吗？信，我信，因为前段时间也有人和我说了同样的话。黄立行随后便把港岛吴大师的话一字不落地说了一遍。黄先生，你对吴大师的话如何理解？或者说你觉得自己能不能躲过这次劫难？实不相瞒，我来之前已经写好了遗嘱。严先生可能不知道吴大师在港岛的地位，他那人轻易不开口，可一旦他说出来的事情，那就没有出过错的。我想我这次肯定是在劫难逃了。那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劫吗？可能与我此前做过的一些事有关吧，毕竟我在那边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没错，百因必有果，人不会无缘无故有福报，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有灾祸。你今日之果都是之前种下的恶因，半点都怨不得旁人。那我最后会怎么样？嘎，全身上下中56刀毙命，另外你的妻子也会跟着殒命。听到这话的黄立行瞬间浑身打了个哆嗦，毕竟自己辛辛苦苦拼搏了几十年，现在好不容易就要有了孩子，如今却面临全家横死的灾祸。严先生，请你救救我们，我愿意出钱，多少钱都行。如果我告诉你，你和你的妻子只能活一个，你会怎么选择？黄立行随即陷入了沉思，此时他才明白港岛的吴大师为何不愿意帮他。片刻后又抬起头看向了我，如果真的只能2选1的话，请确保我妻子的安全。黄立行的回答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在我的记忆中，上一世的黄立行就是一个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枭雄，而如今却要将活命的机会留给自己的妻子。你为什么要将唯一的机会留给你的妻子呢？难道你是想以此来博得我的同情吗？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一套在我这里行不通。严先生误会了，我的妻子她只是个单纯的女人，我们在一起也和爱情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只是我有钱，她需要钱，我给了她一笔钱救她弟弟的命，她为了报恩就嫁给了我，但她现在不仅仅是我的女人，更是我孩子的妈，她要是出事了，我的孩子也就没了。可据我所知，像你这样的人应该不会在意一个孩子吧？我很在意，我们老黄家前几年遭了难，一场大水过后，全村就没剩下几个人了。可以说，这个孩子就是我们老黄家唯一的独苗了。我不希望他出事，而且我一直觉得我的家人惨遭横祸，和我本人之前做的那些事情有直接关系。所以，如果真的需要人命来做个了结，我希望死的那个人是我自己，而不是我的妻子以及那个未出生的孩子。黄先生，我其实也不是不想救你，只是不希望你再造杀戮。如果你能答应我3个条件，或许我会考虑帮你解决这件事。你请说，我会尽自己的能力做到的。第一个条件，以你孩子的名义，在本市捐献100所学校，就当为你的孩子祈福积德吧。没问题，我明天就和你们这边的领导们商量这事儿。第二个条件，尽量不要去报复别人，更不要波及无辜。行，我答应你。算了，第3个条件就不提了。你这人一直自诩为桃花运很好，殊不知桃花运和桃花劫之间只是差了一个女人而已。你的劫难就是因为你没有系好自己的裤腰带。好好查查你身边的人吧，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去市里入住宾馆，不料却在这里偶遇港岛富商。就在对方邀请我见面时，我却又算出他近期会有麻烦缠身。黄先生，只要你能答应我3个条件，我就可以考虑帮你解决这件事。听到我愿意出手相救，黄立行激动的一下蹦了起来。你请说，我一定会尽自己的能力办到。随后我便把捐赠100所学校和不要波及无辜2个条件说了出来，黄立行也通通点头表示答应。而正要说出最后一个条件时，我却犹豫了。片刻后，我又抬头看向了黄立行。算了，第3个条件我就不说了。你这人一直自诩为桃花运很好，殊不知桃花运和桃花劫之间只是差了一个女人而已。你的劫难就是因为你没有系好自己的裤腰带。好好查查你身边的人吧，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说完，我便转身离开了黄立行的房间，只留下黄立行一个人若有所思地坐在沙发上。而此时，保镖阿龙和王安国也走了进来。黄先生，怎么样？严兄弟愿意帮忙吗？只是他所说的一些话，我有点听不太懂。那能和我说说吗？我跟他认识也有好几个月了，或许我能为你解答。就在黄立行正要开口时，突然想到我跟他说的话，而眼前这个保镖也算是自己身边的人，随后便话音一转：我今天有些累了，还是明天再说吧。阿龙，你也出去吧，我要休息一下。两人离开后，黄立行开始一个人琢磨起来，沉思片刻后，拿起大哥大拨了出去。给我查几个人，9个女人，3个男人，女人查行踪，男人查过往。黄立行随即便将要查之人的姓名以及身份简单的告诉了对方。而另一边，王安国见我和黄立行的反应，觉得应该是给我惹了麻烦，所以开始自责起来。严兄弟，这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对，我不应该让你来插手这件事。王哥，这话就不要说了，其实我能出现在这里也是因为他。听到这话的王安国瞬间就愣住了。此前我确实跟他说过是来市里办事，却没想到这都是我自导自演的偶遇。严兄弟，你的意思是你这次就是为了黄先生而来的？没错，你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不插手这件事情的话，不仅仅黄立行要死，
他的妻子也会跟着殒命。而如果仅仅只是黄立行的话，我或许看都不会看一眼。但那个女人以及她肚子里的孩子，属实让我于心不忍啊！王安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也知道黄立行的妻子已经怀孕的事情。如果这一家子人都死在了自己的地盘上，到时候倒霉的恐怕不仅仅只是他这个刑警队长了。严兄弟，那你打算怎么帮他们？我已经提醒了黄立行，但不知道他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想让你出手相助。没问题，你说怎么做就行，剩下的我们刑警队全力配合。看到王安国的态度，我欣慰的点了点头。其实想要黄立行命的人就是港岛来的，也是港岛来的。那我们只要查一查这几天有哪些外地人来我们这里，不就能将对方找出来了吗？原则上是这样的，但他们之所以能得手，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有内应。你的意思是黄老板身边的人被收买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王哥，先按照你说的把那个女人找出来，然后再找借口将其控制住。另外，我已经和黄立行说了，明天他会向咱们这边的领导提出捐赠学校的想法。捐什么学校？他答应我向我们市捐赠100所中小学，用来换我救他的命。原来如此，好，我明白了。你明白个啥呢？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就可以和上面的领导通通气儿了，白给的功劳不要白不要。可这是你的功劳，我怎么能抢呢？我要这功劳来干啥？我又不是混体制的。可是这……行了，别可是了，时间紧急，赶紧安排调查吧。王安国随即便召集刑警队的同志开会，并安排对城里所有的招待所以及宾馆进行突击检查，而目的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南方来的女性逃犯。与此同时，国营第4招待所的房间内，一名女子正翘着2郎腿，目光狠毒而又疯狂地盯着远处。然而此时房门却突然被人敲响，周亚轩随即走到房门处，心却已经提到了嗓子眼。谁在敲门？例行查房的。听到这话后，周亚轩稍稍松了口气。然而就在房门打开的一瞬间，却冲进来了几名公安。周亚轩被捕后，王安国决定亲自进行审讯，而周亚轩由于深信阿龙不会出卖自己，所以咬死不开口，审讯也因此陷入了僵局。而另一边，辗转反侧的黄立行也终于接到了来自港岛的电话。黄老板，你要查的事情有眉目了。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几个女的目前还有8个在港岛，消失的那个我们也查到了，她从黑狗那里弄了一副假证去了大陆，而她离开的时间也和你去大陆是同一天。那个女人是谁？周亚轩，你的前秘书。这个名字让黄立行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他对这个女人也算是记忆深刻，当初就是他给黄立行下的药，还爬上了黄立行的床，而黄立行清醒后第一时间就将他踢出了公司。我那几个保镖的情况呢？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另外3个保镖都没问题，只有陈正龙和那位周小姐是男女朋友关系。听到这话的黄立行瞬间打了个冷战，他不敢想象如果是自己的贴身保镖要害自己，那简直是易如反掌。想到这里，黄立行的内心感到深深的后怕。然而就在黄立行沉思之际，房间外却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王队长，你这么早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黄先生，我来是想跟你核实一些事情。我们昨晚对全市所有的招待所以及宾馆进行了突击检查，抓到的一个人，黄先生或许会感兴趣。是谁？周亚轩。听到这个名字时，黄立行先是一脸惊讶，随后又强装镇定地看向了王安国，而王安国此时也发现了黄立行的表情变化。看来黄先生认识这个女人，那您知道她来我市干什么吗？这个我不太清楚。黄先生，我希望咱们都能坦诚点儿。那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突然对全市的招待所和宾馆进行突击检查吗？不知道。是我的那位兄弟的意思，他说黄先生这几天会有危险，而想要对你不利的人已经到了我市，所以就让我们查一下。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了一跳，这位女士竟然是尾随着你们来的，而且我们还在她的身上搜出了一部大哥大电话，显然她还有同伙。如果不出预料的话，她的同伙就在黄先生身边。此话一出，黄立行再一次感到脊背发凉，此时的他才终于放下戒心，一脸认真地看向了王安国。王队长，那你想让我做什么？黄先生，人我们虽然暂时扣押了起来，但我们现在没有证据。按照程序，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只能将其关押48小时。所以我希望黄先生能配合我们找到证据，这样对你、对我、对所有人都好。而且你也不要想着自己行动，别忘了这里是大陆，而站在你面前的还是一位公安。也好，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大陆公安处理吧。那黄先生现在可以和我们说说这个周女士的情况了吗？黄立行沉思片刻后，便把他们之间的恩怨以及保镖阿龙的事情向王安国说了一遍。而此时，王安国也在心中做好了接下来的打算。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即抓捕陈正龙，然后再对他们2人进行突击审理。可目前我们手上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啊。没错，但现在已经不得不这么做了。由于阿龙的身份太过于特殊，一旦让他知道周亚轩被抓的消息，说不定他就会狗急跳墙。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先把人控制住，然后再想办法寻找证据。说完，王安国便起身准备抓捕工作。而另一边，在与王安国交接完情况后，我已悄悄回到了长寿县城。于红等人看到我的回归，都纷纷兴高采烈地向我走来。
13，你离开这几天，我们按你的吩咐加大了蘑菇收购量，现在保管室都快堆不下了。于红，我这次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二狗，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之前告诉你们我去市里搞钱，但事情却出乎了我的预料。我觉得那个钱我不该拿，所以就没要。没关系，我们相信你还会想到其他办法的，没有什么事能难倒你。刚刚在回来的路上已经想到办法了，我要去贷款。此话一出，于红等人瞬间就愣住了。毕竟这个年代银行的款可不是一般人能贷出来的。就在他们还在一脸不可置信的同时，另一边的王安国在黄立行的配合下，很快便把陈正龙捉拿归案。然而两人面对审讯的态度却都如出一辙的不肯开口。王安国随即便将周亚轩作为突破口，把伪造的陈正龙的证词拿给周亚轩。而周亚轩在得知陈正龙将所有罪责全都推到他身上后，彻底崩溃了。随后便把两人预谋杀害黄立行一家人的事实和盘托出。至此，事情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而黄立行在得知破案后，也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市刑警队。王队长，我想见见严先生。严兄弟，他不就住在宾馆里吗？严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就来找你了。他这会儿在哪里，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家在哪里。能告诉我地址吗？这个倒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直接上门可能不太好。那我该如何上门找他呢？我听说黄先生想要在我市建学校，我觉得你可以将长寿县红旗公社当成视察的第一站。听到这话的黄立行瞬间茅塞顿开，随后激动地点了点头。我从市里归来，而于红等人却都满怀期待。就在他们得知我空手而归时，众人却依然对我百般信赖。没关系，我相信你还会想到其他办法的。对，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你。对了，13，刚刚村里开了个大会，说是一会儿有个大领导要来咱们村，要全村社员去村口迎接。什么大领导这么大排场？不知道，冯叔说了要我们几个也参加。行，那今天的货就由我来送吧。正好我也要去一趟小月的学校。学校出什么事了吗？不是，小月前段时间换了个班级，也不知道她习不习惯，所以就想趁此机会去接她放学，也顺便看望一下她的新班主任。说完，我便一个人推着蘑菇进场，而于红几人则是留下来支持冯支书的工作。与此同时，化工厂子弟校已经临近放学时间，而温叶却被温强叫到了校长办公室。温校长，听说你找我。温老师来了，先坐吧。温校长是有什么事吗？我一会儿还要去学生家里走访。温强没有回答，而是突然起身走到温叶面前，眼神也开始变得猥琐起来。小温啊，以后就别叫我温校长了。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可也是一个信仰。再说你自从转到我们学校，我可是一直都很照顾你啊。温校长对我的关心，我一直都放在心上的。温校长，你别这样。此时，温强的身体正慢慢向温叶靠近，而温叶却不停地向后退缩。温校长，已经很晚了，我得走了。温叶说完便转身想要离开，而温强见状却冲上前挡在温叶前面。温老师，这会儿学校已经没有别人了，你就成全我吧，到时候我让你做主任。说着，温强就要往温叶脸上亲去。然而就在此时，办公室的房门却被人一脚踹开，随后我便以极快的速度冲上前，一拳擂到温强的面门上。温老师，这个温校长不是你哥吗？怎么会这样对你？他只是跟我一个姓而已。我刚转来的时候，他一直很照顾我，就一直把我当妹妹对待。可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你放心，他既然敢做出这种事，那我就有办法收拾他。算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为什么？他刚才可是险些祸害了你啊！没用的，他既然能做到校长之位，肯定背后有不小的靠山，我们扳不倒他的。而且现在去告他，说不定还会被他反咬一口，到时候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个你就放心吧，我自有办法。这种流氓绝不能留他继续害人。你真的有办法吗？要是不能一次制服他的话，我在这个学校就待不下去了。当然有，之前那个校长石伟你认识吧？就是因为我妹妹的事才下台的。既然这样，那你看着办吧，我就住在这里，你们先回去吧。我想再多陪会儿你，毕竟你刚刚才经历这样的事情。不用了，我没事，而且我明天要回一趟老家，所以今天得早点休息。那正好啊，明天我也要去秦省，要不咱俩一起吧？听到我说出秦省时，温叶瞬间愣住了，毕竟他也是刚转来这个学校，知道他老家的人并不多。你怎么知道我老家是秦省的？被温叶一问，我才发现自己说漏了嘴。沉思片刻后，我又想了个借口。那个小月告诉我的。好吧，可是你就别可是了，我能搞到直达那边的车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明天一早就来接你。没等温叶开口，我便带着颜月离开了，为的是不给他反驳的机会。与此同时，红旗公社的村口已经围满了群众，大家在冯支书的号召下都放下了手中的活，来到村口迎接县里的领导。很快，几辆黑色轿车齐刷刷的开了进来，然而下车后却是王安国带着黄立行以及县书记王安民走到了冯凯面前。冯支书，这位是刚倒来的黄先生，黄先生要为我市捐赠100所学校，而齐安公社作为视察的第一站，这次过来主要是看看学校的修建位置。
听到这话的冯凯瞬间愣住了，他不明白这样一位大人物为何会选择这个偏远的小山村作为第一个视察点。没问题，村里目前适合建学校的地方很多，稍后我会安排人去踩好点，你们就先到村委会休息一下，一会儿我就带你们挨个去看。不用了，你知不知道严先生的家在哪里？我想先去拜访一下他。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全都一脸震惊之色，而此时严老太却迈着自信的步伐来到黄立行跟前。这位同志，我是他奶奶，虽然他现在还没回来，不过你可以先去我家里坐坐。说着，黄立行便要跟着严老太走，而反应过来的王安国立即上前制止。王先生，等一下，他之前确实是严兄弟的奶奶，不过他们已经分家很久了，而严兄弟现在应该会在大队保管室里。随着王安国的话音落下，严老太也终于明白过来，黄立行所说的严先生并不是严大明，而一旁的于红见状也赶忙站了出来。13一大早就去城里送货去了，估计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回来。黄先生，要不我们先去看看以前的旧学校吧，把正事干完再去找严兄弟也不迟。也好，这位小兄弟，严先生回来了，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随后，在冯凯等人的带领下，一帮人直奔村里唯一的小学而来。王书记，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很合适，把这所旧小学推掉，然后在这里建一所新的学校，还希望领导们配合。好，我们长寿县必定全力配合，不管是在原址修建还是另辟土地，我们都责无旁贷。王书记，你误会了，黄某说的配合不止这些。黄老板，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方面？这个学校实在是太小了，我打算在这里建造一所可供几千名学生同时上学的优秀学校。当然了，这个学校黄某只负责修建，人员以及生源都需要王书记你们当地政府来调配，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到？此话一出，在场的领导以及村民全都愣住了，毕竟能容纳几千人上学的学校可不是简单几间房子能做到的。黄先生，这么大一所学校建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会不会有些浪费？不会，我虽然不太了解教育，但是却也知道资源只有集中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想来教育也一样，我的想法是学校就建在这里，到时候由你们地方政府将附近学校的师生全部集中到这里，再调一批优秀的教师过来，将这里打造成一所教育质量过硬的好学校。黄先生，您为什么非要将学校建在这里呢？相比而言，隔壁的祁阳公社所在地各方面条件都会更优越，也更适合建大学校。因为这里是严先生的家乡，所以这个学校只能建在这里。随着黄立行的话音落下，在场的所有人再次被震惊到了。片刻后，大家才幡然醒悟过来。行了，这事儿暂时就这么定了吧。前期我会调拨10万块来做拆除和建设的费用，后面如果不够，可以随时跟我提。对了，想必这会儿严先生也已经回来了，咱们现在就过去看看吧。随后，一行人便来到大队保管室门口，而我也正好推着空车回来。看到我时，黄立行激动的同时，脸上还略显一丝紧张。严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冒昧来访，还请见谅。黄先生，你这又是何必呢？咱们不是有句老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严先生对我们一家可是有救命之恩，我哪能不声不响的就当作没发生过一样呢？王哥，我看这8成又是你的主意吧？来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竟搞这些突然袭击，这不是怕你不让来吗？所以就只能用这个办法了。对了，严先生，你之前不是说过让我多建一些学校为我的妻儿祈福吗？我打算就从你的家乡这边开始。黄先生决定将你们红旗公社的旧小学拆除，然后出资10万重新建一所现代化的中小学。看到黄立行的诚意，我也没再推脱，而是欣慰地点了点头。这时，红旗公社新上任的杨主任却突然向我走了过来。严同志，你看能不能和黄先生说说，把那个大学校建在黄土村咋样？那里毕竟是公社驻地的位置。杨主任，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想过没有，其实黄土村那边并不是特别的需要这个学校。啥意思？黄土村距离县城比较近，很多人其实更愿意将孩子送到县城上学。相反，高家村位置靠后，在这里建学校的话，可以辐射周围几十个偏僻的村庄。听到这里，杨主任也没再反驳，毕竟他也知道黄立行要在这里建学校的目的。13，这到底怎么回事？那位黄老板怎么突然要在咱们村建学校呢？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过要去市里搞钱的事吗？就是因为他，不过最后我却没有选择要钱，而是让他建学校来给他未出生的孩子祈福。现在这事儿已经立项了，很快就会开工，到时候咱们村的社员们可就有的忙了。关咱们村的社员们啥事啊？不会是要咱们村的社员们帮着盖吧？倒不是帮忙，而是雇佣。这么大的工程需要的工人可不少，而且从别的地方调人来的话成本太高，所以这个学校的建筑工人大概率是从附近的几个村庄雇佣。对了，刚才你们在外面谈话的时候，黄老板身边那个女人提了点东西进来，说是给二哥的。什么东西？在那桌上放着呢，看样子应该是些糕点什么的。说着，几人便走到桌前。然而就在打开盒子的一瞬间，众人全都愣住了。13，这怎么可能？什么不可能？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男人第一次送礼，却被我拒之门外。就在于红悄悄替我收下礼品时，却又被里面的东西吓得一脸震惊。13，这怎么可能？什么不可能？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钱，全是钱！我的妈呀，这得有多少钱啊！13，这钱咋办？看着心里有点发慌。收了呗，还能咋办？可你不是说他们要是送钱的话就不能收吗？第一次给不能收，但这是人家第2次给了，要是再不收的话就说不过去了。再说有了这笔钱，我就不用去贷款了。可是这么多钱也用不了啊。怎么能用不了呢？明天你们就通知下去，以后取消每家每户20斤的限制，秋收前村里的社员们采多少咱们就收多少。你不怕影响粮食生产了吗？都快秋收了还怕啥？顶多收庄稼的时候咱们停止收蘑菇就行了。几人面对眼前的巨款还有些不知所措，而我却在心里盘算接下来的大动作。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一大早我便带着温叶来到市火车站，而王安国也早早的在这里等待我们的到来。王哥，等了很久了吧？可不是吗？怎么晚到这么久？咱们县那辆破汽车你又不是不知道，半路出故障了，修了2个小时才修好。那辆汽车早该换了，可惜县里也没钱，回头和我哥提一嘴，让他从其他方面挤一挤，争取今年把那辆车给换了。那感情好啊，咱们老百姓出个门真的是太遭罪了，而且也不安全。对了，这位就是弟妹吧？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起过呢？听到弟妹2个字时，温叶脸上顿时微微泛红，随后一脸尴尬的看向了王安国。不是，我们只是朋友而已。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火车票，还有我给你们开的一张证明，回来的时候拿着证明就能买到软窝。那就谢谢王哥了。说谢就见外了，时间不早了，赶紧进去吧。很快我和温叶便踏上了开往秦省的火车，而温叶却向我讲述起他来长寿县当知青的由来。其实当年最符合到塞北省插队的人是我大哥温磊，人家街道当时点名就要他去的，然而我爹却硬生生将大哥的名字换成了我。他说大哥是家里的男孩子，要等着接爷爷奶奶的班。那他们这次又写信叫你回来干嘛呢？他们想让我嫁给钢铁厂的车间主任，说是这样我妹妹就能保住工作，可我不喜欢那个人。说完，温叶一脸期待地看向我，而我也瞬间明白了他的用意。当然不能嫁给他，你放心吧，我能帮你搞定这事儿。温叶欣慰地点了点头，此时他也已经察觉到我来秦省并不是办事，不过却没有揭穿，而我也开始努力回想上一世温叶的身世。与此同时，青山县钢铁厂家属院里，温家人正围在一起吃饭。温爷到底啥时候回来啊？他要是再不回来，我的工作可就要黄了。小磊，那个死丫头这段时间有没有回信？我没收到。爸，你有没有去传达室那边问问，是不是接到你们车间去了？我问过了，没有。这个死丫头5月份就给他写了信，这都9月中了还没回来，我看他是翅膀硬了。他要是不回来怎么办啊？刘叔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他敢？那个死丫头要是不回来，那就让你爹和你哥去那个鸟不拉屎的穷地方把她抓回来。那她要是不愿意嫁给刘叔咋办？嫁不嫁人哪能由得了她？老娘让她嫁，她就得嫁。再说了，人家刘主任除了年纪大点有啥不好的？年纪大了还懂得疼人呢。温冰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现在只盼着温叶能尽早回来，这样他的工作就有了保障。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我和温叶也终于来到了青山县钢铁厂家属院。然而敲开门后却出乎了我们的预料。同志，你们找谁？不是你们让我回来的吗？我们。就在众人还在惊讶的同时，一旁的温冰却率先认出了温叶。你是温叶？而此时反应过来的李红梅却瞬间变了脸色，就连说话声都变得恶毒起来。你个死丫头，你还知道回来啊？这都几个月了。把我送去外地的是你们，叫我回来的又是你们。你们以为那里是我想去就去、想走就走的吗？怎么和你娘说话呢？翅膀硬了是吗？见自己的父亲温继中发火，温叶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言。然而一旁的温冰此时却将目光转移到了我身上。温叶，他是谁？你怎么能将不相干的人带回家里来呢？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严13，是温叶的朋友，也是她未来的丈夫。此话一出，温家人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我。就连温叶都是一脸不可置信，而反应过来的温继中此时却愤怒地向我走了过来。死丫头，没经过我的允许，谁让你在外面找男人的？还有你，我们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你，你凭什么说是小叶的丈夫？温叶见状也瞬间明白了我的意图，随即一脸不屑地看向了温继中。我要嫁给谁是我的自由，不需要得到谁的批准。听到这话的温继中顿时心头火起，随即抬起手一巴掌朝温叶抽了过去，然而却被我挡了下来。有话说话，男子汉大丈夫跟一个女人动什么手？老子教训自己的闺女，关你什么事儿？哈，温叶是不是你的女儿？先不说，你让她一个黄花大闺女嫁给一个老头，这像话吗？我不管你们多不待见她，但只要有我在，任何人别想动她一根手指头，包括你也不行。你真以为我们老温家没人了吗？敢在我们温家撒野，你也不照照镜子。你不说，我还真以为你们温家没人了呢。但凡家里的男人有半分骨气，也不至于像你们这样卖女儿。你把话给我说清楚，谁在卖女儿？难道不是吗？逼自己女儿嫁给一个比你岁数还大的老官夫，就为了给另一个女儿换个好工作，这不是卖女儿又是什么？你管我们换什么工作，和你又有什么关系？温冰，你应该庆幸离我比较远，不然的话，我肯定会把你的脸抽肿的。
温冰被我的眼神震得不敢开口，而一旁的温磊此时却站了出来。不许你这样说我妹妹。她是你妹妹，那温叶呢？温叶就不是你妹妹了吗？也没见你维护过她半分。那能一样吗？她又不是。闭嘴！你跟她胡咧咧什么呢？你给我滚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你觉得我在乎你们欢不欢迎我吗？要不是为了温叶，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对了，温磊，你刚刚是不是想说温叶不是你亲妹妹？随着我的话音落下，温家人再一次全部愣住了，而一旁的温叶也满脸震惊地看向我。尽管他对这些亲人已经彻底死心，但是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世。你胡说什么？她怎么可能不是我们女儿？你1000块？什么1000块？告诉我温叶的身世，我就给你们1000块。面对眼前的巨款，温继忠有些犹豫。可是想到自己如果能搭上刘主任那条线，说不定一家人都能在钢铁厂混个不错的职位。随后咬了咬牙看向我：“你别以为拿钱就能。2000，你不用3000，成交成交。那就赶紧说吧，只要说出温叶的身世，这些钱就是你们的了。”温继忠看着我手中的钱，咽了咽口水，随后一脸认真地看向了温叶。小叶，你确实不是我们亲生的。听到这话的温叶身体直接向后倒退了几步，这突如其来的结果显然让他有些难以接受。不过想到自己从小到大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温叶很快又镇定了起来。那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他又为什么会成了你们的孩子？事情还得从19年前说起。那年的冬天，小磊妈已经怀孕6个多月，结果因为工作动了胎气晕倒了，送到医院，人是抢救回来了，但孩子却没了。然而就在同一天，一个20多岁的女人也被送到了同一家医院，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婴，但是她却哭着求我们把她的孩子带走。我们想着自己的孩子刚刚没了，又看到那个孩子孤苦无依，母亲还要将她抛弃，所以就将她收养了下来。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小叶出生的医院是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我知道他姓叶，而温叶这个名字就是他母亲给取的。至于医院的话，是在枫叶镇卫生院。那小叶的母亲有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信物？之后有没有来找过他？当时只是给了我们20块钱，后来我们从枫叶镇搬到了县城，所以就算是他来过，也很难找到我们。小叶，你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温叶摇了摇头，随后面无表情地看向了温家人。爹娘，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么称呼你们。我一直抱怨你们2位对大哥和3妹偏心，原来一直是我不知足罢了。我在这里给你们道个歉。另外，我想说的是，我很感激你们能把我拉扯大，谢谢你们了。但是我真的不能嫁给刘主任，这3000块钱你们拿着吧，就当我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了。从今以后，你们也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说完，温叶便拉着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钢铁厂家属院。然而还没走多远，温叶却终于忍不住眼泪掉了下来，随即一头扑进了我的怀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之前有过这样的怀疑，毕竟他们的行为不太对劲儿，但也并不是很确定。不过就在刚才，我终于确信了自己的想法。为什么？有什么依据吗？小叶，你是不是一直不知道自己有多漂亮？说正事儿。我说的就是正事儿。你看啊，不管是温磊还是温冰，他们2个虽然都长得那么丑，但却都跟你的养父母有几分相似，而你却和他们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显然你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品种。也对，不过当我听到自己不是他们亲生女儿之后，心里还是有些失落，但更多的却是如释重负。之前我的心里是有怨恨的，但是那一刻所有的怨恨都消失了。他们虽然伤害了我，但是也养育了我，3000块钱就当是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也当是买断了这些年的亲情了。对了，那3000块我会慢慢还你的。还给我干嘛？只要我有的，什么都能给你。听到这话的温叶害羞地低下了头，而我却又话音一转。对了，小叶，你有没有兴趣找一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觉得不必了，他们既然都能抛弃我，那我也没有必要再去找他们。其实温继忠夫妇的话，你听听就行了，真相未必是他们说的那样。你是说他们在骗我？我带着温叶回娘家，不料却遭到温家人排挤。然而就在我掏出3000马内时，温继忠却又立马换了副嘴脸。其实温继忠的话，你听听就行了，真相未必是他们说的那样。你是说他们在骗我？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正常来说，一个女人能千辛万苦的把孩子生下来，就意味着她爱这个孩子，所以是不会轻易送人的。而你之所以流落在外，不外乎这3种情况。哪3种？第一，就是你的亲生母亲有不得已的苦衷，迫不得已才将你送人。第2种可能则是他们确实不喜欢你，嫌弃你是个女孩。那还有1种呢？最后一种可能，则是你根本就不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而是被人偷来的或者拐卖的。听到这话的温叶瞬间愣住了，而此时他也对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提起了兴趣，随后一脸坚定地看向了我。那你觉得最有可能的是哪一种？要是你的养父母没有撒谎的话，那么第1种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过你的亲生父亲，这说明你母亲生你的时候，你父亲并不在身边。但如果他们撒了谎，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查一查我的身世，你愿意帮我吗？当然愿意，其实我来秦省就是为了这事儿。而且你也有权利知道自己的身世，但是调查起来可能不会那么容易，毕竟时间隔得太遥远了。
而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又少之又少。不过你放心，我已经想好怎么调查了。真的吗？那你打算从哪里开始？我准备就从那个枫叶镇卫生院查起。虽然隔了这么多年，但要是问一问卫生院里的那些老医生老护士，他们未必没有印象。另外，如果这些年你的亲生母亲来找过你的话，那她肯定也去过那个卫生院。那我们现在就去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了。今天已经很晚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我们明天再去枫叶镇。我现在要去城里找一个人。你要去找谁？一个能帮助我们调查此事的老朋友。很快我便来到青山县电影院门口，在我的记忆中，龙战军作为青山县的混混头子，时常会在这一带出没。然而就在此时，一个17、18岁的年轻人提着篮子向我走了过来。同志，买点瓜子花生吧，看电影的时候吃点东西才舒坦。东西就不买了，带我去见见你们老大，我有事儿找他。什么？你认识我们老大？如果他叫龙战军的话，那就认识。听到这话，眼前的年轻人瞬间就愣住了。毕竟他们常年游走在县城的各个角落，然而却并没有见过我的面孔。你真认识龙哥？别啰里啰嗦的，带我去见龙战军。事成之后，你篮子里的瓜子花生我都买了。可是行不行？给句痛快话，不行的话我就去找别人了。我可是知道这边偷摸卖东西的可都是他的人。行，我带你去。随后龙战军的小弟便带我来到一个偏僻小巷，而走进屋后却看见一个陌生的面孔坐在主位上，旁边还站着几个膀大腰圆的小后生。听说你找我，你龙战军啥时候学的藏头露尾了？让你一个小喽啰出来见人，这可不是他的待客之道啊！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全都一脸震惊之色，而主位上的人更是一脸不可置信的看向了我。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龙哥？张宇对吧？吃百家饭长大的，今年22岁，绰号泥鳅。果然是有备而来，连泥鳅的底细都查得这么清楚，你到底是谁？此时，一个身材健硕、面色刚毅的年轻人走了出来，而看着前世最得力干将之一的龙战军站在自己面前，我的心情也忍不住有些激动。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来帮你的。帮我？呵呵，我有什么需要你帮的？让你的人出去，咱俩单独聊聊。听到此话的龙战军顿时陷入了犹豫，毕竟眼前这个人实在是让他有些看不透，而我也看出了龙战军的疑虑。这里是你的地盘，你怕啥？再说了，你也是当过兵的，对付我一个人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沉思片刻后，龙战军挥了挥手，只见张宇带着几个小喽啰便走了出去。说吧，你想谈什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严13，塞北省人。原来是外地人，但是你这口音可不太像外地的。这个你不用管，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收服你。此话一出，龙战军先是微微一愣，随即又哈哈大笑起来。你到底是喝了多少假酒，敢在我面前说出这种话来？龙战军，秦省青山县人，今年23岁，父亲是青山县原棉纺厂的副厂长，后被人陷害而锒铛入狱，并死在狱中。你16岁当兵，服役于某集团军特别侦察连，是当之无愧的兵王。本来你前途无量，但20岁时却因家庭原因退役。由于工作无着落，又要为妹妹治病，因此才混迹于市井，成为一帮社会渣渣的头目。你调查过我？你是公安？我没有调查你，甚至于我在今天之前都没有来过青山县。那你到底是谁？怎么会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么和你说吧，如果我今天不来找你，你将会在2年后锒铛入狱，然后你妹妹会死，你娘也会死，而且还会死在你妹妹前面。你敢咒我娘和我妹，找死！你不用急着表示质疑，要是不相信我的话，现在就回去问问你娘的身体状况。如果你要跟着我干，你娘和你妹的病我会帮他们治好，也能让你免遭牢狱之灾。当然，你也不必急着给我答案，想好了明天到县招待所找我。看着我离去的背影，龙战军陷入了沉思。毕竟2年后的事情没有人能够说得准，但想到我那气定神闲的表情以及笃定的语气，他还是决定回家一探究竟。很快，龙战军便回到了家里。当看到自己母亲脸上的笑容时，才稍稍放下了悬着的心。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面对母亲的询问，龙战军早已经在心里想好了答案，而为了让母亲安心，他一直没有告诉对方自己是在街头厮混。厂里的机器坏了，领导给我们放假了。放假好，那等一下你就能带着小凤出去转转了。套，对了妈，你的身体还好吧？被这突如其来的疑问，龙母脸上顿时闪过一丝不自然，但很快便掩饰了过去。我能有啥？就是一点老毛病而已，不碍事儿的。那行，那我就跟小凤出去了。随后，龙战军便推着自己身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妹妹来到郊外，而此时龙战军却察觉到妹妹今天的情绪不太对劲。小凤，你怎么了？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哥，你说我是不是个累赘啊？你说啥呢？以后可不许再这样说了。哥，我真担心有一天会把你和娘给拖垮了。不会的，哥这么厉害，10个妹妹都拖不垮我。那娘呢？娘怎么了？我那天看到娘吐血了。听到这话的龙战军瞬间就愣住了，他没想到原来自己母亲的身体真的出了问题。啥时候的事？已经有2次了，上次是1个月前，最近一次就是昨天。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第一次我还不太确定，可这一次我看到她吐了好多血，
小凤的声音里明显夹杂着哭泣，而龙战军也被这惊天消息吓得不知如何应对。那你知不知道娘的身体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突然吐血？我看到她吃药了，和我吃的那种药差不多，所以我怀疑娘和我得的是同一种病。此刻龙战军开始回忆起妹妹的治病经历。当时的主治大夫说先天性心脏病有很大概率会遗传，而母亲当时却明确表示自己并没有这种病。不行，我得去问问娘。没用的，娘是不会承认的。那娘患有心脏病这事儿你有几成把握？7、8成吧，我已经看到娘吃过好几次药了，尤其是这段时间更加频繁，几乎每天都在吃。听到这话的龙战军彻底愣住了，妹妹不可能对自己撒谎，而我也跟她说过同样的病情。想到这里，龙战军再次陷入了沉思。与此同时，我和温叶也来到了温纪中所说的枫叶镇卫生院。然而在翻找了所有档案后，结果却出乎了我们的预料。所有档案都在这里了，里面并没有你们说的一个姓叶的生产记录，而且你们说的那段时间我也正好就在这家卫生院，还是卫生院仅有的产科医生。然而我对这件事却没有一点印象。姑娘，能详细的和我说说你们了解到的具体情况吗？温叶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将养父温纪中说的话又向李副院长说了一遍，而李副院长听完却是摇了摇头。当年并没有叫李红梅的孕妇来这里住过院，而且这些年来也没有人来我们卫生院找过自己的孩子。面对眼前的结果，温叶不免有些失望。这么看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温纪中夫妇撒谎了。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已经给了他们那么多钱了，他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显然他们并不希望你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也有可能是在掩盖真相。什么真相？你的来历啊，或许你根本就不是你的生母将你送人的。你是说我是被偷来的？也有可能是被拐卖来的。不过这事儿我们先不要妄下结论，等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后再说。可他们要是不说的话，我们就没有线索可查了呀。我自然有办法让他们把真相说出来。既然收了我的钱，那就必须办好我的事儿。我和温叶到卫生院调查他的身世，然而翻遍了所有档案，却没有一点信息。就在温叶正为此而感到失望时，我却突然又有了新的发现。我明白了，显然他们并不希望你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而且很有可能是想掩盖什么真相。你是说我是被偷来的？也有可能是被拐卖来的。不过这事儿我们先不要妄下结论，等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后再说。那你有什么办法？首先，李红梅当时可能真的住过院，甚至于李红梅流产这事儿也有可能是真的。毕竟昨天温纪中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思考，而是很自然的脱口而出。其次，只要找到他们当时住院的那家医院，那么医院里就肯定有这方面的线索。对了，小叶，温纪中一直都是钢铁厂的职工吗？他原来是在棉纺厂当临时工，是我爷爷退休的时候才把钢铁厂的工作让给他的。那棉纺厂在哪里？附近有什么医院吗？棉纺厂距离县医院不远，另外离新井镇的卫生院也很近。好，那就从离棉纺厂最近的县医院开始调查。我们现在先回招待所吧，说不定已经有人在那里等我们了。谁在等我们？到了你就知道了。看到我和温叶的到来，龙战军顿时显得有些激动，随即向我走了过来。看样子你已经问过你娘了。我娘是不会说实话的，不过我妹妹却有了一些发现。她看到我娘在偷偷服药，而且还吐过2次血。这么看来，你娘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必须抓紧时间治疗。你能告诉我她到底是啥情况吗？心脏病，和你妹的情况差不多，不出预料的话还有3年的寿命。不过眼下心脏病也不是什么绝症，送到京城的大医院做个手术就能控制住病情。你妹也一样。我也向我妹妹的主治大夫打听过了，可想要治好她的话，至少需要5000块。5000确实不少，而且加上你娘的话得1万块打底，并且还有后期的康复费用，这样算下来少说也要1万5。听到这话的龙战军随即陷入了沉思，毕竟这个费用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而光靠他一个人的话，又等于是宣判了他们娘俩的死刑。片刻后，龙战军一脸期待地看向了我。那昨天你说的话还算数吗？只要我跟着你干，你就能帮我把他们的病治好？当然算数。好，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看到龙战军的态度，我欣慰地点了点头。难道你就不怕我让你干违法犯罪的事吗？实不相瞒，我已经悄悄调查过你了。你这次是带着媳妇儿过来娘家调查身世的。如果你是一个坏人的话，不应该带着自己的媳妇儿乱跑。当然了，如果你真是那种人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为了我仅有的2个家人，现在我已经别无选择了。哈哈哈，看来你家伙做事还是有一套。不过你也别说的那么严重，你的命还是你自己的。我要你跟着我干的也都是正经生意，不是那些不正当的买卖。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以后你会知道的。那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先帮我搞一辆车吧，一会儿我们要去县医院办点事儿。随后我和温叶来到国营饭店吃饭，然而就在我们刚坐下时，温冰却和一个男人走了进来。唐城哥哥，你看那个人是谁？唐城转过头，顿时愣住了，随后一脸殷勤地向温叶走了过来。小叶，是你吗？怎么回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温夜看着眼前的男人，随即露出冰冷的眼神，而唐城见状却赶忙松开了温冰的手。你不要误会，我和小兵没什么，我们只是一起出来吃顿饭而已。你和他有没有关系？没必要跟我解释，请不要打扰我们吃饭。听到这话的唐城一脸震惊，他没想到以前的小迷妹温夜现在看见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我是唐城啊！你是听不懂吗？不管你是谁，请你离他远一点。你又是谁？我跟温夜说话关你什么事？汤哥，他是温夜在外面找的男人，还把他带回我们家里来了，是他辜负了你呀！温冰话没说完就被我狠狠一巴掌抽在了脸上，而唐城也被我这一举动吓愣住，随后又一脸愤怒地看向了我。你还是不是男人，竟然打女人！说着唐城就要动手，然而我回答他的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此时饭店里听到动静的人都纷纷围了上来。小伙子，你怎么能动手呢？还有没有王法了？就是啊，还敢打女同志，今天必须要把你送到公安局去。霎时间，所有人看向我的目光瞬间就变得炙热起来，而我却是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这个男人进来就对小叶言语轻浮，还想跟我动手动脚，难道不该打吗？我没有，我只是几年没见小叶，有些激动而已。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女人了，你进哪门子的洞？再说你他妈都牵上那个女人的手了，还想来打小叶的主意？而这个女人更是可恶，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小叶辜负了这个男人，这分明就是给小叶身上泼脏水。他本来就和唐大哥不清不楚的，就是他辜负了唐大哥。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你是知道你姐和这个人有关系了？那当然，我是他妹妹，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既然知道，那你还拉着这个男人的手招摇过市，还表现得那么亲密，你这又算是什么行为？抢自己姐姐的男人吗？还有你一边想着姐姐，一边又偷着妹妹，难道是想姐妹通吃不成？大家可能不知道，小叶是温家的养女，然而就在2年前，16岁的她为了替家里的大哥插队，被扔到了塞北省的一个偏远小镇。直到我们昨天回到青山县之前，她一直都在塞北省，根本就没有回过一次青山县，怎么可能和这样一个混账东西有关系？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而温冰更是一脸不服气地看向我。我就说人家小伙子怎么打人呢？这样看来也是活该挨打。可不是嘛，虽说不是亲姐妹，可怎么就摊上了个这么恶毒的妹妹呢？今天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如果还有什么事情就到县招待所找我。说着我便拉着温夜离开了饭店，而温冰回到家后却被温继忠看出了不对劲。彬彬，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还能有谁？就是温夜和他带回来的那个野男人，他们不但打了我，还打了隔壁唐大哥。听到这话的温家人顿时全都愣住了，而温冰见状却误以为是他们不想为他出头。你们不会是怕了那个野男人吧？你们要是不管我的话，我就不活了。反应过来的温继忠此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随即又开始安抚温冰。闺女，爹怎么能不管你呢？放心吧，这个公道爹一定给你讨回来。小磊，去把你2叔和3叔他们都叫过来。对了，再把你堂叔叔也一起请过来。敢打我温继忠的女儿，老子不打断他的腿。很快一行人便来到县招待所，而我和温夜也正好在楼下等待龙战军。小子，就是你打的人对吧？今天要是不赔给我们1000块钱，就别想离开。温继忠想到我在温家时的出手阔绰，于是便狮子大开口，而同行的人见状也开始坐地加价。他打的可是2个人，至少2000块。我看2000块还是少了点，我们这么多人兴师动众，不要工钱的嘛。一时间就像是引起了群情激愤，而所有人看向我的眼神里都充满了贪婪。就在此时，温夜却站了出来。你们是来为温冰和唐城讨公道的？没错，他不但打了温冰，还打了你唐城哥。今天这是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那你知道满大街那么多人，13为什么偏偏就打他们2个吗？听到这话的温继忠瞬间就懵了，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了解过事情的经过。不管是因为啥打人就是不对，就应该赔偿。赵三叔，你这么说的话，不管别人怎么侮辱你都不能还手了。话也不能这么说。那应该怎么说？难道我就任由他们2个随意辱骂泼脏水吗？我们就不能反抗了吗？逆女怎么跟你2叔说话的？温继忠，昨天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小叶今后就和你们温家没有任何关系了。再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的话，我也不介意送你到医院里住几天。小子，你好像对自己的实力有什么误解？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我们的人数，有本事你就把我们全都打倒。对，还不赶紧赔钱，不然谁送谁住院还说不定呢。顿时所有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口诛笔伐，温磊更是满脸杀气的向我逼近。然而就在此时，他们身后却传来了一个威严的声音，顿时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男人第一次带媳妇吃饭，不料却被一男一女纠缠。就在他们对温夜出言不逊时，我却用一记耳光来让他们滚蛋。不管是因为啥，你打人就是不对。今天要是不赔给我们1000块，就别想离开。他打的可是2个人，至少得2000块。依我看2000还是少了点，我们这么多人兴师动众的，不要工钱吗？霎时间，所有人看向我的眼神里都充满了贪婪，而温磊更是满脸杀气的向我逼近。不料此时他们身后却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是谁这么牛气？出来让你军哥看看。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个声音吸引了过去。只见龙战军带着众小弟气势汹汹地向他们走来。
刚才是谁说要他赔钱的？站出来让我看看你的脸到底是有多大！此话一出，所有人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龙战军。毕竟大家都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是青山县的混混头子。然而温磊此时却缓缓地站了出来：“是我。”瞎了你的狗眼！我严大哥的钱你也敢要？说着，龙战军便一脚将温磊踢飞数米远。而一旁的温继忠见状，却彻底被吓傻了眼，就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片刻后，才唯唯诺诺地走到龙战军跟前：“军爷，求您高抬贵手，放了我家小磊吧。”你求错人了，那边那位才是你的爷。随着龙战军的话音落下，顿时所有人都将目光转移到了我身上，而温继忠更是一脸惊恐地看向了我。严大哥，刚才是我有眼无珠，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家小磊一马。你可千万别这么叫我受不起。其实说起来，这件事也是我的错，我并不清楚事情的经过，而小磊也只是看到自己的妹妹被欺负，所以才来找你理论的。可你们刚刚的态度也不像是在跟我理论啊，就连家伙都带过来了。难道在你们眼里，我严13就这么不讲理，需要你们用鱼叉来审问我？严大哥，别跟他废话，只要你一句话，我分分钟就能放倒他们。面对龙战军的提议，我沉思了片刻，随后冷冷一笑：“算了，阿军，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听到这话的众人这才松了口气，而站起身的温磊更是一脸卑微地走向了温继忠。温继忠，马上带着这些臭鱼烂虾给我滚蛋！再要是敢在我们面前撒野，那就自己备好棺材。我冰冷的眼神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颤，就连手握盖板3叉戟的大叔都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随后众人纷纷逃离了现场。阿军，车搞来了吗？在那边停着呢。行，小叶，那我们现在就去县医院吧。随后我和温叶便开着龙战军搞来的3轮车来到了县医院，而看到医院时，温叶却皱起了眉头。这个地方好熟悉，我好像来过这里。啥时候来过？10来岁的时候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家里的一个亲戚就在这里工作。那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不记得了，我只知道他也姓温。小时候温继忠让我叫他姑姑。行，咱们先进去吧，一会儿问问里面的人就知道了。查倒是可以帮你们查，不过今天负责档案室的同志刚好请假了，而且只有他知道档案室的资料存放位置。没关系，那我们明天再来吧。对了，院长，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温的工作人员？大概是40、50岁的一个女同志。你说的是温美琴吧？是我们这里的一个老护士了，你们认识？她是我们的一个亲戚，由于多年没见过了，所以不确定她还在这里工作。原来如此，要不我现在就叫她过来，也好让她协助你们调查。听到这话，我随即陷入了沉思，而想到我们此次是秘密调查，所以还是不打草惊蛇的好。不用了，我们既然明天还来，那就明天再找他吧。随后我便和温叶离开了院长办公室。此时进来的一个女人看向温叶的眼神却有些奇怪，不过却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院长，5号房的病人账上已经没钱了，要不现在就让他出院吧。他的病情还没恢复好，现在就出院的话，这么多天的治疗等于都白费了。可看样子他已经交不起钱了，我们医院又不是做慈善的。再给他一点时间吧，水还没困窘的时候呢。对了，美琴，刚刚有人打听你来着。你是说刚才出去的那2个年轻人吗？难怪我看着那个姑娘有些眼熟，就是一时想不起来。没错，他们是来咱们医院调查身世的，说你是他们的一个亲戚。反应过来的温美琴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她虽然一时想不起温叶的模样，但却一直没忘记19年前李红梅流产的那天。与此同时，温家饭桌上的温冰此时却对自己的哥哥和父亲一脸失望。爹，你们俩还是不是男人？我在外面被人打了，你们说算就算了，以后我的脸还往哪儿搁呀？听到这话的温继忠顿时露出一脸愤怒，他没想到自己的女儿竟敢对自己出言不逊，可想起今天在县招待所发生的事，又感到深深的后怕。随后强装镇定地看向了温冰。冰冰啊，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们，爹和你哥已经尽力了，我们也想为你出气，可实力不允许呀。我就想不明白了，他只是一个外乡人而已，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能拿他没办法吗？此时的温继忠脸上写满了尴尬，他不知道该如何向温冰解释。然而一旁的温磊却突然开口：“小妹，你就别责怪爹了，我们本来已经拿捏住了对方，而且他都准备掏钱了，可谁知道龙占军却突然出现，坏了我们的好事。好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反正以后别去惹他就行了。”哼，连你们都不肯帮我，那我就自己想办法，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他。说着，温冰放下碗筷，气愤地离开了。而此时，温美琴却急匆匆地来到了温家。晴妹子，你怎么过来了？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吃了饭再走。嫂子，先不说吃饭的事儿，我今天过来是有重要的事儿问你们。美琴，看你的样子是不是出啥事儿了？我想问你们小叶是不是回来了？他是不是知道自己的身世了？听到这话的温继忠先是一愣，随后又一脸认真地看向了温美琴。美琴，你是不是见到他了？这么看来，小叶是真的从塞北回来了。可你们怎么能告诉他的身世呢？这件事要是被他查出来了，后果你们想过吗？你先不要着急，他是前2天才回来的，而且我们只是告诉他不是我们亲生的而已，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可是刚刚他去我们县医院了，
而且还去找了我们院长，说是要调查他的身世。此话一出，温继忠顿时被吓得脸色惨白，而一旁的李红梅也是一脸不可置信。秦妹子，你确定是温叶吗？毕竟你和他已经好多年没见过面了，你可能都不知道他长啥样了吧？我是不太记得他长啥样了，可我还记得当年的叶笑英啊！我今天看到的那个人和年轻时候的叶笑英不能说很像，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看到温美琴一脸认真的模样，此时李红梅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想到当年做的事情，整个人顿时已经颤抖不已。他既然已经查到你们县医院了，那会不会查到我们身上来啊？当然有这种可能，不过事情也没有那么糟。由于掌管档案室的老许今天请假了，所以院长让他们明天再去。也就是说，我们还有挽救的机会。什么机会？我去医院调查温叶的身世，不料却在这里碰到了熟人。就在温美琴将此事告诉了温家人时，温继忠和李红梅当场就被吓得脸色惨白。他既然已经查到你们县医院了，那会不会查到我们身上来啊？当然有这个可能，不过你们也先别着急，这件事还有挽救的机会。什么机会？只要我们放火把档案室烧了，到时候谁也别想查到当年的事情了。此话一出，温继忠瞬间就愣住了，而一旁的李红梅也是一脸不可置信。放火？没错，这已经是唯一的办法了。那这个火谁来放？温美琴没有着急回答，而是不紧不慢地将目光移到了温继忠身上。大哥，当年我可是为了嫂子才做出那种事情来的，而且那件事真要是被查出来了，我们全都得完。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我想你应该明白。行，这把火我来放，不过我不知道档案室的位置，你得帮我。你放心，我们医院晚上的管理还是很松懈的，而且也没有人值班，所以只要小心点就不会被人发现。听到这里，李红梅才终于松了口气，而一旁的温继忠却是满脸愁容。毕竟放火这种事一旦被查出来，缝纫机都能踩冒烟。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龙战军一大早就来到了招待所。严大哥，出大事了！你们昨天去的那家医院着火了。什么时候的事？就在昨晚，听说火势是从档案室那边开始的，有明显的人为纵火痕迹。你怎么知道的？消息可靠吗？我有个战友在县区刑警队，他们现在已经去医院那边调查了。看来是有人在暗中阻止我们调查这件事，甚至于我怀疑这场火就是这些人放的。你是说火是温家人放的？除了他们也不会有别人了，毕竟只有他们才不希望我们查出事情的真相。13，现在档案室也烧没了，咱们是不是没有希望了？那倒不至于，反倒是被他们这么一闹，我的思路更清晰了。那你打算咋办？既然没办法通过查阅档案来查出你的身世，那就从人身上调查。小叶，昨天张院长说的那个温美琴，你想起来了吗？温家是不是有这个亲戚？我想起来了，她是温继忠的堂妹，而且她脸上还有一个胎记。你是怀疑火是她放的？很有可能，毕竟外人不可能知道医院档案室的位置，要么是他们内部的人干的，要么就是有人里应外合。但不管是哪一种，这个人的嫌疑最大。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阿军，你的人对那边熟悉吗？不太熟悉，不过我有个朋友在那边放印子钱，需要的话我可以找他帮忙。那这个人可靠吗？你跟他的关系怎么样？交情还不错，但也算不上生死兄弟。那行，找他帮忙查一查县医院一个姓温且脸上有胎记的女人，我要知道她的所有资料，包括家庭成员。行，我马上就去找他。说完，龙战军便带着泥鳅离开了，而一旁的温叶却是一头雾水。与此同时，温家大院里，温继忠对放火一事还有些后怕，就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大哥，看你那个熊样，做都做了，你还怕啥？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有点后悔了。该后悔的是我才对，当年我就不应该为了你那几百块钱而帮你做那种事。我也是不想看到红梅伤心啊，毕竟自己的孩子胎死腹中，换作是谁都接受不了这种事。算了，既然已经发生了，就得往好处想。而且放火这件事，他们也不可能查到我们身上来。听到这话的温继忠顿时眼前一亮，随后一脸期待地看向了温美琴。你是说你有办法脱身了吗？没错，前段时间医院出了一件大事儿，一个孕妇难产死在了我们医院。为了这事儿，她的家属已经来闹过好几次了。可这件事跟我们放火也没什么关系啊。你先听我说完。后来由于错不在医院，所以院里的领导对这事儿的态度也比较强硬，因此那个孕妇的丈夫多次嚷嚷着要报复我们，甚至于曾公开吼着要烧了医院。听到这话的温继忠瞬间就反应了过来，随后一脸得意地看向了温美琴。你的意思是咱们可以把这事儿栽赃给他？没错，只要稍稍引导一下，那么大家就会认为是他干的，到时候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温继忠满意的点了点头，而温美琴也开始在心里盘算怎么栽赃那个男人。时间很快又来到第二天，龙战军一脸认真地向我汇报他的调查结果。阿军，温美琴大儿子的情况属实吗？真的欠了不少赌债还不上？千真万确，那家伙确实欠了老吴1000块钱。那行，这1000块拿给你那位朋友，把欠条买过来。不用了，我直接跟他要过来就行。拿着，人情这玩意儿最好不要了，1000块的人情有时候1万块都未必能还得清。行，我明白了。那咱们拿到欠条后怎么办？欠条到手后，立即派人去那小子那里催债。
可是他并没有能力还钱啊。不还最好，直接将那小子绑了，然后放话给温美琴，让他拿钱去赎人。当然不是真的绑，而是让温美琴认为我们绑了他儿子。你要做的就是让你那位朋友老吴把他叫出来，拖住他就行。好，对了，严大哥，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县医院的案子已经破了。案子破了？那凶手抓住了吗？抓住了，听说是县里一个男人的老婆难产送到医院，结果人没有抢救回来，一尸两命。后来那个男人就把老婆孩子的死都怨到了医院头上。那他认罪了吗？好像还没有，但是附近的人都说是他干的，因为那个人之前一直扬言要烧了医院。好，我知道了，但是咱们的计划不变。对了，阿军，你看能不能把你刑警队的那个战友约出来，就说我有一个能让他升迁的机会。没问题，我这就去办。说完，龙战军便转身离开了，而一旁的温叶脸上却表现出了一丝担忧。这样绑人会不会不太好？我们可没有绑人，只是让姓吴的把那小子叫出来拖住他。可温美琴要是报警呢？不会的，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如果报警他就不怕我们撕票吗？再说就算是把他儿子就出去了，那么公安也会到他的单位通报这事，到时候他的工作也要完蛋。那你的意思要拿他的儿子来威胁他？可他要是不说呢？毕竟说了可是要坐牢的。放心吧，我自有办法让他说。我想知道你有何办法让我升迁？如果让你破了当前的医院纵火案，能不能升迁？那看来要让你失望了，因为这个案子已经破了。失望的是你们刑警才对，因为你们抓的那个人并不是真凶。虽然目前他还没认罪，但只有他才有作案的动机，真凶不是他又会是谁？我肯定会告诉你答案，不过破了这个案子到底能不能让你升迁？有可能，但机会不大，毕竟这也只是一个常规的案子而已。那如果再加上一起偷到婴儿的案子呢？此话一出，肖战武瞬间就愣住了，此时他才开始重视起我们的谈话。这应该够了，不过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我？因为我们在警局没有其他认识的人了，而你又是阿军的战友，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听到这话的肖战武随即陷入了沉思，他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何况是这种看似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那我需要付出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在旁边看着就行。但是有一点，在没有我的允许之前，你不能影响我们的行动。好，我答应你，不过你得先告诉我为什么那个男人不是纵火案的真凶。都说咬人的狗不叫，你仔细想想，你曾经接触过的那些犯罪分子，有几个人在犯罪前大张旗鼓地说他要发案了？显然那个男人只是因为妻儿的死迁怒于县医院，甚至于只是想讹点钱。他要是真想报复的话，就不会说出来了。再说了，如果真是他做的，他也不会乖乖留在家里等公安上门抓人。随着我的话音落下，肖战武再次愣在了原地，此时他才真正感受到自己的无知。分析的很有道理，只是仅凭这些推理似乎还不能够证明他就不是真凶吧？单凭这些肯定是不行的。可据我所知，县医院的院墙很高，且上面还扎满了玻璃渣，一般人根本进不去。医院大门的话，晚上一旦锁上，那更是不可能。而且火是从最隐蔽的档案室开始烧起来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报复作案，而是有预谋的里应外合。听完我的分析，肖战武忍不住点了点头，随后又若有所思地看向了我。这么看来，真的是我们搞错了。大概率是，如果我们不追查的话，这很有可能就是一起冤假错案。行，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我们的行动早就已经开始了。阿军，咱们现在就过去吧。温家人为了阻止我的调查放火烧医院，却被我将计就计揪出了主谋温美琴。然而就在我带着肖战武去现场观看时，龙战军却又对此提出了质疑。严大哥，你说那个姓温的女人会来吗？肖警官，你觉得呢？要是他确认儿子已经被你们绑了的话，那肯定会来的。那这么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他一定会来的。听到这话的肖战武直接就愣住了，随后一脸紧张地看向了我。你们不会是真把他儿子给绑了吧？我们当然不会那么蠢，绑了人还在这里和你侃侃而谈，就不怕你把我们抓起来吗？那你刚才是啥意思？另外他儿子呢？我怎么没看到人？他儿子现在正在赌场里玩得高兴，这和我们没啥关系，我们只是让他误以为他儿子被人绑了而已，这不犯法吧？这倒没问题，但如果你们收他的钱就涉及到了敲诈勒索。我当然想到了这个问题。阿军，把东西拿出来吧。肖战武看到龙战军手上的欠条时，随即露出一脸惊讶，此刻他才明白过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看来你是把所有的后顾之忧都解除了，竟然能实施这么严密的计划，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守法公民而已。如果我是坏人的话，就不会这么麻烦叫你过来了。我有10000种方法让他说出事情的真相，甚至于能让他们母子俩悄然消失，而你们却不会有半点线索。此话一出，肖战武再次愣在了原地，随后一脸严肃地看向了我。这里是青山县，希望你不要搞事儿，不然我肯定会把你送进监狱。我叫你来是和你合作的，而不是让你对我放狠话。我冰冷的眼神顿时令肖战武为之一颤，然而此时龙战军却突然开口：“有人来了，你们先去躲好。”说着，我和肖战武同时躲了起来，而来人正是温美琴。看到龙战军等人，温美琴显得有些胆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儿子在哪里？我们是什么人你不用管，钱带来了吗？
我要先看到我儿子。再说了，我怎么就能确定他真的欠你们钱？还了钱自然能见到你儿子，至于他是不是欠了我们的钱，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说着，龙战军拿出了那张皱巴巴的欠条。然而温美琴在看到欠条上的金额后，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那啥，我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钱，能不能先给一部分，剩下的慢慢还给你们？我是咱们县医院的护士，我儿子也在县里粮库上班，我们母子俩一个月工资60-70块，很快就能还清。不行，今天要是见不到1000块，你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听到这话的温美琴瞬间就吓懵了，随后扑通一声跪到龙战军跟前。你们就行行好吧，不要杀我儿子，我们肯定还钱。你求我也没用，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指条明路。什么明路？快告诉我。去自首吧。自什么首？你说呢？县医院的那把火是你点的吧？这是和我没关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说完，温美琴故作镇定地站了起来，然而身体却忍不住开始微微颤抖。什么跟你没关系？你知道被冤枉的何六金是老子什么人吗？老子已经查出来了，那把火就是你和你的亲戚放的。实话告诉你，不管你要不要自首，这个案子很快就能破了。公安已经到城里的温家抓人去了，下一个就是你。另外，你可能还不知道吧，你儿子可不仅只是小赌怡情这么简单，他犯的事情也比你想象的严重多了。我儿子怎么了？盗窃公共财物且数量巨大。这怎么可能？我儿子怎么会偷东西呢？哈哈，你儿子为了还赌债，趁着值班的时候偷偷的将粮站里面的库粮偷出来卖掉还债，多余的钱则是四处挥霍。你仔细想想，他是不是有段时间特别的阔绰？听到这话的温美琴顿时陷入了沉思，此时她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前段时间儿子花起钱来如流水。你知道你儿子的行为公安会怎么处理吗？不知道。像他这种行为叫监守自盗，是罪加1等，正常来说至少10年起步。此话一出，温美琴瞬间被吓得倒退几步。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切的证据，只要将线索往公安那里移送，你儿子这辈子就完了。不要，求你们放过我儿子吧，他还年轻不懂事，我可就这么一个儿子啊。想要放过他也行，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尽快将我六金大哥救出来。只要你把纵火案的真相说出来，你儿子的事情我保证不会说出去。此时的温美琴很清楚，自己一旦去自首，那么等待她的将是牢狱之灾；可不自首的话，坐牢的又会是自己的儿子。沉思片刻后，温美琴一脸认真地看向了龙战军。行，我去自首，但是你们必须要放过我儿子。好，那我问你，你们为什么要火烧县医院？而且你们是从档案室里开始点的火，是因为档案室里面有你们需要销毁的东西吗？你们在掩盖什么？听到这话的温美琴再次脸色一变，惊恐地望着龙战军，不敢开口。你最好是想好了再说，不然的话，你儿子恐怕就要进监狱陪着你了。我们火烧卫生院是为了销毁一份住院档案。谁的住院档案？我堂嫂李红梅以及另一个叫叶笑英的女人。为什么要销毁他们2人的档案？因为我和堂哥一家偷了叶笑英的孩子。此话一出，躲在墙后的肖战武瞬间就愣住了，而我也在心里感叹温夜的遭遇。详细说说这件事情的经过。那一天，堂哥温继忠突然抱着堂嫂李红梅急匆匆地冲进了我们医院。原来是怀孕8个月的李红梅在上班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导致她肚子里的孩子早产。结果李红梅是救了回来，但孩子却没了。温继忠知道李红梅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所以就找到了我，想让我在医院帮她找一个别人生下来不愿意养的孩子，即便是女娃娃都没关系。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浑身是血的孕妇被送进了我们医院。经过一番救治后，成功生下一个女婴。温继忠知道后便给了我几百块钱，让我把他们的孩子换了过来。随着温美琴的话音落下，在场所有人看向她的眼神里都充满了愤怒，就连躲在墙后的肖战武都忍不住跺了跺脚。那后来那个女人去了哪里？几天后，医院来了几辆小轿车把她接走了，去了哪里我真的不知道。眼看时机已经成熟，这时我也缓缓走了出来，而温美琴在看到我时却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怎么是你？怎么见到我很不可思议吗？这是你设的圈套，你是为了调查小叶的身世设的局。看来你还算清醒，不过你儿子欠赌债和偷东西也都是事实，你再看看他是谁。此时肖战武也向我们走了过来，温美琴在看到一身警服的肖战武时再次被吓得浑身发抖，不过想到龙战军的保证，很快又强装镇定起来。你们刚刚说过的，只要我配合你们就不抓我儿子的，你们不能言而无信。只要你乖乖配合的话，我们肯定不会为难你儿子的，毕竟他的事情可大可小。好，我会去自首的，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只求你们能放过我儿子。你儿子的事儿回头再说，你先告诉我小叶的亲生母亲是什么身份。我只知道她叫叶笑英，22岁，其他的我一概不知。你是真不记得还是故意撒谎？你要知道骗我的下场。我真没骗你。对了，她是被棉纺厂的工人送过来的，你可以到棉纺厂看看。我会去调查的。事已至此，你应该知道自己的下场了。不过这件事的主谋并不是你，所以你要是好好配合公安的话，或许还能得到轻判。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我知道，可是我儿子他……你儿子我们不会为难他的，今晚他就能回去。肖警官，这个人就交给你了。我希望明天能看到温家人归案。
既然他们已经认罪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边继续调查你母亲的身份，一边等待公安的消息。那他们会坐牢吗？当然会。小叶，你是不是有些于心不忍？没有，我就是稍微有些不太舒服。更何况他们坐不坐牢，也不是我们能决定得了的。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像他们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原谅，他们对于你来说没有任何的恩情，有的只是刻骨铭心的仇恨以及无法抹平的伤痛。我明白，既然他说我娘是棉纺厂的人，那咱们什么时候去棉纺厂调查？明天，我已经和肖战武约好了，等他们将温继忠等人抓拿归案后，就会以调查案件的名义，带着咱们去棉纺厂调查你母亲的身份。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肖战武等人已经早早的在棉纺厂门口等待我们的到来。肖警官，人都抓捕归案了吗？得，8点半就抓回去了，而且也审问完了。意思是他们几个都招了？几个瓜怂而已，看到温美琴之后都没用我们咋吓唬，就全都交代了。不过人虽然是招供了，但是光靠他们的口供还不够，必须将所有的事情都形成证据链才行。所以我们得将受害人全都找到，然后才能定那些混蛋的罪。那要是找不到呢？找不到也没关系，毕竟还有你这个受害者在。对了，温叶同志，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温家还有你亲生母亲的一件东西，等案子结束之后你来领回去吧。什么东西？我用计揪出了纵火案的主犯，不料他却跟温叶的身世有关。就在我们前往棉纺厂调查时，却又被突然出现的肖战武阻拦。肖警官，他们不是已经认罪了吗？没错，我只是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们，温家还有温叶同志亲生母亲的一件东西，等案子结束后你们过来领回去吧。什么东西？一块玉佩。据温继忠交代，当年你母亲醒来得知自己生下的是个死婴后，便将孩子埋在了县城外，还将一块玉佩放在了那个孩子身上。而温继忠不想自己的孩子埋尸荒野，所以就悄悄把那个孩子挖了出来，然后悄悄埋在了温家的祖坟附近。不过给孩子下葬的时候，他将那块玉佩留了下来，现在这块玉佩就成了他们定罪的证据。听到这话的温叶瞬间就愣住了，他没想到温家人竟然会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沉思片刻后，温叶又抬头看向了肖战武。你说的那块玉佩是不是一块白色的玉雕刻成的凤形图案，上面还有一个字？没错，这么看来你见过那块玉佩。几年前见过一次，不过当时李红梅说是家里的传家宝，等温磊结婚后就传给他。对了，肖警官，这个案子什么时候能结束？这就要看调查的进展了。正常情况下3个月后就能结案，当然要是进展不顺利的话，半年甚至于1年都有可能。那这块玉佩我们能不能先领走？我们可能不会在这里待太长时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再说这块玉佩作为此案的重要证据，一般是不会提前让你带走的。严大哥，你们要是有事就先回去吧，到时候我帮你们领取便是。也行。对了，阿军，给你个好东西，这是华为 Mate 60 Pro， 信号超强的那个。没错，我领的，送给你了。领的，我正要问问你呢，之前的左下角我去下载了，上线连领取界面都没有，更别提领手机了。我看看，你下的这个不是福利专服，怎么可能领到手机？我也是去应用商店下载的，有官方认证的呀。应用商店下载的能和左下角的一样吗？左下角才是官方专属的福利链接，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只有这里才有，不然去应用商店下载岂不是人人都领到了？人家厂家又不傻。那你教教我怎么领？认准这条视频左下角专属福利链接下载，上线就有领取界面，升级苹果华为轻松领到手。很快，我们一行人便来到棉纺厂内部，对当年的老员工进行一一询问。而其中一名女工的回答却引起了肖战武的注意。同志，你真的认识叶笑英？我以前和她一个宿舍住了好几个月。那和我们说说她的具体情况吧。我在棉纺厂上班已经22年了，叶笑英是我进厂的第2年来的，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68年。听到这话的温叶顿时眼前一亮，随后一脸认真地看向了王芳。对，我就是那一年出生的。此话一出，一旁的王芳随即向温叶投来了惊讶的目光。姑娘，你是叶笑英什么人？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还以为是我眼花了。我应该是她的亲生女儿，但是我从小就被迫和她分开了。这位阿姨，那您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吗？她去医院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棉纺厂了，不过听医院的人说她是被几辆小轿车给接走的。这么看来，医院才是值得我们着重调查的地方。阿军，让你的人再去一趟县医院，找到当年所有的医务人员，查一查到底是谁把他接走了。另外，左下角你领了吗？真靠谱，我领到苹果了，已经在配送中了。记得再去左下角把888红包也领了。对了，阿姨，他当时有没有跟您提起过他的家人以及朋友呢？他从来没说过这些。13，我们是不是找不到他的下落了？也不一定，一个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调到棉纺厂，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被调走。除了医院，我们还可以到人社部门询问一下，或许会有收获。这事儿就交给我来调查吧，反正也是顺带的事情。肖警官，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他们之前从我们这里骗走了3000块，能帮我们要回来吗？还有这种事儿？我们刚回来的时候，他们想让我嫁给钢铁厂的一个老头，后来13发现了不对劲，才用3000块让他们说出我的身世，结果他们却再一次骗了我，所以我觉得这3000必须还给我们。
行，到时候就和那块玉佩一并给龙占军领走。听到这话的温叶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我和温叶便离开了棉纺厂。然而就在我们回到招待所时，却看到这里早已围满了人。原来是温家人得知温继忠和李红梅被抓之后，带着众人过来讨说法。小叶，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竟然敢找公安抓你爹，你这是大不孝啊！就是啊，哪有闺女害自己爹娘的，也不怕天打雷劈。没错，再怎么说他们也是把你拉扯了这么大，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面对众人的指指点点，温叶却是面无表情，而是冷冷地盯着他们。你们说完了没有？说完了就请回吧。反应过来的温老太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她不敢相信一向乖巧听话的温叶会用这样的态度来回答她。你这个死丫头，这是什么态度？我可是你奶奶啊！你就是这么和我说话的吗？我把你当奶奶，那你有把我当过孙女吗？其实你心里早就清楚，我根本就不是你的亲孙女，所以前些年一直撺掇着温继忠要我辍学，好让我跟着你回家糊纸盒子挣钱。你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再说了，读书不花钱吗？你是老糊涂了，还是在故作不知？你难道不知道厂办学校对职工子弟都是免费的？我用得着花家里的钱吗？那你也不能让公安抓你爹娘啊！他们毕竟把你拉扯这么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他们不是我爹娘，对我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恩情，有的只是血海深仇。你个死丫头，你怎么能这么忘恩负义呢？什么叫忘恩负义？我本来就不是你们温家的人，是温继忠无耻的用一个死婴把我从我娘身边将我换走，我娘到现在都不知道还有我这么一个女儿活在世上。你们把我偷回家之后，故意隐瞒我的身世，最后更是让我代替温磊去塞北苦寒之地插队。你们知道这几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本来我已经习惯了插队生活，但是就因为温磊要娶媳妇儿，就因为温冰没有工作，所以你们就把我作价卖了，要我嫁给你那个脑满肠肥年龄可以做我爹的老官夫。而为了阻止我调查自己的身世，温继忠又丧心病狂的一把火烧了县医院，现在案发被公安抓了，你们就来往我身上泼脏水，你们温家哪来的脸？随着温叶的话音落下，在场的人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温家人，他们不敢相信一向老实的温继忠竟能做出这种事来。而此时温家老二温继红却满脸愤怒地站了出来。你这死丫头，不管因为什么，你总是我大哥和大嫂拉扯大的，这一点总没错吧？是我让他们拉扯我的吗？我也有自己的亲生父母，要不是他们无耻的行为，我用得着在温家受这么多年的欺辱吗？我是你二叔，你咋和我说话呢？说着温继红便想上前动手，然而却被我挡在了前面。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不然的话，我不介意让你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就是这个死丫头带回来的那个死姘头吧？老子告诉你！没等温继红说完，便被我一脚踢飞数米远。而温继红的几个兄弟见状，顿时勃然大怒，随即一脸杀气的向我冲了过来。就在这时，他们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暴喝：“都给我住手！怎么回事？敢在这里闹事儿？我看你们是想进耗子里蹲几天了！”公安同志，我要报案！这些人屡次三番的来这里骚扰我们，刚刚还试图要围殴我。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来这里找我孙女的。谁是你孙女？温老太随即指向了温叶的方向，而温叶却是摇了摇头：“我没有这样的亲人，请公安同志为我们主持公道。”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把他们全都带走。男人第一次带女友入住宾馆，不料却被一群大爷大妈阻拦。就在他们想要将温叶带走时，却又被赶来的叔叔请吃牢饭。敢在这里闹事，我看你们是想进去蹲几天了。公安同志，我们是来这里找我孙女的。谁是你孙女？温老太随即指向了温叶的方向，而温叶见状却是摇了摇头：“我没有这样的亲人，请公安同志为我们主持公道。”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我们把他们全部带走。严大哥，你是不是要离开了？不着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还没办呢。什么事？我之前不是答应过你要把你娘和小凤的病治好吗？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不太好，前2天我看到他走着走着突然就摔倒了，起来后好一会儿都没法行动。那你回去准备一下吧，咱们今天就去长安。长安？去长安给你娘和你妹妹检查一下身体，先确定他们的情况。要是长安能治那是最好，不行我们就直接去京城。可我只有3000块不到。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钱的事我来解决。可是这一去得花不少啊。不管花多少以后都能挣回来，但是他们的命却只有一条。行，那我听你的。对了，阿军，我前2天交代你的事情办好了没有？办好了，我先是让人在糖厂说糖城的作风有问题，私生活混乱不说，还乱搞男女关系，另外还故意让人纠缠他，并让温彬看到。结果那个蠢女人果然信以为真，立即就跑去糖城的单位大闹了一番。现在糖城已经被开除了。做得很好。另外，你打算怎么安排你手下的那些人？这个我还没有考虑好。这事儿我替你想过了，人可以留下，但是得加强管理，黄赌毒一样都不能碰。可是什么都不碰的话，就等于是断了大家的收入来源啊。挣钱的方法千万，用不着走歪门邪道。先把你娘和你妹的病看好，挣钱的事儿不着急。听完龙战军认真的点了点头，他固然是重情重义，可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家人的病情。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得知检查结果后，龙战军却是满脸愁容。我妈的身体已经检查完了，情况不大好。医生怎么说的？
说我妈的心脏是先天畸形，而且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了，必须尽快做手术。大军，你别听医生胡咧咧的，娘都快50岁了都没事儿，回去吃点药就没事儿了。娘，您就别说这些话来安慰我了，医生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真没事儿的，娘的身体自己最清楚。江一，都这个时候了，说这些话也没有啥实际意义了。咱们现在还是先看看医生有没有治疗的办法吧。那你们先救小凤吧，我一把年纪了，治不治都无所谓了。要是能治就一起治了，钱的事儿您别担心，我已经准备好了。13，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也愿意借钱给我们，但是这么多钱，大军得干多少年才能还清啊？姨真的不想拖累他。你是我娘，还说什么拖累不拖累的？娘都这岁数了，早死晚死几年也没什么，但是你还没有娶媳妇呢。就在母子两人还在为治疗而争论时，却被突然走进来的医生打断。谁是龙小凤的家属？心电图已经做完了。家属过来一下。这个女娃子的情况也不是很好，虽然暂时还不足以致命，但正常来说是很难活过20岁的。医生，我想问一下，这病有办法治疗吗？办法是有，直接手术治疗就行。但是什么？您老直说就行了。但是有几个情况需要向你们说明。首先，这样的手术属于大手术，有一定的风险，我们必须提前告知。其次是疗效问题，这个小姑娘毕竟还年轻，要是手术成功的话，以后对生活的影响不大。但是她的母亲身体情况却非常的不妙，就算是手术成功，恐怕也就只能维持5-6年的时间，能超过10年就算是奇迹了。再就是手术费用这一块，2个人同时手术的话，前期的治疗费用不会低于1万块。那咱们医院能做这样的手术吗？手术成功率有多少？咱们市医院可是西北地区最好的医院，心脏手术自然是能做，且成功率也很高，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毕竟手术过程中各种风险都是可能存在的。您就直接告诉我，我姨和小凤妹妹在你们医院做手术的话，有几成的成功率？她母亲的话差不多有7成，这个小姑娘应该有9成。那好，请立即给他们安排手术。请。住院后我们还会对他们进行一番检查，再重新评估一下他们的身体状况，然后才会安排手术。那这整个过程得多长时间？预计要3到7天。严大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娘的身体必须立即做手术，只有先把命保住，再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做进一步的治疗。行，只是治疗费用这一块就麻烦严大哥了，不管花多少钱都算兄弟我借你的。咱们在青山县的时候不是已经说好了吗？我替你救你妈和你妹妹，你替我工作，难道你想反悔不成？可这是1万多块啊，我不值这么多钱。好了，值不值得我心里清楚，这5000块你先拿去交住院费，剩下的我回去后就给你寄过来。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回在北省？现在把你们叫过来，除了想聚聚外，更重要的是有几件事情要和你们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咱们的蘑菇生意也该停了。二哥，是不是因为天气冷了？咱们这边气温降得快，10月上旬地里就会落霜，蘑菇就没办法生长了，所以这蘑菇生意也就没法做了。你们都耷拉着脸干嘛？干不成就干不成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想想咱们这段时间挣了多少钱，我爹和我娘干1年都没我这几个月拿回家的多。就是，我现在在家里可硬气了，我娘都已经3个月没揍我了。谁说不是？我爹现在就怕我在家里睡懒觉。蘑菇生意虽然停了，但是咱总不能闲着坐吃山空，所以我要说的第2件事情就是接下来的打算。对呀，二哥，咱们接下来干啥呢？接下来咱们要做的有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把晒干的那些蘑菇打包好，等待买家。第2件事情是要到外面转转，你们回去好好考虑一下，愿意跟着我干的那就一起走。13，你想带我们去哪儿呀？去京城。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全都愣住了，毕竟在他们心中，京城是个神秘且遥远的地方。而听到这话的母亲此时也凑了过来。13，好好的去京城干啥？莫不是你想去做买卖？可不能乱来啊！妈，我听人说现在京城做小买卖的大有人在，另外京城市政府那边已经在制定政策，有意放开个体工商户，我想带着兄弟们去碰碰运气。可是这一去路途遥远不说，那边也没一个熟人。您就放心吧，我早就做好打算要去京城好好闯荡一番了。当然要是不行的话，就当是出去长长见识了。13，我跟着你，反正在村子里也无所事事。我也要去。二哥，还有我。看到几兄弟激动的模样，我欣慰的点了点头。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京城的国营饭店内，我和于红等人正有说有笑，而这时走进来的一个人却引起了我的注意。就在我盯着他开始回忆起上一世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时，江城也一脸疑惑的走到了我们桌前。兄弟，我们认识吗？不认识。不认识，那你这么盯着我干啥？没什么，我只是发现你身上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你小子敢诅咒我？我看你印堂发黑，面带夭折之相，所以你不仅仅有血光之灾，更有生命危险。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全都愣住了，就连于红几人都是一脸震惊之色，而江城更是满脸愤怒的看向我。
另外，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既没有诅咒你的意思，也没有图你什么，信与不信那是你的事。没等江澄回答，我便带着于红等人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饭店，只留下一脸懵逼的江澄愣在那里。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我和于红几人走在北关村人流量最大的街区寻找出租的商铺，抬头望去，一块牌子上赫然写着国营第8铸件厂。就在我想进去一探究竟时，却突然被一个声音叫住：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来这里找谁？同志您好，我们想打听一下，你们这些屋子空置在这儿，不知道对外出不出租？租房子，今天可算是新鲜了，竟然有人到我们铸件厂租房子。虽然这里不是厂区，可咱们铸件厂建厂几10年了，就从来没有对外租过房子。你还是去别的地方吧。能帮我和你们相关负责人通报一声吗？我租的也不是1间2间，对你们厂子也是有好处的。跟你说了，我们厂的房子不对外出租，你赶紧走吧。这种事情你好歹也应该和上面的领导反映一下吧，咋能自己就做主了呢？你这人咋听不懂人话呢？告诉你不租不租，你还没完了，马上滚蛋，不然我喊人了。你怎么跟我二哥说话呢？算了，小刚，咱们人生地不熟的少惹事儿，我看还得找他们厂长才行。说完，我便带着众人离开了。而另一边，回到单位的江澄却是彻夜难眠，越想越不对劲，随即将昨天在饭店的事向发小说了一遍。而叶华听完却是一脸淡定，装神弄鬼，我看那小子8成是想从你身上捞点偏门，不用理会他。啥意思？你是说他想给我下套？我看是有这个可能，我可是听说有一些江湖混混专门干这个，他们先故弄玄虚的告诉你有意外发生，然后在背地里故意给你设计一场意外，让你相信他，最后他就会趁机从你身上捞油水。那小子要是敢打我的算盘，那有血光之灾的就不是我，而是他自己了。快拉倒吧，咱们是瓷器，可不能和那些泥腿子磕碰。那也不能让人算计了吧，不然让院里的那些人知道了，那还不得笑掉大牙？你小子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让他们笑一笑怎么了？我可告诉你，那些江湖混混下手老狠了，所以还是别冲动的好。比狠老子还真没怕过谁呢。行了，别啰嗦了，赶紧整点肉吃，这几天馋死老子了。你一个大厂长还能缺肉吃？让厂里的食堂给你炖点不就行了？你懂什么？我可是厂长啊，那不得以身作则嘛，少唧唧歪歪的，今天这顿饭算我的总行了吧？两人很快便来到了国营饭店，而叶华却看出江澄并不是想吃肉，而是有烦心事。你这是怎么了？不是还在担心昨天那件事吧？还不是因为我堂弟又升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怎么还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可就为了这事儿，昨晚我爹又把我训了一顿，说我堂弟才25岁就升到了科室主任，而我却还在守着一个破厂混吃等死。听到这话的叶华顿时露出一脸震惊，此刻他才明白，原来在江家连当个厂长都会被人看不起。然而此时江澄却看着远处皱起了眉头。怎么又是那小子？是谁？我带兄弟们吃饭，却被一男子阻拦。就在我准备换一家饭店时，他却又表现出一脸难堪。你这是怎么了？不是还在担心昨天那件事吧？哎，还不是因为我堂弟又升职了。升职是好事儿啊，那你怎么还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可就为了这事儿，昨晚我爹又把我训了一顿，说人家才25岁就升到了科室主任，而我却还在守着一个破厂混吃等死。听到这话的叶华顿时露出一脸震惊，此刻他才明白，原来在江家连当个厂长都会被人看不起。然而此时江澄却看着门外皱起了眉头。怎么又是那小子？难道他真的在跟踪我？是谁？昨天老叶就说你小子想对我图谋不轨，我还有些不太相信，现在看来还真被他给猜中了。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跟踪我有何企图？你是说我跟踪你？都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今天我算是见识了。你骂我是狗？行了，别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你不是想知道我是什么人吗？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什么机会？当然是了解我的机会了。请我们哥几个吃顿饭，我就告诉你。有意思，过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样让我请客。好，就凭你的胆子请你们吃顿饭又怎么了？不过你的回答要是不能让我满意的话，后果……行了，赶紧收起你这一套，对我没啥卵用。没等江澄回答，我便带着于红等人走向了叶华的那一桌，然后在叶华目瞪口呆的眼神中坐了下来。老江，他们是谁？昨天不是和你说有人说江爷我是个短命鬼吗？就是这小子。可以啊，兄弟，连老江都敢戏弄，真是不得不佩服你的勇气。不过话说回来，你小子也没看出哪里有短命之相啊？难道是要死在女人手里？滚滚滚，老子才不好那一口，倒是你小子成天嚷嚷着要找妹子找对象。你可别败坏我的名声啊！别说对象了，我到现在连女人的手都没牵过呢。你小子倒是给我介绍个对象啊！我上哪儿给你介绍去？那是你不知道怎么找。要我说，你找对象就直接用这个信誉。你看这上面多的是奔着脱单来的优质单身美女，长相身材你要啥有啥，照片就是美女真人认证过的，喜欢哪个你尽管随便挑。关键信誉上面女孩都是奔着踏实过日子来的，相中了就特别主动大方。你看这么多美女跟你打招呼，都是来找你聊天的。这么多妹子，你这下可有福了。这些妹子随便我挑，这也太牛了吧！那是当然，你就赶紧点左下角下一个看看，会发现很多美女都喜欢你的，看上了哪个直接就能语音视频。行，我下个看看。哎，你别光顾着给他介绍对象，请你吃饭可不是让你来说媒的。是啊，你倒是说说老江怎么个天灾人祸了？
还是先说说你吧。你会因为一个女人而进里面待一段时间，啥意思？意思就是你会有牢狱之灾。听到这话的夜华脸色微微一愣，随后满脸愤怒地看向了我。胡说八道！你别以为老姜好说话，我就不跟你计较。他好说话吗？我也没看出来啊。他现在心里还不知道咋编排我，说不定还想教训我一顿呢。难道不应该吗？首先想收拾我，你的有那个实力，别的不说，如果我想对你不利的话，你现在已经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了。其次也不要觉得你是个狗屁厂长，靠近你的人都想从你身上捞好处，我严13看不上。此话一出，江澄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而一旁的叶华也是满脸不可置信。毕竟江家和叶家在整个京城也算是有着一席之地。哼，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一顿饭老子还是能请得起的。虽然你这个老子说的挺欠抽的，但看在你请客的份上，就不和你计较了。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严13，青山县人，昨天刚到的京城。青山县在哪里？好像在北省。反应过来的江澄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毕竟一个乡下人在他这种人眼里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合着你小子是山里来的愣头青啊，怪不得这么虎。面对江澄的轻视，我却是淡淡一笑。我是小地方来的不假，但是我这双眼睛看人却不差。所以你就看出我有血光之灾，夭折之乡。你叫啥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得出你出身不差，应该是官宦人家，且祖上荣光犹在。说你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也不为过。另外你们家阳盛阴衰，侄子一代应该是男多女少，甚至于没有女孩子。随着我的话音落下，刚刚还在一脸鄙夷的江澄此刻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不明白一个外乡人为何能知道他的家族底细。片刻后，江澄又一脸疑惑地看向了我。还有呢？管你面相眉头上扬为兄弟3人，你排行为老3。另外你眉上一指宽有红斑，说明你大哥必在3年内已经亡故了。此话一出，江澄随即露出一脸震惊之色，就连叶华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老姜，他说的是真的吗？江华大哥他真的遭遇不测了吗？他说的没错。啥时候的事儿？我们怎么一点消息都不知道？4月份就没了，我爸一直压着消息，就连我也是上个月才知道的。听到这话的叶华脸上顿时闪过一丝悲伤，毕竟他们两家也算是世交，而他也是从小就跟江澄一起长大。缓过神来的叶华随即一脸疑惑地看向了我。这事儿连我都不知道，你又是怎么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先吃饭吧。随后我和于红几人便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而江澄和叶华却是满脸不可思议地站在一旁。没一会儿，桌上的饭菜就被我们几人消灭殆尽。感谢你的款待，咱们有缘再见。等等，留个联系方式吧，说不定哪天我会去找你。我住在丁香胡同6号院，想找我的话就去那里。对了，还有个事要提醒你，今晚一定别走后街那条近路。说完，我便带着于红等人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饭店，而江澄却是若有所思地回头看向了叶华。老叶，你觉得这小子咋样？如果他不是京城人，背后也没有人的话，那就有点意思了。哎，他刚才说的那些真的太可怕了，连我大哥的事情都知道。这个人要么是真有本事，要么就是背后有人，或者是专门想搞我们江家。你说的对，都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整个江家你算得上是最薄弱的那个地方。那你说现在我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以你的人脉关系要查这小子还不简单吗？你哥不是在分局任职吗？就让他帮我查一查吧，先确定他是不是这几天到的京城，来此的目的又是什么。行，你回去也可以问问你爸是不是有人在搞你们江家，毕竟你们家几年前就被人暗算过。不用了，问也是白问，咱们这几家哪一家不是这样？那好吧，只是可惜江华大哥了。这事儿千万不要说出去了，免得那些长舌妇传到我妈的耳朵里，让她伤心。时间很快来到晚上，下班后的江澄走到岔路口时，却突然想起了我跟他说的话。然而很快他就做出了选择，往近路的方向走去。不料此时却跳出2个彪形大汉将他拦住。站住！借点钱给兄弟们花花。面对2人的无理要求，反应过来的江澄随即露出一脸凶狠的模样。哪儿来的小逼崽子，敢来招惹老子？信不信我弄死你们这帮狗东西？然而没等江澄的狠话说完，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就将一把匕首插进了江澄的胳膊上，顿时疼得江澄直咬牙。我最烦话多的，赶紧把钱拿出来，否则什么？只见于红带着张小刚等人缓缓走了过来，随即将2名劫匪围了起来。原来是同行啊！不过这个人可是我先逮到的，你们不会是来抢生意的吧？废话少说，这个人现在归我了。此话一出，2名劫匪顿时露出一脸震惊之色。虽然对方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实力，可自己的人数却不占优势。既然大家都是同行，要不这样吧，今天这个人身上不管有多少钱，咱们双方平分。我最后再说一遍，路在那边，赶紧滚！妈的，我们也不是被吓大的。算了，小飞，今天算我们倒霉，不过下次可别再让我们见到你。说完，2名劫匪快速逃离了现场，而一旁的江澄却是满脸无奈。原来这就是你们接近我的目的，来吧，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就算要死在这里，我江澄也要拉2个垫背的。张先生，你误会了，是严大哥叫我们过来救你的。他说以你的性格，肯定不会听劝，走另一条路。听到这话的江澄顿时就愣在了原地，上一秒刚做出豁出去的决心，而下一秒就变成了被营救的对象。你们真的是来救我的？
医生，我儿子他怎么样了？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这个您大可放心，并没有伤到他的要害。那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他是因为受到了惊吓，再加上流了不少血，所以才会昏迷。伯母，听说老姜受伤了，我来看看他。进去吧，他还没醒呢。我的个天啊，你怎么下地了？妈，我伤的是胳膊又不是腿，怎么就不能下地了？你这是咋搞的？昨晚上不是还好好的吗？一夜没见咋就变成这鸟样了？别提了，昨晚下班回去的时候被小毛贼打劫了，差点人就没了。到底怎么回事？江澄随即将昨晚发生的事向叶华说了一遍，而叶华听完顿时露出了一脸震惊。你是说昨晚你回去的时候在小胡同里被人打劫了？关键的时候那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还叫人把你给救了？没错，你还记得昨天在饭店临走时他提醒我的那句话吗？当然记得，他说让你晚上别走后街那条小路。你小子还真是长着一身反骨啊！不过这事儿有没有可能是那小子自己策划的？应该不太可能，要是他们自导自演的话，他本人怎么没出面呢？老三，你二哥来电话了。男人第一次抄近路回家，不料却被2名劫匪挡到。然而就在他装出一脸凶狠想要吓退2人时，下一秒却疼得他直咬牙。刚才我二哥来电话了，说案子已经查清楚了。他怎么说的？那2个劫匪已经抓住了，据他们交代，他们和那小子没有任何关系，而且那2个小王八蛋也不认识我，抢钱只是临时起意。这么说来，那小子是真有本事了。看样子那小子确实有些邪乎。如果他真有铁口直断的本事的话，那我可就麻烦了。怎么了？你忘了昨天吃饭的时候那小子说的话了吗？你不会是在说他说你会坐牢的事儿吧？不可能，你们叶家老爷子虽然不在了，但是你的那些叔叔伯伯哪一个不是权力通天的人物？只要你小子不要太过分，谁敢判你？话虽如此，但是那小子也太邪乎了。记得他前几天说你小子是短命鬼的时候，咱们同样没有当回事儿。但谁能想到在京城这一亩3分地上，竟然有人会当街抢劫你江城？听到这话的江城随即陷入了沉思，毕竟事情已经印证在了他自己身上。想到这里，江城又一脸认真地看向了叶华。走，陪我出去一趟。去哪里？去见一见那小子。2人很快便来到了丁香胡同6号院。当看到我时，2人已经没有了昨天的嚣张气焰，而更多的是感激与崇拜。你不好好在家养伤，跑这里来干啥？都是些皮外伤而已，不碍事儿的。严兄弟，昨晚的事情真的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的话，我可能真的把命交代在那2个狗东西的手上了。你怎么不问我是不是和那2人合起伙来算计你的？是老哥，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还请严兄弟不要放在心上。行了，那你知道那几小混混为什么会盯上你吗？据说是为了抢钱。大街上有钱的人多了去了，那他们为什么非要盯着你抢呢？这个是因为你太高调了。听到这话的江城瞬间沉默了，想到自己平时的作风，缓缓低下了头。而此时一旁的叶华却是满脸的疑惑。我觉得老姜还好吧，我们一个院长大的比他嚣张的大有人在。你们有听过一句话吗？天狂必有灾，人狂必有祸。他这就是最好的例子。要不是他没事非要瞎嘚瑟，那几个小混混也不可能会盯上他。再就是傻子都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你问问他当时是怎么做的。听到这话的叶华随即一脸疑惑地看向了江城，而江城却顿时露出了满脸尴尬。老姜，你又干了什么惊掉人下巴的事儿了？江大少昨晚上那可叫一个牛逼啊！我听于红说，他面对2个持刀的歹徒，可是一点都没怂，还牛逼哄哄的要教人家做人。可但凡他要是怂一点，乖乖的把钱交给人家，人也不会对他下狠手。反应过来的叶华瞬间就愣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发小江城在面对2名持刀歹徒时还能不服软。你小子还真是虎啊！那他们的是2个持刀的歹徒啊，你就不怕他们真把你捅成筛子了？这不是昨天喝了点酒吗？我算是知道严兄弟为什么让你低调点了，就你这臭脾气，遇到这种事情那是迟早的事儿。对了，严兄弟，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不知道方不方便？我知道你想问什么，问不问你也是坐牢的命。你要是不把那风流的臭毛病改，不仅仅你自己会有牢狱之灾，还会害得家里人跟着一起倒霉。此话一出，刚刚还在教训江城的叶华瞬间就涨红了脸，毕竟自己的隐秘作风连江城都不得而知，却被眼前的年轻人一一道出。就在此时，于红却突然走了过来。13，打听清楚了，这里的房东确实认识那个住建厂的一个车间主任。那太好了，你再问问他能不能帮我把那个主任给约出来。等等，你们刚才说的住建厂是不是北关村的那间破厂子？对，离这里不远。严兄弟，你们似乎去那个厂子有事儿。没错，可惜不认识那个厂子的领导，所以就找这里的房东帮我牵了线。小事，实不相瞒，那个厂子的厂长名叫李建国，平时就是跟在我们几个屁股后面混的。严兄弟，你要是有事儿的话，我可以直接把他叫过来。叫过来就算了，毕竟是我找人家有事儿，把人叫过来不合适。有啥不合适的？那王八蛋！行了，你这么快就忘了昨晚发生的事了吗？30年河东，30年河西，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会一直一帆风顺。想想这几年京城的那些大家族来来回回换了多少人，想来他们当中恐怕也不乏比你还要嚣张的人。再看看现在，当初有多嚣张，眼下就有多落魄。难道这些还不能让你清醒的吗？
随着我的话音落下，江澄和叶华两人同时陷入了沉思。毕竟昔日那些风头正盛的大家族的子弟们，现在大多比较落魄凄凉，而这和他们之前的所作所为也有一定的关系。想到这里，江澄一脸认真地看向了我。我明白了，多谢严兄弟指点。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我们送你过去吧。越快越好。那要不就现在吧？那家伙这个时间点应该就在厂子里。江哥、叶哥，是什么风把你们几位给吹来了？小周，赶紧给几位倒水。倒水就不必了，主要是我这位兄弟找你有点事儿，所以就陪着过来了。听到这话的李建国顿时心里一惊，毕竟江澄和叶华的身份他比谁都清楚，而能让他们两人同时陪同的，想必也不是什么普通人。想到这里，李建国一脸殷勤地向我走了过来。这位兄弟怎么称呼？鄙人李建国，是铸剑厂的厂长。严13，今天过来主要是想和李厂长谈两笔买卖的。严同志，请说。第一是我想租用贵厂东南角的那几间房子。严兄弟不会是想租我们那几间弃用的产品展销库房吧？对，就是那几间，不知道可以吗？几间空房子而已，你要是需要就拿去用吧，不用谈什么租。李厂长，在商言商，我这人还是更喜欢按规矩办事儿。您这个房子能租我就租，要是不对外出租的话，我就再找其他家。可您要是让我免费用的话，那我肯定是不会用的。反应过来的李建国脸上顿时写满了尴尬，他原以为那几间破仓库直接送我用的话还能讨个人情，结果我的态度却出乎了他的预料。沉思片刻后，李建国又满脸笑意地看向了我。租当然能租，只是我们厂子没有对外租过房子，也不知道价格呀。这个简单，你可以和厂子里的会计或者是出纳打听一下，看看周边房子的价格后再给我报价。行，那几位稍等一下，我去就来。说完，李建国便急匆匆地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而一旁的江澄却是满脸疑惑地看向了我。严兄弟，原来你来这里就为了租几间破房子啊？你要用房子的话，何必来这里？我们棉纺厂大小库房几十间，甚至于空余的生产车间都有，难道还不比这里的房子强？你们棉纺厂的房子确实多，但是却不适合我，反倒是铸剑厂南面那几间比较合适。我想起来了，铸剑厂南面那几间房子我似乎有些印象，记得四周臭烘烘的，还临着街道，不知道严兄弟租那里是有何用？这个暂时保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听到这话的两人随即向我投来了诧异的目光，毕竟租房子这事儿全靠他们帮忙，而现在却又对他们打起了哑谜。很快，李建国一脸兴奋地回到了办公室。严兄弟，我刚才让人打听过了，咱们北关村这边普通30平米的房子，一个月的租金差不多是8块钱，但那是住宅的价格，而我们南面那几间房子只能算是仓库，价格肯定是比不上住宅的，不过面积却要大很多，差不多有500-600平，因此财务那边给出的价格是一个月30块。然而李建国话音刚落，一旁的江澄便皱起了眉头。李建国，你小子也太黑了吧！就那么几间走风漏气的破仓库，一个月竟然敢开30块！听到这话的李建国顿时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以为自己给出的价格已经低于市场价，没想到却遭到了江澄的不满。那就20块一个月，你看怎么样？李厂长，你别听他的，据我所知，30块一个月已经很便宜了，想必这应该不是财务给你的参考价吧？此话一出，李建国顿时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而一旁的江澄见此情形，也瞬间明白了过来。你们厂的财务报价多少？50，那就按照一个月50来算。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请说。我要租5年，所有租金一次性付清，同时合同上还要注明5年后同等价格的情况下，我有优先租赁权。随着我的话音落下，在场的所有人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我，而李建国更是满脸的不可置信。严兄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没跟你开玩笑，这里是3000块，可以的话今天就能签合同。看到我掏出的3000现金，霎时间整个办公室都安静的可怕。毕竟这些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近10年的工资，而对于这个穷得快揭不开锅的厂子来说，也算是雪中送炭。行，只是这个价格您给的实在是有些高了。高不高我心里有数，50块钱一个月这个价格我是认可的。面对眼前的难题，李建国随即将目光投向了一旁的江澄，而江澄在看到我坚定的态度后，也只能无奈的点了点头。好吧，那这事咱们就这么说定了。除了租房子外，我还要向你们铸剑厂下一批订单。听到订单2个字时，李建国忍不住眼前一亮。毕竟现在的铸剑厂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要是再没有新的订单，全厂100多号员工将集体喝西北风。什么订单？我随即掏出了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图纸，上面是我根据潜意识的记忆画出来的一些草图。而当看到图纸上的内容时，李建国却顿时皱起了眉头。我根据前世的记忆当场画出了一张草图，然而当看到图纸上的内容时，刚刚还在满脸兴奋的众人顿时全都傻眼了。这是一种烤桌，还是一种锅？这不就是一张桌子吗？只是形状有些奇怪而已。可是上面怎么还有一个洞啊？难道是用来烤火的？这叫烤涮一体桌，那个洞是用来放炭盆的。你们铸剑厂能做出来吗？能做的话，我下100张这样的桌子。这个我暂时还无法答复您，要不我先去问一问车间里的老师傅，再给你回话。行，那你赶紧去问吧。
说完，李建国便急匆匆地离开了办公室，而一旁的江城却忍不住突然开口：“严兄弟，你真要花3000块钱租他们那间破仓库，然后还要订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桌子，你这不是拿着钱打水漂吗？那你看我像傻子吗？这个不太像。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些钱花的不值？确实有些不值，那几间破屋子送都没人用。那你们信不信1周内这间仓库的价格就能翻1倍，甚至于2倍？这怎么可能？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咱们可以打个赌。怎么个赌法？就以房租的价格做赌，当然也不限这间仓库，包括北关村所有沿街的铺子，1周内房租价格上涨1倍我赢，没有上涨就算我输。哈哈，严兄弟，北关那条街我再熟悉不过了，那里的房租都能涨价的话，我江城2个字倒过来写。不用了，要是涨了，你们帮我做一件事就行，当然肯定不会违法，也不违背你们的良心和道义。听完，两人再次陷入了沉思。毕竟前2天才见识过我的能力，可他们又在此已经生活了那么多年，这一片的物价他们比谁都清楚。就在两人还在一脸不解时，李建国也急匆匆地回到了办公室。严兄弟，我们师傅说能做，不过有些地方他看不太懂，需要请教一下你。没问题，先说说我的要求和数量吧。我需要80张烤涮一体桌以及相对应的椅子，其中60张4人桌，每张桌子配备4把椅子，20张大圆桌，每张桌子配备8张椅子。除此之外，炭盆、铜锅以及烤肉的篦子之类的也全部交由你们铸件厂生产。我随即将饭店需要用到的所有东西以及制作方法向李建国说了一遍。李建国也在似懂非懂中忍不住笑呵呵地点了点头，而江城和叶华两人的表情却是截然相反。时间很快来到下午，我把于洪几兄弟叫到了一起。13，既然房子已经租下来了，那咱们接下来要干啥？接下来就是装修房子了。二哥，装修房子可是个技术活，兄弟们都不会啊。放心吧，不用你们亲自装，明天咱们去天桥那边找几个装修师傅，而你们只需要把装修材料备好，平时再盯着点就行了。那就好，你要说下地还行，这些活我可从来没干过。虽然不用你们来装修，不过接下来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二哥，你说咋做，兄弟们都听你的。首先，你们要学会跑市场，学会采购和算账，同时还要学会如何接待顾客。我知道你们现在都不懂，我会一项一项的教你们，但是你们都要认真的学，因为以后你们可都是要独当一面的。你放心吧，咱们几个都是从小玩到大的，绝不会在关键的时候给你掉链子。那现在就交给你们一个任务，于红，你带小刚出去看看附近有几个菜市场，记住都在什么地方。刘宇，你和罗亮去打听一下附近有没有卖建材的，就是木头、地砖之类的东西，不用急着去了解价格，认清楚大门朝哪开就行。看着几兄弟转身出去的背影，我的心里忍不住一丝感慨。前世的他们受限于学识和能力，基本上全都是碌碌无为。重活一世，我绝不会让他们还像前世那样一事无成。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饭店的装修工作也快要接近尾声，而这时江城却来到了饭店门口。严兄弟，我怎么感觉你这是要开饭店的节奏啊？你没看错，这里即将成为一家饭店。其实那天你向铸件厂下订单的时候，我就想问了，但当时精神不大好，所以就没有多问。不过开饭店这玩意儿能行吗？你想做点小买卖，悄悄的倒没人管你，但是你这大张旗鼓的似乎不太合适吧？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就等着看吧，要不了多久这一片将会出现很多饭店。可据我所知，现在的饭店都是国营的，私人是绝不允许开饭店的。你是在担心政策方面的事情吗？对呀，这要是被抓起来，那可不是小事儿，说不定还会判刑呢。这你就放心吧，这种事情的轻重我还是拎得清的。我说你这人咋就这么犟呢？你有空还是出去转转吧。你看这一片有私人开的饭店吗？面对江城的质疑，我却是冷冷一笑。你还记得咱们前几天打的那个赌吗？当然记得，我还正想问你呢，这么多天过去了，也没见这房价有啥变动啊？看来你是输定了。那可说不定，这不是还没到时间吗？难道你还能让这房价1、2天内翻1倍不成？能不能翻1倍，咱们看看报纸不就知道了吗？看什么报纸都没用，房租这玩意儿要涨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更何况还涨1倍。不着急，就先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刘宇，去帮我买几份今天的报纸回来，多买几种。看到离去的刘宇，一旁的江城随即一脸疑惑地看向我。严兄弟，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啊？面对江城的不解，我却是似笑非笑的摇了摇头。没过多久，刘宇便急匆匆地把报纸交到我手上，而我却是顺手递给了江城。京城市政府正式批准市工商局关于允许个体户从事饮食小吃和小商品经营的警示。江城在看完报纸头条后瞬间就愣住了，他不明白这种消息我是如何提前得知的。这种政策性的东西，就算是我家老头子也未必能提前得到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猜的。要是不相信的话，这里还有人民日报，还有工人日报。不用看了，看来我们真的要输了。这就认输了，不再等等看吗？我确实有些不想承认，但是没办法，这种消息一出，房价就会立马飙升，而且不仅仅是北关村，整个京城都一样。对了，既然我们输了，那你想让我们做什么？2件事情，第一是帮我把开饭店的手续办好，我不想去花时间排队。没问题，那第2件呢？第2件事情是等我开业的时候，你请你的朋友们来我这里吃顿饭，能请多少请多少。
行，正好15号我要过生日，往年都是找一些私厨来家里给我做菜，今年我就请他们到你这里吃。对了，叶华那小子也输了，你打算让他干啥？我想让他爹帮我查一个人的档案。这简单啊，他爹现在就是在某部委工作，查个档案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不过你要查的人是谁呀？面对江城的提问，我皱了皱眉，却没有回答。算了，这事儿以后再说吧。时间很快来到开业的日子，看着空荡荡的饭店，于红几人忍不住开始急躁起来。13，咋还没有人来吃饭啊？是呀，二哥，咱们花了那么多钱，不会是要赔了吧？着急啥？耐着点性子，这才哪到哪呀？我们这不是心急吗？眼看投了这么多钱进去，要是没有客人上门的话，那可怎么办？放心吧，我这人一般不做没把握的事情。再说了，要赔也是赔我的钱，你们几个担心啥呢？听到这话的众人一脸无奈。然而此时饭店门口却突然开过来几辆汽车。听说你的店开业了，过来捧个场。你就是江城的二哥吧？欢迎欢迎，里面请。霎时间，饭店已经被江城带来的人占满了位置，而于红几人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时间很快来到晚上，刚回家的江城就被自己的二哥江印叫住。你小子今天怎么稀罕的没喝酒呢？也没啥，就是那小子说我身体没好利索，尽量不要喝酒。那小子，你是说那个叫严13的小老板吧？哎，你觉得咋样？你是问菜还是问人？当然是人了，菜好不好我还吃不出来吗？是个聪明人，而且做人很讲究。中午那顿饭没算我们的钱。怎么一顿饭就把你这个区一把手给收买了？你觉得可能吗？我的眼窝子就那么浅吗？那你说的是啥意思？哪方面讲究了？那小子年龄看起来不大，但不管是眼光还是做事都透着稳重和老成，完全不像是20啷当岁的毛头小子。那我咋没看出来？你要是能看出来，那人人都知道了。反正你这次认识的这个小兄弟不简单。首先是他那家店的选址非常不错，装修的也很有特色，而且餐饮模式很好，没有碰那种普通的面馆、炒菜馆之类的小饭店，很明智。其次，他这个人能屈能伸，很会来事，有傲骨没傲气，是个做大事的人。还有就是他这人目光长远，懂得取舍，不是那种吃独食的人，可以好好相处。那小子有本事我是知道的，但是你说的那些我怎么没发现？你就吃了一顿饭就看出来了。这个人出现的太过于离奇，而且他的出场方式也让人感觉有些诡异。而我们家现在又属于树大招风，我不得不防。最重要一点，你是咱们家最容易被人盯上的那一个，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我都得注意，所以我调查过他。那你调查的结果呢？我在京城开饭店，不料店内却空无一人。就在于红几人正为此而焦虑时，江城却突然带着几十个人赶来。这个人出现的太过于离奇，且他的出场方式也让人感觉到诡异。而我们家现在又属于树大招风，所以我不得不防。最重要的一点，你是咱们家最容易被人盯上的那一个，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我都得注意，所以我早就调查过他了。那你调查的结果呢？目前为止，这个人的情况还算是正常，他确实是前几天才抵达的京城，而且之前也没有在京城出现过的痕迹。抛开你说的他那种神乎其技的能力，最起码可以保证他救你应该属于巧合，并没有其他企图。另外，我还调查了他的进货渠道，都是买的高价牛羊肉，价格要比统销价格贵了25%左右，所以我才说他今天会亏。那这么看来，不就是我占了人家的便宜了吗？何止是便宜，是大便宜！我看过他们的菜单，实际上你们这些人今天的消费在650上下，而他却只收了你320，你说你是不是占了人家大便宜？不行，我江城绝不会占这种便宜，明天我就去把钱给他补上。我看不必了，他肯定不会收你的。为什么？这就是我说他是个聪明人的原因。他让你到他店里请客的目的，并不是想赚你的那点钱，而是借你的人脉把他店里的名气打响，所以他只收了你成本价，这便是有原则懂取舍。另外，前段时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表现得很孤傲，但是今天吃饭的时候却又能亲自为我们演示烤肉，并且没有一点不自在，这便是能屈能伸。而他不管是和你和我还是和叶家那小子相处，都是平等对待，并没有在意我们的身份，这说明他的内心强大有傲骨，这样的人必成气候。照你这么一分析，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儿。看来我还是小瞧了这家伙。现在知道也不晚，以后可要离你那些狐朋狗友远一点了。江城听完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毕竟身为区长的江印，不管是阅历还是经历，都比他高出一大截。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江城和叶华再一次来到了我的饭店，可这次的两人却是满脸垂头丧气。饭点都过了，你们俩还跑过来干嘛？就是知道你在忙，所以才晚点过来的。说吧，来我这里到底啥事儿？叶华，还是你来说吧。严兄弟，我们今天过来主要是想请你帮个忙。帮什么忙？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小姑，也就是老姜的婶子，她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一次意外，肚子里的孩子没了。自那以后，整个人的精神就受到了刺激。前几年都还好，因为有我姑父在身边陪着。但是这2年我姑父外调她婶后，小姑又不愿意跟她到外地，所以这病情就是好是坏，经常想不开，想要寻短见。我们两家都被折腾得够呛。这不就是抑郁症吗？这事儿你找我也没用啊，得找医生看看。抑郁症是一种病吗？
没错，就是精神方面的一种疾病，具体的你们可以找医生了解一下。没用的，我们将国内最好的医生都请来了，但都说他这是心病，没办法医治。此时我的脑海中突然涌现出了一段上一世的记忆，记忆中这段时间已经有人研制出了治疗抑郁症的特效药，或许这事儿我还真能帮上忙。兄弟，只要你能治好我小姑，别的不敢说，以后在这49城里谁也别敢欺负你。也算我们江家一份儿，只要你不是把天捅破了，我们都能兜得住。看你们的样子，好像我会犯啥事儿似的。再说了，我只是说能帮忙，而不是说一定能治好。你们激动个啥呀？严兄弟，只要你肯出手，那肯定没问题。我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能耐，看把你能的。不过话说回来，你们这位亲人的情况我也大致了解了。不出意外的话，他是受到极大的刺激之后引发的抑郁症，病情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如果不加以治疗的话，很可能会走上绝路，自杀几乎不可避免。那该怎么办？严兄弟，你到底有啥办法？既然是病，那自然得靠药来治，其他歪门邪道就不要考虑了。据我所知，国外有一个生物实验室研制出了一种名叫氟西汀的药物，这种药是治疗抑郁症的特效药，你们可以想办法弄点回来试试。这药真的能行吗？能不能行试试不就知道了。而且以你们两家的能力，应该很快就能弄到这种药物。行，那我们这就回去托人去弄你说的这种药。等等，有件事情本不想和你说，不过看你这人为人还算不错，就提醒你一嘴。你好事将近，但祸福不定。啥意思？难道是你小子要娶媳妇了？别胡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人，我还没玩够能娶啥媳妇儿。是或不是你们很快就知道了。不过我可提醒你，人家姑娘是个好姑娘，你要是没做好收心的准备，就不要碰人家，不然整个叶家都得跟着你倒霉。听到这话的叶华瞬间就愣住了，而我却是转身回到了店里。随后在江城的提醒下，叶华也从恍惚中清醒了过来。而另一边，叶家大院里所有人的表情都渐渐变得凝重起来。老二，韵儿的情况怎么样了？自从妹夫回来后，五妹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不过还是不吃不喝，神情憔悴。爸，我看要不送小妹去国外看看吧，国外或许有办法。晚了，要是前几年的话，或许还有机会，但是现在小妹的身体已经经不起折腾了。那咋办？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小妹继续这样下去吗？随着叶华海的话音落下，顿时整个屋子都安静了下来。而此时叶华却突然走了进来。你小子死哪去了？不是让你早点回来吗？行了，小华这不是回来了吗？生那么大气干啥呢？你就惯着他吧，须知惯子就是杀子。你也是，中午不是给你打了电话吗？咋这么晚才回来？妈，我这不是有事儿吗？有啥事儿能比开家庭会议重要？20多岁的人了，连轻重缓急都分不清吗？有啊，我去找治疗小姑病情的办法去了。妈，你说重不重要？别拿这个来当挡箭牌，你小子是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吗？我是真去想办法了，而且也已经有结果了。此话一出，刚刚还在焦头烂额的众人顿时都打起了精神，随后纷纷看向了叶华。小华，你真的找到治疗你小姑的办法了？办法是找到了，不过奏不奏效就不一定了。那你赶紧说说到底是什么办法？是这样的，我找的那位朋友说我小姑得的是一种名叫抑郁症的病，而且病情已经发展到了重度，非常的危险，随时可能自杀。这和前几年漂亮国来的那个乔治医生说的一样，就是这个抑郁症。那个洋鬼子医生不是说这种病没法治吗？我那位朋友说，漂亮国有一个叫里来药物的公司，他们研究出了一种药，是专门治疗这个抑郁症的特效药。那他有没有说这种药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即找人把药买回来试试。他说叫百忧解，成分是一种叫氟西汀的东西。百忧解是吧？我这就去给老大打电话，让他尽快把药弄回来。顺便再给江家打个电话，也让他们想想办法。爷爷，江家那边就不用打了，刚才我就是和江城哥一起过去的，他也知道这事儿。听完，叶老爷子脸上顿时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随后一脸得意地看向了叶华。你小子虽然从小调皮捣蛋，但是关键的时候还是能指望得上的。不过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就不着急个人的事儿呢？爷爷您就别操心这些事儿了，我这不是还小吗？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大哥都会打酱油了，你还好意思说自己小？行了，老三，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收收自己的脾气。咏梅，你平时交际面也挺广的，有差不多的姑娘给这小子挑一个，别人不管不着急，但是你这个当娘的可不能不当回事儿啊。爹，你还真别说，前2天正好有人和我说这事儿呢，我正打算和淮海商量一下再做决定。啊，那还真是巧了，是谁家的姑娘？林家老二的三姑娘。林二哥家的小丫头才多大，这都能嫁人了？任姑娘今年已经22岁了，大学都毕业了，你说能不能嫁人？林家不错，家风正，人家姑娘还是个大学生，嘿，这小子那是绰绰有余。我也觉得不错。林二哥脾气虽然是火爆了点，但是为人很正直。那个叫林颖的丫头和我家建明是同学，之前见过几次面，长得漂亮也很有礼貌。几人随即开始对叶华的大事讨论起来，而叶华脑海中却浮现出我跟他说的祸福难料4个字，顿时吓得脸色惨白。既然如此，那我明天就去林家探探口风，要是可以的话，就尽早的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吧。
我看可以。爷爷，这事儿要不就算了。逆子，你又想找什么借口？这次你要是再敢拒绝，老子打断你的腿！你咋这么快就过来了？要的事情搞定了吗？先不说这事儿，赶紧陪我出去走一趟。你这火急火燎的是要去哪啊？北关村。这不是刚从那里回来吗？不会是那个药有问题吧？我他娘的刚刚才和我家老爷子说了这个药，和药没关系，是我的事儿。你能有啥事儿？男人只因参加家庭会议迟到了1分钟，就被在场的众多长辈说成是不孝子。然而就在他将自己的理由说出来时，却又被自己的父亲拿着鞋追了出去。你不是回家开会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别提这事儿了，走，陪我出去走一趟。你这火急火燎的是要去哪啊？北关村。这不是刚从那里回来吗？不会是那个药有什么问题吧？我他娘的刚刚才和我家老爷子说了这个药，和药没关系，是我的事儿。你能有啥事儿？面对江城的提问，叶华沉思了片刻，随后一脸认真的看向了江城。我他娘的可能真的要娶媳妇了。听到这话的江城瞬间就愣住了，他没想到我昨天才说出的话今天就应验了。片刻后，江城一脸认真的看向了叶华，看来真被那小子给说准了，赶紧说说到底咋回事。叶华随即将刚刚在叶家大院发生的事向江城说了一遍，而江城听完却是露出了满脸的不可置信。你是说你和小颖儿这小丫头好像比你小子小好几岁呢？你这是典型的老牛吃嫩草啊！你以为我想啊？我这不是也没办法吗？那小子的嘴还真是开过光的。啥意思？你还记得那小子最后说的那句话吗？当然记得，他说我好事将近，但祸福难料。后面的那句，他说你要是没有做好收心的打算，就不要碰人家姑娘，不然整个叶家都要跟着你倒霉。不会这么严重吧？林家虽然比不上你们叶家，但是整体实力也不弱。你要是对小颖儿好，那自然没问题。林家和叶家联手，就算你是一堆烂泥，也能将你扶上去。但你要是对人家不好呢？你想过会是什么后果吗？听到这话的叶华顿时被吓得脸色惨白。他很清楚，如果两人相处不好，那林家和叶家的关系非但不会是强强联合，而很有可能是反目成仇。你这家伙哪儿都好，就是有点花心，而小颖儿又比较单纯。你要是不知收敛上了他的心，那确实是祸福难料了。那你赶紧跟我去一趟北关村吧，看严兄弟有没有化解的办法。去哪儿都没用，你要知道这事儿的决定权在你身上，人家严兄弟只是提醒你一下而已。那我现在该咋办？要不就跟他们摊牌了吧，和你家老爷子说坚决不娶林家的姑娘。没用的，我刚刚在现场就想拒绝，结果却被我家老头子一顿臭骂，幸好我跑得快，不然今天又得来顿揍。那没办法，既然此路不通的话，那就只能委屈一下你自己了。可我才25岁啊，这就要被老婆孩子给牵绊住了。那也总比坐牢强啊。坐牢？你忘了严兄弟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就说你命犯桃花吗？管不住裤裆就得进去。现在看来他说的应该就是和这件事有关吧。听完，叶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明白是时候该做出选择了，而这件事的决定权在自己手里。想到这里，叶华随即转身离开了江家。而另一边，长寿县汽车站内，龙战军却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真的难以想象，这样一个破败的地方，怎么可能养出严大哥那样心性豁达、手段通天的人？然而就在龙战军愣神之际，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却引起了龙战军的注意。只见这家伙正将手悄悄伸向一个女人的衣兜里，见状，龙战军立即上前抓住了此人的手。你他娘的是谁呀？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同志，这家伙是个小偷，他刚刚手都伸到你衣兜里去了。反应过来的女乘客这才露出一脸震惊，随后向龙战军投去感谢的目光，而周围的群众此时也纷纷向这边围了过来。年轻人好样的，这些小偷真是越来越猖狂了，就该这么治他们。就是这些家伙偷钱和票也就罢了，有时候连介绍信和户口簿都要顺走，真是害人不浅啊！这小子我认识，听说刚放出来不久。现场顿时响起了一阵阵批判的声音，大家都对小偷的行为恨之入骨，更不用说眼前这个人还是个惯犯。大叔，请问公安局在哪里？我得把他扭送到公安局，省得他再出来害人。公安局离这里不远，出了车站的门向右拐，然后过了十字路口，再向前走不到200米就到了。听完，龙战军便马不停蹄地提着小偷的衣领走出了车站。与此同时，长寿县局刑警队的新任队长李刚正在会议室里召开案件分析会议。这些天已经接到好几起失窃案了，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进展？李队，我们已经对县里人流量比较密集的供销社以及汽车站进行蹲守布防，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很快是多快？都这么多天过去了，连一个小偷都没抓到，我怎么向上面的领导交代？怎么向广大人民群众交代？必须再加大警力，人手不够就从乡镇派出所调人。李刚随即对抓捕工作进行了重新部署。然而这时，一名年轻警员却急匆匆地走进了会议室。李队，小偷已经抓住了。听到这话的众人顿时全都愣住了，而反应过来的李刚更是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了这名警员。小刘，小偷真的抓住了吗？没错，现在人就在外面。好样的，知不知道是哪个支队抓住的？是一个普通群众，他在车站看到小偷正在行窃，就把人送到咱们局里来了。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顿时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这名警员，他们不敢相信刑警队这么多天的努力竟然被一个群众给捷足先登。
走去看看是哪路好汉帮咱们把事儿办了。随后，在李刚的带领下，众人浩浩荡荡地离开了会议室。然而，就在龙战军以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离开时，却看到几名身穿制服的公安正向自己走来。同志，你就是那个抓获小偷的英雄吧？英雄谈不上，但那个瓜怂确实是我抓住的。同志贵姓呀？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龙战军，我是从秦省过来的。我是长寿县刑警队长李刚，非常感谢你的出手。这没什么，举手之劳而已。李队长，小偷我已经交给你们的人了，要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行，要是在长寿县遇到什么事儿，你可以直接到县局找我。好，对了，李队长，能和你打听一件事儿吗？你请说。我想问一下，那个红旗公社离这里远不远？这得看你要去哪个村。要是公社所在地的话，离县城差不多只有8公里。我要去的是红旗公社高家村。听到这话的李刚顿时心里一惊，而想到温业就是秦省的人，随后李刚忍不住开始上下打量起龙战军来。同志，不知道你是到高家村去探亲还是办事儿？我是去那里找一个人。找谁？见龙战军犹豫了一下，李刚随即话音一转：实不相瞒，我在高家村有不少朋友，你说出来人名我或许认识。严13。此话一出，刚刚还在满脸猜忌的李刚顿时露出了一丝笑容，随后一脸认真地看向了龙战军。还真是找那小子的，我就说嘛，除了他以外，哪还有人大老远去高家村那破地方的？李队长真的认识他？何止是认识，已经是老朋友了。不过你来的还真不是时候，他这段时间没在家里。那你知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前段时间他去京城了，走的时候还专门来了一趟我这里，应该现在还没有回来。听完龙战军当即皱起了眉头，想不到自己跨越千里来到长寿县却扑了个空。沉思片刻后，龙战军又抬头看向了李刚。李队长，那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或者你知道他在京城的地址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不过他这次去京城并没有带他媳妇儿，或许去问问他媳妇儿，应该就能知道他在京城的地址。这样也行，那我现在就去他家。还是我送你过去吧，他媳妇是学校的一名老师，这会儿应该也快放学了。两人很快开车来到母亲租房的地方，而当看到走下车的龙战军时，温业顿时露出了一脸惊讶。龙大哥，怎么是你？李队长，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我下午刚赶到的县里，机缘巧合下就认识了李队长，他知道我是来找你们的，所以就热心的送我过来了。龙战军同志刚来县里就帮我们破获了一起行窃案件，还将犯罪嫌疑人扭送到了县局，为表谢意，我就把他送过来了。这时听到动静的母亲也走了出来。小叶，快请两位进屋说话。嫂子，听说严大哥去京城了，他是什么时候去的？走了大概有20来天了。那你知道他在京城的地址吗？不知道，他走的时候只是说去京城看看有没有机会，并没有向我们提过确切的落脚地。听到这话的龙战军脸上顿时闪过一丝失望，想到自己千里迢迢来报恩，如今却找不到人。那他这么长时间没有给家里写过信吗？这孩子一直都没有写信的习惯，也不知道家里人会担心他。不过想想他应该也快回来了，因为他知道小叶已经怀孕了。好，那我就在这边等等他。对了，龙大哥，那边的案子结了吗？已经完结了，温纪忠数罪并罚，被判20年，李红梅和温磊7年，温美琴18年。听到这个判罚时，温业顿时沉默了。虽然这确实是他希望的结果，但是真正当判决下来的时候，他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那我亲生母亲那边有消息了没有？暂时还没有。老肖之前去了一趟省城的人事部门，想要调阅那位叶笑英的档案，结果对方却回复说查无此人。或许他们已经不在了吧？应该不是，老肖前段时间又去了一趟省里，并以涉及到重案为由请求上级部门介入。当他们拿着市局的协查函来到人事部门的时候，对方还是没有配合，但这次给出的理由是他们没有权限调阅此人的档案。连市局都无权调阅的人事档案，那可真的就又有说道了。李队长，这里面是有什么门道吗？这种情况一般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被调查人自己的身份不一般，比如说是国家高级干部或者特殊工作者等等；第二种则是他的家人不一般，比如说她的丈夫或者父亲的身份超然。但不管是哪一种，你母亲的身份可能都不会太简单。男人第一次走进车站，却碰见了正在行窃的扒手。就在他上前准备揭穿此人时，却又被周围的群众将他围了起来。你是说连市局都无权查阅他的档案吗？李队长，这里面是有什么门道吗？这种情况一般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被调查人自己的身份特殊，比如说他是高级部门的干部或者特殊工作者等等；第二种情况则是他的家族或者家人的身份不一般。但不管是哪一种，你母亲的身份可能都不会太简单。听到这话的温业瞬间就愣住了，他没想到自己的身世会这么难以调查，更没想到自己的母亲可能还是那种身份超然的存在。而另一边，由于饭店的生意太过于火爆，我决定再从老家调几个人过来帮忙。严兄弟，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废话少说，我要借你的电话一用。李刚，是我。是严兄弟呀，咋突然想起来给我打电话？除了你，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打呀。你这家伙一开口就能把话给说死。说吧，需要我帮你办啥事儿？
我想麻烦你去鲜花工厂给我大姐和大姐夫传句话，让他们俩带上村里的刘三儿一起来京城帮我。传话倒是没问题，不过就这样把人从工厂带走了，是不是不太好？没事的，他们厂长李国华我认识。还有就是刘金山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案子宣判了，他虽然没有被牵连到，但是由于玩忽职守，他被撤职了。那你替我转告老刘，要是他愿意的话，这次可以和我大姐他们一起过来。行。对了，严兄弟，昨天你的一个朋友从齐省过来找你来了。是龙战军吧？这家伙总算是来了。这样的话就不用通知我大姐他们了，让龙战军带上刘三过来就行。听你的意思是要让人从老家过来帮你？可不是嘛，请人办事，我礼物都准备好了。真不错啊，哪里弄来这么多 Mate 60的？我在左下角领的，不也教你领了吗？我也想领华为来着，但是人太多了，我没抢到，就领到了苹果。上次活动太火爆了，左下角原先准备的库存都被领完了。这次我特地和厂商申请了福利加码，不仅加了3000台华为 Mate 60 Pro， 还有苹果15 Pro Max 做保底，不怕抢不到。这次力度这么大，快教教我怎么领。很简单，你就点我左下角链接下载，上线就能看到手机领取界面了。左下角内部链接还有专属福利，1000台华为 Mate X5 配套送，升级就能领到手。这么好，我赶紧下一个。话说回来，你也知道我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单靠我那几个小兄弟根本忙不过来。另外，我过几天也有点事情需要回去，所以就再调点人过来帮着看段时间。你要回老家了，可叶华那小子还想找你帮忙呢。找我也没用，这事儿得靠他自己。那你之前说他会因此而进去是真的吗？他要是还不知收敛的话，就一定会。我说的，叶家都保不了他。那行，这事儿我会劝他的。我看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我又怎么了？我发现自从你出现了，怎么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好事呢？信不信由你，反正接下来你的事业将会严重受挫。什么事业？你现在的事业也就是这个破厂子，厂里即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你作为厂长恐怕最终也会受到牵连。听到这话的江城随即陷入了沉思，他明白这段时间棉纺厂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一旦那些积压的货物卖不出去，那么最终确实会牵连到自己。想到这里，江城突然兴奋地看向了我。真快啊，我达到等级了，让我填收货地址了。左下角都是顺丰发货，你就等着收货吧。就在江城还在愣神之际，办公室的门却突然被人推开，只见叶华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严兄弟，我正说要去找你呢，你这次可一定要救我啊！什么事儿能把你这邻家大少爷急成这样？不过我可就是个普通人，你要是真有9981难，我也没有那72般变化呀。兄弟，我真没开玩笑，今天我妈已经去林家提亲了，而且林家也同意了，说是过2天就订婚。这次我真的完了。不就是娶个媳妇而已，看把你吓的。我这还不是给你吓的吗？是你说我祸福不定的。那你想要我怎么帮你？我还没想好。那对方是啥情况你了解过吗？她是林家嫡系，今年好像大学刚毕业，不过那丫头长得倒是挺好看的，而且我和她大哥也处得不错，但是对她本人的了解却很有限。既然你找我帮忙，那有些话你得先知道，良言难劝该死鬼，慈悲不渡自绝人，意思就是我这人只管说，至于听不听或做不做，那就在于你自己了。我当然听，你尽管说吧。其实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问我，而是问你自己。问我什么？问你自己是想一辈子浪迹花丛当个浪子，还是想安安稳稳有个家？你想当一辈子浪子的话，只要你不碰世家名媛，那肯定没人管你。但如果你想要一个漂亮贤惠的妻子，想有个安稳的家，那你最好就此断了胡搞的心思，系紧自己的裤腰带。你也知道我这人，想要改变的话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既然无法现在做出选择，那你就先和那个姑娘聊聊吧。聊什么？问问她到底是怎么想的，明明长得那么好看还有学识，怎么就看对你这么个货色了？此话一出，一旁的江城顿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而反应过来的叶华却是满脸尴尬。江城，你也别笑，你们俩都是一路货色。不过话说回来，人家姑娘那么优秀，年龄也不大，可选择性实在是太多了。可为啥偏偏就看上你了？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听到这话的两人顿时都皱起了眉头。林家的实力虽然比不上他们叶家，但林家却算得上是军人世家，而他们也不屑于用儿女的婚姻去和别人家联姻。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江家老宅里的气氛显得异常凝重，而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了桌上的一个药瓶上。世英，这件事儿还得你来拿主意，说吧，到底给不给韵儿用着的？听到这话的江世英顿时犯了难，尽管大家现在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可到了真正要做决定的时候，他还是犹豫了。老三，不行就算了吧，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已经没时间了，医生说以韵儿现在的身体状况，最多只能维持3个月。这么说你还是想试试？没错，不过我现在要先出去一趟，等我回来再做决定吧。你是想去找那个年轻人吗？对，有些话我必须要亲自问一问他。很快，江世英在江城的带领下来到了饭店里，而当看到两人时，我便已猜到他们此行的目的。你们是想问关于百优姐的事儿吧？没错，我们已经找人弄回来了，但是据对方说，现在只是刚刚研究出来，还没有经过临床检验，所以我们现在很纠结。您既然过来了，那说明病人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了。您想放手一搏，但是心里又没底，是这样吗？
看来江城说的没错，严同志果然是博学多才。如果他的情况是情绪低落、思维迟缓、缺乏主动性且饮食睡眠差，并伴有轻生念头和行为的话，那就放心服用，效果定会让你满意。那一般多长时间会有效果？正常情况下，1个星期就会有反应，1个月就会有明显的改变，3到5个月身体就会逐渐的恢复。但是这种病对药物的依赖性很高，至于最终能不能痊愈，能不能摆脱药物，这还得看自身的情况。好，我明白了。如果这个真能挽救我妻子的性命，我江世英欠你一个人情。那三叔，你赶紧回去给三婶服药吧，我还有些话要跟严兄弟说，晚点再回去。看到渐渐远去的江世英，江城这才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他不是你三叔吗？你怎么一副老鼠见了猫的模样？这你就不知道了，在我们家，我三叔那绝对是说话最有分量的，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小辈们来说更是如此，连我爷爷都比不上他在家里的威严。为什么？因为他这人厉害啊，敢下狠手。他厉害和敢下狠手和你们有啥关系？难道他还敢揍你们这些小辈不成？格局小了吧？我三叔揍我们这些小辈那就是家常便饭的事儿。你们家还真有意思啊。对了，你刚刚不是说还有话跟我说吗？还不是你昨天那句话，害得我食不能起夜不能寐的。想不到你堂堂一个厂长还会为了这事儿发愁啊。虽然我家里人都不太看好我这份工作，但我还是想把这个厂好好管理下去，毕竟里面还有几百号工人要吃饭呢。那你明天把你厂里所有的中高层领导都叫到我店里来吃顿饭，吃完了我就告诉你怎么回事。严兄弟，你要是需要钱的话，直接开口就行。兄弟，我还能差你这几个字吗？那你看我又像是差你那几个钱的人吗？我让你把他们叫过来的目的是要帮你把小人给揪出来。什么小人？我才能影响到你的大概率是厂里的干部，把人都叫过来，我自然有办法让他原形毕露。我看就今晚吧，我倒是想看看到底是谁在暗地里给我使坏。说完，江城便转身离开了饭店。他现在迫切的想要知道到底是谁想害他。而另一边，站在林家大院外的叶华还在思索该怎么向林家人谈这件事。而此时，林颖的大哥林毅却正好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妈是农村妇女，我爸是乡下猛男，而我却要在京城开饭店。就在我的饭店正无人问津时，江城却带着棉纺厂的所有中高层领导来到这里吃饭，就连叶华都带着自己的未婚妻过来捧场。你们这是啥情况？这还看不明白吗？以后颖儿就是我们叶家的人了。不是你小子前2天还愁眉苦脸的，现在就你家的人了，狗脸都没你小子变得快吧？小颖儿，你真要嫁给这家伙吗？你哥和你姐同意吗？他们同不同意没关系，我自己愿意就行。听到这话的江城差点没喷出一口老血，他不明白如此优秀的林颖怎么会看上自己这个喜欢拈花惹草的发小。想到这里，江城随即一脸疑惑地看向了叶华。你小子这是打算要改邪归正了？啥叫改邪归正？我这充其量只能算是浪子回头。严兄弟，你看到了吧？这小子完了，马上就要掉进婚姻的坟墓了。还是说说我的事儿吧。你又怎么了？这事儿你得问严兄弟，他说我厂子里即将大变天，所以我今天才叫这么多人过来吃饭。真的假的？你丫的也太倒霉了吧！这是惹到哪路衰神了？我也纳闷了，你小子倒是好事将近，我他娘的就是没怨当头，这也太不公平了。行了，我之前就和你说过，你这次是会被小人算计。那你看出来事实了吗？目前来看，今天来的这些人当中有3个，第一个就是靠窗那个秃头高树斌，是他。剩下2个是他正对面的那2个家伙，就是一个胖胖的，另一个却是个大高个。童寿良和杨光弼，他俩又咋了？反正这3个人将会给你的事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你当心点就行了。那我找个法子把他们赶出厂子不就得了？我觉得不妥，这事儿你找啥理由也不合适，还容易被人说闲话。那该怎么办？这样，你回去之后立即着手对这几人进行调查，先从部门财务开始，再到他们个人的经济状况，还有人际关系，想必应该会有所收获。记住，别让你厂子里的那些草包去查，这事儿得找你二哥帮忙，让他找一些专业的调查人员来。另外，一有证据立马把人控制住，小心那些家伙狗急跳墙。听完，江城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他不敢相信这几个人会在背地里对他使坏，毕竟这些人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而他不知道的是，接下来的调查结果会更加让他大跌眼镜。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江城将高树斌、童寿良以及杨光弼等人的档案挑出来仔细查阅了起来。然而没看多久，江城便皱起了眉头。此时办公室的门却突然被敲开，只见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江厂长你好，我是区审计局财政金融审计科科长胡亮，外面那几位都是我的同事。胡科长，是我二哥让你们来的吗？没错，来之前江书记已经将大致的情况和我们说过了，咱们就直奔主题吧。您现在要调查的是厂里的内部账务，主要是查采购科和第一车间的账务，对吗？我感觉他们这几个部门的账务存在严重问题，但是又没有确切的证据，希望你们能仔细的审查一下。没问题，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会以区审计局审查上一年度财务的名义进驻你们财务部门。等一下您把这个消息通知给相关部门，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咱们不是半年前才审查完吗？这怎么又要查呀？
这个你先别管，通知高树斌，让他准备动身去往鲁豫两省走一趟。理由是那边的供货单位天天催债，过去让他们先缓缓，争取将还款时间推到明年。收到命令的刘财务满脸疑惑地走出了办公室。与此同时，江家老宅里，江老头一脸惭愧地看着三儿子江世英。韵儿咋样了？有起色了没？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有起色，感觉韵儿吃了那种药之后情绪稳定了不少。真的稳定了？最起码今天没有大声的哭闹，只是想起孩子的事儿还是会流泪。这些年也难为他了，当年的事儿你们两口子也算是受了我的牵连，不然的话……您别这样说，覆巢之下无完卵，更不用说你是我爹了。那种情况下，但凡沾点关系的都别想全身而退，只能说那个孩子和我们没有缘分。也可能是咱们江家真的注定没有女娃子，他要是个男娃的话，可能也不会出那样的事儿。您就别再自责了，当年的事情是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现在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想别的了，就希望韵儿能恢复正常。要是可以的话，你们可以再要个孩子，哪怕抱养一个都行。孩子的事情以后再说吧，现在我只求韵儿能好起来。对了，那个年轻人啥情况？他怎么会知道这种药对韵儿有效果呢？这事儿我已经问过江印和江城了，只是他们给出的答案有些匪夷所思，我不知道该不该信。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到老爷子对此事来了兴趣，江世英随即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老爷子说了一遍，而听完老爷子却露出了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我看这里面肯定有蹊跷。江印已经派人查过了，江城遇刺的事情确实和那个年轻人没有关系，而那几个小混混也确实是下了狠手。要是那个年轻人没有出手的话，江城很可能已经遇害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就有意思了。另外就是那个年轻人这2天说江城犯小人，还让他着手调查他们厂子里的3个小干部。还有这种事儿？难道那小子和那3个人有仇吗？目前来看应该没有这种可能，我已经让江印派人去调查这件事情了。我倒是想看看他说的那几个人到底是真小人还是假小人。你做得对，另外再让人查一查这个年轻人，这小子有些邪门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已经安排下去了。韵儿这边你多打扰着点儿，工作上的事情我就不过问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已经让韵儿受过一次伤害了，可不能再出意外了。你老放心吧，工作的事我能放下。说完，江世英便离开了。而来到房间后，却看到叶灵韵独自坐在窗前。我又梦到咱们的孩子了，我梦到他没有死，还在梦里叫我妈妈。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们母女。世英，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什么事情？你说。如果我死了，你就把我的骨灰送到青山县，把我埋在孩子身边。我想以这样的方式来陪陪他。你不要说这种丧气话，你会好起来的。你就不要骗我了，我的身子骨我自己知道。我已经给你找来了特效药，你很快就能好转，相信我。先不说这事儿，我听说连家要和我们叶家联姻了，联姻的对象还是叶华，是这样吗？已经定下来了。好事儿，我们的女儿要是活着的话，也快20岁了吧？不要想这事儿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20年了，我其实一直在逃避，心里始终过不去那个坎儿，却又没有勇气面对，以至于20年了，我都没敢再回去看看孩子的墓。这几天我不知道怎么了，总能梦到那个孩子，他总叫我妈妈，还问我为什么不来看他。要不这样吧，等你的身体好转了，我就带你回青山县去看看咱们女儿。听到这话的叶灵韵顿时两眼放光，激动的仿佛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另一边，当龙战军和刘金山来到饭店时，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严大哥，这就是你开的饭店吗？也太大了吧！这算啥？以后可能还会有第2家、第3家。这么大的店，得不少人来看店吧？这就是叫你们过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店里的人手有些忙不过来，而我村里那边也有事儿，所以想让你们在这边帮我守着店。严大哥，你说怎么做就行，随时听候你的指挥。严兄弟，我既然来了京城，那以后就跟你混了，你安排吧。我已经想好了，阿军以后就是店里的店长，全权负责店里的运营，具体怎么做这几天我会手把手教给你。而老刘则负责店里的财务，每天的收支情况都经由你的手，结余全部存入银行。另外，阿军作为店长，每个月固定工资150，老李是财务总监，每个月120，剩下的几个人每人100。另外年底还有年终奖金，具体数额另行确定。严大哥，工资这么高会不会？放心吧，亏不了。可是加上其他人的话，店里1个月工资加起来就700-800块钱啊。会不会亏，明天你们就知道了。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先休息一会儿，5点半随我进城采购物资，了解店里的运营。听完，两人满意的点了点头。对于这样的安排，他们没有任何怨言，而更多的是感激。毕竟这个年代的工人月工资基本都在30-40。与此同时，棉纺厂厂长办公室里，胡亮正在对调查一事向江城做汇报，而听到结果的江城却是渐渐皱起了眉头。这么说来，那几个狗东西的账务真有问题。江厂长，您可能还没听明白，他们负责的那几个部门的账务不仅仅是有问题，而是有大问题。
我用计揪出了棉纺厂的贪官，而厂长江城却不以为然。就在调查组将证据摆在他面前时，江城却又被他们的腐败行为吓得一脸震惊。这么说来，那几个狗东西的账务真有问题。江厂长，您可能还没听明白，他们负责的那几个部门的账务不仅仅是有问题，而是有大问题。有多大？足够让他们吃花生米那种。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最近3年采购部那边采购进来的物资与进库的数量虽然对，但与移交到各个生产车间的原料以及各个车间的产品生产数量存在极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原料不见了。那这些原料跑哪儿去了呢？有2种可能，一个是仓库的人和采购部的人沆瀣一气，原本只有9吨的原料，他们直接登记成10吨；另一个可能则是这些原料有问题，运进来的重量是够的，但实际上可能是里面掺了砂石泥土，所以一到了生产车间重量就不够了。听完，江城顿时皱起了眉头，他不敢相信这些人竟敢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做出这种事情来。你的意思是说，要么是仓库的人勾结采购部，要么是生产车间的人勾结他们，然后在原料采购上面侵吞集体财产？也可能是采购部的人将这2个部门全都买通了。妈的，太猖狂了，太无法无天了！另外，通过查账，我们发现采购部与鲁西一家国营的棉花农场之间的采购往来特别频繁，资金额度1年就超过了200万。但据我们了解，那个农场只是一个小型农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棉花产量。那大概知道他们到底侵吞了厂子里多少钱吗？据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最近3年贵厂采购部门的账务亏空差不多超过了180万。要是继续往前查的话，数额可能会更大。听到这话的江城瞬间就愣住了，此时他才明白厂子这2年效益下滑的这么严重，原来是被这些人给私吞了。而这3年也正好是他担任厂长的时间。想到这里，江城顿时露出了一脸后怕。江厂长，那接下来我们是要继续往下查，还是立即收网抓人？这事儿我得先考虑一下。你们在谈事情啊？要不我先到外面等等。不用，严兄弟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呢。江厂长，既然你有客人，那这事儿咱回头再谈吧。没关系的，严兄弟不是外人，正好让他帮我参谋参谋。此话一出，吴亮顿时向我投来诧异的目光，毕竟他实在看不出眼前这个年轻人有什么本事，竟然能让江城这样的人引以为自己人。就在胡亮还在愣神之际，江城却将调查的情况向我说了一遍，而听到这样的结果，我也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严兄弟，有什么不对的吗？如果你们只是查了他们的账务的话，我劝你们暂时不要轻举妄动。啥意思？账务有问题未必就能将人定罪，那些人既然敢这么做，那肯定是有依仗的。要是所有人都串通起来对抗你们的话，你们就算是找到账务上的漏洞，也未必能拿他们怎么样。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首先，你们要搞清楚查这些人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将他们绳之以法，同时还要把他们侵吞的那些资产吐出来。这样不但解决了内部隐患，同时还能极大的解决厂里的财务问题。必须让他们把这些年私吞的钱全部吐出来。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我建议你们立即对这些人的人际关系以及个人财产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同样还要拿到他们侵吞集体财产的确凿证据，比如说不合格的原材料或者原料入库出库的原始单据等等。总而言之，要么不动手，一旦动手便是雷霆重击，将相关蛀虫一网打尽，连根拔起。区公安局刑警队的同志已经进驻了我们厂区，他们都是调查经济犯罪的好手，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还要注意那个秃头，那家伙不是个善茬，防止他狗急跳墙。这你就放心吧，我已经将他派到外省出差了，没有10天半个月别想回来。看来你这个厂长也不是白当的呀，不过也不能大意了，人家能爬到现在的位置上，可都是靠着自己的手腕啊。我怎么感觉你是在说我是靠关系爬上来的？不用感觉，我就是这个意思。此话一出，胡亮再次被我的话惊掉了下巴。毕竟江城的脾气他也有所了解，而能这样跟江城开玩笑的人，想必也不简单。你能做到这个厂长的位置，和你自身能力有多大的关系，你自己清楚。但是你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要知道人脉以及背景也是实力的一种，别人想要还没有呢。严兄弟说的对，那我这就着手让人对那几个蛀虫进行深挖，要速战速决，这种事情不能拖。胡科长，你们继续查这几个部门的账目，越详细越好，剩下的我会让其他人处理。江城随即安排胡亮继续调查。与此同时，江家大院里，江老爷子看着手上的资料陷入了沉思。这就是从长寿县那边查到的资料，根据我们调查到的情况显示，此人确实不一般。这么说来，那个年轻人还真是有些门道，并不是一般的江湖骗子。那我们确实应该认真对待一下这个年轻人了。我打算先和他好好聊聊，上次见面有些着急，没来得及多说什么。聊聊也好，先不说他与龙城的关系，单单韵儿这件事，我们江叶两家就欠了他不小的人情，不能当作理所当然。要不我们把他请到家里来，亲自感谢一下人家如何？行，我也正有这个打算。不过听说他准备回老家了，我这就去给江城打电话。等等，世英，我还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韵儿，你是不是想说回青山县的事？过了年就刚好20年了，我想去看看孩子。这事儿我答应你，但不是现在。那什么时候去？等明年开春吧。一来是你的身体刚刚好转，二来是眼下天寒地冻的，也不适合出远门。
没错，你要是想去青山县的话，那就好好服药，我再让人给你开点调养的方子，争取早点把身体恢复过来。谢谢爹，我听您的。那我去通知江城安排今晚的见面。说完，江世英随即离开了院子。而另一边，江城面对棉纺厂的调查结果，显然还有些手足无措。这事儿要是解决了，那你们厂子里资金匮乏、效益下滑的事情，你想好怎么解决了没有？还没想好，不过我哥说了，这次从高树斌等人那里查到的贪污款会全部返还给我们厂，但一时半会儿这个钱也下不来，所以我们厂子里的情况依旧严峻。那你打算这事儿如何处理？原来我还纳闷，我们厂虽然比不上棉纺一厂，但是效益也不错，怎么突然间就不行了？现在我也终于明白了，为啥原来那些合作的好好的单位突然间就不要我们的东西了，完全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出问题了。你们现在的情况属于口碑崩啊，没有人相信啊。我们现在也是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事儿。其实这事儿也好解决，首先是低价出货续命，将仓库里积压的那批质量存在问题的货品低价处理掉，迅速回笼资金，先把工人的工资发了，安定人心。其次是重新树立品牌，赢回老百姓的口碑，这就需要你们把好质量关，最好是研发一些新产品。这倒也是个办法，只是我们仓库里的那些产品多多少少都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卖给谁呢？仓库里一共积压了多少货物？不少于100万的货，有棉布、棉纱、棉线等等。说完，江城无奈地摇了摇头。然而此时办公室的电话却响了起来。江城，你帮我去找一下你那位严兄弟，让他今晚来我们家里吃个饭。三叔，还真是巧了，严兄弟现在就在我办公室里。那你让他听电话。严同志，很感谢你提供的药方，我的妻子服用了那种药之后，病情恢复得很好。您客气了，我只是简单的提了一嘴，您无需放在心上。不，对你来说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是件小事，但是对于我的妻子却是救命之恩，对于我同样如此。我江世英向来不喜欢欠别人的，但是这件事情我确实欠了你一个人情，以后能用得到我的尽管开口。您真的严重了。严同志，实不相瞒，今晚让你过来，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想让你帮帮忙。你请说。我想请你在吃饭的时候说一些好听的话。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明白。是这样的，我妻子年轻的时候遭遇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郁郁寡欢，最终忧死成疾。现在服用了百忧泻之后，病情勉强算是稳定住了，但是他的心情依旧不太好，用医生的话说，缺乏求生欲望。您的意思是要我开导一下尊夫人吗？对，现在家里人都听说了你的事，对你的话也都比较信任。行，不过这事儿我不敢给你保证能达到什么效果，毕竟我现在不太了解您夫人的情况，有些话我说了未必管用，还是见机行事吧。好，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时间很快来到晚上，在江城与江映的带领下，我来到了江家。然而此时我却被墙上一张不起眼的照片吸引了过去。就在看清上面的人时，我却顿时又惊又喜，又有些惶恐。男人重生到1986年开火锅店，不料当地大家族却要请他上门做客。然而就在他走进江家客厅时，却又被墙上的一张老旧照片吸引了过去。严先生，这是我爱人年轻时的照片。听到这话，我的脑海里顿时闪过一记惊雷，而当我回头看到江世英身旁的女人时，却再一次被惊到说不出话。严兄弟不会是被三婶年轻时的风采给迷住了吧？三婶年轻的时候确实好看，而且还跟我认识的一个人长得有几分相似。不过我有个问题，不知道当不当问。有什么话你直接问就行了，没什么不合适的。怎么没看见三叔你们的孩子呢？随着我的话音落下，在场的所有人顿时全都变了脸色，而叶灵韵的脸色更是异常的苍白。是不是我的这个问题不该问？既然知道，那你还问？没关系的，江城，这件事情埋在我心里20年了，一直不愿提起。今天既然小严问出来了，那我就说说吧。韵儿，你的病情也才刚刚稳定下来，要不……没事儿的，世英，这事儿都快成家里的禁忌了。其实我和你三叔年轻的时候是有一个孩子的，只可惜的是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当时我们江家在20年前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江家所有的人都遭了难，也包括我们夫妇。我被送到了西北某农场劳动，韵儿则是被送到了青山县的一个纺织厂当工人，而她当时已经怀孕了。后来在她临产的前几天，突然在一次劳动中摔倒动了胎气。江世英和叶灵韵继续说着他们孩子的遭遇，而我却更加确信他们口中的孩子就是温叶。小严，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我总觉得心里亲切，就忍不住说了这么多。是我不该多问，勾起了您的伤心事儿。不过我这么问也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面对叶灵韵的提问，我随即陷入了沉思。根据种种迹象表明，温叶10有8九就是他的女儿，而现在告诉他的话，以他的身体状况不一定能承受得住。想到这里，我随即话音一转。因为从面相上看，您应该是儿孙满堂有福之人，所以我下意识的以为您和三叔是有孩子的。可能是你看错了吧。说完，叶灵韵转头看向了江世英，她以为这一切都是江世英的安排。虽然她不太相信我的话，但还是能感受到丈夫的一片苦心。小严，谢谢你的安慰。32，我这话可不只是安慰你，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晚饭过后，叶灵运若有所思地坐在窗前，而此时江世英也走进了房间。我在想今天小妍的话，她说我会儿孙满堂，是不是你让她这么说的？我之前确实找过他，想让他说几句好听的话开导一下你，但是绝对没让他说这样的话。那有没有可能是爹的安排？毕竟爹之前就说过想让咱俩抱养一个孩子，你说他是不是想借小妍的口来让我们开始行动呢？应该不可能，在此之前他们又没见过面。再说抱养孩子那是咱们两个的事情，咱们要是不愿意，爹还能强迫咱们不成？世英，要不咱们就抱养一个吧？你之前不是一直都不愿意吗？就因为那小子说的那些话就想通了吗？也不全是，我们都这个年纪了，不管我能不能恢复再要孩子显然不可能了，抱养一个孩子也好，省得老了连个嘘寒问暖的人也没有。再等等吧，待你的身体好的差不多了再说这事儿。我咋感觉你从老宅那边出来后情绪就不大对劲儿，是咋回事？这都让你看出来了。废话，我又没瞎。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发现了一些问题，我还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三叔和三婶。听到这话的江澄顿时露出了一脸震惊。是不是三婶的情况不太好，还是三叔他？都不是，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大好事儿。只不过你三婶那身体太弱了，且现在只是病情初步稳定，我怕把这事告诉她的身体会承受不住巨大的刺激而垮掉。既然是好事儿，那你可以先告诉三叔啊，天大的事儿他都能承受得住。你说的对，那我找个机会单独跟他谈谈。不过到底是啥事儿，影响会这么大？能先和我说说吗？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过2天吧。时间很快来到2天后，回到家后，温叶也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对劲。是京城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好像有你父母的消息了。他们不是被判刑了吗？又怎么了？我说的不是温继忠和李红梅。反应过来的温叶瞬间就愣住了，随后又一脸期待地看向了我。你是说你找到我的亲生父母了？应该是。我随即将京城江家的情况向温叶说了一遍，而温叶听完却是半信半疑。仅凭那些照片就推断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会不会有些草率了？不会，照片只是个引子。你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吗？之前棉纺厂的阿姨不是说我母亲叫叶笑英吗？没错，我们之前就推断过叶笑英很可能只是一个化名。事实上，你的亲生母亲叫叶灵运，而且据江三婶说，她20年前在孕期的时候，突然收到家里的连累，被下放到了秦省的青山县棉纺厂，并在那里生下过一个孩子。那你没和他们说我的事儿吗？还没有，一来是你母亲的身体不太好，说了怕刺激到她，另外就是我也不知道你的想法，所以我这才急急忙忙的从京城跑回来。我想和他们相认。行，不过我的建议是先和你爹见一面，至于你娘的话需要慢慢来，她那身体实在是有些差。那你能和我说说他们吗？我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随后我便和温叶讲起了江家以及江世英夫妇，而温叶听完却是早已泪流满面。这事儿也不是你的错，要怪就怪温继忠和温美琴他们太歹毒了。我原以为自己这20年过得够惨了，没想到他们也是饱受煎熬，甚至于比我还惨。放心吧，以后会好起来的。那我娘的身体怎么样了？还有办法吗？我给她推荐的那个药是治疗抑郁症的特效药，而江家现在也请了中医大夫给她调理身体，我觉得问题不大。那就好。对了，你准备怎么安排我们相认呀？我打算让你爹来一趟我们家。那你确定他会来吗？毕竟你们也才刚认识没多久，他不一定会相信你的话。会的，他们夫妇对于那个孩子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如果他们知道你还活在这个世上，肯定会来见你的。不过他们认不认我这个街溜子女婿可就不一定了。严兄弟刚回去就给我这打来了电话，这是想我了还是咋地？少没个正形，有急事找你。啥事儿？你说。马上给你三叔打电话，然后叫他立即来一趟长寿县红旗公社。那不是你家吗？让我三叔去你那里干嘛？事关你三婶的病能不能彻底的治好。听到这话的江澄顿时一惊，这种事情他自然不敢怠慢，他知道自己三叔有多在乎三婶。你怎么不早说？我三叔他已经去机场了，说是要回粤省。他是啥时候从家里走的？大概20分钟前吧。那就是说他还没有上飞机，你现在立即开车前往机场把他截下来，然后带他来我家。行，那我这就去机场拦截。顺便你再替我给你三叔捎句话，让他动动关系查3个人，一个是青山县钢铁厂温继忠以及他的妻子李红梅，另一个是他们的女儿温叶。温叶不是你媳妇儿吗？查他干嘛？别的不要多问，你就把我的话传给你三叔，然后把他带到我家来就行了。三叔，你说严兄弟到底是啥意思？咋突然间要让你去他家呢？江澄，你对严同志的媳妇儿了解多少？我只知道他是秦省人，现在还是一名老师。心病还需心药医，他这种人不会做毫无意义的事情。他既然说这事儿事关孕儿的病，那肯定是有方法，不是在哗众取宠。而能治好孕儿只有2个方法，一个是药，另一个就是孩子。你是说他有可能知道你们孩子的消息吗？那你怎么就知道他说的不是药呢？一方面，如果是药的话，不用我亲自跑一趟，一来也行；另一方面是这件事情有太多的巧合了。你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回的老家吗？好像是前天吧。
是前天，但同样也是去过我们老宅之后，更准确的说是在见过你三婶儿之后回去的。他肯定是发现了什么。此话一出，江城顿时想到了那天从老宅出来之后我怪异的反应。还真是，那天从老宅出来之后，严兄弟就说发现了一些事情。我问他发现啥了，他说是事关你和我婶儿的，还说不能让三婶儿知道，怕刺激到他。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忘了。如果不出预料的话，我猜严同志的妻子和韵儿有关。啥？三叔，你可别吓我啊！这怎么可能？虽然我也觉得这有些不可思议，但是目前这是唯一的解释。你还记得他在我们家看到你三婶儿年轻时候的照片后的反应吗？当然记得，他说三婶儿很漂亮，还说跟他的一个朋友长得很像。但是也不对啊，我婶儿不是说自己只生了一个孩子，而且当初他还亲自把那个孩子埋掉的，怎么会？虽然我也有些疑惑，但我觉得整体的推断没错，事情应该跟他说的那个温继忠和李红梅有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有意思了，那小子就成了我妹夫了。这次我看他还咋对我吆五喝六的。想到这里，江城忍不住一脸兴奋，而一旁的江世英却是满脸愁容。他不知道自己的推断是否正确，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当初到底是意外还是别人的阴谋，而他现在只想早一点赶到长寿县。靠边停车，我来看。我受邀来到江家做客，却被一张不起眼的照片吸引。然而就当我看清上面的人时，我才发现这家人原来跟温烨的身世有关。两位就是严兄弟的朋友吧？我是李刚，严兄弟交代过我要把你们送到红旗公社去。原来你就是李刚啊！通过这么多次电话，总算是见面了。李刚同志，我想借你们单位的电话一用，不知道方不方便？说着，江世英上前递出了自己的证件，而接过证件的李刚顿时整个人都傻眼了。他没想到眼前的两人竟大有来头。反应过来的李刚随即把江世英带到了电讯室。与此同时，温烨在得知江世英正在赶来的消息后，显得有些坐立不安。毕竟即将到来的这个人才是他的亲生父亲。看到我进门后，温烨立即激动地向我走了过来。13，是不是他们要来了？不出意外的话，他们现在已经到县城了。我已经交代了李刚把他们送过来。没想到他真的来了，到现在我都还以为是在做梦呢。放心吧，江叔人很好的，你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听到这话的温烨此时才放松了下来，毕竟这些天发生的事对他来说都太过于突然，一时间还有些没反应过来。而另一边，打完电话的江世英眼眶有些泛红的从电讯室走了出来，而江城见状也瞬间就明白了江世英打这通电话的目的。三叔，调查的怎么样了？已经和秦省那边的人确认了，温烨就是我和韵儿的孩子，唯一的孩子。听到这话的李刚瞬间就愣在了原地，他不敢相信这样的穷乡僻壤之地竟能有这种大人物的女儿，而一旁的江城却是忍不住露出了满脸的兴奋。看来三叔你的推断果然没错，那小子既然成为了我的妹夫，以后我看他还怎么对我吆五喝六的。咱们现在赶紧过去吧，李刚同志，那就麻烦你了。很快，李刚带着江世英和江城来到了我的住所，而得知消息的我却是早早的就在门外等候。小严，我女儿在哪里？在里面，快进去吧。当江世英推开门看到温烨的一瞬间，大脑顿时一片空白。他不敢相信20年前的那个孩子，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站在自己面前。而对面的温烨也是满脸的紧张和好奇，毕竟从得知温继忠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再到如今的父女相认，也才过去短短的2个月而已。霎时间，整个屋里的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而屋外的江城此时却是满脸得意。我办事靠谱吧？你一句话我就把三叔给你送过来了。就在两人四目相对，不知如何开口时，江城的出现却突然打破了这一刻的宁静。三叔，你还愣着干嘛？小叶，你和你妈真的太像了。你真的是我爹吗？是，我叫江世英，是你的亲生父亲。那这个你认识吗？这是我和你妈妈的定情信物，也是你奶奶的嫁妆。这件事说来也是我的错，这么多年了都没去青山县查查当年的事情，要是早点调查的话，或许早就发现蛛丝马迹了。这事儿不怪你，是温继忠他们那家人太可恶了。那你和爹说说到底咋回事？爹虽然让人查了个大概，但是很多事情了解的还不够全面。温烨随即将我们回青山县探亲所发生的事情向江世英说了一遍。听完，江世英也忍不住攥紧了拳头。他虽然已经料到了女儿这些年可能过得不好，但是却没想到她在温家竟然还遭了这么多罪。而一旁的江城和李刚两人看着这一幕，却是又喜又惊。他们没想到这件事情竟然这么曲折离奇，更没想到我一个外乡人竟能将温继忠一家人送了进去。就在此时，江世英也将视线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江叔，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这样看着我挺吓人的。你小子是不是早就知道小叶是我女儿了？也没有多早，就是那天去你们家看到三婶的照片，才突然想到了这事儿。不过也怪你们把档案做得太好了，我们查到叶笑英这个名字时，这事儿就查不下去了。要不是那天刚好看到三婶年轻时的照片，我还真不敢确定小叶就是你们的孩子。
当年不仅仅是我们江家，所有遭难的大家族都是以化名被调离的。那场风波过后，我爹又专门找人封存了我妻子的档案。不要说是你们这样的普通人，即便是和我同级的人都很难查得出他的真实身份。不过话说回来，你小子知道小叶是我们女儿也就罢了，还跟韵儿说什么她会孙满堂，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这句话，她这段时间都开始准备抱养的事情了。这可不能怪我呀，我这不也是为他们母女相认做准备吗？谁知道你们却想歪了。那你打算怎么让他们母女相认呢？韵儿的身体情况你也清楚，就目前来说，她肯定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让他们先见个面。至于以他女儿的身份相认的话，就等后面三婶的身体恢复了再说。可是他们长得实在是太像了，这一见面那不就露馅了吗？这事儿我也想过了，到时候我给小叶化个妆，保证看起来没有现在这么像。化妆能管什么用？你当时易容术呢？这个你们就放心吧，我肯定会让他认不出来的。好，这件事就姑且相信你，但是见面之后呢？然后的话就要看你们的演技了。演什么？当然是表演一场认干亲的大戏。此话一出，反应过来的江世英顿时眼前一亮，随后一脸认真的看向了我。你的意思是让我认小叶为义女，这样她就能名正言顺的叫韵儿母亲了？对，这样一来，他们母女既相认了，他母亲受到的刺激也没有那么大，不是两全其美吗？那以后怎么办？总不能一直以这样的身份相处吧？这个我也考虑好了，这次见完面后，等下次见面就是小叶生产以后的事了，到时候再看他母亲的身体情况行事，要是身体恢复的还算不错，那就让小叶以原来的样子和他见面，理由就说是生完孩子瘦了。这个想法不错，让他们母女俩多见几面的话，韵儿的身体或许还能好得快一些。不过我现在有些担心小叶的身体，另外就是我怕她到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听到这话的江世英顿时皱起了眉头，他知道这对温叶来说有些难度，毕竟站在自己从未见过面的亲生母亲面前，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若无其事以及无动于衷。想到这里，江世英一脸无奈地看向了我。那要不就等小叶生产完了再去京城吧，到那时韵儿的身体应该也恢复的差不多了。不，我等不了那么久，我现在就想去看看我娘。但你现在的身体真的不适合出远门了。我觉得要是坐火车卧铺的话，应该没多大的问题。好吧，既然你执意要见，那我尊重你的选择。而且村里的条件确实有些差，也不适合在这里生产。要不我联系一架直升机过来吧。直升机就算了，那玩意儿真没火车舒服。再说小叶也从来没坐过飞机，我看80%会晕机。听到这话的江世英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他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他们母女俩的身体健康。与此同时，京城叶华小两口在小姑的要求下带着叶灵运来到了饭店，而当我的大姐严娜看到叶灵运的容貌时，却顿时慌了神。大姐，也不知道是咋的，我看到你老想到我弟媳妇，总觉得你们长得特别的像。真的有那么像吗？之前你弟弟来我们家时好像也说过这样的话。你说的弟媳妇儿莫不是严兄弟的媳妇儿吧？对，我看到叶大姐的第一眼还以为是我眼花了。那你有她的照片吗？我倒想看看弟妹到底长啥样。你还别说，我还真带着呢。说着，严娜便拿出了温叶的照片。而当叶灵运看到照片上的姑娘后，顿时傻眼了，就连声音都开始颤抖起来。这姑娘是哪里人？我弟媳是秦省青山县的。随着严娜的话音落下，叶灵运的身体突然一软，直接晕倒在地。你小姑这事儿可和我没关系，你可不能讹我啊！怎么没关系？我就是给她看了一下照片而已，是她自己晕倒的。就是这张照片的问题。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我小姑就是你弟媳妇儿的亲生母亲。听到这话的严娜瞬间就愣住了，她没想到一张照片却能引发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此时江叶两家的老爷子以及叔伯全都赶到了现场。小华，你小姑怎么样了？还没醒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晕倒了呢？对，你媳妇儿在电话里说你小姑看了张照片就晕倒了，没头没尾的，到底咋回事？面对两位老爷子的提问，叶华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不紧不慢地拿出了一张照片。就当看清照片上的人时，叶老头却是一脸疑惑地看向了叶华。这不是你小姑吗？你拿这个来干啥？爷爷，这不是小姑的照片，是严兄弟的媳妇儿。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顿时全都露出了一脸震惊之色。叶华见状，赶忙将刚刚从严娜嘴里探出来的消息向他们说了一遍。听完，叶老爷子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也就是说，韵儿当年生下的是个健康的孩子，只是被人用一个死婴调包走了。应该是这样的。好一个狸猫换太子！世荣，立即给世英打电话，让他马上回来。女人只是拿出了一张照片，而她对面的人却被当场吓晕。就在几人将她送到医院抢救时，却又从这张照片上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也就是说，韵儿当年生下的是个健康的孩子，只是被人用一个死婴调包了。好一个狸猫换太子！世荣，立即给世英打电话，让他马上回来。
爹，已经联系过了，但是联系不上。听粤省那边的人说，他好像去塞北省了。他去塞北省干嘛？那江城呢？怎么这时候了还没看到他？据棉纺厂的人说，江城是和三弟一起去的。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严兄弟就是塞北省人，他们应该是去找严兄弟的媳妇去了。有这个可能。世荣，再想想其他办法，一定要让他们把我孙女带回来。江世荣随即带着江映离开了医院。他们都知道叶灵运的身体受不了一点刺激，而如今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找回他的女儿。而另一边，温叶在我的精心打扮下，已经看不出来伊丝原来的样子，就连江世英看到后都大惊失色，连我都差点没认出来。这样曲解你妈妈肯定没问题，只不过到时候一定要控制好情绪，但是也不能表现得太过于刻意。爹，您就放心吧，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可以啊，严兄弟，你这是在哪儿学的易容术啊？这一番操作下来，完全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江澄被我的杰作惊讶到赞不绝口，而他不知道的是，我拥有现代的化妆技术，想要把人变个模样，那就是分分钟的事情。行了，别看了，我们就先进去了。你一个人开车，注意安全。放心吧，我肯定比你们先到京城。说完，我们三人便走进了车站，而江澄却是独自一人开车回去。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当我们几人走出火车时，却看到江澄和叶华早已在此等候。不过迎来的却不是想象中的热情，有的只是他们满脸的焦急和忧郁。你们俩这是咋回事？好像不太欢迎我们的样子。有什么话赶紧说，小叶又不是外人，用不着避讳。三叔，小叶妹妹自然不是外人，只是什么？是不是岳母出啥事儿了？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顿时全都安静了下来。片刻后，众人又将目光定格在了我的身上。你们看我干啥？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事儿？没错，小姑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到底咋回事？韵儿现在咋样了？姑父，你先别着急，小姑今天突然晕倒了，我们已经及时把她送到医院去抢救了。说结果？人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现在还在昏迷之中，医生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来。听到这话的江世英瞬间感觉一阵晴天霹雳，他原以为此次回京会给叶灵运的病情带来良方，不料这边却提前出了岔子，而一旁的温叶此刻也愣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江长，赶紧送我们去医院。很快几人便赶到了医院里，而此时医院的走廊里早已聚满了江叶两家的人。江世英带着温叶迅速穿过人群，来到江老爷子面前。小叶，这就是你的爷爷。爷爷，我娘在哪里？她现在怎么样了？还没有醒过来。那医生是怎么说的？医生说韵儿的情况不太好，要是能醒来的话还好说，如果醒不来，那这次可就真的悬了。听到这话的江世英身体轻轻晃了晃，而此时的温叶也没忍住，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他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亲生母亲，竟然会是在这种地方以这样的方式来相见。就在两人还在为此而担忧时，一名女护士却突然走了过来。家属可以进去了，不过病人的情况不太好，一次只能进去一个人。我先去吧。说着，江世英便急匆匆地走进了病房，而叶华此时却向我靠了过来。严兄弟，全都是因为这张照片。这不是小叶的照片吗？怎么在你手上？叶华随即将之前在饭店发生的情况简单向我说了一遍。听完后，我的脑海里也开始分析起岳母的心态和想法来。正常来说，得知自己本以为死去多年的女儿竟然还活着，他应该是高兴才对。可能是太突然了，他还无法接受吧。也有可能是除了高兴之外还有惭愧，他愧疚于因为他的疏忽导致自己的女儿流落在外20年，愧疚于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再回过那个伤心之地，更没有调查过这件事情，再加上他本身就患有抑郁症，所以思想走入了极端，才导致他迟迟无法醒来。想到这里，我随即悄悄在温叶耳边交代了几句即将派上用场的话。听完后，温叶认真的点了点头，他也明白如今这就是唯一的办法。此时病房的门突然打开，只见江世英红着眼眶从里面走了出来。小叶，进去看看你娘吧。温叶整理好情绪，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而当看到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母亲时，温叶的眼泪再一次忍不住掉了下来。娘，你知道当我听说你的存在时我有多激动吗？在那之前，我以为这辈子都只能在梦里才能感受到您的温暖，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父母不是那两个想要把我推入火坑的人渣，我有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们没来找我也不是因为不爱我，而是不知道我还活着。后来我踏遍了青山县医院的每一个角落，试图在那里捕捉到一丝您生产时的气息。我走进了您曾辛勤工作的棉纺厂，仿佛能从那些机器的轰鸣声中听到您曾经的低语。我还拜访了当年与您同宿舍的王阿姨，她的每一句话都如同珍贵的指引，让我在找寻你的路上奋力前行。可就当我们查到了您叫叶笑英的时候，其他的信息却如同迷雾般消散了。您知道我有多着急吗？您知道我多想早点见到您，然后告诉您我还活着吗？直到前几天13从京城回来，才又为我灰暗的世界点亮了一盏灯。他问我是否愿意直面这份迟来的亲情，我当然愿意，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您和爹的错，你们和我一样也是这件事情的受害者。
昨天爹和堂哥来找我了，爹虽然有时候很严肃，但他的眼神中却流露出对我的疼爱与关怀。爹说今天要带我来见娘，我特别的期待和您相见和相认，我想亲口叫您一声娘，同时也想告诉您，我也即将成为一位母亲了。我真的很希望您能够早点醒来，亲眼见证这个新生命的到来，然后陪我坐月子，陪我度过这段特殊的时光。您能答应我吗？娘答应你。谢谢娘。就在温夜说出谢谢2个字时，却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对，随后赶紧抬头看去，却发现是他的母亲早已睁开眼望着自己。就在2人四目相对的这一刻，房间里的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刚刚还在泣不成声的温夜，此时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而病房外的气氛也是异常的安静。尽管隔着一道门，但温夜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而发现不对劲的我突然推开了房门，此时的众人才知道原来是叶灵韵醒了过来。13，谢谢你，要不是你让小叶说的那些话，韵儿也不可能这么早就能醒过来。江叔您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听到这话的江世英顿时皱起了眉头，随后一脸严肃地看向了我。刚才还看你挺顺眼的，这一声书叫的我又想抽你了。反应过来的我随即露出了一脸尴尬，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了江世英的认可。片刻后我又话音一转，刚才是我口误了，我现在应该叫您岳父才对。这还差不多，不过这2天发生了太多事，我也没时间好好和你聊聊。岳父，有啥话您直说，我听着呢。虽说你的出身确实是差了些，也没读过什么书，本来是配不上我江世英的闺女的，但你小子却有点小聪明，且胆子也足够大。最重要的是你对小叶确实很好，所以你这个女婿我就暂且认下了。谢谢岳父的认可，您认下我这个女婿，难道不是因为木已成舟，米已成舟吗？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继续开你的那个小饭店吗？听您这意思是对我另有安排吗？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安排你去大学读书，毕业后可以像我和江印那样走仕途，有江家和叶家在，你以后的发展肯定不会太差。我对当官走仕途不感兴趣。听到这话的江世英再一次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毕竟他的建议也是出于一番好意，没想到却被我直接当场拒绝。看到江世英的表情，我赶忙开始解释起来。您先别生气，听我分析完之后，您再做评价如何？那你说说看吧，我倒是想听听你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我知道在您看来，仕途或者是参军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出路，但是你想过没有，一个家族想要变大变强，仅靠走仕途能行得通吗？你这话啥意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道理您应该明白，而如今的江家也好，叶家也罢，想要有更大的发展，单靠你们这些身处高位的人是不行的，至少还需要一样东西。你说的是资本？对，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又万万不能。江家和叶家是标准的政治家族，你们的优势是有人身处高位，有资源也有人脉，然而短板却是没钱。我们有国家发工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岳父，你有自己的底线钱自然够用，但是其他人呢？三哥，你现在多少钱一个月？100多点，你问这个干啥？那你这点工资够花吗？应该够吧？不，你肯定不够。你一个月单单在我店里的消费就超过了600块，这还是我给你打了5折之后的账单。听到这话的江世英瞬间就愣住了，他没想到江城花钱会这么阔绰。想到这里，江世英随即一脸惊讶地看向了江城。你小子一个月花这么多钱？我看应该不止，保守估计三哥一个月的花费至少得1000块或者更多，但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00多点，那剩下的钱从哪里来呢？随着我的话音落下，一旁的江世英随即露出了一脸愤怒。你小子是不是向厂子里伸手了？三叔，您别把事情想得这么严重，我只是把一大部分请客吃饭的钱通过厂子报销了而已。那还不是一个道理吗？你身为我们江家人，怎么可以做出这种败坏家族形象的事？岳父，您先别生气，我说这话的目的不是向您告三哥的状，而是想告诉您，并不是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像您这样奉公守法、廉洁公正。眼下三哥还只是虚报一些账目而已，但是以后说不定家里还会有人比他做得更加过分。不可能，我们江家人谁敢做出这种事情来，我江世英第一个不饶他。一个政治家族想要走得更远，首先在经济上要经得起茶，且单单一个人洁身自好是没用的，必须得所有人都得干干净净，都能经得起茶。而且这个时代在发展，现在或许钱代表不了什么，但是在不久的将来，钱的作用将会仅次于权。所以说了半天，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想经商，我要将江家的短板补齐。但是现在上面的政策还不明朗，而且您放心，政策或许会有反复，但是终究也是向前的。好，我也是第一次给人当老丈人，没啥经验，也不为难你。只要3年内你能赚够100万，我就同意你经商；不然的话，你就乖乖给我上班去。面对江世英的要求，我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毕竟3年100万，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只要抓住了机遇，说不定还要不了3年。就在我沉思之际，一旁的江城子却突然开口：“对了，妹夫，你答应我的事情啥时候给我弄呀？”啥事儿？男人只是拿出了一张照片，却意外揭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只因照片上的人是江家走失多年的孙女，而如今被找回后，母亲却又因此而昏迷不醒。
对了，妹夫，你答应我的事情啥时候给我弄呀？啥事儿？我们厂那破事儿啊！你之前不是说要给我整个计划吗？再不整的话，我们就要撑不下去了。这样吧，回头你带我到你们厂的仓库去看看，我再给你做计划。别回头了，咱们现在就过去吧。很快，我和江城来到棉纺厂的仓库里，看到这里堆积如山的货物后，我却皱起了眉头。毕竟这里的货物大都是些不合格的残次品，而如今棉纺厂却只能靠这些不合格的产品来维持生计。怎么样，还有的救吗？像这样的货，你们一共有多少？目前还有4个满库以及1个半库，总价值多少？就棉布的话，差不多值125万，还有棉纱有15万，棉线价值8万。我现在有2个方案，你可以考虑一下。啥方案？你说。第一个是由我来亲自指定出货方案，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做，你只需组织厂子里的职工干就行了。完事之后，我要20%的纯利润。听完，江城顿时皱起了眉头，毕竟20%的纯利润确实有些超出了他的预料。见状，我赶忙开始解释。如果这厂子是江家的，那我肯定是免费帮忙，分文不取。但现在厂是集体的，而你又只是个代理人，那我就不能白干活，还望3哥理解。明白。那你说的第2个方案是啥？第2个方案就是这批棉布全部卖给我，但是鉴于存在质量问题，125万的布我最多出30万。你买这么多布干啥？可别把老本给亏进去了。你要知道，前2天我们已经将价格压到原来的1半了，但还是没有人愿意买。这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不过这事儿事关集体的利益，我建议你还是和厂子里的领导干部们开会商量一下。好，我马上通知那些人开会。说完，江城便急匆匆地走出了仓库，通知厂里的领导干部开会，而我却是前往江城的办公室，开始制定接下来的实施方案。就在半小时后，江城却一脸无奈地走了进来。怎么样，有结果了吗？还没有，现在只是临时休会，等一下继续开。你的第1个方案，他们觉得20%的利润太高了，说你只是出1个方案就拿走这么多的利润不合理。那第2个方案呢？第2个就更加行不通了，他们觉得125万的货卖30万，厂子里太亏了。那你们商量了个啥？他们准备卖多少钱？大家讨论出来的结果是50万。说完，江城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了我，毕竟这个价格和我的预期相差太大。而这段时间，他们销售科的同志也在四处推销这批布料，甚至于都做出了降价1半的举动，但是依旧问者寥寥。50万有点高，但也不是不能接受。妹夫，你真的要花50万买那批布料？不过我有条件。啥条件？你说。跟你一个人说也没用，我还是直接跟那些姚碗匠谈吧。随后，我便跟着江城来到了会议室。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严13同志。刚才我们讨论的那2个方案就是他提出来的。刚刚我将大家讨论的结果和他说了一下，他想和大家当面聊聊。严同志，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你要是有解决我们厂难题的方法，我们全厂职工都会感激你的。但是你想要分走20%的纯利润，确实是有些不地道了。就是你只是出1个方案就要拿走我们20%的利润，这也太黑了吧？你就是和副厂长吧？你的意思是大家都是革命同志，理应相互不分彼此是吧？对，革命同志自然应该相互帮忙，你怎么能张口就要分走我们这么多钱呢？那这么说，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喽？我现在缺钱了，你是不是也应该给我点？这哪能一样？一码归一码。那不就得了？你们厂现在是啥情况？难道你们自己心里没点数吗？现在我有办法解决你们的困境，可你们却直接给我搞道德绑架那一套，你们这是拿我严13当棒槌吗？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顿时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我。他们本以为我会以利润分配跟他们讨价还价，却没想到我会直接当场揭穿他们的痛处。而此时一旁的江城见状，赶忙开始劝说：“妹夫别生气，有话好好说。严同志莫要生气，虽说在商言商，但是20%的分成确实是有些高了，说不定我们厂里这批货物都没这么高的利润呢。”好一个在商言商！既然这个利润分成你们不接受，那咱们就谈谈第2个方案吧。我听说你们认为那批布30万的价格低了，准备开价50万。对，本来是价值120多万的货，现在卖50万都已经是很低了。那批货的成色如何，你们自己不清楚吗？要是能卖到50万的话，我想你们早就卖了，又何必等到现在呢？那你能出多少？看在我3哥的面子上，50万的价格我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你们也要答应我3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说。第1个条件是分期，就是50万的货款分2批给你们，第1批20万签订合同就给，剩下的30万2个月后付清。第2个条件是你们棉纺厂的部分厂房和仓库要免费给我使用，当然时间不会超过3个月。而最后一个条件就是我要雇佣你们厂的一部分职工。随着我的话音落下，会议室的领导们都纷纷开始交头接耳的讨论了起来，就连厂长江城此时都不知道我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样。前2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但是你要雇佣我们厂的职工，这事儿得先说清楚，你打算怎么个雇佣法？我只是短期雇佣，工期大概就2-3个月，每人每天1块5毛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原则上同意这个方案。我也没意见。就在会议圆满结束后，江城却表现出了一脸的担忧。那可是50万啊，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吗？我要担心啥？赔钱吗？对呀，真要是赔了的话，即便你这饭店日进斗金，恐怕也得缓个好几年吧。放心吧，赔不了。你知道现在市面上棉布啥价位吗？
我是厂长，我当然知道，3毛5一尺。对，而我从你们厂里收购的这批布料单价却只有1毛4左右一尺。可是这批布料的质量存在问题啊，就算再便宜，它压根儿就没人买啊。布料没人买，但不代表成衣也没有人买啊。什么成衣？你是打算将这批布料做成衣服再卖吗？没错，这样一来利润不就又提高了吗？可是连布都没人买的话，那做成衣服就有人买了吗？让你们厂多做市场调研，你还不信？你知道现在服装市场状态是什么样的吗？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眼下服装市场的需求量非常大，但是能做衣服的人却又非常的少，而且现在的服装厂做出来的款式也极为老气。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什么？商机。只要我的衣服款式漂亮，价格适中，躺着都能赚钱。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但凡你多到城里的裁缝铺子转转，就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这虽然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做成衣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有啥不容易的？原料我有，人工和机器你们有，还担心啥呢？我明白了，原来你雇佣我们厂的职工就是想让他们帮你做衣服啊。对，你们棉纺厂不是有一个生产工衣的车间吗？里面有缝纫机，也有经验丰富的职工。你说这事儿能不能成？车间和工人给你用没问题，可是那50万的货款你有吗？钱的事儿你不用管，我自己能解决。那可是50万啊！不行的话找老二吧，让他给你联系个银行贷点钱。不用，钱的事儿我自己解决。你呢，就帮我盯着点厂里，尤其是在开始做衣服的时候，必须严把质量关。这个你放心，在除掉了那些蛀虫后，现在厂里的氛围非常积极。这事儿要是干好了，你们厂子差不多也就能盘活了。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厂以后也生产衣服来卖？这事儿以后再说吧，先把眼前的事儿做好。刘哥，现在咱们账上一共有多少钱？不算今天的收益，店里一共有3万多块。那明天你把这些钱都取出来，我有用。阿军，接下来你自己把店里的账管好，从明天开始，刘哥就要跟我去做别的买卖了。妹夫，合同上写的是要一次性支付20万的货款，你这才3万多哪够啊？这剩下的10几万怎么办？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看那不就来了吗？随着我的话音落下，几人随即向店门口看去，只见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缓缓走了进来。金老板，这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这不是想来问问严兄弟，你手上的那批货还在不在吗？看样子金老板这是想通了。实不相瞒，现在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了，京城多家批发市场都在缺干货。在倒是还在，只是价格不知道你能出到多少钱一斤？2块，这已经是咱们这边最高的收购价了。金老板，2块一斤那是10天前的价格，我希望你能说个诚心价。严兄弟，2块可真不少了，去年这玩意儿收购价也就不到1块2。去年东北那旮瘩也没有遭灾，这样的干货遍地都是，但今年可就不一样了，蘑菇产量下降了不说，就连生产这种干货的商家都没几个。那你说吧，多少钱你才愿意出手？一口价2块2一斤。太贵了，从来没有人收过这么贵的干货。我看我们还是可退一步，2块1咋样？2块1也不是不行，但是货不在京城，需要你自己去拉。那货在哪儿？塞北省长寿县。我需要先验货，要是没问题的话，我就全要了。行，质量包你满意。那我们什么时候去验货？不用亲自去，我让人送一批过来就行。到时候你要是觉得可以就留下，认为质量不行的话，那我再卖给别人。好，那就这么说定了。说完，金胖子转身走出了饭店。与此同时，身在粤省的姜世英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老胡，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已经调查清楚了，与卷宗上记录的差不多，主犯和从犯也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没有漏网之鱼？也算不上什么漏网之鱼，只不过有些人涉案并不深，因此当地的检察院并未对他们提起公诉。都有哪些人？女人只是看了一眼照片便晕了过去，却又在医院被一个女孩意外唤醒。只因她是豪门江家走失多年的独女，如今被找回后，却只能在病房里与母亲相认。而此时身在他乡的姜世英也开始了他的复仇大计。老胡，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已经调查清楚了，与卷宗上记录的差不多，主犯和从犯也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这件事有没有漏网之鱼？也算不上什么漏网之鱼，只不过有些人涉案并不深，因此当地的检察院并未对他们提起公诉。都有哪些人？主案犯温记中的那几个兄弟姐妹，他们几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此事，甚至于还因为围攻大侄女儿，他们都被拘留过。还有温记中的女儿温冰，经调查，这个女娃子可没少欺负大侄女儿。听完电话那边的调查结果，姜世英顿时陷入了自责之中。他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在被调包后的这些年遭受了这么多人的欺负。想到这里，姜世英愤怒地咬了咬牙。老胡，我不在那边任职，不方便出手，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我必须要为我的妻子和女儿讨回一个公道。明白，不过兄弟得提醒你一句，你那个女婿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你多少得注意着点。他怎么了？
我亲自看过卷宗，那几个案犯几乎都是定格刑期重判，甚至于从犯温美琴的儿子也被判了10年。另外，根据我的人刚刚传回来的消息，温继忠的女儿被毁容以及他的那个姘头被打断了腿，这背后都有你那位女婿的影子。你的意思是这些都是他派人干的？暂时还不能确定，不过据调查，这背后的操纵者是本地的一个毛头小子，和一个叫龙占军的人关系密切，而那个龙占军又和你女婿相交莫逆。看来那小子确实是有些手段。从这些手段上来看，完全像是要斩尽杀绝，这可不是什么良善之辈啊！我倒是觉得这样挺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斩草除根。哎，你不说我还真忘了，你江世英就是一个狡诈如狐的人，现在又多了一个心狠手辣的女婿，以后谁要是招惹了你们江家，那可是要倒大霉了。他们给我的家人带来的所有痛苦，我都要加倍给他们还回去。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等你好消息。说完，江世英恶狠狠地挂断了电话。他现在只想将迫害过温夜的所有人都绳之以法，而以他现在的身份，自然不方便自己出手，只能交由他在外省的官场朋友去处理此事。而另一边，江城几人在看到我设计出来的衣服时，被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将一些现代的设计理念加入了其中，而他们这个时代的人自然是没见过这样的款式。妹夫，这衣服也太好看了吧！怪不得你敢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投进去。那你说，我要是把这样的衣服推到市场上，会不会有人买？我觉得肯定会大卖，这么漂亮的衣服谁不稀罕？我看未必。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全都集中到了刘金山身上，而刘金山却是不紧不慢地清了清嗓子。这些衣服确实是时髦，穿身上也的确好看，但我觉得普通人一时半会儿应该还接受不了这样的款式。老刘考虑的有道理，所以除了要尽快生产之外，还得迅速向老百姓普及我们的时尚理念。可是这种东西怎么个普及法啊？毕竟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再说要改变大家的审美，这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啊。这个你就不用管了，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生产，争取在年前将1半的库存棉布变成衣服。谭主任，你们能完成任务吗？这个我们只能说是尽力而为。老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有什么困难吗？还真有，一来是我们的缝纫机数量不足，即使实行2班制也不一定能完成；二来现在的人手也确实不够。设备和人力的事儿我来解决，还有啥困难你只管提，但任务必须要完成。谭主任，那接下来生产上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我会让刘金山同志留下来配合你们。另外，你通知下去，就说咱们车间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衣服会免费分给本车间的职工，不过前提是以后大家上下班都必须穿着我们的衣服。如果有人觉得穿这样的衣服不太适合生产，也可以来到单位后再换下来。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顿时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我。他们不明白我为何会将第一批衣服送给职工，毕竟这些衣服的售价平均都在10几元。而此时反应过来的江城却突然眼前一亮。妹夫，你真是个天才啊！同样是9年义务教育，为何你却能想出这么绝妙的主意？你现在终于发现这个生意能行了？肯定行啊！你看市面上的那些衣服，哪有咱们这衣服好看？只要推出去，肯定会有人买。我倒是不担心有没有人买，而是不想错过春节这个机会。你的意思是这个春节将会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机会吗？对，我打算在春节前将1半的库存推销出去，尽快回笼资金。我觉得没必要这么着急，生产也要时间啊。三哥，只要厂子里能生产出来，我就能把它卖掉，这点你不需要操心。不过眼下咱们还是先聊聊你们厂以后的发展吧。这50万的货款顶多能支撑你们厂2、3个月的开支，要是这些钱花完了还没有找到出路的话，你可又该麻爪了。我们现在不是在等你的结果吗？你这个服装生意要是做成了，那我们厂以后也按这个思路来不就行了？如果你们能做的话，那别的厂也能做。你想一下，如果大家都做这个的话，又能有什么利润呢？那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树立品牌意识，利用眼下别的纺织厂还没有意识到服装这个巨大市场的时候，尽快将你们的品牌做出来，并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其次，你们还要尽快组建起自己的销售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在商场或者是闹市区开专卖店，并向各个省市寻找有实力的代理商。同时还要严格把控质量关，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部门。听到这话的江城瞬间就愣住了，毕竟在他眼中我只是一个门外汉，而他不知道的是，上一世的我就是在这种商业模式中脱颖而出的。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门道啊！那你以为呢？不然单靠模仿我的那些衣服，只能让你们肠苟延残喘下去，想要做大做强是不可能的。可是你说的这些我听都没听说过，又怎么去实施呢？这好办，上面说的那些我都可以帮你们搞起来，当然得是你们出钱和出人，但条件是搞起来之后，这些销售渠道以及专卖店什么的得免费让我用3个月。我算是看出来了，原来你小子这是想空手套白狼啊！我固然是占了便宜，但同时也为你们厂开拓了新的道路，所以这叫合作共赢。行，那我这就和那几个副厂长商量一下，我想这次总没人敢反对了吧？我看未必，前几天谈收购棉布的时候，我看他们可都是一身的反骨啊。
现在可不一样，难道你忘了你现在还欠着厂子里的30万吗？欠钱的就是大爷，就算是为了收回那些钱，他们也得供着你吧。就在江城准备离开办公室时，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而拿起电话的江城表情却是逐渐凝重。看来咱俩今天是去不成医院了。怎么了？叶华那小子说今晚组了个局，要咱们俩一起参加。他现在不应该是忙着筹备婚礼吗？怎么还有闲心思搞这个？行了，人家都打电话来了，怎么说也得去露个面吧。要是没啥意思的话，咱俩到时候再提前溜出来就行了。那赶紧走吧。很快，我和江城便开车来到了一处大院外，门口赫然写着城东区工人俱乐部几个大字，而一眼望去，里面却全都是些穿着靓丽的年轻男女。就在我们踏入大厅，还有些不知所措时，叶华却突然出现在了我们跟前。你们2个可算是到了，再不来我就要派人去接你们了。你小子不是说要改邪归正，好好上班了吗？怎么还有心思搞这一出？这不是想着结婚以后再想出来和大家玩就比较难了吗？索性就把大家伙儿聚在一起，把话说明白，省得以后大家都以为我突然间就不合群了。看来你这家伙已经陷进婚姻的坟墓，至少有一半了。不过话说回来，小颖儿知道今天这事儿吗？当然知道，等一下他哥就会把他一起带过来。就在叶华话音刚落时，大厅门突然被人推开，只见林毅带着林颖缓缓走了进来。看清来人后，我才顿时了然，原来此人便是林家3代最出色的年轻人，没有之一。前世就是他得知妹妹自杀的时候，当即申请退隐，而后亲自下场收集叶华的各种罪证，最终将叶华送进监狱，并重创了叶家。然而就在此时，大厅的门却再次被人暴力踹开，只见几个年轻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见状，叶华立即迎了上去。你们是什么人？谁让你们进来的？是我。随着一个狂傲的声音传来，只见一个24、25岁的年轻人在几个喽啰的簇拥下缓缓向叶华走了过来。杜海城，这里不欢迎你，赶紧带着你的人给我滚蛋！别自恋了，叶老六，你就是拿轿子抬着爷来，爷都不会给你这个面子。我今天过来纯粹是为了小颖。随着杜海城的话音落下，在场的众人仿佛吃到了什么惊天大瓜，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林颖身上，而此时的林颖也大胆地站了出来。男人重生到1986年参加聚会，不料却被眼前的豪华大厅惊得瞠目结舌。然而就在几人聊得正欢时，却又被突然闯进来的几个混混扫了兴致。你们是什么人？谁让你们进来的？是我。随着一个狂傲的声音传来，只见一个24、25岁的年轻人在几个喽啰的簇拥下，气势汹汹地向叶华走来。杜海城，这里不欢迎你，赶紧带着你的人给我滚蛋！别自恋了，叶老六，你就是拿轿子抬着爷来，爷都不会给你这个面子。我今天过来完全是为了小颖。随着杜海城的话音落下，在场的众人仿佛都吃到了什么惊天大瓜，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林颖身上，而此时的林颖也大胆地站了出来。杜学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和你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怎么没关系？你难道不知道我喜欢你好几年了？只不过你碍于面子一直没有回应我而已。我知道你看不上姓叶那小子，毕竟不管是能力还是家世背景，我杜海城没有一点比不上他的。颖儿，你告诉我，是不是你们家老爷子逼你嫁给他的？看上谁那是颖儿自己的事，你管得着吗？再说了，今天是我组的局，你要是识趣的话，就马上带着你的人滚蛋，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你当我是被吓大的吗？别人怕你们叶家，我可不怕。再说了，你叶华是什么德行就不用我说了吧？我看你今天能把我怎么样？此话一出，被刺激到的叶华瞬间愤怒到了极点，眼看一场大战似乎不可避免。然而就在这时，大厅的角落里却传来了一声暴喝：“都给我住手！”听到这个声音的众人顿时都安静了下来。只见林毅满脸愤怒地走到了杜海城跟前，而杜海城却被林毅强大的气场逼得忍不住后退了几步。感谢你喜欢颖儿，但是嫁给叶华这是颖儿自己的选择，而且我们林家向来没有拿女人换取家族利益的习惯，所以下次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我会亲自去你们杜家问问文书。而且今天这个局虽说是建华组的，但客人也有我们林家的人，你要是敢在这里撒野，那就掂量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实力。听到这话的杜海城顿时开始犹豫了起来，毕竟林毅的本事以及林家的威望他比谁都清楚，而他不想成为2个家族导火索的同时，又不想看到林颖落入他人之手。杜海城，老子今天高兴，马上带着你的人滚蛋，我就不跟你计较，否则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随着叶华的话音落下，刚刚还在犹豫的杜海城瞬间就被点燃，随即操起一个酒瓶子砸向了叶华，然而瓶子却在半空中偏离了轨道，硬生生飞向了江城的脑袋。就在江城愣神之际，我当即伸手帮他挡了下来。江少，误会，兄弟，我真不是有意的。小子，你今天是真没想过要活着走出这里是吧？看来你是想同时挑战我们林叶江3家，是这个意思吗？没有的事，一哥误会了，我只是担心颖儿是被姓叶的骗了，和你们林家和江家没关系。好了，这件事情你已经过界了，但看在你哥的面子上，我可以不和你一般计较，立即给江少赔礼道歉，然后带着你的人滚蛋。我也不难为你，我妹夫的表被你砸坏了，你看怎么赔吧。听到这话的杜海城随即将自己手腕上的一块表摘了下来，这是瑞士产的进口表，就当是我的赔偿了。杜海城将表放到桌上后，便带着一帮喽啰狼狈的离开了。而此时的江城却开始后悔刚才没能出手。
一个，刚才你就不应该拦我，不然今天非给那小子一个好看，不给他点教训都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我看一哥做的对，难道你们没看出来这家伙今天的目的就是来搅局的吗？你们俩要是冲动的话，不就正中人家的下怀了吗？我知道他来者不善，但是那种情况我难道要做缩头乌龟吗？那你知道你们一旦动手损失最大的是谁吗？是谁？林颖嫂子。随着我的话音落下，叶华和江澄随即一脸不解地看向了林毅，而林毅见状也开始耐心地向两人解释起来。杜海城之所以说出那样的话，就是想让人误会他和颖儿之间有什么。而如果你一旦动手，那就坐实了争风吃醋，你就等着看吧。这事儿明天就会传遍整个圈子，颖儿的声誉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些许影响。其实还不止这些，那家伙应该不至于故意针对嫂子，他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落你的面子，其次则是想让你误会嫂子，进而离间你们俩的关系。最不济也要在你的心里留下一根刺，时间久了，说不定就会让你们相互之间互生下戏，最终变成一对怨侣。此话一出，江澄和叶华两人脸上顿时写满了愤怒，他们没想到杜海城会用如此歹毒的手段来捣毁他们的名声。反应过来的叶华忍不住攥紧了拳头，王八蛋，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他真以为我们叶家是你捏的？我觉得没必要再跟他纠缠下去，与其和他置那个气，还不如把你身边的垃圾先清理清理。什么垃圾？我今天看你邀请的那些人当中，有几个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谁？哪几个？好像是叫什么猪狗羊来着，这事儿三哥知道。是朱启文和苟道成他们。听到这话的叶华瞬间就愣住了，他不明白这几人对他有何目的，随后一脸疑惑地看向了我。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棉纺厂的谭主任和刘金山一大早便慌慌张张地来到了厂长办公室，而见状江澄也瞬间就发现了不对劲。老谭，是不是出啥事了？没错，我们昨天清点库房里的原料时发现了一些问题。啥问题？赶紧说。首先是库房里的布匹的数量不对，按照入库记录来看，库里至少有36000多匹布料。这个数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和仓库的管理员确认过了的，但是经过我们的清点之后，却发现数量与账面上相差甚远。库里实际上只有33000多匹，差了3700多匹。怎么会差这么多？你们清点清楚了没有？会不会哪个角落里还有遗漏的？我们已经清点了3遍，确实是差了这么多。其次就是布匹的种类也和我们之前了解的相差甚远。但是经过我们仔细核对之后，却发现棉布只有26000匹，花布不足2000匹，剩下的竟然都是呢子面料，足有5000多匹。再就是这批货保存的也不是很好，一部分布匹受潮了，还有些则是被老鼠咬了。听到这话的江澄瞬间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原以为库房的入库记录和实际数量就算是有出入也不会太大，可没想到如今却足差了1/10的货。很快江澄便召集了厂里的所有领导来到了会议室。陈副厂长，咱们厂的大仓库都是归你分管的对吧？听到这话的副厂长陈瑞顿时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不知道江澄为何会是这样的表情以及这种语气质问自己。随后陈瑞一脸无辜地看向了江澄，没错，是我管的。那你不知道仓库里的布匹和账上差了近4000匹，你这个主管领导是不是得给我一个交代啊？4000匹，这怎么可能？说完，陈瑞紧张地看向了一旁的仓库主管刘旺，而刘旺此时也被眼前的局势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也不知道啊，你是仓库主管，你不知道谁知道？昨天那位刘金山同志以及服装车间的谭主任到了仓库区之后，当即提出要查数，我们也没多想，就立即配合着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查竟然发现少了3700多匹。刘主管，是不是你们偷偷将仓库里的布匹倒腾到了外面？何副厂长，你可不能胡乱冤枉好人啊！那这么多布匹怎么会突然就没有了呢？我看这事儿必须得由你负责。眼看何天明就要将责任推到自己身上，刘旺顿时被吓得涨红了脸，就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就在这时，一旁的谭主任突然站出来替他点眉。这批布丢的确实有些蹊跷，我觉得要调查的话，可以把时间往前推一推。老谭，说说你的看法吧。我刚才简单分析了一下，库里丢失的主要是花布，所以我推断应该不是近段时间丢的，毕竟现在是冬天，花布可不太好销售。可这也不对啊，咱们厂的花布销售情况本身就不太好，所以今年压根儿就没生产多少，怎么可能缺那么多？江厂长，我建议咱们还是报警吧，毕竟3700匹花布的价值可不小啊。听到这话的江澄无奈地点了点头，毕竟自己查不出来，就只能借助公安的力量。而此时一旁的陈瑞却着急地站了起来，不行，不能报警。陈副厂长，难道你和这事儿有关？没有，我的意思是，一旦报警的话，即便是抓住了偷布的人，我们厂也难逃管理不善的罪责。而一旦上面追究下来，我们这些人谁都别想好过。那你说该怎么办？我的想法是，咱们先进行内部调查。想来这么多布匹不可能平白无故就丢了，总会查清楚的。陈副厂长，你们要搞明白，现在那批布可都是我妹夫的财产，不是咱们棉纺厂的了。我赞同陈副厂长的建议，现在丢失的布匹差不多占总数的1/10，要不你和严同志说一声，咱们修改一下合同，将总货款缩减成45万，你觉得如何？对，我们也不能让人家吃亏不是。听完，江澄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毕竟现在这个关键时期报警的话，对厂里的影响确实不好。与此同时，就在江澄开会之际，我这边也已经有了一些线索。
而看着手里的入库册，我却忍不住摇了摇头。我花高价买了一批瑕疵布料，却被棉纺厂的领导们当场嘲笑。然而就在我将诚意摆在他们面前时，刚刚还在嘲讽我的那些人直接就傻眼了。妹夫，这批衣服的质量和款式都没问题，只是布匹数量上的确是有些出入。不过你放心，哥肯定会给你个交代的。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事儿？刚才我们已经开过会了，厂里的意思是给你减掉1/10的货款。没问题，就算是不减货款，我也没意见。此话一出，刚刚还在满脸愧疚的江城瞬间就愣住了。他原以为我会因此而大发雷霆，却没想到我会对他们的方案表示满意。想到这里，江城突然一脸疑惑地看向了我。这不对啊，发生这样的事，你不是应该生气吗？我为什么要生气？虽说少了不少棉布和花布，但是却多出5000多匹呢子面料，因此那批布料的整体价值并没有减少。你没意见就好，那我们就按减货款的方案来执行。我对你们的这个补偿方案倒是没意见，不过你们厂的管理实在是有些松散，你这个厂长可得好好管管了。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你又有啥新发现了。我随即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向江城详细的说了一遍，而江城在听到仓库的账目问题时，瞬间就皱起了眉头。这么说来，不是有人偷了仓库里的存货，而是他们的账目出现了问题。目前来看应该是这样，不过奇怪的是，仓库里多出来的这些呢子面料，入库资料里面竟然没有任何记录。会不会是仓库工作人员的疏忽所致？也有可能是生产部门的人故意为之。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然是为了顶任务了，毕竟生产一包呢子面料可比生产一包棉布或者是花布容易多了。听到这话的江城顿时勃然大怒，他没想到自己手下的人为了浑水摸鱼，竟然敢做出这种偷天换日的事情来。看来得好好整顿一下生产部这帮挂羊头卖狗肉的员工了。你知道就好。对了，一会儿陪我去车站接2个人吧。行，正好让你看看我的新车。又换新车了？你那旧的大众呢？我卖了，没想到开了2年的大众朗逸，在瓜子二手车上还能卖7.8万，开手了。瓜子是全国买家竞价模式，车放到平台后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没多久就卖出去了。这么快就卖了？当然了，最近1年汽车掉价特别快，1年就少好几万。想卖车千万别犹豫，听我的，现在就去瓜子二手车预约估价吧。不过话说回来，这都大半个小时了，你等的人怎么还没到？着急啥呢？他们是从塞北省过来，晚到一会儿不很正常吗？对了，妹夫，今天来的到底是哪路神仙啊？竟然能让你亲自过来迎接？神仙谈不上，只是港岛的一个资本大佬。听你的样子，对方很有钱嘛。把那个马字去掉，是资产颇移的那种。听到这话的江城瞬间就愣住了，虽说自己也贵为一厂之长，但却还是第一次听说一级资产的富商。那这家伙是干啥的啊？咋能赚这么多钱？他是港岛那边道上的人，做的都是一些灰色生意。这么说来也不是什么好人啊，你怎么和这样的人混到一起了？老黄的生意是有些上不了台面，不过他这个人还算不错，而且他的性格和你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随后我便和江城介绍起了黄立行的发家事迹，以及他在塞北省投建学校的慈善之举，而江城听完却是陷入了沉思。与此同时，叶家大院里正在进行一场特别的家庭会议，只见在场的众人脸上全都是复杂的表情，而主位上的老爷子更是满脸的严肃。老二，杜家那边怎么说？他的原话是：昨天的事情并不是他们杜家的意思，只是他家那个小崽子不懂事才产生了这样的误会。误会？都带人打上门来了，这能叫误会吗？而且还当众败坏咱们叶家儿媳妇的声誉，这能叫误会吗？老三，稍安勿躁，我倒是相信这不是杜老鬼的意思。那个老东西还没有蠢到同时和我们3家开战的地步，但是从杜老二的态度来看，这杜家的野心可真不小啊。杜家有野心不是很正常吗？如今他们家得势，肯定已经不满足当前的位置了。可我们叶家和他们杜家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他们这时候来找我们的麻烦是几个意思？很简单，这是因为我们叶家挡了他们向上爬的路了。二哥，你的意思是杜家的老大想要更进一步？对，杜老大想要往上爬，首先要过的便是大哥那一关，不然的话杜老二不会是现在这个态度。他是想借这件事情来试探一下咱们叶家的头皮软硬。这帮狗东西，难道真以为我们能怕了他们不成？怕倒是不怕，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还真拿他们没办法。难道我们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吗？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爹，您先别生气，妹夫说杜海城那个王八蛋就要倒霉了，我们不妨等几天再看。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顿时全都瞪大着眼睛看向了叶华，而主位上的叶老爷子此时却是满脸的疑惑。对了，小华，你那边调查的怎么样了？我私底下向其他人打听了一下，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啥问题？说清楚点儿。根据我调查的结果，那几个王八蛋仗着和我关系好，打着我的旗号在外面没少干过错事儿。由于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几个是跟着我混的，因此很多事情都是敢怒不敢言。都有哪些龌龊事儿？严不严重？都是些男盗女娼狗屁倒灶的事情，真要追究起来倒也不算特别严重，但对我的影响却也不小。既然如此，那这事儿就让江印去处理吧。不过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以后看人一定要擦亮眼睛，不然以后少不了要吃大亏。听完叶华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他知道只要江印出手，那几个小喽啰便免不了牢狱之灾。而如今令人头疼的却是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杜家带来的威胁。与此同时，黄立行也在我们迎接下来到了我的住所。老黄，你港岛那边的麻烦事解决了没有？基本上算是解决了。我听了兄弟你的建议，没有和他们死了，而是重新回到了社团。他们见我不再坚持撤出，也就没有继续搞我了。那你今后有何打算？这个我还没有想好，但是我确实不想再和社团那边的人搅在一起了。毕竟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我自己被人乱刀砍死倒没什么，但我不能连累了我的家人。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江湖就是如此，不是你想进就进，想走就走的，万般不由人啊。那该怎么办？我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雄心壮志，强行撑下去未必会有好的结果。我明白你现在的处境，不过你所谓的金盆洗手却是不可行的。你要真不想继续留在港岛做那些灰色生意，我倒是可以帮你从容撤出。听到这话的黄立行顿时眼前一亮，毕竟上一次我帮他化解的那场危机他还记忆犹新。想到这里，黄立行随即一脸期待地看向了我。严兄弟，你有啥办法？还记得之前我和你说过的话吗？只要你把捐赠学校的事儿办好了，我也会帮你一个忙。当然记得，只是这事儿可不太容易操作，毕竟老吴和肥仔强他们是不会让我轻易退出的。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听我安排就行。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你这次回去之后，先准备一笔钱，然后等我过去操作。那严兄弟，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港岛？等我把棉纺厂的事儿处理完就去找你。听完，黄立行满意的点了点头。而另一边，身在粤省的江世英终于等来了老胡的电话。老江，你交代的事情有消息了。听到这话的江世英立即坐直了身体，显然他对对方接下来的话充满了期待。快说说具体情况。经调查，温继忠一家人在厂里上班的时候多次盗窃厂里的财物，另外就是他们在处理那个死婴的时候，将嫂子留给孩子的玉佩私藏了起来。因此，青山县相关部门重新对这起案子进行了审理。那结果呢？结果还没有出来，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几个已经收监的案犯，他们的刑期都会增加。干得好！这些人给我的妻女带来了无尽的伤痛，这下也该让他们尝尝自食其果的滋味了。对了，温家的其他人呢？温继忠的几个兄弟在知道调包孩子这件事的情况下，却故意隐瞒，因此他们都犯了包庇罪。但是由于并未深度参与这事儿，且情节轻微，并未达到起诉的标准，所以就交由他们各自的工作单位处理。不过刚刚也接到了一个坏消息，刘二麻子被人保释了出来。怎么回事？有人替他顶下了所有的罪行，是他那个当厂长的姐夫出的手。对方在青山县根基颇深，姓肖的那个小警察也被调离了工作岗位。哼，这是欺负我女婿没靠山啊！老胡，接下来的事情就看你的了。我不管他是什么狗屁厂长，既然敢插手这事儿，那就让他到监狱里反省去吧。知道了，我的人已经到了青山县，很快就会给你一个交代。